怪你自己太愚蠢，我从没想过与你结为道侣。一位穿着蓝色短裙女修目光冷漠看着林天意，屋里挂着红绸丝带和喜气装饰。上个月，林天意通过媒婆牵线结识了同为合欢宗的苏青云女修，双方自愿结成道侣。两人约好今晚洞房花烛，钻木燃火，一刻千金。谁知准新娘苏青云突然反悔，你不愿和我结为道侣，当初为什么不早说？那是你一厢情愿罢了，从始至终都是口头意向。我现在对你没有感情，也就没有双修的必要。苏青云板着脸，态度决绝。也行，大家好聚好散。你把我送的零食和丹药还给我就是了。零食我已经花了，丹药我也吃了，难道要我吐出来给你？林天意闻言心猛地一沉，听这口气，这婆娘想要赖账。10多年前，她穿越到这片玄幻世界，义无反顾加入魔道合欢宗。同样是修炼，合欢宗可以双修，既能增长修为，又能解决生理需求，一份耕耘，双倍收获。谁知她天赋悟性极差，10年了，她依然是合欢宗外门弟子，修为炼气3级，所以她退而求其次，成为一名低级炼丹师。太过分了吧？你到底还不还？你那点修为和财产，哪个女人会和你双修？这么点零食还问我要？你就这么点格局？林天意怒了，苏青云这是骗婚，妥妥骗婚。这一次他赔了夫人又折兵，试婚期1个月，到最后连1根毛的好处都没捞到。你到底退不退？不退，你能把我怎么样？啪！林天意忍无可忍，甩手一个耳光，狠狠扇在他脸上，留下一道嫣红印记。你敢打我？苏青云摸着滚烫脸颊，对林天意更加憎恨。打的就是你这个贱货！林天意，你这一掌我记下了，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说完，苏青云狠狠瞪了一眼，捂着半边脸离开了屋子。滚，滚得越远越好。林天意拍案而起，震得桌上茶盏咯咯作响。恭喜宿主成功绑定丹药兑换商城系统，宿主用积分即可兑换纯度100%丹药。首次开启系统，是否领取大礼包？等了10多年，系统爸爸虽迟但到，领取。恭喜宿主获得洗髓丹 X5，获得金刚护体神功悬空大挪移气息遮掩术，奖励1万积分。姓名林天意，年龄28岁，修为一品炼气3级，体质先天纯阳圣体，积分1万。功法金刚护体神功悬空大挪移气息遮掩术，空间洗髓丹武力。我有系统了，而且还是先天纯阳圣体。林天意大喜，在合欢宗，先天纯阳圣体是极其稀缺的双修体质，女修们趋之若鹜。苏青云，你后悔去吧。林天意点开丹药兑换商城，里面有数千种丹药，应有尽有，比如突破境界的聚灵丹、筑基丹、化神丹。林天意虽然修炼天赋差，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大量嗑药快速突破境界，成功兑换武力炼气丹1000积分。眼下最重要的是炼级。林天意盘腿而坐，从系统中取出1粒洗髓丹，一口吞下，他的真气一遍遍冲刷着五脏六腑，顷刻间有种酣畅淋漓感觉，体内污垢不断下沉，双肩上还隐约冒出几缕黑烟。我变干净了。林天意睁开眼睛，眼眸变得明亮，体质得到了显著改善。他又迫不及待吞下1粒炼气丹，灵气像是受到召唤，不断渗入，充沛于4肢百骸，并向丹田气海聚拢。半炷香之后，他脑袋上凝聚一股气旋，丹田中灵气暴涨，突破！恭喜宿主升到炼气4级。再来！他又吞下1粒炼气丹，灵气再次在他体内汇聚，带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半个时辰之后，恭喜宿主升到炼气5级，恭喜宿主升到炼气6级，恭喜宿主升到炼气7级。炼气7级，我竟然到了一品炼气境后期。通过不断嗑药，他从炼气3级直接升到炼气7级，突破4个小境界，一口气走完20年修行之路。他的头发更丝滑了，五官更敏锐了，皮肤更紧致了，撒尿应该也更远了。林天意均匀呼出一口气，刚才一连嗑了5粒炼气丹，身体有些倦累。如果短时间大量嗑药，灵气淤积会导致经脉紊乱，反而造成很大副作用。不急不急，只要有了丹药，突破2品筑基境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这时扑通一声，门开了。林天意，你发什么疯？竟然动手打了苏青云！一位身材丰腴的漂亮女修气势汹汹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如梦似幻紫色霓裳，长发飘逸，白玉肌肤若隐若现，一抹布料吃力地围住高耸山峦。你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是她说的吧？她叫南宫姬，是苏青云的闺蜜，也是曾经撮合他俩的媒婆。你俩结不成道侣，做普通道友不好吗？你非要动手打她？南宫姬不分青红皂白，将林天意一顿数落。苏青云这种精于算计的女人，还想做普通道友？不过她的闺蜜南宫姬妩媚曼妙，前凸后翘，拥有魔鬼级身材。此时林天意微微睁开眼睛，瞄了一眼南宫姬，姓名南宫姬，年龄31岁，颜值91分，修为一品炼气9级，好感度15，充电0次，倍率500倍积分返还，颜值85分以上美女，对宿主好感度增加，根据对方颜值、地位、充电等综合评判，可获得0至1万倍积分返还。林天意豁然开朗，原来兑换丹药的积分与好感度有关。现在南宫姬对他的好感度是15，如果提升10点，按照500倍返还，就是足足5万点积分。
虽然这次你和苏青云没有结成道侣，但是这个牵线搭桥费，你总不能赖账吧？林天意明白了，他今晚急匆匆赶来，担心他不给中介费。此时，南宫基双手叉着腰，语气加重后花枝乱颤，女人韵味十足。今晚本来是林天意洞房花烛，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准新娘苏青云弃他而去。不过现在却来了一个身材更惹火的闺蜜南宫基。择日不如撞日，林天意决定将计就计，成功兑换1粒筑基丹，500积分。你放心，好处费我不会亏待你的。你看我手上这是什么？说完，林天意展示手上丹药。筑基丹？你怎么会有筑基丹？南宫基两眼放光，惊讶不已。你仔细看看，这可不是普通的筑基丹，而是极品筑基丹哦。1粒普通筑基丹在坊间价格为3万灵石，而极品筑基丹的话，起码要5万灵石以上，绝对奇货可居。哎呀，林师弟，你最好了，有这个好的宝贝就给我吗？南宫基心花怒放，对着林天意撒娇起来。林天意笑着摊开手掌，南宫基露出贪婪目光，他伸出纤纤手指。林天意见状，马上收拢，将筑基丹牢牢攥在手中。你要这筑基丹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好弟弟，别说1件事，就是10件事，我也答应你。林天意看了一眼身旁无比艳丽、娇羞袅娜的南宫基，今晚让我释放一次，释放一次。南宫基闻言露出惊骇目光，他从林天意不安的眼神中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一次字面意义上的简单释放。想不到你修为没长，色胆倒是长了不少。好师姐，你就给我一次吧。白日做梦。南宫基转过身，心中又气又恼，万万没想到，他只是想赚个中介费，林天意却想要和他双修。他30年来守身如玉，即使要找，至少也要找个2品筑基以上的难修。林天意虽然长得帅，颜值高，但是修为天赋太差了，这辈子在合欢宗不可能有出头之日。一想到和他双修，南宫基心不甘情不愿。不过林天意却显得气定神闲，他拎起茶壶，不虚不还倒了一杯茶。南宫师姐，你在炼气9级，应该已经3年了吧？很可惜，离筑基只差临门一脚。林天意的话深深刺痛南宫基心扉。他自诩天赋极高，炼气伊始，不断突破初期和中期，但是偏偏卡在炼气9级。一旦突破，进入2品筑基，他在合欢宗的地位和资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他现在最梦寐以求的事。但是想要突破，谈何容易？没有特殊机缘的话，靠他自己比登天还难。林天意知道，如果南宫基对这粒极品筑基丹没有想法，恐怕他早就离开这里。他现在站着不动，明显内心在犹豫。我自己的修为也不高，既然南宫师姐不稀罕这粒筑基丹，那我只好自己吃了。谁说不稀罕？只是什么？他想要却不想给。极品筑基丹少之又少，即便南宫基有数万灵石，也不一定买得到。只要吃下这粒丹药，南宫基突破2品筑基是板上钉钉的事。现在机会就摆在他眼前，他担心一旦错过，悔之晚矣。等一下，南宫基转过脸，心潮起伏，振幅剧烈。他与林天意四目相对，躲不开那对灼热目光。师姐，想好了吗？那就仅限一次。与即将得到的极品筑基丹相比，自己即将失去的根本微不足道。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林天意闻言心中大喜，急忙上前，右手轻轻搭在南宫基香肩上。你放心，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水到渠成之后，这粒筑基丹就是你的。速战速决，待会我还有事。我懂，我带你去屋里看看我的新装修，咱俩交流一下。说完，林天意扶着南宫基走进内屋。半个时辰后，南宫基穿好衣服，扶着床沿走路，有点踉踉跄跄。哎，师姐，你没事吧？这时林天意也醒了，急忙上前扶住南宫基。南宫基用幽怨眼神瞪着林天意，你怎么存了那么多货？不好意思，要不师姐先坐会，我帮你倒杯茶。我的筑基丹呢？诺。林天意信守承诺，将一个药瓶交给他。南宫基看着筑基丹，心中突然释怀了。我俩今晚的事到此为止，下不为例。我希望你保守这个秘密，不要让别人知道。他这次为了筑基丹，迫不得已，要是泄露出去，他与林天意这个废柴有瓜葛，会成为合欢宗的笑柄。师姐尽管放心，我不会说的。林天意点点头，这件事只要他不说，林天意不说，就绝对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那我走了。南宫基把药瓶放进兜里，缓步向门口走去。今晚的事就当一场随风逝去的梦，了无痕迹。成功兑换1粒筑基丹，500积分。师姐，你又怎么了？南宫基疑惑看着他。林天意抓耳挠腮，心不在焉地摊开手掌，露出2粒筑基丹。什么？你竟然还有筑基丹？南宫基惊呆了。之前林天意拿出1粒极品筑基丹，就让他淡眼落惊，万万没想到他手上还有1粒。我又找到1粒极品筑基丹，不知南宫师姐还要不要？南宫基凌乱了，他现在距离2品筑基仅差一步，吃了极品筑基丹，大概率就能达成突破夙愿。如果有2粒筑基丹的话，那就是双保险。当然了，即使到了2品筑基，他还想着3品金丹，所以丹药就像零食一样，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你的意思，这1粒也给我？师姐是第一人选，
你不要的话，我再给其他人。我还要。南宫基不假思索，这是天大的好事，除非是元婴级别大佬，不然谁会拒绝筑基丹呢？南宫基伸手取药，林天意攥紧手中，两人用微妙的眼神交流，答案不言而喻。想要的话，就看你有没有诚意了。我看你想的寸进尺吧。一回生，二回熟吗？林天意刚才吃了1粒洗髓丹和4粒炼气丹，先天纯阳，圣体如火正旺。这种鱼游大海、鹰击长空的事，永远不嫌多，也永远不嫌麻烦。你真的还可以？南宫基诧异，不试试怎么知道？我信誉很高的。对了，师姐，我在床边掉了一件东西，你能帮我找找吗？行吧，我再帮你一次。待会要是中途熄火了，可别怪我。说完，林天意和南宫基两人心照不宣，又一次走进内屋。第二天，日上3竿，南宫基昏沉沉醒来，来到桌边，猛地喝了一口茶。坏事了，怎么一转眼大白天了？我竟然在林天意这里待了这么久。南宫基想起了什么，他看着桌上玉盘中的筑基丹，挨个数了起来：1粒、2粒、3粒、8粒、9粒。没错，整整9粒极品筑基丹。南宫基震惊。此时林天意还在睡觉，完全浑然不觉。南宫基看着他，不由心想，林天意果然老实，有几次就给激励。当自己付出和收获成正比时，心里也就没什么不平衡了。他对林天意的好感顿时增加了不少。天色已早，南宫基也该走了，毕竟一宿未归，被其他人知道的话，难免闲言碎语。于是他收拾9粒极品筑基丹，翩然离开。系统检测到南宫基的好感度为35加50点，返还加25000积分。林天意从睡梦中醒来，他收到了系统提示，南宫师姐之前对我好感度是负值，现在变成正的了，果然日久见真情。他看着床帐上大大的喜字，心里获得了极大满足感。之前他有1万积分，他买了几粒炼气丹，以及交易给南宫基9粒筑基丹后，积分不降反升，获得了25000积分。这就意味着他能买更多更高阶的丹药，其他的事都可以放一放。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加快升级速度。一想到这里，林天意浑身充满了力量，开始继续修炼。成功兑换2粒洗髓丹，400积分；成功兑换1粒聚灵丹，800积分。他依次吞下丹药，体力灵气不断翻涌，冲击身体每一个角落，道道灵气在体内形成气旋，紧缩凝实，循环往复。头顶上有一道霞光萦绕，往上突破。恭喜宿主升到炼气8级。林天意丹田处传来烧灼感觉，骨骼发出炒豆般脆响，肌肉奔张，体内气息犹如江河入海，滔滔不绝。眉心之间仿佛开了一道窍门，他睁开眼睛，眸中金光一闪而逝。又半个时辰过后，恭喜宿主升到炼气9级，终于到了一品炼气大圆满。林天意感觉体内灵气淬炼如虹，经脉充盈不绝，头顶上灵气犹如光柱灌入，全身毛孔张开，发出琉璃般色泽。突然，意识海中一道惊雷炸响，连绵不绝的磅礴灵气滋养着体内每一寸血肉。恭喜宿主达成筑基境，道爷成了，我筑基了，我延寿了，我可以固化真元了。林天意历经无数漫漫长夜，如今筑基成功刹那，他有一种福至心灵感觉，不仅肉身变强了，他的感悟力也更深一层，道心通达。他开始收敛气息，内心渐渐归于平静，外表看似波澜不惊，其实已经踏入了全新境界。下午，林天意来到炼丹大楼。炼丹大楼在整个合欢宗西面，是宗门最宏伟的建筑，大殿高3层，建在灵气充沛的山腹，不远处有一个火山口。林天意走进炼丹房，换上一身干净衣服。炼丹之地最忌讳污垢，必须清净整洁。他来到5号丹炉，处于摊台上的是一台炼神离焰炉。这时，一个身穿黄白相间长裙的长发女子，秀发上插着一枝梨花发簪，一步3摇，款款走了过来。她的肩上罩着一层薄薄透明轻纱，一身飘逸打扮，粉白细嫩大腿，修长浑圆，走路时若隐若现，散发着健康光泽。木房主好，你今天来得晚了。昨晚喝了点酒，睡过了头。林天意含糊过去，眼前这位气质美女是这座炼丹房的房主，合欢宗高级炼丹师穆招摇。相比之前娇俏的南宫基，穆招摇更像一颗里外都熟透的水蜜桃。林天意目光停留在他身上，姓名穆招摇，年龄36岁，颜值92分，修为3品金丹2级，好感度5，充电0次，倍率1000倍积分返还。穆房主好有实力，已经快到金丹中期了，而且洁身自爱，他的返回倍率竟然是1000倍。林天意不由暗暗惊叹，看来从今往后要想办法提升穆招摇的好感度了。林天意，你在嘀咕什么呢？哦，没有，你今天下午把丹炉里面刷洗一遍，明天开始要炼制新的丹药。穆招摇走到炼神离焰炉旁，手上灵气一指，炉上符文亮起一道金光。弟子明白。其实林天意与穆招摇两人并不是师徒关系，更像是一种雇佣关系。他是外门弟子，以自我修炼、自我觉悟为主。林天意在炼丹房当杂役，他有时自称弟子，是一种谦逊说法。此时偌大的炼丹房空旷无比，只有他们两人。昨天我接到圣女的命令，最近要大量炼制回春丹、凝元丹和复灵丹，越多越好。这些都是疗伤类丹药。合欢宗为什么突然要这么多丹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知道了，林天意在宗门地位偏下，合欢宗高层的事与他无关，他也不需要了解。房主穆招摇掏出一个袋子，递给林天意，这是你上个月薪水，基本工资80零时，加班费30零时，一共1100零时。林天意是一个外门弟子，没有编制，如果他是内门弟子的话，每月薪水至少翻1倍。穆招摇又看了他一眼，心中有些吃惊。几日不见，林天意看起来比以前精神多了，他身上灵气运动颇为活跃，但他只是一品炼气初期修为，怎么会有如此富有生机的灵气？你最近看上去很润哦。林天意尴尬一笑，刚才他不仅突破了筑基境，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是突飞猛进，气色好了，脸色自然也滋润了。房主到底是房主，眼力非凡，这些都瞒不过他。弟子一直在丹房，这里是灵气汇聚之地，我受到了熏陶。穆招摇听后点点头，这里是炼丹房，而炼制丹药的仙草琼花以及矿石也多是灵性之物，丹炉之中会不时有灵气溢出。林天意在炼丹期间的确可以额外吸到不少灵气，涓涓细流，日积月累，也是不小收获。炼丹房工作是苦了一点，很多内门弟子都坚持不了多久，你能数10年如一日，我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你的。谨记穆房主教诲。在穆招摇眼中，林天意为人和做事都不错，也肯吃苦耐劳，他的最大缺点就是天赋太差，没有强大修为，在宗门中籍籍无名，永远没有地位。也许炼丹房就是他在合欢宗最好的归宿。而穆招摇不知道，林天意身上的气息遮掩术隐藏了他2品筑基的修为，这是一个被动技能，无论他的修为多高，在别人看来他只有炼气初期修为，或许这是系统为了保护他故意为他遮掩。对了，过几天你陪我下山一趟，去房市采购一些仙草和矿石。穆招摇说，炼制大量丹药需要相应大量原料，这次任务又是合欢宗圣女下达的命令，他要亲力亲为，确保万无一失。好的，林天意应道。系统检测到穆招摇的好感度为10，加5点，返还加5000积分。虽然穆招摇好感度仅增加了5点，但是却是1000倍返还，增加了5000积分，林天意又可以兑换更多丹药了。不过他可不满足于此，妩媚多姿的穆招摇身上蕴藏着极高的待开发价值。林天意从炼丹房回家已经接近深夜时分，他今天累麻了，淡淡也忧伤。现在晚上月黑风高，万籁俱静，正是提升境界的好时机。之前林天意在练气境时，一度以为这辈子修行高山仰止，最高也就筑基了，但是一旦到了筑基，他又觉得还远远不够。合欢宗所有人的地位都与修为息息相关，修为境界提升了，我就能获得更多权力、更多资源以及更多高阶女修青睐。胜者为王，强者通吃，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生存法则。于是他盘腿床上开始嗑药修行，成功兑换5粒洗髓丹1000积分，成功兑换3粒聚灵丹2400积分，成功兑换3粒初级金丹4500积分。越往上修炼，嗑药越猛，所需兑换积分也越多。林天意一口气吞下洗髓丹、聚灵丹和初级金丹，体内灵气开始如江水泛滥。炼精化气，以气催灵，灵动气海，他的身体犹如一个容器，不断的灌入和充实，一种蒸腾力量在体内翻江倒海，血脉冲胀。恭喜宿主升到2品筑基2级，没想到不到半个时辰，我又升了一个小境界。林天意暗中高兴，系统里的都是极品丹药，不仅效果好，更是一发入魂。再来，成功兑换1粒炼骨丹2000积分，成功兑换2粒金刚丹5000积分。林天意修为提升之后，骨骼和肌肉也要随之强化，丹药嗑得越多，药性越猛烈。幸好林天意是先天纯阳圣体，虽然天赋悟性差，但是身体强健，金刚不坏，加上丹药质量好，没有毒性和副作用，可以被纯阳圣体完全吸纳。可以说林天意走上一条适合自己的修炼之路。恭喜宿主升到2品筑基3级，又是一级，升级起来嘎嘎猛。林天意骨骼铮铮作响，额头上虚汗直冒。正在这时，咯吱一声，大门开了。天意师弟，你睡了吗？林天意瞥了一眼门口，原来又是南宫姬，他怎么又来了？偏偏在他修炼时候出现，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南宫师姐，请进，我还没睡。嘻嘻，那我进来了。南宫姬穿着一件深 V 薄衫，奇峰突兀，一条灰色拉丝襦裙，即便是晚上，双腿也是亮得发光。林天意收敛气息，让内心趋于平静。他起身来到门口，相比昨晚，南宫姬的气色更好了，看上去如沐春风，光泽如玉。恭喜南宫师姐已经突破到了筑基。南宫姬和颜月色看了林天意一眼，掩嘴而笑。我这次能到筑基，多亏了林师弟。哦，不必这么客气，毕竟师姐也付出了很多。林天意说。南宫姬闻言扑哧一笑，不禁面红耳赤起来，看得出他今天心情很亮。你的丹药真是极品，我服用了2粒筑基丹，修为马上就提升了，你知道吗？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南宫姬一抹羞意，修为突破是一个人修行大事，别小看从1品炼气到2品筑基，很多人到死都无法达成。南宫姬还年轻，这么早到达筑基，他心中有了优越感。当然了，林天意也从他身上获得了25000积分，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在这座简陋草屋中，
南宫基踱了几步，有几次欲言又止。师姐前来，如果有事的话，不妨直说。哦，没事，我正巧路过这里，来看看你。对了，你还有没有其他丹药？南宫基害羞说。其实林天意心中早已猜到了几分。南宫基无事不登三宝殿，平时炼丹之余，倒是积攒了一些。不知师姐要的是哪方面丹药？我虽然升到了筑基，不过体内灵气还很紊乱，短时间难以抑制。你有没有聚灵丹？南宫基单刀直入。嗑药固然可以短时间提升修为，但是要看体质灵根。有些人问题不大，有些人会有排异反应，需要慢慢调理和运作。林天意是先天纯阳圣体，顶级修炼体质，即使大量嗑药，副作用很小，稍作休息就行了。像南宫基这种人，虽然天赋比林天意高，但是体质比他差远了。嗑药升级的话，还需要其他灵气类丹药进行辅佐。有的，我有聚灵丹。真的？那太好了。南宫基闻言喜上眉梢，他眼波秋水，含情脉脉看了林天意一眼。一方修仙世界也讲究利益交换，特别是数万灵石级别的丹药，弥足珍贵，从来都没有无缘无故的馈赠，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成功兑换一粒聚灵丹，800积分。你看这种品质的聚灵丹是否合乎你的要求？林天意将手中丹药放在南宫基眼前，南宫基顿时两眼放光，这可是极品聚灵丹啊！你从哪弄来这么多好丹药？怎么来的？你就不用多问了。如果在房市的话，这粒极品聚灵丹至少5万灵石。林天意说：“给我吧，我要了。”师姐真的想要？我想要吗？在林天意眼中不值一钱的聚灵丹，但是在南宫基眼中那是珍品中的珍品，可遇而不可求。如果有了聚灵丹，他的筑基就能更稳了，根基打牢了，对以后的升级也是大有裨益。你看今天很晚了，要不师姐明天再来吧，我也好提前有个准备。林天意昨晚鏖战了一夜，下午又在炼丹房刷洗丹炉，回家后马不停蹄嗑药，连升了2级。他的身体略显疲态，腰肢酸软，并不适合干一些出汗的剧烈运动。不行，林师弟，我今天来都来了，这粒聚灵丹我非要不可，难道我的诚意你还看不出来吗？说完，南宫基上前拽住林天意胳膊，撒娇说：“我的存货着实不多了，来嘛，林师弟，不要辜负了良辰美景。”南宫基不由分说，拖着林天意强行把他拉进内屋。1日1夜过后，天亮了，南宫基起身穿上衣服，伸了个懒腰：“林师弟，你快醒醒，天亮了。”南宫基看着林天意的脸，觉得他又帅了，可惜啊，他的修为太差了，只有炼气初期，如果他能变得更强一些，南宫基倒愿意与他保持这种双修关系。不过现在这样也好，有一次算一次，互不亏欠。南宫师姐，你醒了。林天意仰起头，你看看，天都亮了，我也该走了。好的，昨晚多有冒犯了，你也是凭本事，我不会怪你。说完，南宫基拿起桌上的聚灵丹，转身离开了。系统检测到南宫基的好感度为70加35点，返还加17500积分。哇，他居然增加了这么多好感度。别看南宫基事后对我这么冷淡，但是他的心里对我是有好感的。林天意暗自高兴。这2天，林天意从他身上赚取了4万积分，如果兑换成相应丹药，足以让他升到筑基后期。成功兑换一粒初级金丹，1500积分。林天意又开始嗑药，聚拢灵气。昨晚要不是南宫基前来，他一定还能再升1级。经历了开闸泄洪，真气流失，他决定继续修炼，弥补回来。林天意闭上眼睛，指尖掐诀，任督二脉之间形成灵气虹桥，体内灵气化作琼浆玉液，滋润着5脏6腑。恭喜宿主升到2品筑基4级。筑基4级也就是筑基中期，林天意达成新的修为境界。这种修为在外门弟子中已经算是佼佼者了。林天意又吃了一颗聚灵丹，压抑心海。中午之后，他又来到炼丹房，按照房主穆招摇指示，研磨炼丹所用的仙草和矿石。穆招摇将他研磨好的材料提炼萃取，去除杂质，为下一步入炉炼化做好准备。炼制一炉丹药往往要添加10几种材料，身为高级炼丹师，穆招摇要更根据5行相克原理进行分门别类，控制剂量。林天意把这些材料都放进炉中。是的，穆招摇引入一道灵火，顿时9个炉眼发出不同颜色的火焰。他将自己神识融入药材，汇聚灵气，好的炼丹师能大幅度增加丹药的药性。穆招摇秀发飘起，周遭空气碾压成一层层涟漪，暗香浮动。他衣着单薄，大片白花花的肌肤肆意暴露在空气中，纯洁宛如白莲花，青山遮不住这副隐藏的好身材。果然，会炼丹的女人最美。一转眼2天过去了，林天意的生活基本就是在炼丹房和家里2点一线。这段时间，他又嗑了不少聚灵丹、炼骨丹以及终极金丹。修为方面升了1级，目前是2品筑基5级。姓名林天意，年龄28岁，修为2品筑基5级，体质先天纯阳圣体，积分38500。功法金刚护体神功、悬空大挪移、气息遮掩术、空间洗髓丹1粒、炼气丹3粒、炼骨丹2粒、终极金丹2粒。看来要不了几日，林天意就能到达金丹期了。这天晚上，林天意刚一到家，又有人敲门。林师弟在家吗？又是南宫基。林天意颇为吃惊，自从给了他2次丹药之后，
他最近频繁上门。进来吧。门口一阵银铃般笑声。原来今晚南宫基并不是一个人，他还带来2位年轻的女修。南宫师姐，你这是？林天意疑惑。我知道你这几天炼丹辛苦了，叫了2位妹子来陪陪你喝酒。说完，南宫基和2位妹子都害羞地低下了头。一位妹子衣着风凉，仿佛一眼就能看穿；另一位妹子长相圆润，千娇百媚。哦，3位美女，请坐。林天意家里比较简陋，空间也不大，没想到一下子来了3个人，略显局促。我来介绍一下，这2位妹子和我一样，都是千幻门的人。南宫基说，合欢宗是一个庞大宗派，宗下又分为千幻门、星宿门、天煞门、丹阳门、暗影门等，分布在12座山峰，有近万名弟子。南宫基所在的千幻门主要修炼幻术和媚术。林天意是炼丹师，属于丹阳门。左边这位叫黄英飞，修炼幻术已经4年了，声音好听，令人销魂。右边这位叫楚玉衡，学的是媚术，柔弱无骨，身轻如燕。南宫基分别介绍，见过林师兄。黄英飞和楚玉衡2人异口同声。林天意看得目瞪口呆，赶紧把南宫基叫到一旁。南宫师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哟，这2位是我关系很好的妹妹，她们见我修炼飞升，也想要进步吗？麻烦你关照一下。南宫基笑说，什么？这叫什么事？还来2个？师姐，就算他俩要进步，你也不能一起来，我身体吃不消啊。林天意诉苦，这几天他嗑药练级，身体处于超负荷运转，几乎没有停歇过。呵呵，你不是说自己是超级飞侠吗？这有何难？一个上半夜，一个下半夜。南宫基眨了眨水灵灵大眼睛，不行，这成何体统？林天意气得脸色铁青，当即回绝，这种事万万不可。生产队的驴也总要歇的吧？况且他这几天在修炼上突飞猛进，无节制双修的话，会导致真气泄露，身体垮塌。男人应以修炼事业为重。哎呦，帮个忙，我把人都带来了，你总要给我个面子吧？南宫基说，你也知道，我上次水库都干了，哪有这么快蓄水的？这样吧，2个妹子，你选一个，不然的话，我也不好交代。黄英飞和楚玉衡2人知道有这档事后，一直缠着南宫基，毕竟提升修为的事，谁都想啊。2位妹妹兴致勃勃而来，总不能什么都没有，就把他俩打发吧。这样的话，南宫基脸上也挂不住。你是说留下一个？林天意陷入沉思。对啊，这2位还在炼气初期，如果你有什么洗髓丹和炼气丹之类的，给他俩就行了。洗髓丹和炼气丹都是基础的丹药，在林天意的兑换商城系统中，只要200积分就够了，而且都是已经筑基的他看不上的丹药。不过对于黄英飞和楚玉衡来说，这些丹药却是天大的机缘，即使做出一些牺牲也是有价值的。行吧，一个的话我应该顶得住。呵呵，那你挑吧，要选哪个？南宫基挤眉说。2位妹子看到南宫基的目光，都低下了头。林天意首先将目光放在黄英飞身上，她穿着一件低领衣衫，事业线一眼可见，呼之欲出，加上身材比较丰腴，腰细屁股大，说她是天生尤物，一点也不过分。而且她一双标准杏眼，给人一种淡淡朦胧，不时放出勾人射魄的媚眼。姓名黄英飞，年龄22岁，颜值89分，修为1品炼气2级，好感度10，充电3次，倍率50倍积分返还。林天意本来对她颇有兴致，但是看到她的面板信息后，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大到胃口。好好的一个姑娘，年纪轻轻，怎么这么不懂洁身自爱？关键是返还倍率只有50倍，这也太低了。接着，他把目光瞄向另一位楚玉衡。楚玉衡穿着一件连体长裙，身体包裹严实，露出一段白皙小臂，宛如一个大家闺秀。她个子不高，身材匀称，给人一种小巧玲珑感觉，五官还算精致，特别是一张翘嘴，如樱桃般水润透红。姓名楚玉衡，年龄26岁，颜值87分，修为1品炼气3级，好感度10，充电0次，倍率400倍积分返还。看到他的面板信息后，林天意顿时眼前一亮，这个楚玉衡比起黄英飞那可干净多了。2人的隐藏信息一比，高下立判，特别是楚玉衡有400倍的返还倍率，毫无疑问碾压另一个黄英飞。怎么样，挑花眼了吧？其实这2个都不错。南宫基自信说，我有答案了，你说吧，你选哪个？南宫基问。我想要右边那个。你是说楚玉衡？南宫基一脸震惊。林天意点了点头。你真的选他？林天意目光坚定。南宫基露出不可思议眼神。在他看来，黄英飞和楚玉衡2人站在一起，要是非要选一个的话，绝大多数男人肯定都选黄英飞，因为黄英飞比楚玉衡漂亮，年纪又轻，关键身材又是那种前凸后翘的，哪个男人看了不喜欢？也不是说楚玉衡不行，而是2人站在一起，黄英飞的优势更为明显。你的眼光倒是与众不同，我看人一般不会错。的确，楚玉衡与黄英飞相比，无论年龄和身材上都处于劣势，但是他的一个关键性指数才是决定性的。现在林天意手上掌握着大量丹药，他有主动权，那肯定要选干净的，没有瑕疵的，特别是一些2手货、3手货，即使再好，白送也不能要。南宫基看到林天意心意已决，
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他走到两位妹妹面前，楚玉衡留下，黄英飞我和一起回去。什么？话音刚落，楚玉衡欣喜若狂，而黄英飞如遭五雷轰顶，表情呆滞。这怎么可能？黄英飞喃喃自语，并把目光投向林天意。真的吗？林师弟选的是我。楚玉衡雀跃不已，他也没想到林天意居然选择了他，对他而言绝对是一个意外惊喜。没办法，这就叫个花入各眼，咸菜萝卜各有所爱。南宫基说，他甚至对林天意的审美也产生了一丝怀疑。林师弟，求求你选我吧，我会好好服侍你的。黄英飞不甘心失败，冲到林天意面前，用哀求声音说道，自己身材明明好于楚玉衡，为什么会输？这不公平。你也别往心里去，其实你俩各有千秋，我留下他并不是否定你，下次吧，下次还有机会。林天意婉言谢绝。至于为什么没有选综合素质更好的黄英飞，他心中明亮如镜。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了，我真的很想进步，我真的太想进步了。黄英飞抓住林天意胳膊，依然不想放弃。如果今晚能够留下来，就能得到林天意恩赐的极品丹药，而有了极品丹药，可以快速提升修为，以后能在合欢宗中获得更高宗门地位和更多资源。一旦失去眼前这个机会，可能要慢慢的熬过10年8载。女人的青春有限，黄英飞肯定想走捷径。你别这样，你很优秀，但是我俩真的不合适。林天意急忙挣脱他的手，以前他是没选择，现在可以选择，自然选择更好的。师兄，请你真的考虑我一下，我很能干的，你可以给你干家务、烧饭、洗衣服，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黄英飞还不愿放弃，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不用你干，家里的活就那么多，也不需要你干。林天意再次拒绝，黄英飞却挺可怜的，为了留下来苦苦祈求。对于林天意来说，一粒洗髓丹或是炼气丹也不过200积分，但是即使再便宜，他也不能白给，更何况拿到坊间去出售，轻松一转手，没有1万也能有大几千灵石。就算自己有几万剂一粒丹药，但是没有一粒是多余的。回去吧，回去吧。林天意下了逐客令，任凭黄英飞如何求饶，他也不给他任何机会。走吧，时候不早了，林师弟也该休息了。南宫基上前劝阻，他已经看出一些端倪了。林天意对黄英飞没有一丝留恋，而且态度决绝。以他对黄英飞的了解，似乎猜到了一些什么。看来林天意不仅眼光挑剔，而且很有原则。他心中不免对他又添一分另眼相看。系统检测到南宫基的好感度为75加5点，返还加2500积分。师姐，我黄英飞心有不甘，谁叫你平时云行水性，这么好的机缘你都抓不住。南宫基不由分说，拽着黄英飞离开了屋子。顷刻间，房间里安静下来，仅剩下林天意和楚玉衡两人。楚玉衡低着头，两只手搭在一起，长长的指甲不停拨弄着。林天意也没有说话，坐在椅子上呷了一口茶，然后看着楚玉衡，师兄，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我发现你今天有点怪。怪？楚玉衡睁大眼睛，我哪里怪了？你怪可爱的。林天意笑了笑。楚玉衡一听，立即羞粉了脸蛋，心潮起伏。师兄，你真的太坏了，还取笑我，哈哈，我是越看你越喜欢。林天意放下茶杯，起身走到楚玉衡面前，低下头，在他耳畔低吟，今晚可否陪师兄一宿？我任凭师兄处置，绝无怨言。楚玉衡用蚊子声音说。话音刚落，林天意猛地一把抱起楚玉衡，走向内屋。第二天，日已破晓，窗外几只小灵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这是给你的炼气丹，吃了之后保准你突破一个小境界。谢谢师兄，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楚玉衡感激不尽。林天意坐起身子，身子骨就像散了架一样。我帮你按几下吧。行啊。楚玉衡识趣地坐在林天意身后，用手心搭在他双肩，微微用力按摩。手法不错，看来你在千幻门学到不少东西啊。就算我学的再多，也没今晚在师兄这里的多。楚玉衡婉转轻盈，哈哈，你太会说话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楚玉衡闻言，加快了手上的劲道。你想不想再要炼气丹？师兄如果相赠，以后师兄如有需要，我一定随叫随到。楚玉衡微微一笑，很倾城。不知不觉日上3竿了。林天意刚起身，又被楚玉衡按了下去。我还想进步，天天进步。好，我就喜欢你这种事业心强的女人。日已过晌午，今天到此为止。不瞒你说，师兄已经油尽灯枯了。楚玉衡莞尔一笑，这些都给你，拿去吧。林天意将药瓶中的洗髓丸和炼气丹一股脑倒出来，全部交给楚玉衡。1粒、2粒、10粒、11粒。师兄，你还少了1粒呢。真的吗？有这么多吗？林天意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你放心，师兄做过的事有多少算多少，绝不会赖账。成功兑换1粒炼气丹，200积分。谢谢师兄，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楚玉衡在他额头上蜻蜓点水一下。小师妹，我要看你也累了，早点回家吧。师兄我也要睡会。好的，林师兄，我以后会惦记你的。楚玉衡知道林天意已经濒临极限了，很多事情以后来日方长。系统检测到楚玉衡的好感度为70加60点，返还加24000积分。这么多积分。林天意擦了擦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不过是一夜之间，楚玉衡对他增加了60点好感度，看来自己的付出是有价值的。这小妮子的确讨人喜欢。合欢宗主峰天荡山，这天上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在山腰的中山广场上聚集着数百位男女修士。男修士以青色和黑色长衫为主，女修士大多衣着华丽，赤橙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色彩缤纷。姐妹们，咱们今天可要好好挑个如意良君。那边有个男修，鼻子好挺拔，2个鼻翼也大，不知道他有没有道侣。不急，妹妹们要矜持，好多优秀男修还没来呢。今天合欢宗像过节一样热闹，1年1度宗门婚飞又拉开了帷幕。林天一起了个大早，洗头梳妆，刮掉胡须，全身上下收拾的山清水秀，纤尘不染。今天不仅有合欢宗主峰的女修，其他分封的女修也有不少，花红柳绿，莺莺燕燕，争妍斗艳。林师弟，你和苏青云的事我听说了，别往心里去，今天挑个更好的。这些女修眼光高招呢，我来凑个热闹。站在林天一身旁是他的同门师兄陆文渊，也是外门弟子，炼气5级。合欢宗每年有个婚飞活动，类似于相亲，男修女修们盛装打扮，在一起自由交流，有意向的可以结成道侣。既然是合欢宗，合欢一直是主旋律。林天一深呼吸一口气，草长莺飞，闻到了荷尔蒙的味道。参与婚飞的女修一般是炼气或是筑基初期，而男修多半在炼气后期。女修选择男道侣所看重的条件，首先是修为等级。如果男修是筑基的话，那绝对是香饽饽，往往会受到几十个女修哄抢。有些天赋高的炼气境后期男修也有一定市场。除了修为等级外，第二看的是宗门等级。亲传弟子高于内门弟子，内门弟子高于外门弟子。除了修为和宗门等级之外，后面看的才是灵识、财产、相貌、性格等。此外，女修一般都喜欢比自己修为高的，这样在双修时以阳调阴，进步很快。还有些女修秉持宁缺毋滥心态，目光长远，她们先提高自己的修为，然后再找更高修为的男修。这样的话，以后突破晋升空间会很大。现在人心浮动，双方就算看上眼，结为比翼双飞道侣，但是离婚率很高。据合欢宗姻缘堂登记处统计，1年不到就分道扬镳的道侣高达70%。有移情别恋的，有婚外包小三的，有修为退步的，也有死于非命的。总之，幸福的人是一样的，不幸人各有各的不幸。走啊，我们去那边看看，说不定运气好能带到一个。师兄陆文渊兴致很浓，招呼林天意往西面女修扎堆的地方去。他今年30岁，有过一次短暂婚姻，婚后半年不到，他的道侣转投一个筑基内门弟子怀抱。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修为和地位面前，感情根本不值一钱。天空中不时有身穿瑰丽衣裙的年轻女修飞来飞去，在半空划出优雅弧线，衣绝飘飘，环佩叮咚，流苏轻摆，摇曳生姿，去该死的美色。林天意和陆文渊2人走马观花，跃进合欢宗各路女色。你看前面那个扎2条小辫子的，穿红裙子那个女修，真叫那个一个白啊！陆文渊流出了口水。林天意定睛一看，姓名沈采薇，年龄32岁，颜值89分，修为1品炼气8级，好感度0，充电1次倍率50倍积分返还。人家是炼气后期了，你修为比他低，又是外门弟子，怎么会看上你？林天意给他泼了一桶凉水。他已经参加了6届婚飞，女修们都很现实，修为低的男修一般很难入他们法眼。你说找个道侣怎么这么难？我现在虽然是炼气，但是假以时日，我肯定能到筑基的。陆文渊说，谁愿意等你10年？人家黄花菜都凉了。林天意瞥了他一眼，别说女修势利，将心比心，其实男修也是势利眼。男修也喜欢修为比自己高的，年轻高挑的，长得又要漂亮，身材劲爆，该软的地方要柔软。所以那些令人艳羡的神仙眷侣少之又少。姓名白芊芊，年龄62岁，颜值72分，修为1品炼气4级，好感度0，充电2次倍率5。这位女修颜值低于85分，倍率直接为0。林天意信马由缰，找一些长得漂亮的女修看看。姓名叶婉清，年龄27岁，颜值88分，修为1品炼气7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300倍积分返还。这个可是极品，颜值不错，长得小家碧玉。林天意嘀咕，干净整洁，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女修也能遇到几个，不过他们一般都眼光很高。林天意已经是2品筑基4级，他的修为在场男修中绝对数1数2，但是他的真实修为被遮掩了，定格在了1品炼气3级，加上他又是外门弟子，在合欢宗没什么地位，自然不会赢得漂亮女修的垂青。哟，这不是那个废柴林天意吗？迎面走来的一个瘦高男修名叫谢灵洲，他比林天意小3岁，也曾经是外门弟子。由于他天赋好，已经升为天煞门内门弟子，修为炼气8级，半步筑基。谢灵洲自视甚高，喜欢踩压别人，展示自己的优越感。像这种轻浮的人，林天意根本不想搭理他。但是在他身旁搂着他胳膊的女修不是别人，正是苏青云。之前苏青云在新婚之夜抛弃林天意，还卷走了灵石和丹药，不知廉耻的女人。林天意看见她，
心中升起一股无名怒火。你怎么也来了？以你的修为，哪个瞎了眼的女修会看上你？苏青云嘲讽说。听说你在苏青云身上花了不少冤枉钱，可惜啊，一口汤汁都没喝到。哈哈，谢灵舟笑得前俯后仰，看来这两人勾搭在了一起，成为一对狗男女。林天意瞥了一眼浓妆艳抹的苏青云，姓名苏青云，年龄29岁，颜值85分，修为一品炼气6级，好感度30，充电38次，倍率0.5倍积分返还。什么？林天意看到苏青云的面板信息后，一脸震惊，呆若木鸡。数据没错吧？苏青云到底经历了什么？之前面对苏青云的骗婚，林天意一直生闷气，对他耿耿于怀。但是现在他醒悟了，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觉得庆幸，老天爷有眼，幸好没有与他结成道侣，差点成了接盘侠，不然的话，这宗门里面得有多少同道中人啊！别看苏青云修为挺高，炼气6级，原来是一路睡上去的。她这种女人见异思迁，为了升级毫无底线，什么都可以付出。林天意没有陷进去，否则的话起码烂半截。一想到这里，他反而喜不自胜。呵呵，谢灵舟和苏青云以及一旁的师兄陆文渊都傻眼了，不知道林天意哪里被戳中笑点。你笑什么？谢灵舟问。我笑你有眼无珠，居然会看上苏青云。你爸，别听他的，他是嫉妒你。林天意，我俩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道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苏青云高傲说。林天意一听，更是拍着大腿，雀跃不已。求之不得，麻烦你离我越远越好。身旁3个人又都傻眼了。林天意，你没事吧？想不到苏青云和你分手，对你打击这么大。谢灵舟哪知道苏青云这档子事，还以为林天意是想不开，旧情难忘。我是担心你啊，以后啊要做好防护措施。什么防护措施？你在说什么？谢灵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别理他，林天意在发神经。苏青云生气说。是啊，你分明是在嫉妒我，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谢灵舟已经鬼迷了心窍。说完，他将苏青云搂紧，像是故意展示给林天意看。放心，我不会嫉妒你的，不要以后生病了到我们丹阳门拿药。林天意调侃。神经病！谢灵舟唾了一口。林天意已经暗中提醒他了，可他依旧浑然不觉，真是烂人配烂货，天生一对。很快，谢灵舟和苏青云走开了。林师弟，你刚才在笑什么？陆文渊疑惑。哦，没什么。谢灵舟头上马上就要呼伦贝尔大草原了。林天意一想起来就觉得非常解恨，他之前被苏青云退婚的憋屈一扫而空，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时现场引发一阵躁动，一位身材高挑穿着洁白拽地长裙的女修来到婚飞现场，半透明的衣裳贴在肌肤上，给人一种丝滑般感觉。步履之间，一对修长匀称的大长腿荡漾着女人韵味。她的脸庞犹如精美瓷器，白皙细腻，吹弹可破，弯弯眉毛细如蚕丝，唇瓣上一点朱红，比红宝石更加晶莹剔透，美的不可方物，犹如小仙女下凡。楚然啊，我的女神，请虐待我吧，请鞭挞我吧，让我抚摸你的秀发，你的额头，你的脸蛋，还有你的小秘密，做我的道侣吧，这辈子日日夜夜在一起。小仙女身后跟着20多个求交往、求双修的男修。当初林天意穿越之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合欢宗男修的表白非常直白和露骨，毫无意境可言。后来想想也对，都已经在合欢宗了，男人女人都是奔着双修主题去的，还要什么遮羞布？双修是为了更好的修炼，都是成年人了，没什么违和的。林天意将目光射向他，姓名宋楚然，年龄26岁，颜值98分，修为一品炼气6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3000倍积分返还。什么？3000倍积分返还？这是目前为止林天意看到的最大数值。而且宋楚然颜值高达98分，年轻貌美，冰清玉洁，一众男修就像舔狗似的围在他身旁。宋楚然一概置之不理，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他莞尔一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未发，然后翩然离开了。男修们都傻眼了，嗅着风中残留的处子香味，久久不愿离去。在合欢宗年轻一代中，宋楚然是排名第1的美女，没想到比我想象中还要高了。陆文渊说，她可不是路边的野花，随便谁都能摘的。哎，便宜了那些亲传弟子，我要是能和宋楚然双修一次，我宁愿折寿20年。陆文渊心有不甘，好好修炼吧，等你到了元婴境，还怕没有女修？林天意算是看明白了，女修都是慕强的，合欢宗里双修资源极度不平衡，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没有修为，那些高质量女修根本看不上，只能自己强掳灰飞烟灭。宋楚然身上有3000倍返还积分，这一点深深吸引林天意，看来要提升他的好感度，才能获益更多。不知不觉已经接近中午了，婚飞现场不时有新的男修女修加入，也有不少人，双方已经达成初步意向，到山后茂林中做进一步交流。不多时，师兄陆文渊已经接触了2位女修，一位女修年仅22岁，不过她想找炼气后期的男修，对男人样貌和年龄没有要求，陆文渊遗憾出局。另一位女修已经51岁，她有过3次婚姻，现在想开了，不再一味苛求修为，想找个年轻的男修一起双修即可。师弟，
我和这位女修去别的地方详谈，我先告辞了。陆文渊兴高采烈，他练气中期，相貌普通，能有女修看上他，赶紧趁热打铁，去吧，好好享受青春。林天意送出祝福，转眼间，师兄陆文渊和这位女修手拉手往密林而去。现在广场上的女修依然多达数百人，那些长得漂亮的、身材好的，早早就已名花有主，剩下的女修多半目光挑剔，性格傲娇，普通男修根本入不了他们的法眼。这几天通过嗑药，林天意已经是筑基中期，他发觉修为提升了，眼光也提高了。以前的自己就像师兄陆文渊，看到女修就饥不择食，没有明辨能力。渣女苏青云利用了林天意，把他零食和丹药骗光后，一脚狠狠踹开。现在今时不同往日，林天意不仅修为突飞猛进，还做庸数之不尽的丹药，他可以挑选更优质、更干净的女人双修。这时，前方站着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修，她腰肢圆润，臀部上翘，手臂上有些小肉肉，丰腴不失美感，是林天意最喜欢的身材。姓名傅明书，年龄25岁，颜值89分，修为一品炼气5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800倍积分返还。姑娘你好，在下丹阳门外门弟子林天意。你好，我是星宿门外门弟子傅明书。傅明书看了林天意一眼，他的修为在炼气初期比自己还低，马上失去了兴致，敷衍2句后将目光移向别处。其实我注意傅姑娘很久了，恕我直言，你的修为太低了，前面几个师兄有几个都是炼气后期，我都没看上。傅明书撅嘴，在合欢宗，身体是一种资源，找人双修就是为了加速提升修为，这是唯一目的。女修比男修往往更现实，他们看重的不是感情，而是通过双修我能得到什么。利益关系比感情关系更加牢固。其实我主要是，我知道你想说对我一见钟情，但是这不过是你见色起意罢了。抱歉，我要去那边逛逛，失陪了。傅明书嫌弃林天意修为太低，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说完，他转过身，借口离开此地。傅姑娘，你是不是身上有毒？话音刚落，傅明书停下脚步。你怎么知道我有毒？我刚才不是说了，我是丹阳门外门弟子。你眉心有玉气，面颊和下巴两侧有暗红，更关键的是，你的左手有青灵纹。合欢宗的丹阳门分为2支，一支是炼丹师，主职就是炼制和储存丹药；另一支是灵医师，主职是用药和医术施治。林天意履职炼丹多年，虽然不是灵医师，但是平时会耳濡目染一些。难道你刚才一直看我，是看我的中毒症状？傅明书有些吃惊，你的灵气有些稀薄，不知道是不是与你身上的毒素有关？林天意是筑基中期，有了更细致的感知能力。傅明书撩开衣袖，在温润如玉左臂上有一条约半寸长的青灵纹，非常骇目。8年前我在山上采茶叶时被一条赤铜蛇咬过，之后请人解毒，但是蛇毒已经侵入灵脉，无法彻底清除。傅明书眼神哀怨，果然是中毒。林天意料想的没错，有没有吃过一些丹药驱毒？吃过一些解毒散和清心丹，只能在出现症状时缓解一下。他体内蛇毒短时间内无法根治，如果他提高修为的话，可以用灵气压制体内毒邪。目前来看，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据我所知，淬毒丹可以解蛇毒。林天意说，淬毒丹是一种特制的丹药，它的原料是有毒的灵珠和重金属，经过特殊高温炼制，转化为驱毒的灵丹。简单的说，是以毒攻毒。淬毒丹，你身为炼丹师，不会不知道价格吧？傅明书冷哼。林天意当然知道，淬毒丹价值不菲，一粒普通淬毒丹不会少于3万灵石，而一粒极品淬毒丹通常在5万灵石以上。傅明书一家全年收入也只有1000多灵石，根本买不起淬毒丹。我倒是有丹药可以解你身上的蛇毒。淬毒丹虽然很金贵，但是林天意用积分就能兑换，轻而易举。真的吗？你真的有办法？傅明书眨着漂亮大眼睛。现在他身上的毒每3个月会发1次，奇痒无比，严重时还会出现眩晕幻觉。有人能帮忙给他解毒，无异于再造之恩。这里人多嘈杂，说话不方便，傅姑娘愿意的话，不妨到山后树林一叙。林天意说。傅明书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一个外门弟子怎么可能有价值昂贵的淬毒丹？不过看到林天意一本正经样子，又不像是胡说八道。林天意转过身，自顾自往山后走去。跟还是不跟？傅明书依然在犹豫。也罢，光天化日之下，看他耍什么鬼把戏。不多时，林天意走到一处无人的小密林。你还要带我走多远？就这吧。傅明书停下脚步。不瞒你说，我手上有极品淬毒丹，可以解你身上的毒。极品淬毒丹？你以为我这么好骗？普通淬毒丹就要几万灵石，更不用说极品淬毒丹，有钱你也买不到。傅明书表示质疑。淬毒丹的价格比筑基丹还要贵，因为是用来保命的。如果林天意真的有如此雄厚财力，他早就用来提升修为了，而不是还在炼气初期，这与他的地位完全不相符。傅明书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你就别问我的淬毒丹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你要不要？给我的话，我当然会要。傅明书体内的毒是困扰他多年的心病，而且中毒症状一直在加剧恶化，令他痛不欲生。不过我可不是无常的，如果轻易给你的话，你不会珍惜。
我懂你的意思，我身上还有1000灵石，缺的话先欠一下。还有，我也可以给你做牛做马来偿还。傅明书说。林天意笑了笑，什么灵石不灵石，他不感兴趣。不过最后一句做牛做马倒是正中下怀。成功兑换1粒淬毒丹，2000积分。这粒丹药你拿去吧。林天意取出淬毒丹，真的是淬毒丹。傅明书眼前一亮，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如此高级的丹药，万万没想到一个低级修士竟然可以拿出中阶丹药，他瞳孔被震惊塞满。拿去吃吧，你体内的蛇毒很快就会好的。傅明书接过淬毒丹，放在手心上，玲珑剔透，熠熠生辉，看上去非同凡响。多谢。他把丹药一口吞下，在灵力催动下，顷刻间一股焕发力量笼罩全身，随着药效渗透进灵脉，傅明书明显感觉到充盈能量，仿佛全身每一个毛孔和漏洞都被堵住了。他的脸色越发红色，有一种飞升的感觉，体内毒素被一点点逼了出来。这怎么可能？我体内的毒这么快就好了？他左臂上的青灵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消退，越来越淡。淬毒丹是解毒神药，一般性的毒他都能解。林天意说，他的可是极品淬毒丹，药效比普通淬毒丹还要高出一大截。太好了，我的毒解了，这下我的灵气就能恢复了。傅明书高兴不已，恢复灵气还需要聚灵丹辅助。林师兄，这次你给了我丹药解毒，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希望以后多多关照。傅明书感激涕零，没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门弟子，竟然是他的机缘和贵人。刚才真是有眼无珠。系统检测到傅明书的好感度为60加60点，返还加48000积分。一粒淬毒丹不过2000积分，傅明书好感度增加60点，倍率返还了48000点。林天意赚了20多倍积分，这波投入血赚，什么无以回报？只要你想报恩，我肯定给你报恩的机会。林天意笑说。傅明书闻言，心跳不由加快。如此昂贵的淬毒丹，他当然知道分量。林天意是他生命中的恩人，自己又拿不出灵石，只有这副令男人垂涎的皮囊。林师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听从你的安排。傅明书说话声音越来越小，自己的命都是他给的，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全身毫无保留的给他。林天意慢慢凑近，傅明书从来没有过这种压迫感，闭上了眼睛。难道自己要被他攻陷了吗？越紧张越想要。此刻傅明书心里反而有了一种想要被捅破窗户纸的期待感。你刚刚解毒，身体还很虚弱，不着急，休息几天，把身体养好再说。林天意说，我应该受得住，不着急，来日方长，等你想好了，准备好了再来找我。说完，林天意转身而去，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下傅明书在风中彻底凌乱了。原本他以为自己会在原地被他当场正法，万万没想到师兄林天意坐怀不乱，说明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还关心自己，体贴自己，要他把身体养好，调整到最佳状态。关键林天意也没有强迫他，留下了很大的余地，给他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空间。傅明书的心被拿捏得死死地，陷入不可自拔的遐想，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林天意。等自己养好了身体，就是报恩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开闸泄洪。不多时，林天意回到家中，关上房门，成功兑换1粒增气丹1000积分，成功兑换2粒通秘丹300积分，成功兑换3粒终极金丹6000积分。林天意闭目养神，继续嗑药修炼。什么增气丹，什么通秘丹，什么剑骨丹，有什么吃什么，来者不拒。他是先天纯阳圣体，阳气旺盛，磕再多丹药也不怕。恭喜宿主升到2品筑基5级。他像是装上了涡轮增压器，滔滔不绝灵气流转，丹田如沸，头发都飘了起来。以身为炉，集各种药效于一身，吸纳天地灵气，天材地宝，结成雄厚真元。生生生，破破破。1个时辰后，恭喜宿主升到2品筑基6级。还不够，再来。又是1个时辰过去，恭喜宿主升到2品筑基7级。仅仅3个时辰，林天意在筑基突破3个小境界，来到筑基后期。这种感觉真是太妙了。此时长时间的嗑药速通，他感到通体舒畅，又感到疲惫不堪，应该屏气凝神，好好的睡一觉。林师弟在家吗？就在林天意收敛灵气，准备收工的时候，南宫姬推门而入。原来是南宫师姐，请进吧。林天意披上一件单衣，来到屋门口。今晚的南宫姬显然经过了精心打扮，双唇嫣红，一袭白色衣裳，香肩半露，曲线毕现。师姐找我有事吗？我来串串门。你屋子里好热呀。说完，南宫姬卸下衣裳，露出里面吊带。林天意心中明白，今晚又有活干了。来喝杯凉茶吧，通气理脉，消消火气。他倒了2杯茶，南宫姬坐在他身旁，两人早已知根知底，没什么禁忌和约束。今天的宗门婚飞，你去了吗？我去看了看，有没有中意的女修？倒是有一些不错的女修，不过比起南宫师姐，可就差远了。你少贫嘴。林天意趁势握住他的小手，南宫姬也不抵抗，任由他揉捏。他与林天意有双修之实，但是没有道侣之名，主要原因还是他的修为太低了。双修的目的是为了加快修炼，南宫姬得到了他想要的丹药，道侣之名也就可有可无了。而且南宫姬觉得这种状态更刺激，不用背上心理包袱，
反正大家各取所需，不会有羁绊。吃了你的聚灵丹，我的身体好多了。好弟弟，你还有没有丹药？姐姐还想突破。我知道师姐事业心重，你看这是什么？成功兑换一粒初期金丹，1500积分，是金丹，居然还有金蛋！南宫姬惊叫起来，这金丹比之前的筑基丹还要金贵。如果自己能修炼到金丹境，就可以在合欢宗当个小领导，从弟子身份跃升为宗门管理层。这种身份和地位上的转变，是南宫姬梦寐以求的。金丹，自己要结丹，别人要的话我不会给，但是南宫师姐要的话，我肯定倾囊相授。林天意说，我现在就想要。南宫姬低下了头，要什么？要金丹还是？你真是太坏了，两个我都要。说完，南宫姬拉着林天意起身，两人勾肩搭背往内屋走去。1个时辰后，南宫姬醒了，脸上心满意足，意犹未尽。天还没亮，师姐不如再躺会。林天意起身说，我得回去了，明天千幻门要开会，几个长老都会出席。什么事？这么兴师动众的？咱们宗门高层出大事了，这件事你不会不知道吧？合欢宗出事了。林天意只是一个外门弟子，在炼丹房工作，每天基本就是炼丹房和家里2点一线，生活简单。合欢宗高层的事，之前也有一些勾心斗角的八卦传闻，不过离他很远，他也不关心这种事。什么大事？和我们有关吗？林天意好奇。我透露给你听，你可别告诉别人。现在南宫姬和林天意两人关系已经由浅入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有些宗门内的秘闻，告诉他也无妨。我也是听一位长老说的，宗门的圣子失踪了。南宫姬压低声音，什么？合欢宗圣子失踪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林天意觉得匪夷所思。在合欢宗所有亲传弟子中，差不多50年左右，产生一对最出类拔萃的男女修士，再经过一套严苛的试炼程序，最终诞生圣子和圣女。合欢宗的决策层从上往下依次为掌门、护法、长老、堂主、执事等。圣子和圣女的初始修为一般达不到元婴境，处于堂主和长老之间。但是圣子和圣女的地位非常特殊，特别是圣女，她的晋升通道往往就是下一任掌门。也就是说，圣女是合欢宗掌门的继任者。一旦当上圣女，合欢宗所有资源向她倾斜，成长会很快。而圣子就比较尴尬，她的最大用途就是圣女的炉鼎。能当上圣子是所有合欢宗弟子的梦想，这圣子怎么可能失踪？林天意说，毫无疑问，圣子是所有合欢宗弟子中金字塔尖的男人，没有之一，而且还可以和洁白无瑕的圣女双修。只要和圣女搞好关系，当个掌门之下的护法，那也能独当一面。现在有很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圣子和圣女感情不好，两人闹矛盾，圣子一怒之下负气出走。南宫姬说，他越说越玄乎，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其中内幕肯定比南宫姬说的更为复杂。圣子和圣女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没了圣子，圣女也就不是圣女了。肯定是啊，宗门高层很着急，听说要重新选拔圣子。哎，这种事谁能想到？南宫姬说，重新选拔圣子，圣子位置空缺，看来宗门的亲传弟子中很多人都要辗转难免了。这圣子的选拔一定很难吧？那当然，他不仅修为要高，还要打败所有亲传弟子，最后经过长老院的多轮测试，最终才能成为圣子。你问这些干嘛？南宫姬说，哦，我只是好奇，看来当圣子太苦了，还是和师姐在一起最逍遥。你现在闭上眼睛，把我幻想成圣女。师姐，我还想要，我来掏你的金丹了。又1个时辰过去，南宫姬已经彻底起不了床了，只能一觉睡到天亮。系统检测到南宫姬的好感度为85加10点，返还加5000积分。合欢宗炼丹房5号炉房间，林天意在炮制仙草，房主穆招摇逐一核对原料，做好炼丹前的核查工作。两人相处2年多，早已有了一定的默契。穆房主，我们这次炼这么多丹药，是不是宗门出事了？哦，你又听到什么消息？穆招摇反问。没什么，我也是道听途说，听说圣子和圣女。大胆，你一个外门弟子也敢妄言宗门高层的事？穆招摇厉声喝止。弟子明白。林天意不吭声了，以他的修为级别来说，只能在宗门底层混日子。合欢宗官方没有公布，不管如何言之凿凿，一切都是猜测。穆招摇放下手中的9曲灵参，走到林天意面前，身上熟透的果实轻轻颤动，充满着风韵。有些事你知道的越少越好，这次的事可能有不少人会牵连其中，你只要炼好丹药就行了，切记保命最重要。穆招摇告诫。以林天意目前修为，知道的越多并不是一件好事，相反会惹上不必要麻烦，甚至是杀身之祸。林天意明白房主穆招摇的良苦用心，这是在保护他。他的这份炼丹工作清静无为，远离和欢宗高层权力斗争的漩涡，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了，后天一早你陪我下山一次，去坊间买点炼丹原料。是的，穆房主。傍晚时分，林天意回到自己小屋，由于加紧炼制丹药，他的工作量几乎翻了2倍，连腰都直不起来。尽管如此，他一回到家就赶紧嗑药修炼，自己的修为还是太弱了，我要尽快升到元婴，让宗门的人不能小觑我。成功兑换1粒炼骨丹2000积分，成功兑换2粒高级金丹6000积分，成功兑换3粒洗髓丹
600积分。嗑药后，林天意吐出一口浊气，身体越发纯粹，灵气充盈全身。他的先天纯阳圣体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炉，熊熊燃烧，将丹药全部转化为能量，体内气息陡然流畅，威力倍增。恭喜宿主升到2品筑基8级，嗑药不停，升级不止。林天意坐在椅子上，调息吐纳，任由灵气流转。清秀脸庞上露出坚毅的神色，他必须全力以赴，心无旁骛，达到一个新的彼岸。林天意睁开眼睑，双手握拳，周身萦绕着一股强大灵气，让他的嘴角泛起一丝喜悦。恭喜宿主升到2品筑基9级。林天意走完了筑基9级，不靠天赋，靠嗑药，心神合一，他感觉重获新生一般。原来突破境界是如此的爽，我今天即使不睡觉也要到金丹境。一想到这里，林天意运转气息，增加肌肉和骨骼力量。这时他看到窗外有一个人影在徘徊。谁？是我。一个软糯声音。这个声音林天意似曾相识。突破金丹境这件事先放一放，他起身来到门口，嘎吱一声，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修。她穿着一件米黄色套裙，头上简单发髻，粉脸淡湿薄粉，水汪汪大眼睛流转，忐忑不安。柔软的面料贴在胸口，胜却无数风情。师父师妹吧，还站着干什么？快进屋吧。林天意大喜，心里像长了草一样。傅明书微微颔首，羞羞地走进小屋。他进屋后，林天意把门关上，心里乐开了花，浑身都得劲。多谢林师兄的救命，淬毒丹，我身体里的毒都好了。傅明书感激说：好，太好了，快让我看看。傅明书拉起左臂衣袖，露出白藕的小臂，光滑白洁，连一点疤痕都没有，真的，一点轻灵纹都没有了。你体内的毒全都逼出来了。林天意也颇为高兴，而且解毒之后，傅明书脸上暗红之色消退，变得更加明艳照人。前天能遇见林师兄是我的机缘。别这么说，机缘只会留给冰清玉洁的人，我就喜欢你这样干净的人。现在我的伤养好了，今晚我是来报恩的。说到这里，傅明书脸色发烫，红透半边天。好，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上一次林天意欲擒故纵，傅明书想要彻底解毒，他想要丹药，而放眼整个合欢宗，只有林天意才有他想要的东西。人的欲望会一点点放大，直至不可遏制。今晚傅明书主动来找他，相比第一次见面时的扭扭捏捏，现在更加水到渠成。我不会强迫别人，除非你心甘情愿。如果你不愿意，现在可以离开这里，我不会阻拦你。听到这里，傅明书心里更为感动。虽然这是一场暗流涌动的交易，但是林天意给足了他自由空间。他越是这样说，越是这样豁达，傅明书觉得自己越是想给他。林师兄，我来的时候就想好了，我不后悔。你给了我珍贵的丹药，我也把珍贵的东西献给你。傅明书说：你能这么想，太好了，说明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林天意大喜过望，系统检测到傅明书的好感度为80加20点，返还加16000积分。看来傅明书已经对他心悦诚服，心中好感度不断增加。我今天到这里就是来给师兄做牛做马的，哈哈，其乐无穷。不过你放心，我这里还有炼气丹和洗髓丹，我绝不会亏待你。多谢师兄厚爱，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必涌泉相报。傅明书双颊如染胭脂红，眼眸躲闪，藏着欲说还休。林天意见状，一把抱起傅明书，走进内屋。直到第二天日出红日，两人都已经醒了，却还依偎在一起。成功兑换3粒炼气丹600积分，成功兑换5粒洗髓丹1000积分。你体内的蛇毒虽然已经解了，但是难免还有一些污垢，多吃几粒洗髓丹，把体内污气多洗几遍。林天意说，身体里的灵气越纯净，修为升级也能更快。傅明书知道这5粒极品洗髓丹价值不菲，每一粒都要大几千灵石。想不到林天意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出手如此阔绰，这一次自己总算是跟对了人。师兄对我真的太好了。傅明书腼腆说，还有3粒是炼气丹，你也不要吃得太勤，2、3天吃1粒，包你升到炼气后期。太赞了，傅明书彻底感动了。这3粒极品炼气丹价值非凡，林天意对他恩重如山，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加倍回报。系统检测到傅明书的好感度为85加5点，返还加4000积分。师兄对我比亲人还要亲，从此以后师兄如果需要，我必随叫随到。林天意如同夜空的星辰，照亮了傅明书的心。天都亮了，你快回家吧，我也要养精蓄锐了。天长日久，不急于一时。林天意说。傅明书起床，将8粒丹药放进瓶中，脸上荡漾着开心。下一次如果我表现好，还能给我更多的丹药吗？傅师妹欲速则不达，让哥休息几天。那我走了，过2天再来找你。不着急，师妹啊，细水才能长流，让我多养点鱼。嘻嘻。说完，傅明书终于走了。林天意下了床，明显感觉腰酸背痛，自己囊中空空，一贫如洗。他看了眼电子面板，姓名林天意，年龄28岁，修为2品筑基9级，体质先天纯阳圣体，积分75000，功法金刚护体神功，悬空大挪移，气息遮掩术，空间洗髓丹3粒，淬毒丹1粒，聚灵丹2粒，高级金丹2粒。这女人果然影响修炼，她现在离金丹只有1步之遥，
怎么着也要到金丹境。于是林天一只棱起操劳的身子骨，盘腿而坐，开始运气，催动灵气。他吞了一粒金丹后，气息如溪，纯纯流淌，全身变得松弛。不多时，灵气在体内产生气旋，涌动风云，仿佛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丹田开始微痛，肌肉颤动，骨骼摇晃。灵气贯通，积攒最强能量之后，犹如冰雪般消融。风平浪静之后，新的灵气开始滋养每一寸脉络。恭喜宿主升到3品金丹1级。金丹了，我终于到金丹了。林天一喜极而泣，他睁开眼睛，眼眸清亮透彻，他的视力增加了，100丈外一只昆虫清晰可见。林天一升到金丹境后，不仅法力变强，力量变强，寿命增加，还能操控和融合法器。此外，他可以遁光飞行，逍遥于各座山峰和天地之间。在合欢宗内达成金丹境修为的话，可以算是内门弟子中的超群绝伦者，也达到了亲传弟子的门槛。更为关键的是，林天一只有28岁，28岁的金丹境修士，即便放眼整个玄幻大陆，也是屈指可数。第2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穆房主，我来了。林天一来到炼丹大楼门口，穆招摇已经等候多时了。今天两人约好一同下山，去房市采购一些炼丹药材。我们走吧。穆招摇手指一捻，出现一片柳叶洲。他是3品金丹2级修为，可以御风而行。林天一昨天也突破了金丹境，也有了飞行能力。不过林天一的修为遮掩了，看上去仍是炼气初期。穆房主，我能搭个顺风车吗？他厚着脸皮说。上来吧。穆招摇踏上柳叶洲，而林天一跳了上去，嗖一声，柳叶洲拔地而起，一下子离得几10丈。哎呦！林天一身形晃动，情急之下从背后搂住了穆招摇的小腰，温香软玉，柔如无骨。你！穆招摇回头看了他一眼，脸色羞红。林天一站在柳叶洲上，风阻又大，也没有扶手，要想保持平衡，只能本能地搂住他的腰。穆房主，你不会介意吧？林天一的手像一对钳子一样牢牢套在穆招摇腰上，毕竟在他看来，林天一仅仅只有炼气修为，道行浅薄，也只能让他占点小便宜了。就这样，两人上升到云端，飞了一炷香功夫，才开始缓慢下降。林天一的手臂绕过他的腰际，将前胸紧密贴在他后背上，感受到心悸的温度。穆招摇不知不觉中感觉到一股羞涩感，他还是处子之身，一个男人离他如此之近，不经意间的触碰让他感到软趴趴的。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他也只能强行忍着。他身上的阳气好强。穆招摇的长发在空中飞舞，拂过林天一的脸颊，香气缭绕，就像沐浴着春风。林天一不由得将他搂得更紧了。反正很快就要降落了，穆招摇忍一忍，只能听之任之。吱一声，柳叶洲沉到地面。本次飞行结束，你现在可以放手了吗？穆招摇和林天一已经静止了，可林天一还搂着他的腰。哦，刚才在天上，我好有安全感。林天一松开了手，有点意犹未尽。安全感？穆招摇看了他一眼。刚才在柳叶洲上，他感觉到林天一站得很稳，不过2只手放肆在他腰上摩挲。但是他只有炼气初期修为，怎么可能会御风呢？这种感觉既抗拒又无法抗拒，或许是自己产生错觉了吧。穆招摇停止这种不切实际的遐想。今天时间紧迫，我们去房市看看炼丹草料。好的。于是两人往房市南大门走去。房市坐落于云霞峰山脚，是一个集丹药、仙草、法器等诸多物品的综合交易中心。这里的通用货币是灵石，还有更高级的晶石，一晶石等于1万灵石。穆招摇是房市老常客，轻车熟路地走到万金楼。万金楼高3层，主要经营仙草、灵花以及各种天然矿物，主要顾客是一些炼丹师。这不是合欢宗的穆姑娘，好久不见，今天来买什么货？一位上了年纪的掌柜客气上前吆喝。丁掌柜别来无恙，宗门要炼制一批丹药，我来进点货。穆招摇说。好，你先看，挑中了我给你优惠价。林天一看到柜子里摆满了各种5颜6色仙草，有龙纹草、血灵草，有赤金枝、金阳枝，有菩提花、风铃花，还有一些果实类，如樱枣、天元果等。这些仙草看着差不多，但是道地不同，品种不同，年限不同，药效会差别很大。穆招摇对林天一说，传授他一些识别仙草的眼力。这株金灵芝道地天柱山，起码有200年以上，可以炼制低级聚灵丹，它比金阳芝便宜，药效其实差不多。穆招摇又说。林天一点点头表示认可。今天他来到方市也算长了见识。丁掌柜，金灵芝今天什么价格？22万灵石1斤，你要买的话给你21万灵石，你看怎么样？太贵了，前几个月才18万灵石1斤，最近货源紧张，我手上也只有几斤，不瞒你说，我卖23万照样不愁卖。丁掌柜说。仙草价格随行就市，如果市场需求量大，价格的确水涨船高。行了，给我来1斤金灵芝。穆招摇下单了。今天刚来的新货要不要？昆仑灵枣增加寿元的，还有七霞菇滋补5脏。行啊，只要价格合适，可以来一点。那就请穆姑娘到里面一叙。穆招摇需要购买大量仙草，涉及多个品种多个价格，所以需要进屋详谈。你在这里等我，或者可以去外面转转，我还是到外面透透风吧。林天一说。于是穆招摇和丁掌柜2人进了内屋。
林天意觉得无聊，走出万金楼，在房市其他地方逛逛。他是一个炼丹师，首先想到的是去丹药房市。小师傅，来买丹药吗？一位盘着长发、丹凤眼的女掌柜笑意盈盈，招呼林天意。她穿着 V 领紧身长裙，突出的地方呼之欲出，撑得满满当当，极具视觉冲击力。这种老板娘娶回家一定好生养。姓名谢念慈，年龄48岁，颜值86分，修为2品筑基3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1200倍积分返还。林天意惊呆了，这都许老伴娘了，返回倍率竟然这么高。再看她一眼，精致的妆容和衣着，犹如陈年佳酿，有一种特别韵味。她的成熟犹如秋天里的硕果，丰盈而诱人。虽然谢念慈48岁了，但是看上去比18岁小姑娘还娇俏。哦，我随便看看。林天意上前佯装询价，你是哪个宗门的？合欢宗的，今天陪房主下山到房市逛逛。一听到合欢宗的名字，谢念慈不禁莞尔一笑。他伸出玉手，从柜子中掏出2瓶丹药，龙阳丹和天阳丹药不要，现在买2送1，吃了之后可以瞬间强化阳气，提升耐力和活力。谢念慈掩嘴而笑，不，我不需要壮阳丹。林天意尴尬一笑，合欢宗虽然是魔道，但是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个男人的强力有多少，这是先天性的，顺其自然，历劫就休息。如果一味刺激活跃，坚韧有余，长此以往就像拔苗助长，得不偿失。林天意正值壮年，每天都能生机勃发，而这种壮阳丹药副作用很大，吃多了会严重透支体力。恕我直言，你的修为题太低了，要赶紧双修，加大火力才行。掌柜谢念慈为了兜售生意，善于拿捏人心，不停给林天意洗脑。我想问下，这粒洗髓丹要多少钱？林天意指了指一粒丹药，这是下品洗髓丹，只要4999灵石，要不要来一粒，包你全身通畅？谢念慈说。林天意嘀咕，他在炼丹房炼丹，一个月薪资只有100多灵石，如果要买这粒下品洗髓丹，需要积攒足足3年。丹药的价格果然金贵，不是一般人所能消费得起的。那边上这粒成色好一点的洗髓丹呢？这粒是上品洗髓丹，售价3万灵石，就算你们合欢宗的执事，恐怕也买不起。掌柜谢念慈瞥了林天意一眼，丹药的价格很贵，好一点丹药价格甚至可以用离谱来形容。别说是炼气境，就算是筑基境的修士，1年的薪水通常也只能买2粒下品或是1粒中品丹药。谢念慈故意报出3万灵石的高价，是想要吓退林天意。他应该是个没钱的人，连4999灵石的下品洗髓丹都买不起，还想看上品洗髓丹。谢念慈不像之前一样热情了，对他爱理不理。掌柜，我想再问一下，你们丹药收不收？你想卖丹药？是的，我想换点灵石。林天意之前10年薪资攒下8000多灵石，其中6000灵石给贱货苏青云打了水漂，剩余2000灵石购置了一间小屋。他身上目前只有200多灵石，虽然灵石少，但是他的丹药多，只要积分就能兑换。理论上说，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他兑换1粒极品洗髓丹仅200积分，而上品洗髓丹能卖3万灵石，他这粒极品洗髓丹价格应该更高。你的丹药该不会是你自己炼的吧？粗制滥造的丹药，我这可是不收的。炼制1粒好的丹药绝非一件易事，除了优质仙草和矿物原料外，还要懂得辅料、剂量、相生相克，包括炼丹炉质地以及赤烧火灵都非常讲究。谢念慈根本不相信林天意会有什么好的丹药拿来交易。你看这粒洗髓丹能卖多少钱？林天意掏出1粒极品洗髓丹。什么？这是你的丹药？掌柜谢念慈看到这粒洗髓丹红若玛瑙，光泽纯净，散发出清幽兰香，一眼望去不同凡响。他把洗髓丹放在手上仔细把玩，眼神越来越惊骇。这可是极品洗髓丹！掌柜谢念慈震惊了，想不到眼前这位小修士身上竟然有极其珍贵的极品洗髓丹。你估个价，卖给你的话能收多少钱？林天意问。谢念慈再次打量林天意，一抹难以置信眼神从他脸上飞快掠过，旋即凝固下来。看来这小子走了狗屎运，8成是捡到的。如果是丹鼎宫的极品洗髓丹，可以随便便卖出5万灵石高价，不过你这丹药来历不明，估计4万灵石都难出手。谢念慈说，在这片玄幻世界中，丹鼎宫是专门炼制丹药的宗门，历史悠久，知名度高，每一粒丹药都堪称精品。而其他一些宗门也在门派内炼制丹药，成品往往差一些，丹药也讲究可追溯，除非是丹鼎宫的丹药，或是有大宗门背书的丹药，才能卖出高价。像林天意这种3无产品丹药，一般而言都是炼丹时的余料或是渣料，质量难以保证。没关系，你开个价吧，合适的话我卖给你。对于林天意来说，这些丹药都是积分兑换的，哪怕开价1灵石，他也是一本万利。掌柜谢念慈想了想，说，这粒极品洗髓丹，我这边最多给你3万5灵石。他预计卖出价4万灵石左右，收购3万5灵石，其中5000灵石是他赚取的差价。行，那就3万5灵石吧。林天意很高兴，他在合欢宗炼丹房打工一辈子都攒不到这么多灵石，而现在他仅仅出售1粒洗髓丹就能得到难以想象的灵石，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你帮我看下
这2粒灵石什么价格？林天意又从怀中掏出1粒聚灵丹，1粒化元丹。什么？你还有？此时掌柜谢念慈再也坐不住了，站了起来。他接过2粒丹药，瞳孔仿佛被无形的手猛然撑开，眼睛快要溢出眼眶边缘了，震惊的神色如同墨汁滴入水中，迅速晕染开来。这可都是极品丹药。谢念慈万万没想到，林天意一出手都是王炸，一个炼气初期的修士居然拿出堪比丹鼎宫专业炼丹品质的丹药，而且粒粒都是罕见的极品丹药，这太匪夷所思了。丹药的品质，你尽管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绝无虚假。林天意说。掌柜谢念慈做了几10年丹药生意，好货坏货他一眼便知。他料想林天意肯定获得了什么天大的机缘，否则的话，林天意逛完法器铺，觉得时候差不多了，于是回到万金楼。此时穆招摇和丁掌柜谈得差不多了，在一个竹筐中塞满了各种仙草和矿物。穆姑娘请放心，我的货质量绝对可靠，有劳丁掌柜了，合作愉快。穆招摇对今天的采购很满意，他花了300多万灵石添置了炼丹用的原料和辅料。差不多了，我们该回去了。林天意上前背起竹筐，不轻也不重，大约20多斤。两人一前一后离开房室，准备回合欢宗。这时在不远处，一个5、6岁模样小女孩哭哭啼啼一路奔跑。小兔崽子还跑，看我宰了你！2个穿着黑衫的男人在小女孩身后穷追不舍。可恶，连小孩都不放过。穆招摇眉头一皱，怒由心生，他一个飞身追了上去。穆房主，等等我，你把我忘了。林天意没辙了，他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你能御风，我也能御风。他稍稍提气，双脚骤然离地，跟在房主穆招摇身后。一处密林深处，呜，小女孩蹲在一棵树下，抱头痛哭。穆招摇循声而去，蹲下身体，上前轻拍小女孩肩膀。小女孩转过身，糟糕，那是一张饱经沧桑的黄脸婆。她根本不是小女孩，而且对着穆招摇诡谲阴笑。穆招摇知道中计了，可惜为时已晚。黄脸婆掏出一拳，化作一道骇人橙色光束，速度极快。穆招摇猝不及防，侧过身体，但还是迟了一步，左肩被击中。他后退几步，伤口泛起黑烟，用手捂住胸口，口中吐出一团污血。穆房主，你没事吧？此时林天意已经赶到，看到穆招摇受伤了，他放下竹筐，上前搀扶他。我们中计了。果不其然，那个黄脸婆身后出现了刚才追赶他的那2个黑衫人，他俩戴着面巾遮掩住相貌。毫无疑问，这3人是一伙的，他们就是引穆招摇上钩。早就听说合欢宗的穆房主美艳不可方物，今日一见更加心痒难尽。哈哈，真是个胸大无脑的蠢女人。杀了她之前，我俩先好好享受一番。2个黑衫人一脸淫荡，卑鄙无耻。林天意痛骂他们，这帮畜生利用穆招摇的善良设下陷阱，太过歹毒。穆招摇运转气息，收敛灵气之后已经恢复大半，看来刚才的一拳伤得并不重。你们几个淫贼也敢算计我，识相的退下，我饶你们不死。穆招摇是3品金丹境2级，而对面2位黑衫人不过是2品筑基境后期，同样肉身和法力他都高出一截，所以穆招摇即使受了轻伤也不怕他俩。死到临头了，你就剩下这张嘴硬了，待会让你看看到底谁更硬。2个黑衣人一脸奸笑，面对挑衅和凌辱，林天意马上站了出来。林天意，你退后，让我来。穆招摇不由分说挡在他面前，他知道林天意不过是炼气初期，绝不是眼前这2位黑衫人的对手。穆房主，其实我退后，让我来。穆招摇依然坚持，境界上的差别是致命的，碾压的金丹境修士一定比筑基境修士强。他认为自己虽然受了点伤，但是比起林天意还要强上不少。林天意只会白送死，好吧。林天意看到穆招摇一再坚持，如果自己违逆，会进一步刺激他的伤势。况且筑基境的对手以穆招摇实力，应该也能应付。于是林天意退到他身后，你已经受伤了，乖乖投降，免得遭罪，不然待会让你生不如死。我们攻击他脖子一下，别伤了这张漂亮迷人的脸蛋。2个黑衫人有恃无恐，满嘴污言秽语，这更激起了穆招摇愤怒。一人拿出鹰嘴杖，一人祭出缠金棍，化作2条长链轰向穆招摇。穆招摇以光木结界作为抵御，一时间风沙走时，周遭温度继续升高。穆招摇一人抵抗2人，加上又受了伤，场面上并不占优势。2个黑衫人不断增强力量，也没伤着他半分。3人就这么一直耗着，僵持不下。照这样下去，恐怕是2败俱伤的结局。突然间，密林中传来尖锐声音，一枚蓝色冰锥犹如一道利剑呼啸而来。啊！穆招摇猝不及防，后肩被冰锥击中，瞬间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他脸色煞白，灵力外泄，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林天意见状，上前扶住他。又一道身影从天而降，好强大的威压！有高人。穆招摇喘着微弱粗气，此人实力甚至强于穆招摇，起码是金丹境中期。属下拜见乔舵主。果然如你所料，穆招摇已经中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们吸引他的注意，我才能偷袭成功。乔舵主沾沾自喜，原来这一切
都是一个局。穆房主，你还挺得住吗？林天意将他搂入怀中，感觉他的体温在慢慢下降，他后肩伤口形成一道冰冷。我中了冰魄寒蝎毒，恐怕命不久矣。你不是他们对手，赶快走，别管我。穆招摇气息微喘，这是一种罕见的蝎毒，毒性极强。不，我不走，我要救你。穆招摇被人暗算，他不顾自己安危，还想着让林天意快走。穆招摇情深意重，一群卑鄙畜生。林天意异常愤怒，乔舵主、穆招摇和他身边那个男的该如何处理？你们把这些草料毁了，让合欢宗炼不成丹药。穆招摇的话随你们处置，爽过之后可别怜香惜玉。至于他身旁那个男的，碍手碍脚，让他早点闭嘴。乔舵主以为胜券在握，转过身，心满意足离开这里。小子，你别着急，我这就送你上天。一个黑山人掷出鹰嘴杖，在半空中，鹰嘴杖迅速膨胀10倍，变成一根钢杵，向着林天意袭来。糟糕！穆招摇花容失色，如此势大力沉的法器，林天意根本无法抵挡。可惜他先受伤后中毒，全身软瘫，使不上半点力气。你快跑！他提醒林天意，心急如焚。哐当一声巨响，钢杵在离林天意1寸在外骤然而止，竟然停在半空。一刹那，穆招摇和2位黑山人彻底惊呆了。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就在众人惊骇之际，林天意挥动手腕，这根膨胀后的鹰嘴杖马上跳转矛头，对着黑山人飞去。自己投掷出去的法器竟然又飞回来了。又一声轰隆，一个黑山人被自己的法器击中，一击毙命，当场死亡。恐怖如斯，这是什么法力？原来林天意已经是金丹境初期，区区住激进的攻击对他隔靴挠痒。其次，他有金刚护体神功，可以抵御99%的伤害，坚如磐石。此外，他的悬空大挪移能够将对手的攻击原封不动，如数奉还。伤人者自取其辱，找死！另一个黑山人大怒，他祭出手中缠金棍，瞬间画出一条金色长蛇，朝着林天意飞将过去。林天意不慌不忙，等待金蛇靠近后，一挥手，金蛇调转方向，直扑那个黑山人。怎么会这样？黑山人没有料到，金蛇缠绕在他身上，一圈圈箍紧，直到肌肉破裂，骨骼崩碎。他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强？另一个黑山人七窍流血而死，2名黑山人已被击毙。那个幕后主使乔舵主也别想逃。林天意飞身而去，追击乔舵主。乔啸林走到西边，突然听到身后风声鹤唳，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别跑，我来取你狗命！林天意飞卷疾驰赶来，乔啸林瞳孔陡然一震，这小子不就是刚才穆招摇身旁那个小跟班吗？他竟然追到这里，难道自己2位属下？你有何能力，竟然敢挑战我？乔啸林不屑一顾，他是金丹境5级，而林天意不过是炼气初期，初出茅庐，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你们竟敢暗算穆房主，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林天意说，就凭你？乔啸林哈哈大笑，初生牛犊不怕虎，太自不量力了。林天意不由分说，轰出一掌，乔啸林一闪，侧着他的脸颊而过，一团头发被削去。这力量，炼气境修士怎么会有金丹境的力量？这不可能！乔啸林心中大惊，他重新打量林天意，眼里竟然有了一丝后怕。看不出，你还有点力量，不过和我相比，你还差远了。乔啸林祭出一把长剑，截天剑，此剑威力巨大，一剑可劈开山峦，无坚不摧。林天意从容不迫，在金刚护体神功防御之下，截天剑也不过是一根绣花针。他又使用悬空大挪移，玄天剑180度转弯，轰向乔啸林。乔啸林勃然变色，急忙避闪，截天剑飞逝而去，刺入一座小山，随后引发连环爆炸。他不仅毫发未伤，还将我祭出的截天剑反过来攻击我。乔啸林心中惶然，乔啸林眼中闪过惊恐，差点站不住身子，四周被一股无形力量压制着。他才炼丹境初期，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看来自己之前忽视的那个人，恰恰是最强的存在。穆招摇身边果然有高人，乔啸林感觉到一丝绝望。今天你就别想活着回去。林天意淡淡一说，乔啸林当即吓得腿软。林天意没什么法器，身上唯有刚才买的雷念珠，下面让你看看我的本事了。说完，林天意祭出2粒雷念珠。乔啸林大感不妙，疯狂逃窜，不过肉身怎能快得过法器？一粒雷念珠击中他后腰，瞬间一股雷击力量在体内轰鸣，他腹部裂开一道伤口，血肉横飞，经脉都断裂了。想不到我竟然命丧于此。乔啸林来不及多想，又一粒雷念珠轰入大腿，整条腿都被炸飞。他双眼瞪得如铜铃，面无血色，充满了无法置信震惊。就这样死了，一个金丹境中期强者，眨眼间灰飞烟灭。就这么点实力，你也太不堪一击了吧？林天意看了一眼，确认他已经死了。说什么强者，还以为他有多赚，还不是死蟹一般。林天意掷出2粒雷念珠，轻而易举结果了他。如花已遇的穆房主还在原地，万一出事就糟糕了。他不敢逗留，担心穆招摇安危，立即赶回去。此时穆招摇中了冰魄寒蝎毒，躺在草地上，呼吸微弱，他的贴身衣服都破了，前胸和后背都遭到重创，情况不容乐观。
只剩下一点模糊的意识。穆房主，你怎么了？林天意赶了回来。你刚才杀了2个黑山人。穆招摇睁开眼睛，那2个黑山人是筑基后期炼气修为的林天意，绝不可能是他俩对手。但是他只是一出手就把2个黑山人都杀了，这是穆招摇始料未及的事。刚才那2人别看长得凶，其实弱得很，我把他俩法器扔回去就砸死了他俩，不好玩。林天意说。什么？穆招摇震惊了，就算他打2个筑基境的人也不可能一击必杀，这林天意到底是什么恐怖实力？抬手之间就灭了2人，还有一个高手呢。我们快离开这里，他回来发现就麻烦了。穆招摇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被身后的高手暗算，此人手段太过阴险，对方是金丹境后期，实力远在穆招摇之上，所以他第一时间想到就是逃跑。你说的是乔舵主？那人更差，就是嘴巴凶了一点，被我2粒珠子打死了。林天意说。什么？又被你打死了？穆招摇瞳孔剧烈地震，忍着剧痛坐了起来。乔舵主可是金丹境后期，林天意怎么可能秒杀他？2人实力极不相称，刚才他还护着林天意，想让他逃跑，万万没想到是他救了自己。系统检测到穆招摇的好感度为25加20点，返还加20000积分。这时林天意想起他有丹药可以治疗穆招摇，成功兑换1粒清灵丹2500积分，成功兑换1粒玄冰丹3000积分。穆房主，我这有2粒丹药可以解毒，你快吃了它。还有丹药？穆招摇睁大眼睛，看到林天意手里的丹药，连呼吸都忘了，他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当场愣在原地。这是清灵丹和玄冰丹，你怎么会有这种丹药？穆招摇是终极炼丹师，对于各种丹药了然于胸。清灵丹是世间少有的解毒圣药，而玄冰丹由玄冰花炼制，可解经脉寒性毒素，对于他所中的冰破寒蝎毒可以说是对症下药。清灵丹坊间价格起码30万灵石以上，而玄冰丹更为珍贵，50万灵石都买不到。而且这2种丹药合欢宗丹阳门根本无法炼制。快吃吧，你中了毒，别硬撑了。林天意说。眼下穆招摇身体虚弱，随时有可能一命呜呼，这2粒丹药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他不容多想，吞下了丹药。很快一股清冽的力量顺着经脉蔓延，体内寒毒犹如烈阳下的冰雪，慢慢消融。穆招摇微微催动灵气，冰凌窒息的感觉已经退去，他心中泛起一丝欣慰。他又看了林天意一眼，今天要不是他在场，自己一定难逃厄运。系统检测到穆招摇的好感度为35加10点，返还加10000积分。天意，我感觉我的毒好些了，我们快离开这里，我担心那些人还有同伙。你说的对，我们赶紧离开。说完，林天意将穆招摇扶起。穆招摇刚一起身就感到头晕目眩，特别是身体软软的，没有一点力气。我不行了，穆房主挺住啊！他的身体很虚弱。穆招摇仰在林天意身上，丹药在体内发作，他心跳加快，认知紊乱和丧失意识。这下林天意犯难了，穆招摇没有行动能力，快带我离开这里。行。林天意将穆招摇背在身上，一股沉甸甸的厚实的力量压迫着他，特别是他柔软的身躯让林天意有些无法自持。你坚持一下，我马上带你走。林天意架住他大腿，一个飞身往半空飞去。不多时，他看到地上有个破屋，于是驮着穆招摇暂避一下。这座废弃屋子里积满了灰尘，桌上有些瓦罐，地上还有草席。你等着，我给你舀水。林天意从井中取水，舀到破碗后递给双眼惺忪软瘫在地的穆招摇。你别管我，他们有可能追来，会连累你的。穆招摇担心说。林天意心中涌起莫名感动，刚才穆招摇一直护着他，保护着他，现在他身受重伤，自己不可能抛弃他。如果有人追来，我更要留下来保护你。我身体太弱了，灵气散失，已经无法弥补。穆招摇神情寥落，这次受伤他伤筋动骨，影响到修为。没事，我可以帮你。林天意斩钉截铁，帮自己？区区一个炼气境修士，在穆招摇眼里根本微不足道。林天意将穆招摇扶起，端坐在地上，他绕到身后，用双掌贴在穆招摇温软后背。他背后立即感受到一股磅礴灵气进入，这怎么可能？他的灵气这么强，他哪来这么多灵气？穆招摇心中连续震惊，那双大手给他最强有力的支撑，体内受伤脏腑在灵流滋养下重新焕发生机。啊！穆招摇衣衫不可避免滑落，露出一整块金银相间。不行，被他一览无余了。算了，他是在为自己疗伤，那就原谅他吧。穆招摇心想。穆房主，你再坚持一下，你别动。林天意全神贯注。好，我现在很充实，很真实。他体内灵气源源不竭渗入，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特别是含蝎毒的伤口开始变得凝固，伤口在愈合。你能不能停一下？穆招摇说。关键时刻不能停，你的身体虚寒，必须一鼓作气。林天意认真说。穆招摇也只能强忍着，脖子上渗出一排排汗珠。后面差不多了，你转过身，我在你前面治疗一下。林天意说。什么？还要前面治疗？穆招摇羞涩不已，他的衣衫已经褪去，一旦转身的话，花好月圆身材将被他一览无遗。虽然身处物欲横流的合欢宗，但他一直守身如玉，从没在一个男人面前
大幅尺度地展现过自己，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真的有必要这样吗？时间紧迫，你前后都受伤了，后面伤口差不多了，前面也要治疗。但是穆招瑶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穆招瑶知道林天意是一片好心，没有他的出手相救，没有他的丹药，没有他的灵气，穆招瑶即使不死也会成为废人。自己这条命都是他救的，即使被他看见了也不算什么。一想到这里，穆招瑶抿紧嘴巴，仿佛在做一个艰难决定。快啊，现在是最佳时间。行。穆招瑶缓缓转过身，事出有因，他不得不如正面对着林天意。但愿这一切尽快过去，但愿这一切没有其他人知晓。这是……穆招瑶瞪大美眸，惊愕不已。林天意他此时的他竟然闭着眼睛。是的，穆招瑶没有看错，林天意闭着眼睛，他的额头上还在冒汗。为了给自己治疗，他不顾自己疲劳，使出浑身解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个正人君子。面对穆招瑶的春光乍现，林天意闭上了双眼，这是对他的一种尊重。虽然没有实际的意义，眼睛不可能一点不透光，但是令穆招瑶心里很感动。比起合欢宗的其他弟子，林天意高尚何止100倍。穆房主，你别担心，请你相信我，我只是为了帮你疗伤。我懂，我完全能懂。穆招瑶感激涕零，看着眼前的林天意，他觉得有了依靠，没有力气保持平衡，一头栽倒了。1个时辰后，穆招瑶在草席上赫然警醒，身旁是林天意。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我竟然和一个炼气初期的外门弟子。穆招瑶不敢多想，也不愿多想。万幸的是，他身上的伤口都愈合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恢复了。穆招瑶穿上衣服，站了起来，双手捏拳，充满了新的力量。怎么会这样？我的灵气比之前更多了。于是他合上眼睛，运转气息，感受新的变化。突破！我竟然升了一个小境界，变成了金丹3级。穆招瑶颇为震惊。3年了，他卡在3品金丹境2级，一直无法突破。想不到短短1晚，他就奇迹般突破了，这让他感到既惊喜又意外。殊不知，那是林天意的先天纯阳圣体，通过双修增加了穆招瑶的修为。他又看了沉睡中的林天意一眼，毫无疑问，自己身体上的巨大变化应该都是拜他所赐。原来双修这么厉害，原来双修后劲这么大。穆招瑶心中的震撼犹如涟漪，层层出圈。这一次要不是阴差阳错，机缘巧合之下与林天意双修，之前一直保守的穆招瑶还没有这么快的领悟。他又感到庆幸，自己没有白白付出，也得到了超出预期的回报。系统检测到穆招瑶的好感度为75加40点，返还加40000积分。林天意在系统电子音中醒来，怎么回事？穆招瑶的好感度一下子增加了40点。林天意睁开眼睛，穆房主，你醒了，你好些了吗？我好多了，你的治疗很有效果，而且一针见血。穆招瑶说，他转过脸去，毕竟昨晚发生了这么尴尬的事，他还没有想好如何面对林天意。看到你气色恢复了，我也放心了。林天意站了起来，穆招瑶故作镇定，两人突破了这层薄薄的关系纸。这种事该如何说出口？昨天的事不要说了。穆招瑶急忙喝止。他也想过在合欢宗物色一个道侣，但是没有让他怦然心动的人。林天意外形条件不错，只可惜修为太低。女修士可以高攀，但是不能下嫁，毕竟在合欢宗，双修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修为突破。至于感情，可有可无，有时候反而是一种羁绊。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我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穆招瑶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遗忘，在思想上冷处理。穆房主，你在说什么？你是说我给你疗伤的事？林天意说，除了疗伤呢，其他事你不记得了？穆招瑶转过身，吃惊地看着他，难道女人会刻骨铭心一辈子？男人穿上裤子就忘了？昨晚我给你疗伤时，眼睛一直是闭着的，后来昏沉沉睡着了，一直到现在刚刚醒来。林天意说，原来昨晚的事他不知情。穆招瑶这才想到，林天意全程闭着眼睛，而且为了给自己疗伤，他也透支了体力，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他也想起来，是他主动倒在林天意身上，当时他出于一种本能，后续所有工作也都是在他的主导下完成的。这么说来，林天意的确有可能完全不知情，看来是自己错怪他了。你中途也没有醒来？没有。可，既然这样，那就没事了。你昨晚疗伤的手法和技巧都很好，我很受用。穆招瑶转移话题，他避免了尴尬，心中一块大石头安稳落地。我也是第一次给人疗伤，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望穆房主多多见谅。你这方面很有天赋，我看到了你不为人知的一面。太好了，我知道穆房主你要求很高，获得你的认可，我也很高兴。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义不容辞。什么？下次还要义不容辞？穆招瑶有些惊呆了，这种事对他来说羞于启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总之，昨天发生的事，你不要对外宣扬，以免被宗门猜疑。穆招瑶阴差阳错也算尝过了双修的滋味。弟子明白，穆房主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林天意说，好，那我们收拾东西，尽快回去吧。穆招瑶红着脸说，当天晚上突破。
恭喜宿主升到3品金丹2级，还不够，再来！恭喜宿主升到3品金丹3级，元婴丹、淬骨丹、培元丹。林天意猛烈嗑药，修为直线上升，别人坐以待毙，他在苟且发育，这种偷偷升级的感觉太棒了。林天意的灵气和经脉与20多天前完全判若两人。我是先天纯阳圣体，不怕嗑药，别人就算像我一样有那么多丹药，也不会突破这么快。天赋不行，体质来凑。林天意呼吸吐纳，端坐在椅子上调经运气。师弟，你回来了吗？一个轻柔声音。南宫师姐，进来吧。这个声音林天意早已耳熟能详，果然是南宫姬。今晚他穿着金丝孔雀羽氅衣，中门大开，走进门来，簪头上垂落的流苏摇摆，嫩黄色的绸缎裙，腰带束住小蛮腰，肤色晶莹似玉。林师弟，你昨晚好像不在家哦，我和木房主下山去坊间采购丹药药材了，那也不用1个晚上吧？坊间的丁老板热情好客，留我和木房主吃饭，后来天色晚了，就在当地过夜。林天意编了个幌子，他与穆招摇发生了一些超越普通道友的深厚关系，不宜对外宣扬。看来你辛苦了，要不让我来给你按几下也好。南宫姬微微一笑，走到林天意身后，双手按在他的肩膀上，给他活络筋骨。你怎么今晚有空来我这里？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3秋，你这么想我也太心急了吧？林天意笑道，人家是关心你吗？南宫姬低头说。林天意身上的丹药深深吸引了南宫姬，他恍然意识到这是一条捷径，只要与他双修，南宫姬就能获得各种丹药，让他受益匪浅，这可比努力轻松多了。成功兑换1粒驻颜丹，3000积分。南宫师姐，你看这是什么？林天意像变戏法似的从手上变出一颗丹药，通体褐色，香气扑人。不会吧，这该不会是驻颜丹吧？你猜的没错，你在坊间有钱也买不到，此丹能够养阴活血，美肤安神，青春永驻。林天意说。南宫姬眼里露出星光，他听说100岁以上女修吃了驻颜丹可以年轻20年，而年轻女修吃了皮肤变得水润光滑，想不到自己可遇不可求的驻颜丹竟然就在林天意手上。好师弟，你知道我想要就给我吗？说完，南宫姬一屁股坐在林天意身上。虽然我俩已经很熟了，知根知底，那我可不是白给你哦。我今天来到你这里，你还看不出我的诚意吗？南宫姬抬起头，用勾魂摄魄的眼神看了林天意一眼，电光闪烁，林天意血气方刚，根本无法自持。走，我们到内屋切磋一下。你好坏啊，最多1个时辰，我还要回家。南宫姬说。好，我让你看看我身后的修为。第二天日出东方，南宫姬一觉醒来，头昏脑胀。妈蛋，说好半夜走的，又在这停泊了一晚。南宫姬也是情非得已，她起身拿起桌上的药瓶，1粒驻颜丹，1粒初级金丹，2粒聚灵丹，还有1粒炼骨丹，以及2粒洗髓丹，1+1+2+1+2，一共7粒丹药。也就是说，昨夜林天意他没想到他的阳气这么厉害，源源不绝啊！南宫姬心里挺高兴的，自己的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师姐，时间还早，要不再待会？林天意起身说。怎么着，你还有货？丹药是吧？我有。谁叫南宫师姐长得这么漂亮，我对你没有任何保留。他俩不是道侣，胜似道侣。你还有丹药，为什么不全拿出来，让我找找你到底藏哪里了？说完，南宫姬扑了上去。师姐轻点，师姐轻点。日过晌午，南宫姬又拿了满满一瓶丹药，心满意足离开了。林天意彻底躺在床上，像一条咸鱼。系统检测到南宫姬的好感度为90，加5点，返还加2500积分。南宫姬走后，林天意足足睡了2个时辰，这才醒来。咕咚咕咚，他口渴似火烧，喝了一大壶水，这才慢慢的平静下来。这个南宫师姐一来，耽误了自己修炼时间，身体也虚了，多吃点丹药补补。成功兑换1粒正阳丹，1000积分。成功兑换1粒金乌丹，1200积分。正阳丹和金乌丹堪比10拳大补膏，有强筋健骨、补肾益阳功效。不多时，林天意气血上冲，感觉恢复如初。林师弟在吗？门口又有人敲门。请进。林天意赶紧收拾衣衫，门开了，只见一位娉婷女子，穿着杏黄缠枝莲花纹长裙，扭动腰肢，款款走来。她眼波流转，好像银河倾泻，眸子里藏着万千星辰。原来是傅明书小师妹啊，快进来。之前林天意与她相遇，婚飞现场，又用淬毒丹治好了她体内蛇毒。傅明书心的善良，是个懂得报恩的女人。今天来打扰林师兄了。傅明书低下头，有点羞涩。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我看见你来就高兴。多日不见，傅明书看上去越发有灵气，皮肤有光泽，特别是一双大长腿，左腿很长，右腿也一样长。你这是突破了，到炼气后期了吧？林师兄好眼力，吃了你的丹药之后，我的灵气增加了不少，很快就突破了。其实傅明书的根基不错，只不过一直被蛇毒侵害，导致修炼缓慢。他体内毒素解除，又吃了2粒高品质的炼气丹，现在已经升到1品炼气7级。傅明书知道他的变化和成长离不开林天意的辛勤浇灌，他算是真正开悟了，明白了双修的意义。坚持下去，筑基就在眼前。无论男修或女修，筑基往往是第一道门槛。
不仅是境界上的突破，只要到了筑基，就可以申请内门弟子，在合欢宗的地位更高了。在玄幻世界，所有修士的终极目标就是修炼等级，得到成仙，长生不老。所以，我今天又来到林师兄这里，特来向你取经。傅明书说。取经？林天意迟疑了一下，南宫姬走了也多少时间，又来一个傅明书，自己已经囊中羞涩。但是人家来都来了，而且诚意满满，总不能拒绝他的一片好意。你看这是，其实我今天也传授不了你什么，我还没准备好。林天意说。没关系，有多少算多少，再少我也能接受。傅明书眉角微微蹙起，你真的这么想？希望林师兄不吝赐教，你真是个懂事的姑娘。你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你。成功兑换2粒炼气丹，400积分；成功兑换1粒冰心丹，500积分；成功兑换1粒血气丹，600积分。冰心丹由麝香、冰心等香料炼成，既能清热解毒，还能辟补阴虚；血气丹用于疏通经络，让灵气更好运转，有助改善体质。林天意将4粒丹药交给傅明书，傅明书内心感动，对林天意越发倾慕。系统检测到傅明书的好感度为90，加5点，返还加4000积分。林师兄的这份恩情，我无以回报，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傅明书说：“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傅妹妹，我可要动粗了。”说完，林天意一把抱起傅明书，走进内屋。合欢宗天荡山炼丹大楼，早，师兄早。林天意走向大楼，换上干净衣服，与一众同门师兄师弟打招呼。宗门一共有9个炼丹炉，2个备用，3个废弃。真正炼丹的只有4个炉子。丹阳门由一位金丹后期堂主坐镇，座下有2个执事，再往下就是像穆招摇那样的房主，其中2个执事分管炼丹和灵医，前者负责炼丹和存储，后者侧重于施药和医治。在庞大的合欢宗，丹阳门并不张扬，主要是辅助作用，不如星宿门、千幻门、天煞门那般出挑。但是丹药门在合欢宗的地位很高，堂主和执事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品行合一。最近房主穆招摇所在的5号炼神离焰炉需要炼制大量丹药，林天意不敢懈怠，炮制仙草，制备原料，有条不紊，为炼丹做好准备工作。他来到2楼，经过一个执事房间时，隐约听到里面有窸窣声音。希望温执事杀了乾元宗的沈鱼，为我的父母还有哥哥报仇。我和你哥哥是故交，就算不是为了你，我也会替他报仇。林天意听出来了，一个是丹阳门执事温书璇，另一个是年轻女人，声音轻柔婉转，非常有磁性。她穿着一件黑衣，戴着面巾，不露真容。不过林天意可以不动声色知道她是谁。姓名宋楚然，年龄26岁，颜值98分，修为1品炼气6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3000倍积分返还。原来她是小仙女宋楚然，她是星宿门的，竟然到这里来找温执事，还有为亲人报仇什么的，好像谈论着什么隐晦的事。我之前说的话绝不食言，如果你杀了沈鱼，替我报了仇，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宋楚然冷淡说，什么事都能做，那岂不是？林天意听到这里，心中非常震撼。宋楚然是合欢宗年轻一代中数1数2的大美女，平时冷艳高傲，连宗门亲传弟子都不在她眼中。别说和她双修，能与宋楚然一清芳泽，估计很多难修死也愿意。对于林天意来说，宋楚然好感度有3000倍返还，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有了积分，可以兑换更高阶的丹药，对于修炼大有裨益。宋楚然是他必须拿下的目标。不过他现在似乎有很大心结。宋姑娘误会了，我会为你父母和哥哥报仇，但是目的不是为了和你双修，我是为了弘扬正气，铲除世间的邪恶。温书玄义正言辞说。身为一个男人，林天意感觉有点不对味。什么弘扬正气，什么铲除邪恶，这些理由也太假大空了吧，只能骗那些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如果你能替我报仇雪恨，了却我一桩心事，我没有什么好报答你的，愿意服侍你一生。宋楚然说。服侍一生？看得出宋楚然倒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如此一个大美女，哪个男的不想和她双修？不过有个前提条件，要想获得宋楚然的芳心，就要为她父母和哥哥报仇。这条消息对林天意来说也很重要。宋姑娘，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况且我和你师母顾云溪已经是30年的道侣了，感情笃深，我不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事。原来温书玄执事是有道侣的，而且相伴30年了。其实他与顾云溪的感情在合欢宗有口皆碑，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模范道侣。合欢宗的所谓道侣大多是为了修炼，苟且一起，双方各取所需，真正有感情的并不多。无所谓忠贞，两人没有需求了，往往就分道扬镳。像温书玄与顾云溪30年道侣，在合欢宗屈指可数。当然了，温书玄身为丹阳门执事，品行也很重要。如果他在婚内有染，必然是对道侣顾云溪的背叛。看来温执事是个正人君子，不会趁人之危。林天意心想，毕竟他和道侣顾云溪30年不离不弃，情比金坚。总之，报仇的事我就拜托你了，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我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宋楚然说。温书玄点点头，表情坚毅。宋楚然转过身，悄然离开了。林天意赶紧躲了起来，他算是在无意中发现了宋楚然的一个小秘密。像她这么漂亮的女人，
或许高冷只是一种错觉，他身上背负着不为人知的隐痛。钱元宗的仇人沈瑜何方人士？这个人为何要杀害宋楚然一家呢？如果找到他，是否就能解开宋楚然的心结呢？林天意一边想，一边往炼丹房走去。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个衣着华丽的女子，她一头如瀑长发，眉眼如画，五官精致，修长宛若天鹅，曲项般光滑脖子，一袭浅紫色无袖连衣裙，胸前大片雪腻肌肤，走起路来给人一种风姿绰约、仪态万千感觉。顾夫人好。林天意礼貌打招呼，他就是顾云溪，正是执事温书玄的道侣。两人结成道侣30载，他身上依然有着一份成熟少妇的风韵。林天意对他印象不错，温文尔雅，雍容华贵。你好。顾云溪微微侧身，与林天意擦肩而过，目光高挑，没有多看一眼。林天意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身份卑微。顾云溪见过他，但是并不知道他的名字。顾云溪缓步轻摇，往前面房间走去，看来是去找他的道侣温书玄。林天意看着他，娇俏又迷人，散发着无尽魅力。姓名顾云溪，年龄48岁，颜值95分，修为2品筑基8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4000倍积分返还。他的个人信息赫然眼前。什么？4000倍积分返还？林天意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数值。还有，顾云溪不是与执事温书玄结成道侣30年，但为什么有关方面一片空白？林天意暗暗吃惊，觉得匪夷所思。不对劲啊，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这应该不会吧？夫人，是你来了，我经过炼丹大楼，想来看看你，最近你太操劳了。说完，顾云溪凝望着温书玄。林天意看得出两个人的关系很好，恩爱有加，确实如传说的那样。但是这其中他总觉得怪怪的，或许有不可告人的事。顾云溪怎么可能会是完璧之身呢？林天意不作声响，往5号炼丹房走去。穆房主，我来了。他走进炼丹房，看到穆招摇已经在里面盘点各式各样炼丹原料。经过上次受伤事件之后，穆招摇已经恢复大半，而且因祸得福，吃了林天意给的丹药后，修为也提升了。这些仙草和矿物我都核对过了，你再炮制一下，明天我们就可以开始炼丹了。好的，穆房主，这几天好点了吗？林天意关切问。我的身体现在没有大碍，多亏了你的丹药和治疗。一想起那晚发生的事，穆招摇就有些脸红，自己竟然神使鬼差的和他双修，与一个炼气初期的外门弟子。不过那一晚的缠绵悱恻让他想起来依然魂牵梦绕。对了，那天袭击我们的人你知道是谁吗？林天意问。那2个黑山人蒙着脸，从他们的招式和法器来看，我怀疑是钱元宗的人。穆招摇说。又是钱元宗？他刚才从宋楚然和温书玄的交谈中听到过钱元宗，里面有个叫沈瑜的人杀害了宋楚然一家。钱元宗不是名门正派吗？怎么还干这种偷袭的事？这一点我也不清楚。而且他们似乎并不是仅仅针对我们，而是我们购买的炼丹原料。穆招摇清晰记得，后来那个对他突施冰破寒蝎毒的金丹境高手曾经提到过要毁了炼丹原料。那倒是奇怪了，我们合欢宗炼丹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在宗门内炼丹主要供给宗门弟子以及长老，外面门派干涉毫无理由。钱元宗的事我知道的也不多，包括这批丹药的真正用途，恐怕也只有长老和圣女知道。穆招摇对此事也产生了质疑，不过他也仅仅是一个炼丹师，至于合欢宗高层秘密，他无从知晓。穆房主，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变得不安全了？没事，我已经将此事禀告金翼山堂主，由他负责调查，我俩只要安心炼好丹药就行了。穆招摇安慰。合欢宗是魔门大派，根基深，底子牢，况且上面这么多堂主、长老、圣子圣女、护法等，无论发生什么事，合欢宗都能稳如泰山。林天意在合欢宗不过是一个小角色而已，他只要奉命行事，炼丹就行了。于是他和穆招摇各司其职，在丹房内继续工作。林天意主要工作在炼丹初期原料准备上，灵石、灵木、灵草以及矿物等，要根据炼丹需要分门别类，称重计量。对于一些有毒原料，要经过炮制，剔除有毒成分。这些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按照一定的步骤就行了。1个时辰过后，林天意将10多种炼丹原料逐一比对研磨，做到了一丝不苟。穆招摇在测试炼丹火候以及其他一些炼器，不多时，他觉得身体有些劳累，于是熄灭了功法，休息一下。这是林天意。穆招摇看到林天意后，不由得惊呆了。只见他光着上半身，斗大汗珠在胸膛前流淌，身上8块腹肌有节奏地颤动着。穆招摇看得心驰神往，恍然间有种陷落感觉。他又想起之前那个不堪回首夜晚，在一个破旧小屋中，他虽然身负重伤，但是却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他体内灵气得到了补充，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为什么有了第一次之后，心里就会不可遏制的朝思暮想？不，绝对不可以！自己可是炼丹房房主，一名合欢宗高级炼丹师，而他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外门弟子，修为太差，自己不可能会对他产生非分遐想。穆招摇不断压抑自己，茫茫星海下那个说不出口的隐藏念头。此时林天意正在锄捣紫藤花，紫色枝叶
不断涌出。木房主，是你在后面吗？怎么不说话？林天意感觉身后站着一个人，他觉得是穆招摇，但是刚想回头看一下，对他制止了。别回头，做好手上的工作。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我的工作，哪里出错了吗？你干得很好，继续干。穆招摇说话气若游丝。林天意觉得穆招摇今天有些怪怪的，在他背后搞什么鬼？不过他毕竟是上级，他有权发号施令。林天意只要做好炼丹工作就行了。而穆招摇感觉站立不稳，他不明白林天意身上似乎有一股强大而又神秘的力量，牢牢吸引着他。是那股阳刚之气，我为什么无法抗拒？穆招摇明白了，与那晚一模一样。林天意身上的阳气吸引着他，不可能啊！一个炼气初期修为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阳气发散？难道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穆招摇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己的意识和行为不受控制。不可以，我可是他的房主，我要为人师表。穆招摇心里不断自责，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自己必须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绝不能生根发芽。他闭上眼睛，调整体内灵气和真气，试图抵抗内心的欲念。穆房主，你没事吧？需要我做点什么吗？林天意问。他在林天意身后站了很久，像是在监督工作。我没事，你继续炮制就行了。穆招摇断断续续说。好的，我那继续除导。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还请穆房主指正。林天意谦虚说。突然一股重量压上他的后背，他猝不及防摔倒在地。穆房主，你别说话。穆招摇再次制止他说话，不过语气不是很强烈。半个时辰后，穆招摇站了起来，整理衣衫。他快速离开炼丹房，来到一处偏房，此刻心脏噗噗乱跳。我不该如此，我不该这么对林天意。他深深自责，但是他身上的阳刚之气击穿了穆招摇最后的底线。我身上的真气，穆招摇察觉到了异样，他闭上眼睛，运转灵气，他感觉到功力在提升，有一股新鲜的力量托举着他。通过与林天意双修之后，他的修为又提升了一个小境界。仅仅不过半个时辰，穆招摇修为突飞猛进，他瞬间领悟了双修的奥义。穆招摇走出偏房，偷偷看了一眼还在熟睡中的林天意，那么恬静。算了，还是不看了，一看就忍不住。穆招摇闭上眼睛，脑海中不断浮现之前的画面，自己竟然在5号炼丹房中与他双修，这也太大胆了。穆招摇仿佛人格分裂，一面想要阻止，一面又想要，就像狗狗吃肉骨头，吃过一次之后欲罢不能。穆房主，你又来了。林天意从睡梦中醒来，挣扎着直起身子，看见眼前的穆招摇，直接愣住了。炼丹时候不许说话。穆招摇又一次闭上眼睛，炼丹炉中发出噼里啪啦的炼丹声音。突破，恭喜宿主升到3品金丹4级。林天意坐在椅子上，背上冒起袅袅青烟，这是体内灵气在积聚炼化，越往上境界，身体上带来的舒适感也更加强烈。幸好我是先天纯阳圣体，身子硬朗。林天意暗想，他这种短时间频繁嗑药，一般而言对身体危害很大，甚至还会有副作用。但是林天意体质好，阳火旺盛，丹药在他身体中被充分吸收，转化成灵气和真元，不断强化身体。他现在已经是金丹中期，加上金刚护体神功以及悬空大挪移，不仅可以防御，还能转移伤害。现在就算元婴境大佬和他交手，他也不会出落下风。他又吞了一粒高级金丹，这种级别的丹药坊间根本没有，参照价格的话，起码20万灵石以上。一个时辰后，恭喜宿主升到3品金丹5级。林天意非常高兴，他能感觉到体内灵气被压缩成一道道真元，仿佛充满了毁天灭地的力量。林师弟在里面吗？门外有个女人声音。我在，进来吧。每到了关键突破时候，总有女人打乱节奏。林天意呼出一口气，脸上肌肉平静下来。嘻嘻，没想到你在修炼，打搅了。原来是乖巧可人的楚玉衡，她和南宫姬一样，是千幻门的师妹，也是通过南宫姬介绍给林天意认识的。是楚妹妹，不打搅，你来的正好。林天意热情好客，真的不打搅吗？林师兄，你今天晚上还有其他事吗？说完，楚玉衡低下了头。我一个孤家寡人，哪有其他事？林天意说，今晚过来主要是想感谢你，吃了你的洗髓丹和炼气丹之后，我突破了。楚玉衡之前是1品炼气3级，他得到林天意的丹药后，果然修为大幅增长，现在已是炼气5级了，只需付出1晚的辛劳，就能换来数年的修炼岁月，节约了青春。傻子都知道该怎么选择，修为突破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以你的聪明和资质，助激进指日可待啊！林天意鼓励说，对于修士来说，无论是突破小境界还是突破大境界，都是漫漫修行路上值得庆幸的事。这意味着成长，这意味着宗门地位提高，这意味着受人尊敬，不会被人拿捏和小觑。在此期间遇到的机缘或是贵人，更应该牢牢抓住，为自己所用。我也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一切都能指日可待呢。楚玉衡发自会心笑了笑，宛如银铃般清脆悦耳。好，真是个懂事的姑娘。楚玉衡是他亲自挑选的，看来自己的眼光不错，发现了一块可是长期持有的瑰宝。小师妹不才，这几天在千幻门学了2招媚眼迷离术和身姿摇曳术，还想请林师兄指点1、2。楚玉衡说，
在合欢宗千幻门中，媚术是必修课。媚术不仅仅可以迷惑人性，还具有强大的伤害性。太好了，楚师妹想到太周到了，我早就想看看千幻门的媚术。林天意说。楚玉衡身材均匀，皮肤白皙，小腿有力，拥有跳舞好身材。林天意充满了期待感。只见楚玉衡抬起手臂，衣袖轻扬，一头乌黑长发随之飘动，就好似风中摇曳的垂柳。不经意间，他微微眯起眼神，似睁非睁，身子慵懒地斜着，一手轻轻托着下巴。楚玉衡眼神带着一丝神秘，与林天意悄然对视，眨动美眸瞬间，林天意仿佛被勾走了魂魄，心底涌起一股莫名渴望。这个媚眼迷离术实在太厉害了，我差点道心不稳。林天意暗暗较劲，幸好自己早有防备，而且定力比较高，如若不然，魂魄肯定会被他勾去。此时，楚玉衡扭动腰肢，步履轻盈地摇动，他施展身姿摇曳术，舞姿看起来非常美妙，就像灵蛇一般，给林天意一种美的享受。他每一次跳跃，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不可抵御的韵味。你真是个有趣的美人，林天意由衷赞叹。楚玉衡闻言，一个仰头，顷刻间步履如疾风骤雨，一个踉跄坐在林天意大腿上。刚才我的媚术，林哥哥是否满意？满意，我打100分。话音刚落，楚玉衡释放一缕狡黠目光，低下了头。此情此意已然水到渠成。哈哈，好女孩要珍惜，坏女孩也不能放过。说完，林天意一把抱起楚玉衡，往内屋走去。又1日过去，林天意掏出药瓶，掏出3粒炼气丹、3粒洗髓丹，还有1粒聚灵丹。这些丹药都是给你的，你拿去吧。哎呀，这么多丹药，太谢谢师兄了。楚玉衡心花怒放，你也辛苦了，你要求进步的决心很大，这些都是你应得的。听到林天意的赞扬，楚玉衡脸色更红润了。他在这里的收获远远大于自己的付出，而且林天意身上的阳刚之气也令他魂牵梦萦。他之前像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自从与林天意双修之后，越发知道其中不可言说的奥妙。楚姑娘，天都亮了，你早点回家吧。林天意已经精疲力尽，鸣金收兵了。师兄，我还想要丹药吗？什么？给你这么多丹药，你还嫌少？林天意皱紧眉头，楚玉衡直接扑了上去。这一次我不收你丹药，我是友情赠送了。楚玉衡笑说，友情赠送，连这种福利都有。林天意觉得这未免也太美好了吧。系统检测到楚玉衡的好感度为80加10点，返还加4000积分。燃火，合欢宗炼丹大楼5号炼丹房。穆招摇念起口诀，只见一团灵火射向丹炉，这台炼神离焰炉被大火点燃，发出噗呲噗呲的声音。随着温度升高，炉内丹药渐渐散发出一种悠然草药味道。炼制3天之后，就能生产20枚回春丹。穆房主，你的灵火更足了，这一炉的丹药质量肯定好。林天意夸赞道。自从穆招摇和林天意双修之后，他的自身修为迅速突破到金丹后期，修为提升之后，烧制丹炉的灵火更加绵稠和旺盛。而这一切，穆招摇心知肚明，功劳全在林天意身上。他在修为上天赋不高，但是在其他隐形方面的天赋，让穆招摇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现在炉火开了，我俩不能掉以轻心。你一边监视火候，一边准备下1炉复灵丹的原料吧。弟子明白。林天意应道。炼丹工作循环往复，枯燥乏味。作为一个外门弟子，坚持10年如1日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了，我昨天向金堂主申请了，你的月薪加20灵石，现在是100灵石。谢谢穆房主。林天意心中大喜，他现在有1万多灵石，区20灵石不在他眼中，但是这20灵石对他而言意义非凡。这是房主穆招摇对他炼丹工作的肯定。只要你好好干，你的付出我能看到，更能感受到。穆招摇一本正经说，我一定好好炼丹，不辜负穆房主的厚爱。穆招摇看了他一眼，为什么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林天意，私底下那么勇猛，连他内心的堡垒都被他冲破了。穆房主，你又有什么事？就是上次的事，你看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穆招摇立即明白林天意说的是哪件事。果然男人都是色胚，没一个好东西，吃了一点甜头就上瘾了。穆招摇毕竟是心地纯洁的女人，对于双修这种事绝不能轻易许诺。如果刚才的话有冒犯穆房主的地方，多多见谅。林天意有些后悔，不该这么直接，但是穆招摇实在长得太风韵了，忍俊不禁。好好炼丹，脑子里别胡思乱想。你在炼丹方面的特长，我会铭记于心的。穆招摇说。多谢穆房主教诲。通过这2次的双修接触，穆招摇对林天意好感度大幅提升。只不过他是一个外门弟子，身份太过低微，如果自己与他公开关系，恐怕会遭到外界的流言蜚语。对了，下月初就是晋升内门弟子的比赛，你不妨去试试。合欢宗每年有1次开启晋升内门弟子的选拔通道，外门弟子通过测试和比拼，前20名可以升为内门弟子。一旦成为内门弟子，好处多多，不仅可以有正式的师傅，还可以不用干一些杂活，把所有时间用于修炼。此外，内门弟子的薪水也更高了，每月至少200灵石起步。更为关键的是，内门弟子的宗门地位高，还可以参加合欢宗其他活动，成长空间也比较大。多谢穆房主提醒，
我也正有此意。林天意之前参加了6年晋升赛，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他现在是金丹中期境界，实力强悍，对付那些炼气后期的外门弟子，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别了。穆昭瑶点点头，心里也希望林天意能在这次比赛中成为合欢宗正式的内门弟子。这时，炼丹房门口走进来一位少妇，云溪，你怎么来了？林天意对她印象深刻。顾云溪不仅面容姣好，气质雍容，她还是执事温书玄的道侣。我今天正好路过这里，想和你说个事。顾云溪软软糯糯声音，她与穆昭瑶相识已久，关系不错，况且她的道侣比穆昭瑶高一级，穆昭瑶总要给点面子。顾云溪走向穆昭瑶，途中看了林天意一眼，目光波澜不惊。他现在还未料到以后会与林天意有着种种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深入关系。林天意识趣地退到一旁，只见顾云溪来到穆昭瑶身旁，两人熟络聊了起来。顾云溪眉宇紧绷，看似遇到了什么烦心事。穆昭瑶抿着嘴唇，然后从身上取出一个钱袋交给他，这次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了。顾云溪脸上歉意，别客气，这点小事你别放在心上，等我有了灵石会立即还你的，不着急，你尽管拿去用吧。穆昭瑶说。林天意看见顾云溪将钱包拿在手上，然后正然离开了，他充满了疑惑。穆房主，这位顾夫人找你有什么事？穆昭瑶看了他一眼，本来不想说的，不过他和林天意的关系比起之前的上下级关系更为精进一层。哦，他是来借灵石的。借灵石？顾云溪要灵石干什么？据他所知，他的道侣温书玄是丹阳门执事，中层领导，月薪在1000灵石左右，还有年终奖、炼丹绩效奖等收入，年薪起码2万灵石以上。而顾云溪是星宿门执事，年薪也不低。他借了你多少钱？2万灵石，这差不多是穆昭瑶3年的薪资。他说用灵石做什么吗？林天意追问。你问的这么仔细干嘛？这是他的事，我也不方便多问。顾云溪和温书玄这对道侣恩爱有加，有口皆碑，他俩信誉也很好。穆昭瑶从不担心顾云溪会不害灵石。一个人总有手头拮据的时候，穆昭瑶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林天意却不这么认为。尽管顾云溪和温书玄是30年道侣，但是两人并无道侣之实，到底是哪一方的问题？有名无实的道侣为何还能坚持这么久？穆房主，有件事你不觉得奇怪吗？哦，顾云溪和温执事两人已经30年的道侣了，可是顾云溪修为为什么还在筑基呢？林天意问。他仅筑基境。经过林天意这么一提醒，穆昭瑶陷入沉思。按理来说，两人双修的话，修为应该是增速提升的。顾云溪之前就是筑基中期，而30年过后才升了2个小境界，还没到金丹境。况且一般来说，女人在双修中因为是接受一方，修为速度要大于男道侣。可是温书玄已经是金丹后期，顾云溪与他相比差距进一步拉大，那是他们两口子的事，你操什么心？也许顾云溪想开了，不追求修炼，做温执事背后的道侣。穆昭瑶不以为意，他当然知道林天意心中所想。穆房主说的对，林天意虽然怀疑，但是没有确凿证据。当然了，无论顾云溪和温书玄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也是两人之间的私事和隐私。按理说别人家的事林天意不用多管，可是他想着顾云溪身上那4000倍的积分返还，这积分真是太缠人了。2个时辰过后，日落西山，林天意从炼丹房下班了。他今天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转了一圈往山后密林走去，透透新鲜空气。现在他虽然是一个外门弟子，但是日子过得很滋润，活了28年才终于明白，对于男人而言，这才叫过日子。当初他加入合欢宗太明智了。南宫师妹，我想和你双修，请你一定答应我，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滚开，臭流氓！林天意举目四望，他现在是3品金丹中期，眼力和听力与同类修士相比高出一大截。一个女人在前面跑，而身后一个男人正在穷追不舍。这不是南宫师姐吗？她好像遇到了麻烦。林天意暗忖，他急忙一个飞身杀了过去。此时奔跑的南宫姬面前出现一道橙色结界，挡住了去路。他一扭头，一个男修正在色眯眯地看着他。南宫师姐，今天看你往哪逃？就算你不愿和我做道侣，我也要得到你。你太卑鄙了，你再靠近一步，我就向执法堂投诉你了。南宫姬怒道。这个男修长的尖嘴猴腮一直纠缠南宫姬，一厢情愿想要和他双修。南宫姬怎么会委身于他？今天恰巧被他撞上，没想到他色胆包天，想要对南宫姬霸王硬上弓。执法堂长老是我舅舅，你就告吧，一告一个不吱声。南修肆无忌惮。你！南宫姬气的脸都红了。橙色结界收拢范围，将南宫姬围困中间，他害怕极了。轰隆一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势大力沉的气掌从天而降，橙色结界犹如碎冰，直接被震碎。谁在这里？好强的灵气和法力！南修顷刻间眼神慌乱。周峻岭师兄，别来无恙啊！林天意面带笑容，从天而降。这个周峻岭他认识，是丹阳门内门弟子，2品筑基境中期，他是灵医师，他的师傅就是温书玄执事。林师弟，你来了！惊慌失措的南宫姬看到林天意后，又惊又喜。有我在，
你别怕。林天意淡淡说。南宫基含情脉脉看着他，眼里全是感激。但是这一幕却令周峻岭勃然大怒。林天意，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坏我的好事？他认识林天意，平时在炼丹大楼经常能遇见，一个炼气修为的外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也敢管内门弟子的事。他正在兴头上，非要强行和南宫基双修。林天意横插一脚，气得火冒三丈。周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人家南宫基根本看不上你，你别自作多情。林天意看都没看他一眼，当他是一坨屎。你说我自作多情，你是不是活腻了？周峻岭气得脸色铁青，在他眼中，林天意地位比他低，修为比他低，还敢对他大言不惭。南宫师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是他的事，我就管定了。林天意回怼。有他林天意的，周峻岭这辈子别想到南宫基的主意。林天意，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10项的话，给我立即滚开，否则别怪我无情。周峻岭握紧拳头，双目喷火。在合欢宗中，地位和修为决定一切。林天意不过是个外门弟子，在宗门内又没有靠山，周峻岭压根瞧不起他，挡了他的美事，他猴急了，他怀恨在心。林师弟，你的心意我领了，你还是快走吧，我今天和他拼了，我不会顺从他的。南宫基说。在南宫基看来，林天意练气境修为绝对不是周峻岭的对手，他留下来徒劳无益。南宫基好歹也是筑基境初期，勉强拼一下，只能尽力而为了。哈哈，林天意，你没有保护他的能力，现在马上在我眼前消失，否则我会让你付出代价。周峻岭再次发出警告。他看到南宫基劝阻林天意，心里更加猖狂。这个不知好歹的林天意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炼气初期外门弟子也敢挑战筑基内门弟子，无异于以卵击石。周峻岭哪里知道林天意遮掩了修为，他已经是金丹后期，而且又有金刚护体神功和悬空大挪移，对付周峻岭这只小菜鸟，一个手指就够了。你是我的女人，我怎么能不保护你呢？林天意看都没看周峻岭一眼，而是对着南宫基卿卿我我。哎呀，你别乱说。南宫基闻言低下了头。什么？他的女人？周峻岭听到这句话时瞬间气炸了。南宫师妹，难道你和林天意双修过了？不，这绝不可能。周峻岭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你来得太迟了，我和南宫师姐早已知根知底，她这辈子只会和我双修。林天一边说边笑，一脸云淡风轻。你……周峻岭惊骇不已，如此娇美袅娜的南宫基居然被林天意捷足先登了。他的中枢神经被深深刺痛，一口老血差点吐出来，一股无名的嫉妒之火从心底猛然窜出。你可以走了，别打搅我和南宫师姐的好事。你找其他女人去双修，她只属于我一个人。说完，林天意又看了俏丽的南宫基一眼，根本没把周峻岭放在眼里。这一次，周峻岭彻底炸毛了，他失去了理智。心爱的女人被人占了，还被一个低级外门弟子羞辱。周峻岭怒火攻心，他积攒滔天灵气，凝聚到左拳之上，形成一个巨大冲击波，轰击林天意。小心！南宫基感受到了威胁，周峻岭的力量太强了，这是要将林天意置于死地。他拦在林天意面前，双手交叉，准备替林天意挡下这致命一击。哎，这种粗活怎么能让南宫师姐出手呢？林天意抱住南宫基的小蛮腰，一转身把他护到身后，他贴上脸凝望着南宫基。周峻岭晕了，林天意危在旦夕，居然还在和南宫基秀恩爱撒狗粮，他是真傻还是假傻？为了那一口连命都不顾了，去死吧！周峻岭是大力沉的光波拳已经打上来了，南宫基脸色巨变，可是林天意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的心可真大。完了，林天意要被轰伤了。南宫基瞳孔睁大，心如铅重，紧张到了极点。嘎吱，光波直击林天意的后背，中了。周峻岭见状大喜，林天意吃了他一拳，就算不死也会重伤。天底下居然有这种白痴，连躲都不躲，这下南宫基就是他的了。但是周峻岭的美梦下一秒就破碎了，光波击中了林天意，他毫无反应，甚至都没有回头。林天意后背上瞬间生成一个一模一样的光波，并且原路返回。原来他的悬空大挪移可以转移一切伤害。刚才周峻岭攻击他，不好意思，那就再还给周峻岭。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我的拳吗？周峻岭大惊失色，可是为时已晚。轰隆，他的胸口被自己的光波拳反弹击中，巨大力量之下，他被震出3丈开外。怎么会这样？周峻岭捂住胸部，吐出延绵不绝的血水，他的经脉被震碎，上半身几乎瘫痪了。我是筑基，他不过是炼气，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周峻岭牙齿颤栗，震惊不已，他眼里充满了恐惧，就像掉入黑暗的深渊。你没事吧？除了周峻岭震恐之外，南宫基也是惊诧不已。他明明看到光波拳已经击在林天意身上，而他不仅毫发未伤，还把伤害反弹回去。那个攻击林天意的周峻岭反而自己受伤了，是吗？发生了什么事？他刚才有打过我吗？林天意假装不知道，反正他没有出手。现在周峻岭受了重伤，完全是自找的。周峻岭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跳蚤，他都懒得动手。不过出于人道主义，林天意和南宫基两人走上前查看周峻岭的伤势。你怎么这个不小心，打拳还伤到自己？
能不能走点心？林天意反而责怪他。周俊岭心中咯噔，刚才是他出手偷袭，万万没想到自己却中了自己的拳。这种状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炼气境外门弟子，内功如此深厚，甚至有一种元婴境级别的威压，恐怖至极。林天意究竟是什么怪物？周俊岭胸口疼痛，又吃了闷亏，刚才的盛气凌人之气早已荡然无存。他好可怜，我们帮帮他吧。南宫姬怜悯。周俊岭一副惨相，像个叫花子。这种人刚才还想强迫你双修，你还对他这么好。不过呢，毕竟是同门师兄，还是要关照一下。林天意说。他来到周俊岭身旁，抬起一只脚对准他的裤裆。哎呀！周俊岭猝不及防，发出撕心裂肺声音，叮叮2下，岁岁平安，变成蛋花了。这下林天意终于有点解气了。周俊岭毕竟是同门师兄，真要是死了，林天意也会被执法堂问讯。刚才不是挺横的吗？现在让他没了底气，从此以后再也熊不起来了。南宫师姐，你以后不用怕他了，他再也不会纠缠你了，这叫斩草除根，一劳永逸。林天意走到南宫姬身旁，向他邀功。呵呵，还是林师弟想到周到啊。南宫姬笑说。周俊岭听到这句话，心中又受到10000点暴击，整个人都魔怔了。损失蛋蛋还是小事，差点连小命都没了。林天意太强了，筑基中期的周俊岭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他完全不像练气境的样子。周俊岭感到绝望和后怕。南宫师姐，待会你要去哪里啊？林天意问。不知道，被刚才他这么一搞，我的心思都乱了。那不如到我的小屋喝杯茶。林天意使了个眼色。你想得到挺美，还等什么？南宫姬莞尔一笑，挽着林天意的胳膊，两人有说有笑离开了这里。周俊岭躺在地上，气得捶胸顿足，竟然能和挺翘风鱼的南宫姬双修，便宜了那个林天意。一想到这里，周俊岭又吐了一声血。南宫师姐，你的手法太好了，舒服了吧？别忘了，我可是千幻门弟子，取悦一个男人，那可是信手拈来。说完，南宫姬将手从林天意后背挪开。刚才他中了周俊岭一拳，令南宫姬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一点受伤痕迹。帮他按了几下后背，身体结实，回弹力很强。如果南宫师姐天天来我这里就好了。你想得美，我俩又不是道侣。南宫姬低头，那有什么关系？道侣能做的事不是都做过了？林天意陪笑说。打我主意的男人多了去了，凭什么吊在你一棵树上？话虽如此，南宫姬对林天意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自从服了他的丹药之后，不仅突破了筑基境，而且还在不断精进。特别是每一次和他双修之后，他觉得身体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这种感觉在双修之前从未出现过。南宫姬明白了，或许这就是合欢宗双修的真谛。成功兑换1粒玲珑丹，1200积分。你帮我按摩消气，我也不会让你白白操劳，给你1粒丹药。这是什么丹药？南宫姬问。玲珑丹听说过吗？它可以补血活血，调节内分泌系统，你吃了之后元气满满。谢谢林师弟，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南宫姬眼前一亮，他知道林天意手上的丹药都是极品丹药，每一粒都价值数万灵石。这种男人这么好，与他天天双修又何妨？我俩都这么熟了，还谢什么谢？他一把抱起南宫姬，南宫姬象征性抵抗几下，也就随他而去了。哈哈。半个时辰后，南宫姬醒来，刚想下床，又被林天意问道：“你想逃？没这么容易。”又半个时辰，时候还早，再战300回合。又半个时辰，你怎么像牛一样强壮？南宫姬笑了笑，他觉得林天意有时很成熟，有时又滑稽的像个孩子。对了，下个月的内门弟子晋级赛，你会参加吗？南宫姬突然问。你希望我参加吗？和你说正事，没和你开玩笑。你一个外门弟子，在宗门被人看不起，如果能成为内门弟子，你的地位和待遇能有很大不同。南宫姬说。南宫姬说的，林天意当然知道，要想在合欢宗真正有归属感，成为内门弟子，这一步是必须的，否则就永远是个边外人员。林天意孜孜不倦追求了6年，可以说连做梦都想成为内门弟子。他最近嗑药后修为大幅提升，别说内门弟子，就算是亲传弟子，他也完全有这个实力。一件事如果轻而易举得到，林天意反而觉得没有了追求价值。特别是他现在的生活很安逸，偷偷练级，随心所欲和师姐师妹们谈谈心，深入浅出交流，他乐在其中。这是什么日子？狗在合欢宗，神仙过的日子啊！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也没人管他。他现在对内门弟子这种虚名没什么追求动力。行啊，既然南宫师姐要求我进步，我就去弄个内门弟子当当。你又说大话，晋升内门弟子哪有这么简单？你才练气初期，要练气后期才能有希望。去年都已经卷到筑基初期了，内门弟子的门槛越来越高。去年好几个外门弟子都是筑基境晋升的。林天意修为太低，南宫姬认为他晋升希望渺茫。别说内门弟子，就算给我亲传弟子，我还要考虑考虑。拉倒吧，净吹大牛。南宫姬瞥了他一眼。南宫师姐，要是我晋升了内门弟子，你给我什么奖励？林天意厚着脸皮说。我又不是你的什么人，你问我要什么奖励？南宫姬瞪着大眼睛。两人关系不过是露水双修，南宫姬从林天意身上获得丹药，用来提升自己修为，付出多少就获得多少，
一目了然，尽量少一些其他瓜葛。我的修为提升了，南宫师姐是不是也有获益？在合欢宗道侣之间的双修，能够提升各自修为，此长彼也长，任意一方修为增长，另一方可以通过双修同步提升。所以只要南宫姬和林天意保持双修关系，林天意长了修为，南宫姬也会有丰厚回报。双修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一荣俱荣，通过阴阳调节，雨水交融，达到一种修为资源共享的美妙状态。你真的要奖励？南宫姬问。这样我才有晋升动力吗？那南宫姬低下头，抿嘴想了一下。好吧，如果你这次能晋升内门弟子，我就奖励你3天内不限次数。林天意一听，眼睛都瞪直了。不限次数？还有这么好的事？南宫姬这次可下了血本。嘻嘻，还是南宫师姐对我好，你别太得意，这可是对赌协议，万一你晋升内门弟子失败，就惩罚你3粒丹药。南宫姬又说，行，就这么一言为定。对于林天意来说，他最不缺的就是丹药。好了，时间太久了，我也该回去了。南宫姬起身，我现在又有感觉了。南宫姬挤了下眉毛，还没等他说话，又倒了下来。又是半个时辰，系统检测到南宫姬的好感度为92，加2点，返还加1000积分。南宫姬离开后，林天意又过了半小时才下床。此时他体内真元几乎消耗殆尽，他吞了1粒回元丹。不过须臾之间，林天意又恢复了挺拔身姿。这丹药真是神奇，我这先天纯阳圣体应该叫做先天嗑药圣体吧？林天意自嘲，什么天赋，什么勤奋，什么持之以恒，统统都比不上嗑药加先天纯阳圣体。这种开挂升级的感觉让林天意觉得舒爽，他又开始修炼了。拿而当自强，拿而当修炼。林天意吞下1粒高级金丹和2粒聚灵丹，他的丹田立即升温，异常灼热，这是真气旺盛的标志。自从进入金丹境中期后，他体内元神逐渐成型，有时会处于混沌状态，看似无意识，但是预知感应能力在不断增强，以气化形，阴阳和合，突破。恭喜宿主升到3品金丹6级。林天意开始达到一种忘我境界，仿佛置身于一片宁静的新世界，股股灵气温润滋养，他沉溺其中，凝神静气。1个时辰过后，恭喜宿主升到3品金丹7级，终于达成了金丹后期，下一个目标就是元婴了，这将会是一个质的飞跃。林天意呼吸吐纳，平心静气，一切尽在不言中。师兄在家吗？门口传来一个女人声音。进来吧。林天意调整气息，匀速下降。他一看，原来是傅明书，在修炼这个节骨眼上必须停下来。师兄，我又来麻烦你了。不麻烦，你能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林天意目光诚恳说，他这人就是闲不下来，男人就应该多操劳，排解他人的不畅。今晚的傅明书与前几日不同，似乎有些愁眉不展，像是遇到了烦心事。他坐在椅子上，倒了一杯茶，啜了一口。傅师妹怎么了？谁惹你不开心了？没什么，今天被星宿老怪责罚了。傅明书嘟哝着小嘴。傅明书是星宿门下弟子，他的上级是秦礼月执事。林天意听说过，这个秦礼月身形肥腻，平时喜怒无常，动不动就责罚弟子，是个欺软怕硬的人。星宿门弟子私下里就叫他星宿老怪。你做了什么事？他为什么要责罚你？话音刚落，傅明书脸上更委屈了。我这几天修为突破了2个小境界，这件事被星宿老怪知道了，他污蔑我，说我偷吃宗门丹药。原来是这样。傅明书之前清除体内蛇毒，以及他修为提升，是林天意给他丹药和他双修的结果。而秦礼月指责他偷丹药，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他说你偷丹药要有证据，总不能信口雌黄吧？林天意反问。我向他解释了，他不听。我想不仅仅是这件事，上次我在背后骂他的事被他知道了，他这次是怀恨在心，公报私仇。傅明书补充，无风不起浪，这个秦礼月执事真是太坏了，他利用手中权力故意责罚和刁难傅明书。林天意万万没想到自己给他丹药反而给他带来麻烦。这件事你是无辜的，你的丹药都是我给你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林天意安慰。他根本不听，故意污蔑我，今天还用鞭子打了我。啥？那个老怪物还动手了？林天意上前撩开他白皙的手臂，傅明书胳膊上果然有2道浅浅红印子，这就是他打的。傅明书点了点头。林天意怒了，这个老妖怪太猖狂了。傅明书现在是他的女人，别以为他没有靠山，别以为他好欺负。成功兑换1粒归元丸，500积分，把这粒丹药吃了，你就没事了。林天意说，还是林师兄对我最好。说完，傅明书倒在了林天意怀里。他之前也是一个苦命孩子，小时候被赤铜蛇咬伤，所以来到合欢宗修炼，压制体内毒素。傅明书一直守身如玉，直到林天意用丹药治好他体内的毒，他才打开身体防线，接纳了林天意。林天意是他生命中第一个男人，所以今天傅明书受了委屈，第一时间来到这里寻找慰藉。别难过了，这3粒炼气丹给你，好好修炼。至于秦丽月那个老巫婆，自有人收拾她的。林天意说，谢谢林师兄，我现在心情好多了。傅明书脸色嫣红，你看，如果不嫌弃的话，今晚就住这里吧。林师兄要我住，那我便听师兄的。傅明书发出蚊子般声音，看来今晚又有戏了。
林天意大喜，拉着傅明书的人，两人双双走向内屋。半个时辰后，傅妹妹，你的腿真是长啊，不蹬3轮可惜了。你说是左腿长还是右腿长？躺下来最长。林师兄，你好坏。半个时辰后，我不行了，让我闭目养神歇会。你骗人，我不信。你再保留实力，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又半个时辰，系统检测到傅明书的好感度为92加2点，返还加1600积分。合欢宗天荡山炼丹大楼5号炼丹房，丹炉噗呲噗呲燃烧着，发出灼热的热量，房内温度高达近50度。穆昭瑶穿上衣服，他看了林天意一眼，心中懊悔不已。刚才是最后一次，自己万万不能再和他双修了。穆房主，怎么了？其实我想，别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占了太多的便宜，今天是最后一次。穆昭瑶强作镇定，占便宜？林天一懵了，哪一次不是穆昭瑶他自己主动？刚才他在专心致志炼丹，冷不防穆昭瑶从身后对他突然发动袭击，他完全不知情，毕竟他是房主。林天意只能任由他摆布。这段时间以来，确切的说，那一晚之后，穆昭瑶感受到林天意身上的磅礴阳气，令他痴迷不已，仿佛被一种魔力所吸引。无论他多么克制，嘴上说的多么决绝，但是身体却很诚实。看到林天意健美壮硕的身材，穆昭瑶总是忍不住多多偷看2眼，就算背对着他，依然能感觉到他的阳刚气息。穆昭瑶之前没有尝过双修的滋味，他之前就是一张白纸，但是现在他像是一只扑火的飞蛾。穆房主，我知道了。在这件事上，林天意始终是被动的，穆昭瑶是他的上级，林天意只能全力配合他。这时，他将一株仙草放进一个瓷碗中，心无旁骛，继续炮制除捣。丹房中除了丹炉声音，还有这哒哒哒声音，安静极了。继续干活，别回头。穆房主，你是不是又站在我身后了？林天意吓了一跳。穆昭瑶一言不发，神不知鬼不觉，又站在了他身后。林天意紧张极了，他有一种本能的预感。突然，穆昭瑶将左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穆房主，你不是说刚才是今天最后一次吗？今天还没结束，所以不算。穆昭瑶话还没说完就倒下了。半个时辰后，穆昭瑶又穿好了衣服。奇怪，怎么每一次与他双修之后，自己体内灵气就暴涨了？他暗暗较劲。他的修为在3品金丹初期，已经整整3年没有新的突破了。万万没想到，这几天来他却毫无征兆的突破了，而且感觉他可能又会有新的突破。难道这些都是与林天意双修有关？那这岂不是修炼的一条捷径？穆昭瑶心头一颤，不敢多想。这时，林天意从地上爬起来，双脚都站不稳。看来这炼丹工作是越来越操劳了，无形中加重了工作负担。穆房主，你去干活吧。这炉丹要出来，下一炉新的原料要准备好。如果时间来不及，晚上可能要加会班。穆昭瑶根本不给林天意说话的机会。加班？林天意是欲哭无泪。刚才他好端端的炼丹，却被穆昭瑶干扰了3次，他哪还有多余时间？况且有些活相比炼丹还特别累人。林天意总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请穆房主放心，我一定不会耽误炼丹的。穆昭瑶走到了一个紫檀木柜子前，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浅绿色药瓶。他走到林天意面前，天意，你在这里看着丹炉，我去星宿门一次，给秦礼月执事送丹药。星宿门秦礼月，这不就是责罚傅明书的那个老妖怪吗？敢欺负他的女人，林天意早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穆房主，不如你休息一下，这种送丹药的活，不妨让我来干。林天意上前说，让你干。穆昭瑶露出疑惑眼神，你看你刚才体力消耗也蛮大的，而且这炉丹药快炼好了，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没你怎么行？原来这小子是在关心自己。穆昭瑶听后心头一热，刚才折腾了几下，的确也蛮累人的。现在又是炼丹关键时期，他应该待在炼丹房，确保炼丹万无一失。况且给星宿门执事送个丹药，就是一个跑腿的活，让林天意去送一下也没什么不妥。行吧，那就麻烦你跑一趟了。说完，穆昭瑶将手中的药品递给林天意，谢谢。林天意接过药瓶，离开了5号炼丹房。他要去会一会那个老妖怪秦礼月，仗势欺人，欺负傅明书，也不看看傅明书身后是谁。林天意走出炼丹大楼，往星宿门而去。合欢宗、星宿门、金凤殿外广场，这个蜈蚣阵，你们步履要一致，要将敌人围拢之后，再施毒绞杀，让对方插翅难飞。星宿门执事秦礼月在广场上趾高气昂，对着30多名女弟子传授功法。烈日炎炎之下，女弟子们晒到晕眩，个个有苦难言。傅明书，你出来！你刚才偷懒。我没有。傅明书出列，你还想狡辩？昨天的伤好了？秦礼月瞪大眼睛，又拿傅明书开涮。近日来，他修为显著提升。秦礼月知道他服了一些极品丹药，心中嫉妒不已。而且傅明书背后说他坏话，秦礼月心中不爽。对于修士来说，好的丹药意味着就是一种机缘，嗑药能够快速提升修为，这比枯燥的修炼快多了。秦礼月觊觎傅明书的丹药，所以故意找理由敲打他，目的是让他屈服，然后把丹药献给他享用。没想到傅明书不吃这一套，自己的丹药凭什么给别人？修炼2个多时辰了，大家一直这么晒着，都快成人干了。
傅明书顶撞，大胆，这里轮不到你说话。秦礼月在众多女弟子面前失了面子，气得瞠目切齿。不知好歹的傅明书，一个没背景没靠山的弟子，也敢对他叫嚣，给他点厉害尝尝。秦礼月掏出一条七星蝎尾鞭，你违反门规，出言不逊，对师父不敬，我今天要以儆效尤。话音刚落，女弟子们都噤若寒蝉。秦礼月一向脾气暴躁，谁要是惹了他，准没好果子吃。傅明书与他抬杠，看不惯他的为人，不过枪打出头鸟，难免被他针对和责罚。你过度体罚弟子，公报私仇，我也可以去执法堂告你。傅明书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反了，今天不教训你，我把情字倒过来写。说完，秦礼月高高扬起手中的七星蝎尾鞭，对准傅明书飞袭过去。女弟子们都吓得脸色煞白。傅明书虽然嘴巴犟，但是看到飞鞭，脸色马上煞白。砰一声巨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嚣张的七星蝎尾鞭在空中被击落，落在地上，犹如一条死蛇。谁在出手？秦礼月吓了一跳，谁的功力这么深厚，居然将他掷出的鞭子击落？来了，我来了！就在这时，林天意一路小跑来到星宿门。刚才他在10多丈外就听到声响，秦礼月这个老妖怪又在责罚傅明书了。这种事他不知道就算了，要是知道，肯定不会袖手旁观。他马上掷出一个攻击波，将七星蝎尾鞭轻松击落。傅明书看到了他，又惊又喜，你怎么来了？林天意举目四望，笑了笑，你是谁？竟敢擅闯星宿门？秦礼月横眉冷对，在一众女弟子目瞪口呆之下，林天意走到殿前，丹阳门外门弟子林天意，奉穆招摇房主之命，给你送丹药。说完，林天意取出药瓶，一个不入流的外门弟子也敢来大吹大擂。秦礼月震惊了，而且林天意说话声音很大，言语中似乎有一种挑衅意味。我还以为是哪个大人物来了，原来不过是个炼丹坊小工。秦礼月眼神轻蔑，在他眼中，林天意地位卑微，不过是个小蚱蜢罢了。林天意定睛看了他一眼，姓名秦礼月，年龄62岁，颜值69分，修为3品金丹1级，好感度15，充电12次，倍率5。秦礼月的隐藏个人信息在林天意面前一览无遗。他年纪大，长得又丑，没想到玩得到挺花，看来是个双修老手了。不过金丹出境而已，也敢耀武扬威。林天意决定教训他一番，杀他的威风，替傅明书以及在场的女弟子们出口恶气。我们丹阳门给大人物送丹药，就派大人物来送；如果给小人物送丹药，那就派像我这样的人了。林天意淡淡说。话音刚落，女弟子们都掩嘴而笑。秦礼月直视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他骂林天意是小人物，万没想到林天意也嘲讽他是小人物。一个练气初期的外门弟子，谁给他的勇气？放肆！你胆敢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我是丹阳门，你是星宿门，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这下秦礼月丑大了，在星宿门众多女弟子面前，他被一个外门弟子顶撞了。如果不教训林天意，他下不了台。我是执事，你不过是个跑腿杂役，竟然以下犯上，我今天要给一点颜色看看。秦礼月威胁。此话一出，傅明书和女弟子们都慌了。只是秦礼月的确可恨，但是他毕竟是金丹境修为，随便一掌扇下来，林天意恐怕非死即伤。林师兄，你还是快走吧。傅明书上前说。不急，我今天倒要看看这个老妖怪使得什么法术。秦礼月看出他俩之间一些端倪，心中更加怨愤。原来你今天没事找事，就为了这个贱货。哎，可惜你太自不量力了。秦礼月满眼嘲讽。老妖怪，识相的话，你给我磕3个响头，我今天就放你一马。林天意毫不畏惧。我活了60多年，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弱智和愚蠢的人。一个外门弟子想要威胁宗门执事，你是不是活腻了？就凭你，就算加上你的所有道侣，我也不怕。林天意叫嚣。秦礼月闻言瞬间怔住了。场上女弟子们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名义上前后有2位道侣，但是暗中还有很多野合的道侣。林天意的话戳中了他的敏感神经，死字断不可留。情势越发紧迫，秦礼月与林天意2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林师兄，你快走吧，我最多被他打几下，他气消了也就好了。傅明书担心说。你放心，我今天来这里，我早就做好了准备。房主穆招摇让他送丹药，他求之不得。傅明书是他的女人，有人敢欺负他，就是欺负自己。而且这种以权压人、宗门霸凌的事，林天意最看不惯眼。秦礼月开始发功，广场上一阵飞沙走石。傅明书和女弟子们都害怕极了。秦师妹，你别冲动，消消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从门外走进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她外表温婉，举止优雅，胸前撑得鼓鼓当当，特别是身上洋溢的成熟韵味，无人能敌，简直可以称得上超大号水蜜桃。顾师妹，这个外门弟子出言不逊，故意来我星宿门挑事，我今天不给他一点教训，以为我好欺负？秦礼月瞥眼说。林天意抬起头，看了看这张铭心刻骨的美丽脸庞。姓名顾云溪，年龄48岁，颜值95分，修为2品筑基8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4000倍积分返还。他和秦礼月是星宿门同门师妹，也是执事，
他还是丹阳门温书玄的道侣。林天意对他印象深刻，不仅仅是他的少妇韵味，而是结成道侣30年了，他依然守身如玉，空有道侣之名，却无双修之实。一个外门弟子，你和他较什么劲？就算你伤了他，也是胜之不武。顾云溪劝道。顾云溪并非对林天意有好感，也不是帮他说话，他的性格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不像秦礼月杀气太重，戾气太多。他这种人非教训不可，如果放他走，明天就骑到我头上了。秦礼月余怒难消，什么骑到你头上？呸！想得美！你都一把年纪了，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林天意哼了他一声，谁会开垦这种破泥泞路？此时顾云溪看了林天意一眼，他也没想到一个外门弟子性格如此好强。秦礼月师姐脾气一向暴躁，他要是出手，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算了，你俩都少说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顾云溪玲珑心，他知道两人火拼的结果，林天意肯定是吃亏一方，他还是太年轻了。顾师妹，你别劝了，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将他打得魂飞魄散。秦礼月气得咬牙切齿，一再放出狠话，别光说不练，我身上痒着呢，快来给我挠痒痒。林天意寸步不让，局面已经无法控制，顾云溪也哑口无言。秦礼月口中念念有词，地上七星蝎尾边冒出一团红烟。秦礼月灵气尽失，10年修为毁于一旦。顾云溪掏出一粒丹药，让他吞下，并为他输入真气疗伤。你们都看到了，我可没动手，他中了自己的幽冥神掌，咎由自取。林天意说。傅明书露出欣慰之色，其余女弟子们也对林天意投来敬佩目光。他们经常受执事秦礼月压迫，一直敢怒不敢言，今天林天意总算给他们出了一口恶气。没想到林师兄这么厉害，我刚才真是担心死了。傅明书低头说，要不是他及时出现，傅明书这次又要被秦礼月打了，以后谁还敢欺负你？你尽管来找我。林天意说，傅明书是他的女人，他当然要给他提供庇护，他现在有能力保护身边的女人，特别是与他双修过的女人。好的，林师兄。傅明书脸色红润，所有女弟子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想不到傅师妹身后有这么强硬的男人一直顶着他，虽然他是个外门弟子，但是功法高深莫测，连秦执事都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也有这样一个男人，那该多好。傅明书听到师姐师妹们这些赞扬，心里得意极了。今天林天意给他长脸了，他心中对林天意越发崇拜不已，也坚定了继续和他持之以恒双修的思想。系统检测到顾云溪的好感度为10，加10点，返还加40000积分。什么？4万积分？林天意收到系统积分变更提示，忘了望顾云溪。他打残了顾云溪的同门师姐秦礼月，顾云溪竟然不怨恨他，还增加了好感度。难道女人天生慕强吗？顾云溪仅仅增加了10点好感度，返回倍率是4000倍。林天意积分猛涨，他无法想象，如果进一步提升顾云溪的好感度，他的收获将会是巨大的。怎样撬开顾云溪的心？你们别看着，快把秦执事扶到店里休息。顾云溪话音刚落，4个女弟子上前扶起秦礼月，将她抬入殿中。哎呦呦，轻一点！秦礼月疼得哭爹喊娘。她今天栽了大跟头，即使侥幸捡回一条命，但是与废人没啥区别，害人不成，反噬了自己，完全罪有应得。从此以后，她看见林天意就像老鼠见了猫。顾云溪处理完秦礼月的事，打算去丹阳宫请林医师过来看一下。他走到林天意身旁，看了他一眼，眼睛里有种异样感觉。一个身份低微的外门弟子，竟然打伤了金丹境执事，这出乎他的意料。顾云溪一开始以为林天意不知天高地厚，是一个头脑简单的鲁莽之人，但是现在他明白自己错了。七星蝎尾鞭也好，幽冥神掌也好，居然不能伤他半分，而且林天意根本没有出手，只是将秦礼月的招式返还给了他。特别他那种轻飘飘的眼神，背后隐藏着何等深厚的功力。至于师姐秦礼月，是他脾气暴躁，而且率先出手，施恶在先。现在他吃了大亏，修为尽废，只能怪他自己碰上了硬茬，算是给他一个教训。顾云溪没有同情秦礼月，反而对林天意刮目相看，而且在林天意身上，他似乎看到了桀骜不驯的风采。他的道侣各个方面都很出色，唯独不能让她成为真正的女人。30年了，顾云溪一次双修都没有成功过，她依然是完璧之身。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有正常女人的需求，特别是修为方面，没有双修之时，她就不能快速突破，容颜一天天老去，这不得不说是她最大的遗憾。关键是这种事她又羞于启齿，外界的人都艳羡她和道侣30载不离不弃，但是她从未得到过被攻陷的滋味。她知道，她甚至比起那些露水野河的道侣都不如。但是看到林天意后，在顾云溪心灵最深处最空洞处，有了一种莫名悸动。他身上那种阳刚之气，雄姿英发，长驱直入是霸气。顾云溪最迫切的是填补内心的空白。无论如何，秦执事今天的伤势和你有关，可能之后执法堂会来调查此事。顾云溪挺起胸膛，正色说：“刚才你也看见了，我没有动手，是他自己中了自己的幽冥神掌。”林天意回应：“话虽如此，恐怕没人会相信秦丽月会将自己击伤吧？不过这件事也是由他造成的。秦丽月不死已经是万幸了。”
你自己做好准备，好自为之。顾云溪说。林天意听出来了，原来他在关心自己，在善意提醒。顾云溪这种态度上的转变，让林天意看到一丝希望。虽然他有名正言顺的道侣，但是并不是别人看到的那样，他应该有可能提升好感度的。这对林天意来说，绝对是梦寐以求的双倍收获。我知道了，如果执法堂问起，我会如实禀告。顾云溪装作若无其事离开，其实心里已经掀起波浪。不可以，不行的，自己是有道侣的人，千万不能有非分之想。林天意盯着顾云溪优雅背影，微风轻拂间，就像未拆封的情书，让他忍不住想靠近细读。合欢宗、天荡山、西崖。林天意从新秀门出来，经过一片宅地，隐约听到一个年轻女子哭哭啼啼声音：“我爹已经死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他是死了，但是还欠我们零食。你家房子还在，卖了也能值几个钱。这是我爹留给我的房产，如果卖了，我就无家可归了。那就和我们双休，我单日，他双日，用身体抵你爹的债。”空气中传来一声淫荡笑声，令人不寒而栗。林天意循声而去，走过一片小树林，来到一处宅院门口，眼前有个年轻女子，水汪汪眼睛里噙着一泓秋水，犹如梨花带雨。她有着芙蓉出水般的秀丽容貌，脸蛋粉嫩，好像3月樱花，娇美可人。身材曲线是 S 波浪形，紧身衣上藏着与她年龄不相称的俏丽身形。她长得用盛世美颜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林天意目光在她身上短暂停留。姓名于美婵，年龄19岁，颜值92分，修为一品炼气2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2500倍积分返还。想不到这个年轻小姑娘冰清水润，返还倍率这么高。不过现场还有2个男弟子，一副咄咄逼人架势，一个天庭狭窄印堂发黑，另一个颧高齿凸嘴唇包不住，长得一看就不像好人。2位打搅一下，请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是何人？我是丹阳门外门弟子林天意。一听是外门弟子，2人眼色轻蔑。这是我们天煞门的事，请你不要多管闲事。一人说话毫不客气，另一个人走到于美婵身旁，对她从上至下肆无忌惮饱览一番。于美婵受到惊吓，飞奔着躲到林天意身后。2位师兄，好好说，光天化日之下，你们也不要强人所难。林天意看出一些端倪，这2位天煞门弟子妄图要挟于美婵，可怜她一个弱女子，怎么是一对豺狼对手？练你的丹去，别插手我们的事。这位于姑娘欠我们零食，今晚跟我们走。一人霸道说。2人丝毫不把林天意放在眼里。林天意转过身，对着楚楚可怜的于美婵问：“你怎么会欠他们零食？一共欠了多少？”于美婵担惊受怕，支支吾吾说明事由。原来他爹3天前死了，由于生前豪赌，向天煞门同门师弟欠下3万多零食的债。今天来要债的2人，一人是天煞门亲传弟子江凌晨，另一个是天煞门内门弟子石宇。他俩想卖了于美婵他爹的宅子，见于美婵不肯，就想强行与他双修来抵债。这种趁人之危、卑鄙行为太可恨了。林天意大致了解了事情经过，他爹欠了你们零食，而他爹已经死了，人死债消，你们何必为难他？你算老鸡，他爹欠钱，女儿还在，债务是不会消失的。江凌晨对应，明知道他爹没有偿还能力，你们还借零食给他，你们安的什么心？林天意质问。天煞门江凌晨和石宇闻言哑口无言。于美婵他爹是个赌徒，2人知道他快死了，也没有偿还能力，而之所以借零食给他，无非是看中他还有块宅地。此外，他还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2头色狼已经闻到了于美婵身上的处子香味，他俩饥不择食，口水早就流了好几升了。你一个外门弟子，识相的赶紧离开，这件事和你无关，少在这指手画脚。石宇怒道。亲传弟子江凌晨是金丹初期，内门弟子石宇是筑基后期，2人根本没把林天意放在眼里。于美婵这块到嘴边的肥肉，他俩今晚非大快朵颐不可。小师兄，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被他们侮辱。于美婵伤心欲绝。平心而论，这2位天煞门的弟子长得也太寒碜了，而且仗着他爹遗留债务问题，急不可耐，手法也粗暴。你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他俩欺负你的。林天意安慰。系统检测到于美婵的好感度为10，加10点，返还加25000积分。林天意言语笼络之后，积分奖励已经到账了，这下他说话更有底气了。2位师兄，你们别着急，不就是欠债的事？他爹欠你们多少零食？林天意说：3万零食。什么？这么多零食？有没有欠条或是字据呢？没有，他爹是口头借的，我们当时觉得他爹人品好，就没要字据。江凌晨说。林天意一听就是破绽百出，其中必然有猫腻。现在他爹死了，死无对证了。不过现在这个不重要，眼下重要的是要解决于美婵当前的困局。他爹刚死，你们就来要债，不如这样吧，宽限2日，给这位于姑娘一点时间。林天意说。你算老几？这里轮得到你说话？有本事你把零食拿出来替他还债啊！缩卵。江凌晨和石宇满脸嘲讽，一副穷酸相，又是外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谁给他的勇气？我只是说句公道话，你们这样逼人太缺德了。林天意骂道。哪有这样强迫小姑娘的？别和他啰嗦，
我们带走于师妹就行了。江凌晨说完，用贪婪目光在于美禅身上打量。石宇已经等不及了，不由分说上前来抓于美禅。于美禅吓得花容失色，不要，我不要！啪！林天一插上前，眼疾眼快，他手臂一挥，扣击在石宇小臂上。石宇被震得一个后仰，强大气浪席卷之下，他一个踉跄倒在地上，他的眼睛瞬间亮了。功力这么强，石宇心中暗暗吃惊。一个练气境初期修为，举手投足之间竟然可以轻易抵抗住激境后期。石宇眼里露出惊骇，简单一个过招，他就知道林天意功力深不可测。你们的吃相太难看了，宗门可是有规定的，一方不愿意，禁止强迫双修，违规可要处刑的。林天意告诫，双方要在相互意愿基础上才能双修，这是合欢宗的门规。一旦强迫他人双修的话，轻则逐出宗门，重则废除修为。你一个外门弟子，竟敢威胁我们！江凌晨大怒，威胁又怎么了？林天意骤然升起一股灵气，给他俩一种强烈威压之感。江凌晨刚想跳江，被一旁石宇叫住了，别冲动，他刚才与林天意交过手，感觉到他功力深厚，况且这次事件是他俩胁迫年少无知的于美禅，急于想上他，操之过急，在道德方面站不住脚。如果被林天意捅上去，让执法堂知道的话，麻烦事也不少。行，那我就给他2天时间，如果2天之后他拿不出3万灵石，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石宇放下狠话，今天碰上林天意，算他俩倒霉，坏了他俩的好事。石宇认为，即使给于美禅2天时间，他也拿不出3万灵石，到时候于美禅这个小美人还不是他俩的囊中玩物。好说好说。林天意扬了扬眉头，他今天就是要打消江凌晨和石宇蓄谋已久的肮脏计划，于美禅绝不能落入他俩之手。很快两人收下灵石后，飞扬跋扈而去。林师兄，谢谢你替我解围，今天没有你，我想死的心都有了。于美禅还处于惊魂未定之中，刚才太凶险了，自己一旦落入那2个畜生之手，必然受尽非人折磨，生不如死。没什么，说明我俩还挺有缘分的。缘分？于美禅一听不免害羞起来。相比刚才那2个人，林天意不仅相貌英俊，还风流倜傥，这种男人看起来也赏心悦目。不过于美禅又担心起来，怎么我爹欠了他们3万灵石，数额太大了，我拿不出钱来，他们还会上门纠缠的。于美禅觉得刚才不过是林天意的缓兵之计，2天之后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灵石，这样的话以后这2个恶棍还是会纠缠他，觊觎他。林天意站在宅前认真打量这座房子，不如这样吧，你把你爹的房子卖给我，你要买我的房子？于美禅有些震惊，其实林天意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宅地，宅前有片幽静小林，还有一个庭院，闲时养些花草也是乐趣一桩。此外这座宅地很大，足足有6开间，相比自己那个小破屋，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他倒是想帮于美禅一把，但不是无偿的。林天意购下这个房产，既能改善自己居住条件，又能解他燃眉之急，一举两得。你一个人住这里太招摇了，而且那2个人还会打搅你。于美禅一想也对，他爹死了，他现在无依无靠，急需找一个靠山。你想收了我的宅地，那我以后住哪？我在南面有套小的，可以和你置换一下。林天意说出心中想法，你放心，如果我买了你的宅地和房子，天煞门那2人还敢上门的话，我来替你解决。林天意说，这也是保护他的一种办法。于美禅一个人住这么大宅地并不适宜，反而会招惹是非。那也行，不过你哪来这么多灵石？眼下于美禅还有3万灵石的债务，林天意买下他的宅地，哪来这么钱？而且看上去林天意也不像一个有钱人。灵石的事不用你担心，2天之内我会想办法筹集3万灵石的。林天意说。尽管林天意说的信誓旦旦，但是于美禅心中还有一丝担心，那就有劳林师兄了。系统检测到于美禅的好感度为15，加5点，返还加12500积分。呵呵，你就放心吧。林天意一脸松弛，他不知不觉赚了数万积分，这可比灵石值钱多了。他有信心以后能在于美禅身上精雕细刻，千锤百炼，赚取更多积分。成功兑换1粒高级金丹3000积分，成功兑换1粒仙灵丹4000积分。突破！林天意回到自己房屋，继续闭门修炼。他体内一团火热，灵气喷涌而出，阳气不断溢出，这个 feel 倍儿爽，直冲天灵盖，根本停不下来。林天意暗暗较劲。2个时辰过后，他又突破一个小境界，恭喜宿主升到3品金丹8级。越往上修炼，丹药价格越贵，想要修为更高，必须要有足够多积分。按照现在进度，林天意通过持续嗑药，要不了几天就能达到4品元婴境。升级为元婴境修士的话，如果在一些小的宗门，可以称得上宗门大佬了。不过在合欢宗，据他所知，有30多个元婴堂主和长老，毕竟是魔门大派，高手如林。无论如何，只要到了元婴境，林天意肉身将更为强大，法力也勇猛精进。以后在合欢宗，他看见谁都不会发怵。林师兄在家吗？小屋门口传来一个柔美声音。完蛋了，修炼关键时刻又要停下来，进来吧。林天意调整运气，使自己心绪平静下来。是我呀，原来是傅明书师妹。今天白天
林天意在星宿门击败老妖怪秦礼月，替他出了一口恶气。傅明书特意来报恩的，林哥哥辛苦了。那个老妖怪有没有伤着你？说完，傅明书上前拨开他衣襟，触碰肌肉发达的胸膛。没事，他伤不了我。想不到你在这个方面也这么强。傅明书说，别看我修为低，可我内劲大啊，这一点你应该是知道的吧？林天意使了个眼色，傅明书当然心领神会。你呀，就像一条蛟龙，上天入海，无所不能。傅明书夸道。林天意近距离感受到他身上的灵气。你最近好像又变大了。哪有啊，你别胡说，我哪里变大了？灵气变大了，变厚重了。你是不是偷偷修炼又突破了？林哥哥好坏，这也被你发现了，还不是吃了你的神丹和你双修的结果。傅明书修为已经升到炼气7级，身上灵气味道浓郁。林天意不仅替他解毒，给他丹药，关键的是和他双修之后，他也得到了成长，可以说是获益良多。林天意就是他生命中的贵人。那个老妖怪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了，他不死也废了。还是林哥哥对我好，我的同门姐妹都拍手称好，你算是为我们除了一个大害。那你要怎么奖励我呢？林天意反问。以后我对林哥哥一心一意，双修到地老天荒。傅明书表示决心，彻底臣服在林天意脚下。系统检测到傅明书的好感度为95，加5点，返还加4000积分。看来林天意已经收服傅明书，两人发展成稳固的长期双修关系。成功兑换1粒筑基丹，500积分。傅师妹，你看这是什么？是筑基丹？这是给我的吗？这里除了你还有谁？林天意笑了笑。傅明书顿时欣喜如狂，脸上笑容像荷花一样绽放。他已是炼气后期，正在冲击筑基境，这粒极品筑基丹对他来说是天大的恩赐。每一次他来找林天意，无论丹药和某些地方都是满载而归，他的修为也是不断飞升，进步神速。谢谢林哥哥，整个合欢宗就是你对我最好了，哈哈，我还可以对你更好。说完，林天意一把抱起他，两人有说有笑走进内屋。半夜时分，两人依然难舍难分。已经4粒丹药了，今晚就到此为止吧。林天意讨饶。不嘛，炼气丹、吸髓丹、聚灵丹，给我统统交出来。傅明书野心很大，不达目的不罢休。又过去了半个时辰，总让我去喝口水吧。林天意说，一鼓作气，再而衰，离今晚10粒丹药还差2粒，我绝不会放过你的。直到第二天日出东方，傅明书才满意的离开。林天意又躺了2个时辰，这才起身。他兑换了一些丹药，才勉强恢复体力。即使他是先天纯阳圣体，这样日耗夜耗，夜夜掏空夜空也吃不消。他待会出门向房主穆招摇请个假。昨天与美禅的事，今天要处理一下。林天意购置新宅地至少需要3万灵石，他没钱，但是有丹药。上一次他去房市，在谢念慈老板娘那里，1粒洗髓丹卖出3万5灵石，1粒聚灵丹卖出6万灵石高价，只要随便卖出一个丹药，他就能有数万灵石。林天意决定下山去做一笔交易。昨晚被傅明书耽搁了，现在空下来，身体也恢复了，抓紧时间修炼。林天意嗑了1粒极品金丹后，体力灵力开始暴涨，四肢百骸犹如江河汇聚，滔滔不绝。他的体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1个时辰后，他的额头上已经大汗淋漓。恭喜宿主升到3品金丹9级，金丹境大圆满，离元婴只有1步之遥了。林天意欢悦不已，他的修为和功力已经今非昔比。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办，不急，修炼也不能一口吃成胖子，在金丹境打牢根基。他毕竟是颗要素通，底子还有欠缺，包括体内的灵气，还需要进一步融合。下午，方氏交易市场，小帅哥又来了，今天是购买还是出售？风姿绰约的老板娘谢念慈笑意盈盈，她穿着一件浅色紧身短袖衫，胸前缀着一朵牡丹花，只要微微躬身，就会大面积春光乍现。当然了，这种福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饱眼福。姓名谢念慈，年龄48岁，颜值86分，修为2品筑基3级，好感度30，充电0次，倍率1200倍积分返还。房市里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性感的谢念慈老板娘能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抵御各种诱惑，守身如玉，做到这一点绝不简单。当然了，林天意也喜欢和干净的女人打交道，她们身上的返还倍率一般都比较高。我想来出售丹药，最近有点缺钱。小帅哥，你上次不是从我这拿了10几万灵石，这才过去几天，你是不是拿去喂养漂亮师妹了？谢念慈知道林天意是合欢宗弟子，故意和他套近乎，笼络人心。呵呵，之前的灵石我都买了法器，最近看上山上一套新房子。林天意如实说，上次你的丹药质量不错，我的顾客吃了之后好评如潮。看不出你炼丹还真有2把刷子。谢念慈眼神妩媚说，系统中兑换的丹药没有杂质，质量能不好吗？林天意从怀中掏出激励丹药，有炼气丹、洗髓丹、增气丹以及清灵丹，这些都是比较低阶的丹药。林天意不想拿出贵重的丹药，以免暴露身份。你帮我看看这些丹药能换多少灵石？行吧，你稍等。谢念慈接过丹药，放在一个木盘上，逐一甄别品种和质量。丹药质量都不错，炼气丹和洗髓丹3万，
增契丹6万，清零单的话可以给你9万灵石。林天一点点头，表示认可。反正他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是谢念慈老板娘人很 nice。他又从药瓶中掏出5粒洗髓丹，一共9粒丹药，你算下，21万加15万，36万吧。谢念慈打着算盘，合作愉快。于是谢念慈将收购的丹药放入橱窗，然后把36万灵石交给林天意。感觉你身上还有不少好丹药，为什么不都拿出来呢？我不像你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我兑换点灵石傍身就可以了。林天意对钱财不是很感兴趣，灵石这玩意多了也没啥用，但是少了也不行，有点就行了，以备不时之需。交易完毕，林天意正想跨出大门，冷不防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他身旁划过，好独特的香味。他扭头一看，竟然是星宿门的顾云溪。奇怪，他怎么也来房事了？此时顾云溪行色匆匆，他并未看见林天意，径直往西面走去。他那婀娜多姿的背影摇曳生姿，像施了魔法一样，让路上的人纷纷对他侧目而视。这娘们长得真带劲，熟的不能再熟了。你看那腰软的令人销魂，是合欢宗的弟子，开放着呢，不知道一晚要多少灵石。面对不怀好意的男人们调侃，顾云溪充耳不闻，目不斜视。不多时，他来到一家拍卖行。他要干什么？林天意紧随其后，想一探究竟。坐落于房市之中的嘉佑拍卖行，历史悠久，名气最响，里面经常有一些高阶丹药、法器、法宝、典籍，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物品和情报。此时嘉佑拍卖行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紫云宝鼎炉6万3000灵石一次、2次、3次成交。舞台中间，一位气宇轩昂的白发老者重重敲下锤子，现场爆发出一阵热烈掌声，气氛高涨。顾云溪挑了中间一个座位，然后戴上黑色面巾遮住半张俏美脸庞。诸位道友请安静，下面最后一件拍卖品绝对是稀世之物，仅此一件。拍卖师说。场上人群开始骚动。林天意看到顾云溪目光炯炯，盯着舞台，仿佛是有备而来。难道他是来参加拍卖的？这时拍卖师搬来一个木箱子，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木箱子掀开，里面射出一束冰蓝色。拍卖师念着口诀，一个像树枝状东西，还有一个像鞭子一样东西缓缓悬浮出来。顾云溪眼眸中闪过一丝光芒，情不自禁张望。道友们久等了，大家期待已久的鹿茸和鹿鞭正式开始拍卖。现场爆发出一阵啧啧惊叹之声，很多男道友喜形于色，露出渴求目光。鹿茸和鹿鞭而已，能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这么多人趋之若鹜？林天意心中百思不得其解。拍卖师挥手示意现场安静。这可不是普通的鹿茸和鹿鞭，这是9色神鹿的鹿茸鹿鞭，3000年的神鹿，可遇不可求。鹿茸可以补肾壮阳，强健筋骨，而鹿鞭一经甜髓，历久弥坚。懂得道友自然会懂。拍卖师歪嘴一笑，场下道友们交头接耳。听说这鹿茸鹿鞭能够让男人起死回生，恢复硬汉少年，这可是神鹿啊！功效不用多说，我上次买过一个300年鹿茸，后来娶了4房老婆，腰从没疼过。年轻人吃了阳气太重，反而不好。年纪越大的人，越是不行的人，效果越好。很多道友高谈阔论，发表自己在壮阳方面的真知灼见。林天意时不时瞄着顾云溪，难道他对鹿茸鹿鞭感兴趣？你说9色神鹿就神鹿，万一是假的呢？场下一位道友喊道：这种东西的确难辨真伪，一眼看上去没什么特别，凭什么说是神鹿的？道友请安静，我们嘉佑拍行从不卖假货，如果有假货，假一罚10。下面有请丹鼎宫的太玄长老上台。很快，一位白发飘散老者，风神俊逸，精神矍铄，走上舞台。丹鼎宫是专门炼制丹药的正派宗门，在玄幻世界中地位很高，可以说在炼丹方面，丹鼎宫就是权威。此次受嘉佑拍行委托，我代表丹鼎宫对鹿茸和鹿鞭进行鉴定。太玄长老声音缓慢，吐字清晰，殿中所有人都能听到，足见他内功深厚。你们看，这根鹿茸饱满挺直，自然油润光泽，绒毛细密均匀，手感弹性十足。如果闻一闻的话，有淡淡腥味。再看这个鹿鞭，自然弯曲，头部有绒毛小球，它的裂纹千沟万壑，有一种琥珀透明感。它的切面菊花状纹理明显，如果是牛鞭或是马鞭的话，像筷子一样光滑，不会有这么好的纹路。太玄长老不遗余力为拍卖会上鹿茸和鹿鞭背书，有了他的话，没人再质疑真假。丹鼎宫的长老，他说的肯定没错，居然请太玄长老出面，看来这对鹿茸鹿鞭价格不菲。我是想买啊，这玩意吃了立竿见影，可以大战300回合，可惜我没那么多灵石。场下道友们议论纷纷，感谢太玄长老对9色神鹿的鹿茸和鹿鞭进行鉴定。下面我们将正式开始拍卖。拍卖师喊。林天意看到顾云溪立即站了起来，看得出他来拍卖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鹿茸和鹿鞭。可这是男人壮阳之物，他拍什么呢？9色神鹿的鹿茸鹿鞭，世间仅此一份，错过再等3000年。我宣布起拍价18万灵石，每一次举手加价2000灵石。拍卖师话音刚落，现场彻底沸腾了。18万灵石，抢钱呢！我20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终究是有钱人的玩物，我们也只能望洋兴叹。一般鹿茸和鹿鞭
差一点的也就1000灵石左右，上等品质的也不会超过1万灵石。这次9色神鹿的鹿茸路边18万高价起拍，令人啧舌。不过物以稀为贵，既然独此一份，没有参照物，那就价高者得。此时有一位道友悄然举手，18万灵石，有人出价了。拍卖师神情激动，这就像平静湖面被投掷了一块石头，泛起涟漪。18万2000灵石，中间这位女道友出价了。林天意循声而去，果然看到顾云溪举起了手，他惊呆了，这么高的价格，顾云溪竟然真的报价了。林天意突然想到，他之前向穆招摇借了2万灵石，会不会就是为了参加此次拍卖会？既然他向穆招摇借灵石，那么他可能也向其他人借过灵石。原来他借灵石就是为了拍下此次的鹿茸路边。林天意恍然大悟，留着自己吃吗？18万6千，18万8千，19万6千。拍卖会上不断有人踊跃出价，这对鹿茸路边价格水涨船高。23万灵石，一转眼经过10多轮举手，价格已经比起卖价18万灵石高了足足5万灵石。林天意看到价格越高，参与的人越少，现在到了白热化程度。顾云溪之前报出22万6千价格，被一位中年男子秒掉，还有一位白发道友也是屡次出价，一副是在必夺样子。23万2千灵石，掌声鼓励。拍卖师说，顾云溪又一次报出高价，现场气氛活跃，不少道友纷纷注意到她，居然是个女的，她拍什么拍？戴了面罩，挺神秘的，会不会是拍卖行的托？她长得太丰腴了，绝对是个美人，她家男人要爽死了。拍卖会进入焦灼状态，每一次加价都变得慎重。23万4千灵石，有人出新价。此时顾云溪脸色开始变得慌张，如此高的价格超出了他的预料。林天意注意到他的加价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当机立断，而是充满了犹豫，毕竟这么高的价格超出了他能承受的范围。24万灵石，这会不会是今天全场的最高价呢？拍卖师喊道。白发道友轻抚长髯，一副势在必得神情。24万灵石第二次，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顾云溪再次举起了手。24万2千灵石，拍卖师惊呼，这个价格令所有在场道友淡眼落睛。花24万灵石买鹿茸路边，这有多需要，多饥渴，多强烈啊！面对一些人的质疑，顾云溪充耳不闻，全然不顾。24万4千灵石，什么？又有人报出新的价格？顾云溪彻底慌了，他目光呆滞，流露出深深的失望。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24万4千灵石，第二次。林天意看得出，顾云溪似乎放弃了。24万4千灵石，第三。拍卖师落锤刹那，林天意果断出手。25万灵石，他跳过2000灵石加价，直接报出现场最高价。他也带着一块布遮住了半张脸，顿时现场所有道友目光都聚焦到他身上。顾云溪也回过头，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林天意，看上去是个年轻人，这么高价格也拍，是个富二代吧？第一次报价就25万，太有实力了，这么年轻就要补了，这也太会保养了吧？道友们众说纷纭。25万灵石第二次，拍卖师说。现场一片静寂，鸦雀无声。25万灵石第三次，恭喜这位道友。拍卖师看准时机，重重敲下重锤，殿中响起如潮水般的掌声。我拍中了。林天意有些怔怔然，他刚才不过是想试试，抱着参与心态，他还指望着有人再报出高价，万万没想到他报出25万灵石，这么快，直接一锤定音了。自己要这么好的鹿茸路边干嘛呢？不过木已成舟，在众多道友期待目光中，林天意走向舞台，他用余光看到顾云溪的目光一直在他身上打转，一脸震惊。林天意走上舞台，与台上拍卖师和丹顶宫太玄长老依次亲切握手。他取出钱袋，交出25万灵石，引发全场轰动。随后，拍卖师将鹿茸和鹿鞭郑重其事交到林天意手上，在现场所有道友见证下，顺利完成交易。很快，林天意离开了拍卖行，25万灵石就买了这玩意。他现在有些懊悔，幸好这些灵石都是他用丹药置换的，要是自己挣的钱，那绝对心疼死了。他也没细想，准备离开房室，回合欢宗天荡山。这位小道友，请留步。林天意扭头一看，竟然是顾云溪，不过他的面罩还没取下，顾云溪应该认不出他。你找我有事吗？林天意佯装。顾云溪脸颊绯红，低着头，说话有些吞吞吐吐。你刚才拍下了鹿茸路边？是啊，有问题吗？我想问一下，你拍下是打算自己吃呢，还是送人？顾云溪问。林天意有些惊诧，他拍下鹿茸路边花的是他自己的灵石，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顾云溪管得也太宽了吧？哦，我打算自己吃。最近这段时间，林天意自身消耗也大，蓄水池都快干了，也得补了。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顾云溪小声。什么事？你拍了鹿茸路边，这个路边能卖给我吗？我付你1半灵石。这下林天意听明白了，刚才他拍下鹿茸路边，而顾云溪没有拍中，不过顾云溪还想要路边，所以拍卖会结束后赶紧追上了林天意。你要这路边是为了什么？林天意问。顾云溪开不了口。你不说的话，我也很为难。实不相瞒，是我的道侣最近身体出了一些问题，我是买给他滋补一下。果然不出林天意所料，所以
还请小道友割爱。顾云溪再次红脸，煞是好看，看得出这个路边对他很重要，他一直锲而不舍。不过顾云溪越是这样，林天意越是不能给他。他的道侣温书玄无能，对他而言无法双修是一桩坏事，但是对林天意而言，这可是一个机会。万一这个路边真的有效，让温书玄起事，那么林天意肯定毁的肠子都青了。所以这个路边万万不能交给顾云溪。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有些事不能强求。林天意没有一口回绝，也没把话说死。这是神路的路边，请小道友务必帮忙。灵石不是问题，我可以多给你2万。不是灵石多少的问题，这种事讲究机缘，欲速则不达。我要考察你是否真的需要路边。顾云溪眨着大眼睛，眼神茫然。还请小道友明示。林天意瞄了顾云溪一眼，真是该大的地方大，该软的地方软。他的道侣不能耕种，眼睁睁看着荒田弃之不用，暴殄尤物，太可惜了。这路边太烈性了，我回家先试一试，等我试好了，下回再和你交易。林天意说。可是这茫茫人海，下一次见到小道友，不是何年何月。不妨，我知道你是合欢宗的人，等我试好了，我会来找你的。之前顾云溪提到了道侣，一般只有合欢宗的人才会这么称呼另一半。听到这里，顾云溪心里倍感失落。如果他的道侣温书玄不能起事，那么他就无法双修。无法双修的话，他的修为就一直上不去，这是他30年来一直隐秘的心事。他和温书玄不能双修，却顶着道侣之名，在别人眼中艳羡的伉俪，其实早已貌合神离。顾云溪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望，而这根神路的路边是他最后的希望。不过可惜的是，却被林天意占有。现在主动权在他手上，顾云溪无可奈何。请小道友，我还有事，先这样吧，下次再说。林天意心想，无论顾云溪出多少灵石，无论顾云溪如何求他，绝不能把路边交给他。不仅不能给他，相反，林天意还可以用这根路边大做文章。只要提升顾云溪的好感度，他就能获得高额返现积分。他相信放长线钓大鱼，不能操之过急。不一会儿，林天意离开了房室，他来到一处偏僻树林，见四下无人，这才摘下面罩。顾云溪也挺可怜的，为了双修，不惜竞拍路边。可惜呀，他的道侣温书玄太无能了。林天意寻思，哎，这么好看的一个花瓶，整整30年，里面却一枝插花都没有，空空如也。小子，看你往哪里走！突然间，半空落下一个声音，2位壮汉挡住了林天意的去路。恶人面孔，来者不善，你们有事吗？别挡着我的路。小子，我看你挺有钱的，把身上灵石和丹药全部交出来，饶你不死。为首一人吼道，原来是强盗。林天意心想，莫非刚才在房室漏了财，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真是世道险恶。只是可惜，他们想打劫林天意，真是瞎了狗眼。你们是从哪跟踪我的？少啰嗦，你一个炼气废材，见了我俩还不快快下跪！这2人都是2品筑基后期境界，他俩不知道林天意的真实修为，他妈的，跪个毛线！你们杀人越货，还有理了！林天意吼道。2人也是狠毒之人，相互使了一个眼色，一人拿出一把追魂剑，另一人拿出一把幻影剑。顷刻间，四周阴风阵阵，传来鬼哭狼嚎的厉声，令人心悸。幻影剑抛入半空，不停旋转，仿佛有无数把剑。起，2把剑飞速轰向林天意。雕虫小技！他微微伸出一只手，追魂剑和幻影剑立即静止在他面前。回！他一挥手，2把剑调转枪头，分别轰向2个恶人。隆隆2声巨响，一棵大树拦腰切断，一块岩石被电光火石击碎，威力之大，恐怖至极。为首一人眼珠子一翻，当场毙命，结束了草率的一生。另一人见状，吓得面如土色，拖着一只受伤的腿遁云而去。想跑没那么容易。林天意掷出雷念珠，就像巡航导弹一样击中那人后背。啊！他从半空中坠落，掉在地上，口吐嫣红鲜血。林天意从地上捡起一把幻影剑，走过去架在他脖子上。连我的灵石和丹药都敢抢，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看看有几斤几两。大哥饶命，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求你饶我一条性命。对方眼神惊恐，不停求饶。他万万没想到林天意功力如此强大。说，谁指使你们来的？林天意问。他感觉这2人可能是马仔，背后应该还有主谋人。没有人指使，不说就宰了你。林天意怒目而视。是房氏的谢掌柜。谢掌柜，谢念慈。林天意不由心头一惊，他向谢念慈出售丹药，谢念慈知道他身上有不少灵石，这么一说倒是符合逻辑。看来这个老板娘绝不是省油的灯。擦一声，林天意挥剑，此人断不可留。那人人头落地，一命呜呼。阿姨，阿姨啊！一间精致小屋内，木桶浴缸里冒着袅袅香气。谢念慈沉浸在热水中泡澡擦身，非常惬意。突然间，一把幻影剑急速刺破木窗，飞进屋内，插在木柱上。谢念慈眉头一皱，不过马上喜笑颜开。这2个死鬼，看来已经完成任务了。谢念慈嘴角微微一笑，他披上一件薄薄浴袍，从浴桶中飞出，身上的水就像天女散花，眨眼间水汽都干了。林天意推门而入。啊！谢念慈吓得花容失色，
万万没想到，进来的人是林天意。老板娘，没想到我俩又见面了。林天意怒容满面，他好心与谢念慈置换丹药，可他却贪心不足蛇吞象。谁让你进来的？谢念慈转过身，长发披肩，用浴巾将自己包裹严实寂静。他看到林天意闯进来，尴尬万分。与此同时，心中也明白了大半。废物，两位筑基境中期杀手，居然对付不了一个炼气初期修士呢！我和你做生意，你却想要谋财害命。你一个合欢宗外门弟子，身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名贵丹药？我有堆积如山的丹药，又与你何干？看来我太小看你了。谢念慈扭头，可惜你知道的太迟了。林天意一挥手，柱子上插着的幻影剑，倏一声回到他手中，剑指谢念慈。谢念慈挥动手掌，升起一道能量屏障。林天意用剑头轻轻一挑，屏障一触即溃，碎成了渣。为什么他的实力这么恐怖？谢念慈心中暗暗较劲。他是筑基境中期，修为不算低，从来没有人给他这种强烈的压迫感，窒息、喘息，根本无法抵御。我要看看你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林天意面不改色，箭头已经抵达谢念慈光洁颈部下方约3寸处半圆形鼓包上。关键时刻，冒着香气的白色浴巾开始摇摇欲坠了。求求你放过我一马！面对死亡威胁，谢念慈讨饶：为什么指使那2个人杀我？这件事不是我指使的，是我的老板云晨霄让我杀你的。谢念慈哽咽：老板云晨霄？或许谢念慈上面还有幕后大老板。云晨霄是谁？林天意问。他是乾元宗的长老。又是乾元宗？林天意记得上次打伤穆招摇的人也是乾元宗的，而合欢宗第一美女宋楚然的仇人也是乾元宗的沈玉，现在又来一个云晨霄，这是捅了乾元宗的马蜂窝了。你胡说，乾元宗是名门正派，怎么会干这种杀人越货的事？林天意质疑。我没有撒谎。云晨霄问我这些丹药是哪来的，我说是一个合欢宗弟子来置换的，然后他说以后合欢宗的人格杀勿论。谢念慈一边说一边心潮起伏，就像一条岸上的鱼。为什么要杀合欢宗的人？我不知道，可能有什么过节吧，是他下令杀的，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你？谢念慈极力为自己辩解。林天意觉得在生死攸关之际，谢念慈说假话的概率很低。还有一个问题，乾元宗的沈瑜你听说过吗？沈护法，我老板云晨霄就是他的手下。看来这个沈瑜在乾元宗地位还挺高的。云晨霄呢？他现在在哪里？林天意追问。他早就走了，平时也不常来房事，你最好不要找他，他法力强劲，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谢念慈道歉。林天意冷漠一笑，他还没怕过谁，我怎么能相信你的话？我好心相信你，你却叫人来杀我，我今天要让你香消玉殒。林天意眼露凶光，幻影剑上亮起一道光芒，杀意已起。突然间，谢念慈一把扯下身上浴袍，林天意眼前白花花的亮光，这让他始料未及。你这是？我现在和你坦诚相见，没有任何遮掩，这下你总能相信了吧？谢念慈说。他知道不是林天意的对手，只好在他面前显山露水，剖明心迹。林天意恍惚之间镇住了。姓名谢念慈，年龄48岁，颜值86分，修为2品筑基4级，好感度30，充电0次，倍率1200倍积分返还。他刚洗完澡，身上很干净整洁。林天意想了想，谢念慈身上有1200倍积分返还，还有一定利用价值。况且现在真正的幕后主使云晨霄还没出现，云晨霄的背后还有那个该死的沈瑜，现在贸然杀了谢念慈，肯定会打草惊蛇，还会断了这条线。从长线来看，谢念慈暂时要留着。我现在对你已经很了解了，你快穿上衣服吧。10年前有一个看相的人说，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身子，我就是他的女人。说完，谢念慈妩媚一笑，还有这种事？我想你不会拒绝我的诚意吧？谢念慈妩媚看了他一眼。林天意努力保持平衡，不让自己膨胀起来。其实我俩并不合适。呵呵，合不合适光说没用，试过才知道。话音刚落，谢念慈闻到他身上散发的阳刚之气，禁不住靠了上去。妈妈咪呀！半个时辰过后，林天意躺在地上，头发散乱，无影剑也早已不知所踪。谢念慈换上了一身新衣服，系统检测到谢念慈的好感度为60，加30点，返还加36000积分。他对我的好感度上升了这么多，怎么会这样？林天意又惊又喜，付出和收获总是对等的。合欢宗的人果然干活很有一套。谢念慈说，众所周知，合欢宗的人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林天意坐起身子，开始运气，刚才真气溃散，竟然有些力不从心。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林天意说。谢念慈一会杀他，一会又给他，一码事归一码事，功过不能相抵。只要你不杀我，我会加倍补偿你的。加倍补偿？林天意迟疑之间，谢念慈又向他靠近。半个时辰过后，成功兑换1粒归元丹，1200积分。林天意醒来后，赶紧干吞1粒归元丹，不然根本力不从心。好吧，我今天可以不杀你，但是不代表我以后不杀你。林天意心中意难平，世道险恶，人心难测，女人心海底针，特别是一个漂亮女人的心，她的话统统都不能相信。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你的杀气太重了，我来为你擦拭大宝剑。又过了半个时辰，
天昏地暗。林天意起身勉强坐直，系统检测到谢念慈的好感度为70加10点，返还加12000积分。停止，我算是服你了。谢念慈运转身上灵气，感觉增强了不少。林天一身上阳刚之气汇入他丹田中，他感觉修为提升了。怪不得人人都想加入合欢宗，我一个局外人，今天算是领略一番了。谢念慈哪里知道，林天意是先天纯阳圣体，万中无一的双修体质，和他双修绝对物超所值。你不要花言巧语，我是不会上你当的。林天意依然保持警惕之心，你已经得到了我，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谢念慈说，原本他还有所顾忌，但是经过3次交锋之后，他彻底服软了。既然这样，我要你为我做件事。林天意正色，为你做什么事我都愿意，无论是站着还是躺着。我想让你帮我找到云尘霄。云尘霄是乾元宗的人，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沈玉，他行踪不定，我可不敢保证。谢念慈为难说，你帮我时刻留心，以后你这里我会常来的。谢念慈闻言不禁莞尔一笑，脸上姹紫嫣红。好吧，如果有云尘霄老板的行踪，我会及时通知你的。时候不早了，林天意穿上衣服以后，谢念慈掌柜就是他安插在房室的一根眼线，有了他这根线，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云尘霄。一旦抓住云尘霄，就能顺手解决沈瑜的事，解决了沈瑜的事，就能解决宋楚然的心事。他的心事了却，必然会对林天意产生好感，能为他赚取高额积分。这么晚了，今晚就别走了。谢念慈上前阻拦，我已经囊中羞涩，等过几天我再来探你消息。谢念慈闻言，从身上取出一粒丹药，这是什么？你别忘了，我是个卖丹药的，这个丹药的名字叫做重振雄风丸。林天意眉头一震，以前咋没听说过这个丹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来嘛！他又被谢念慈强行拖进屋内，直到凌晨时分，日复一日，与日俱增。合欢宗炼丹大楼，一炉回春丹已经炼制好了，穆招摇去了仓库进行封存。林天意在5号丹房继续炮制炼丹原料和矿物。他现在还只是一个外门弟子，在炼丹房打工，干些杂活，苟且度日。你出来一下！门口有个声音。林天意转头一看，有些惊讶，这不是温书玄执事吗？虽然同在丹阳门，但是他属于另一派灵医师，侧重于医治。平日里他和林天意几乎没有什么交集，难道昨天下山碰见他盗履顾云溪的事被他发现了？林天意暗想，好的，马上。5号炼丹房重地，除了穆招摇和林天意，即使温书玄也不能擅入，所以只能林天意出去。温书玄一脸肃穆看着林天意，怒容满面，你干的好事！他当面呵斥。林天意一脸茫然，难道是自己昨天拍下陆荣路边后激怒了温书玄？不过他遮着脸，顾云溪应该没认出他。我做了什么事？前几天你打伤我的徒弟周俊岭，他至今下不了床，都成蛋花了。温书玄痛心说，还以为是顾云溪拍卖的事，想不到是为了周俊岭那小子。听到他说周俊岭都成蛋花了，林天意心里就觉得好笑，活该啊！哦，是他先调戏一个女道友，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好歹是你同门师兄，你下手太重了。温书玄拉下脸色，他护图心切，而林天意不过是外门弟子，在合欢宗毫无地位可言。周俊岭恶人先告状，是他先出手打我，我可没动手，他是被自己的拳打伤的。林天意应道，事实就是如此，当时周俊岭打他有多狠，那么他自己伤的就有多重。至于他的蛋花汤，那是林天意为了不让他骚扰南宫姬，来了一个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完全是他自讨苦吃。现在谁对谁错并不重要，周俊岭被你打成重伤，这件事必须要有一个交代。温书玄只是说。林天意一听这话就来气了，好你个温书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却是颠倒黑白。周俊岭调戏南宫姬，而且是他先出手，林天意不过是正当防卫，是他自己技不如人，现在他受伤了，反而追究林天意的责任，这温书玄真是有眼无珠。我踢都踢了，你还要什么结果？林天意试探，给你2个选择，一是我将此事告到执法堂，你轻则关禁闭3个月，重则逐出宗门；二是你赔偿周俊岭医药费、护理费以及修复费，一共5000灵石。温书玄振振有词，呸，还想让林天意给他赔钱？就算他被逐出宗门，他也不可能向周俊岭认错，修复个毛线，又不是什么大事，还能做女人？温执事，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周俊岭的错，我根本没有出手，别说赔他5000灵石，就是5块灵石我也不会给他。林天意强硬回怼，周俊岭算个什么东西？以为有师傅温书玄给他撑腰，他就牛掰了？放他的屁！别说温书玄了，就算温书玄的师傅过来，林天意也不怕。听到林天意拒绝后，温书玄立即怒了，好一个外门弟子，目无尊长，不仅打伤内门弟子，还对他的话置若罔闻。他攥紧拳头，想着暴打林天意一顿，但转念一想，他又放弃了。合欢宗内严禁打架斗殴，况且又是清静的炼丹房，有尸体桶，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会向执法堂长老禀告此事，你就等着挨罚吧。温书玄警告。至此，林天意对温书玄之前的恭敬已经荡然无存，之前还以为他有君子风度，
为人师表，现在看来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性感的顾云熙和他结为道侣，真是瞎了眼。告不告执法堂，那是你的事，悉听尊便。林天意毫不在意。温书璇被激怒了，他对着林天意近距离输出一掌，想要给他一个下马威。林天意始料未及，仓促间以掌对应，两人掌心贴合，形成并驾齐驱之势。林天意和温书璇暗中比拼内功，脸上肌肉开始颤抖。温书璇用力，林天意就加力，他在用力，林天意继续加力，两人对峙着，咬紧牙关，各不相让。他一个练气初期修为，内功竟然如此强劲，温书璇暗中惊呆了。林天意与他比拼内力，竟然丝毫不落下风。无论他如何加大功力，林天意越来越强了。温书璇心中慌得一笔，后颈上汗毛根根竖立，后背汗水湿透了衣衫。为什么自己拼尽全身力气，依然不能将林天意击倒？反观林天意与温书璇比拼内功，脸色没有他这么紧绷，相反一脸松弛感，他还有不少余量。温书璇也是金丹境后期，但是内功也很强。林天意也颇为惊讶，他实际修为是金丹境大圆满，与温书璇不相上下，但是他有金刚护体神功，功力得到了加持。但是长时间对抗之下，温书璇也是旗鼓相当，他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难道温书璇的实际修为远远大于金丹境后期？不得不说，这是林天意这段时间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温书璇不能战胜林天意，同样的，林天意用尽力气也不能战胜温书璇。两人一直这样僵持着，内劲还在不断滋长。突然间，林天意胳肢窝一道灵气一出，化作一团气流，直冲温书璇脸部。温书璇避无可避，长发飘了起来。突然间，他的胡须，林天意瞪大眼睛，看到温书璇左半边的胡须竟然飞了出去，这是假胡须。原来温书璇脸上的胡须是假的，是他贴上去的，这可太石破天惊了。轰！温书璇见状，爆出一团气旋，强行与林天意分开，他后退了5、6步，而林天意仅仅后退了1步。温书璇面如土色，像是丢了魂似的，满地找胡须。他在地上找到半片假胡须后，急忙贴在下巴上，反复摁了好几下，看得出温书璇内心很慌乱。他顾不上瞠目结舌的林天意，仓促之间就像按下了快进键，撒腿就跑。这是刚才这一幕直接把林天意看傻眼了。他发现了温书璇的一个秘密，他的胡子是假的，可他为什么要贴假胡子呢？难道他是岳不群？林天意心中闪过一丝疑惑。顾云熙和温书璇，一对令人艳羡的情侣，似乎只是表面关系，这两人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天意，今天是你值班啊？哦，孟师弟好。这时走过来一位年轻人，他叫孟寻歌，是2号炉的外门弟子。穆房主呢？刚才还看见他在这里。他去库房了，待会就回来。林天意应道。对了，我那有几株阴灵草，我想请教一下林师兄，如何炮制？孟寻歌问。阴灵草是一种药引，可以增强药性，但是它有一定寒性，必须通过炮制提纯才能去除寒性。要不你等一等，等穆房主回来之后，我去2号丹房教你。炼丹房是禁忌之地，特别是在炼丹时必须有人看管，如果晚上没人的话，穆招摇会用特殊法力封印，任何人不得入内。现在穆招摇去库房了，林天意必须守在5号炼丹房。我房主现在不在，要是他回来肯定要骂我笨，你就帮个忙，现在这里也没人，你放100个心。孟寻歌催道。这擅自离开丹房，要是被穆招摇知道，会责罚的，轻则扣灵石，重则解职。不过一般性而言，不会出什么事，能进炼丹大楼的人都是核实过身份的人。算了吧，万一炼丹有什么事，林天意推脱。就一会儿，2号丹房离你很近，你帮我炮制操作一遍就行了。孟寻歌一边说，一边拽着林天意的手。那行吧，炮制阴灵草对林天意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平日里师弟孟寻歌与他关系不错，就当个小忙。为了保险起见，林天意合上了5号炼丹房大门。走吧，我马上回来。说完，林天意跟在孟寻歌身后去了旁边的2号炼丹房。时间很快，也就3分钟左右，林天意就返回了5号炼丹房。一切都是静悄悄的，神不知鬼不叫，穆招摇也没回来。炼神离焰炉还在烧制着丹药，林天意沿着外围例行检查一番，没发现什么异样，看来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于是林天意继续整理和盘点炼丹原料。晚上回到家，林天意刻了1粒高级金丹，马不停蹄开始修炼。今晚这一境非常重要，从金丹境大圆满到元阴境，元阴之后就能形成本源道气，不仅提升灵气转化率，还能将各种杂气炼化成灵气。一旦到了元阴境，对于一个修士来说算是大道出城。不多时，林天意感到体内巨热，气流往头部剧烈上涌，多个穴位有放射状疼痛。他身体四周氤氲如雾，袅袅萦绕，伴随一些红色和绿色的光球，这些都是阳神出窍的征兆。太舒服了，仿佛置身于一个异度空间，周围一切都与我无关。林天意闭上眼睛，感觉天地在旋转，结因感觉让他有种大道至简的领悟。又过了半个时辰，恭喜宿主升到4品元婴1级，成了，我到元婴境了。林天意睁开眼睛，感觉身体宛如脱胎换骨一般，他体内元气充盈，连绵不绝。对于一般修士而言，到达元婴境
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毅力。而林天意不过是嗑了药，加上这具先天纯阳体质，一蹴而就，到达元婴境。我还可以更强。林天意暗想，他的神识和精神状态也达到了一个更高境界，内心更加宁静平和。林天意休息片刻之后，走出屋子，来到天荡山西崖。于师妹在家吗？过了好一会儿，屋里传来一阵脚步声。谁啊？林天意，昨天要来买你屋子的人。话音刚落，房门开了，原来是林师兄。这么晚，快进来吧。于美婵已经躺下了，听到林天意叩门，这才出来迎接。她穿着一件玫瑰色上衣，衣服很短，水蛇腰露了出来，肌肤闪着白光，下身是白褶短裙，腰间系着一条暗银色腰带，一股青春无敌美少女气息。那就打扰了。林天意径直走了进去，两人来到客厅。这屋子很大，只是桌椅和家具摆放散乱。于美婵才19岁，豆蔻年华，不会干家务，也在情理之中。林师兄请坐，我给你沏杯茶。哦，不必了，我坐会就走。林天意上前拉住于美婵的小臂，温香软玉，就像棉花一样柔软。于美婵的脸一下子红温了，她也是情窦初开的年纪，看到林天意长得相貌堂堂，心里早就有了好感。对于一些肢体触碰，她并不介意，甚至觉得林天意还可以更深入一些。没弄疼你吧？还行吧。于美婵娇羞挣脱，在这个私密空间，孤男寡女，她竟然有些想入非非。林天意坐在藤椅上，昨天和你说的买房的事，我已经筹集好零食了。林天意把钱袋放在桌上，真的？你哪来这么多零食？于美婵眨着不可思议美眸，3万零食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一般而言，即使一个内门弟子不吃不喝，至少要攒20年。难道林天意是深藏不露的有钱人？诺，不信的话，你可以数一数。说完，林天意打开钱袋，大方的给于美婵看。他数了数，脸上浮出笑容。太好了，有了零食，我就能还上天煞门2师兄的钱了。这件事是他当下迫在眉睫之事，如果自己羊入虎口，那将必然是不堪回首的结局。是啊，有了零食，你就能还债了。不过，即便你还上了债，以后也要保持警惕之心。林天意说，在他看来，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狗改不了吃屎。就算于美婵还上了债，天煞门那2人恐怕还是会对他居心不良。可怜我一个人无依无靠，怎么是他们的对手？于美婵蹙眉，于师妹，请放心，如果让我遇见，我一定会出手相救的。对付那2人，以他现在的修为，一根手指都绰绰有余。谢谢林师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于美婵低头说，宗门规定，严禁强迫另一方双修，但是总有一些人贪图一时之快，铤而走险。我如果遇见这种事，见一次打一次。林天意说的大义凛然，在于美婵眼中，越发觉得林天意是个有正义感、有爱心的好男人。林天意起身看了看屋子，他即将是这座屋子的新主人。想不到自己的日子不仅滋润，也是逐渐好起来了。以后这个屋子就是你的了，卖给林师兄，我也放心。不妨，这里毕竟是你的家，你以后想回来住，随时都可以。林天意说，买了这个房子，还能附送一个美女，绝对是物超所值。于美婵闻言，脸红得像个苹果。她心想，林天意是在暗示吗？自己以后还能住回来？难道是要和他双修？一想到这里，于美婵禁不住少女心，小鹿乱撞。哪个少女不怀春？林天意身上散发的阳刚之气，深深吸引着于美婵。谢谢林师兄，你还没看过屋子吧？我带你到我的闺房看看吧。这方便吗？以后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当然方便。于美婵越发可人。好，好，那就有劳于师妹了。林天意恭恭敬敬跟在他身后走进内屋，南面放着一张大床，上面有一床被褥、衣橱、衣架、梳妆台以及一些日常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偌大的闺房哪里都好，只是了无生趣。你这屋子朝向不错，也很宽敞，窗户很大，白天采光一定不错。林天意夸道，我爹当年的眼光很好，他也是花重金买下的。于美婵感叹，只可惜现在物是人非，她一个弱女子，孤苦伶仃，无法守护这份家产。要是能有个像林天意这么帅气多金的男修倚靠一下，那该多好啊！于美婵又陷入遐想中。哎呀，房梁上突然坠落一只大虫，于美婵吓得大叫起来。林天意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蜈蚣。他眼疾眼快，用手劈出一道气旋，蜈蚣立即口吐白沫，当场毙命。于师妹别怕，有我在，今天家里幸亏有你。于美婵靠近林天意，越发感到心惊摇荡，一种不同寻常的情愫在闺房中蔓延。哦，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林天意今晚前来是想让知道他筹集好了零食，让他放心。现在任务完成了，他要回去了。等一下。林天意刚走到门口，于美婵叫住了他。突然间，一双温暖的手缠绕在林天意腰间。于师妹，你这是？我觉得冷，林师兄晚上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林天意顿时心脏跳得飞快，这已经不是暗示了，而是直接明示。你说的陪是指哪一方面？嘻嘻，我想和林师兄双修。于美婵腼腆说，男欢女爱，人之常情，特别是在合欢宗，女人为了修炼，双修是一种必然。于美婵对林天意动了情，花心娇艳，两人又正好同处一室，天时地利人和，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你真的想和我双休？于美婵默不作声，解开了衣裳，露出一片春光。你还小，你不能感情用事。哪有了？我哪里有小了？于美婵扭了扭身子，撒娇说。林天意倒心乱了，面对娇娇媚媚的于美婵，身心健全的林天意哪里还能抵御？在恍惚之间，于美婵拉着他的手走向床边。我是第一次，林师兄可要对我温柔一点。于师妹放心，我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林天意说。两人又对视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咚咚咚！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屋外响起一阵敲门声。于师妹在家吗？哥哥我来了。两个聒噪声音无比淫荡刺耳。听声音是天煞门那两个淫棍。林天意大怒，岂有此理！三更半夜竟然私闯别人的闺房，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于美婵闻言惊慌失措，这么晚上门，一定没安什么好心。林天意和于美婵本来正准备双休，没想到被人打扰了雅兴。林天意心中岂能不恨？于师妹快开门，哥哥等得心都痒死了。江凌晨说。哥哥给你热被褥，一起双休到天亮。石宇更是肆无忌惮，面对门外的污言秽语，于美婵吓得不敢吱声。于师妹快开门，再不开门，我俩可就闯进来了，到时别怪我俩对你暴雨梨花。江凌晨和石宇这两人可恶到了极致。有我在，你别怕。林天意安慰。今晚幸好有他在这里坐镇，要不然的话，冰清水润的于美婵必然被玷污。林师兄，北屋有个后门，我们还是逃吧。于美婵说。他觉得林天意修为太低，不会是天煞门弟子的对手，况且对方又是两人，林天意恐怕招架不住。逃跑？你以为逃过了今天，他俩明天就会放过你？这两人一直垂涎于美婵，色心不改，不给他俩一点教训，他俩不会罢休的。那怎么办？于美婵眼神慌张。呵呵，他俩要进来，那就让他们进来便是了。林天意轻描淡写说。什么？让他俩进来？于美婵瞳孔猛然一缩。你开什么玩笑？让他俩进来，我们不是斗完了？这件事非要他俩进来，抓住他俩把柄才行。林天意胸有成竹，现在凭他的实力将两人拒之门外，打跑他俩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事后他俩肯定会反咬一口，拒不承认丑恶罪行。所以林天意心生一计，他要引蛇出洞，人赃俱获。他对着于美婵耳畔嘀咕几句，面授机宜。于美婵听了不禁莞尔一笑。于师妹快开门，再不开门，我要把门踹了。江凌晨叫嚣。我们可不会怜香惜玉。石宇恶狠狠。这时于美婵犹豫再三，在林天意的鼓励下开口说话。我已经休息了，你们明天再来吧。于美婵故意娇声。门外两兄弟听到这个声音，骨头都酥了。择日不如撞日，我俩来都来了，今晚是不会走的。双休有一身心，我会将灵力毫无保留传授给你。于美婵的话死死拴住两人澎湃的心，继续往下说。林天意使了个眼色，于美婵咬着嘴唇，几次欲言又止。我不出来开门了，南面窗户开着，你们要是想进来的话，就从窗户进来吧。从窗户进来，这岂不是更刺激？于师妹是我的，太香了。于师妹能这么想，对大家都好。很快，咚咚两声，南面窗户破了个洞，闺房里静悄悄的，有两对泛着绿色荧光的眼睛。在哪呢？江凌晨问道。这时纱帐轻微抖动了一下。嘿嘿，在上面等我们呢。两人大喜，前赴后继奔向床前。在月光照射下，只见床上侧卧躺着一个性感的人，他穿着朦胧纱衣，露出一截后背，屁股翘起，衣裳退到小腿处，格外迷人。真他妈带劲！宝贝我来了。江凌晨急不可耐，直接伸手触摸屁股，还拍了一下，弹性十足。怎么全是硬邦邦的肌肉？石宇也紧跟其上，嗅了嗅一只大脚丫，怎么有股苦味？石宇有些吃惊。这时林天意再也忍不住了，索性翻过身，别弄了，痒死我了。什么？江凌晨和石宇突然听到一个浑厚声音，当头一棒，心中恍然。林天意转了个身，你们没事干，我已经3天没洗澡了。林天意面有愧色，居然是你！两人一看是林天意，大惊失色，搞了半天原来是他。石宇更是直接呕吐，肠子都悔青了。你怎么会在于师妹这里？江凌晨怒道，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还用问吗？你们来晚了。林天意故意嘲讽。什么？他和于美婵双休？两人这几天自己辛辛苦苦，却被林天意吃上第一口，这种窝囊气谁受得了？你敢耍我们？石宇恼羞成怒，举起手掌劈向林天意。林天意伸出食指和中指，轻轻夹住他的手。这怎么可能？他仅仅用2根手指就抵住了。石宇的眼睛瞬间放大成黑洞，连眼白都找不到了。他还没来得及细想，林天意微微一折，他的手腕立即骨折。哎呀！石宇痛得哇哇大叫。去死吧！江凌晨勃然大怒，不由分说抬起脚往林天意身上踹去。林天意不慌不忙，看准时机，对着他的小腿轻轻一敲，咔嚓，伴随一记撕心裂肺的喊声，江凌晨小腿骨折。哇，痛！不行了，没命了！林天意还不解恨，用脚底板在他俩脸上狂踩，把他俩踩得像个猪头，连亲妈都不认识。两人毫无招架之力，被打得跪地求饶。此时于美婵从床后走了出来。刚才林天意叫他引狼入室的时候，他心中是担心的。他认为林天意
不可能是天煞门的对手。可谁知林天意轻易秒杀他俩，打得他俩毫无还手之力。于美婵心中一块石头才算落地，她越发觉得当初信任林天意是一个正确决定。江凌晨思绪一片混乱，自己助激进修为，居然被一个炼气外门弟子暴锤，完全不可思议，而且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脸上至今还是热辣辣的。石宇也是差不多，他之前和林天意交过一次手，知道对方功力深厚，这下被林天意打得彻底没了脾气。他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林天意的对手。你俩还起得来吗？要不要我扶一下？林师弟饶命，小的有眼不识泰山，高抬贵手，放过我俩吧。林天意看都没看他俩一眼，你们刚才不是说要和于师妹双修吗？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是人，我是猪。于师妹是你的女人，我瞎了狗眼。于美婵在边上听了，掩嘴而笑。没想到林天意还挺有能耐的，一下子就收服了2个天煞门弟子，有勇有谋，爱了爱了。系统检测到于美婵的好感度为50加35点，返还加87500积分。还有于师妹她爹欠你们3万灵石的事。林天意又问。不要了不要了，他爹死了，这笔账就算了。江凌晨应道。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是的，我们心甘情愿。石宇不停地点头。这笔钱明眼人一看就有很大水分，他俩哪里还敢要，哪里还敢不知好歹。要是惹得林天意不高兴，可能小命都保不住。尽管他俩认罪态度尚可，但是林天意可不想这么轻易放过他们。万一以后他不在于美婵身边，这2人有歹念怎么办？谁来保护于美婵？他俩嘴上说的保证轻如鸿毛，根本不值得相信。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这件事他俩最后也没有得逞，毕竟是同门师兄，杀了的话对合欢宗高层长老们也不好交代。于是林天意起身来到江凌晨身旁，对他的下半身猛地一踢，叮叮2声，他又如法炮制，对着石宇也是一下，叮叮又是2声。林天意颇为高兴，只有解除他俩身上的祸根，他才能放心。就算他俩以后动了歪心思，现在把荷尔蒙激素去掉，他俩只剩下幻想了。即便有了不轨之心，也有心无力。这下算是一劳永逸了，再也不能对于美婵的禁忌之地构成威胁。怎么，我这么做让你们不痛快吗？林天意反问。2人吓傻了，面对林天意的反问，他俩哪敢说个不字，只能强忍着悲痛，继续跪在地上讨饶。没了这2个身外之物，感觉更轻松了，捡回1条命应该知足。在绝对实力面前，他俩只有认怂的份。行了行了，今晚你们既然来，我总要送你们一程，不然的话显得我没有待客之道。林天意缓慢说。2人一听说送你们一程，吓得不停地磕头，求林师兄别杀我们，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下次再也不敢了。2人哇哇求饶。林天意抬起2只手，分别射出2道势不可挡的气旋。啊！江凌晨和石宇2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弹飞出去，坠入漆黑无边的山底，吐血到天亮。林师兄，你刚才的样子好帅呢。于美婵说。她从一开始的忐忑不安，到现在完全被林天意所折服。2个天煞门的亲传和内门弟子，竟然被一个炼丹的外门弟子轻松扫地出门。于美婵心中不免对林天意高看一分，是他俩自讨没趣罢了，撞在我的枪口上。林天意不以为然，看在合欢宗的面子上，林天意痛下杀手。如果是外面的人，他早就一掌下去，不会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于美婵听后靠在他的肩上。那我怎么办？我也撞在你的枪口上，你会不会像刚才对付他们那样对我？对你肯定不一样了。林天意一边说一边搂着于美婵，2人有说有笑。半个时辰后，一切尘埃落定。系统检测到于美婵的好感度为70加20点，返还加50000积分。又来这么多积分，林天意喜不自胜。这一波赚得盆满钵满，又可以畅快兑换丹药了。成功兑换1粒洗髓丹200积分，成功兑换1粒炼气丹200积分。于师妹，我送你2粒丹药。这是什么丹药？1粒是洗髓丹，就像你平时洗澡一样，不过它洗的是你身体里面的污垢。另外1粒是炼气丹，能够增加你的修为，身体变得强健。林天意解释。谢谢林哥哥。于美婵将丹药拿在手上，脸上荡漾着微笑，乐在心中。她第一次尝试了双修，明显感到修为有了提升。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我以后会经常照顾你，教你本领。我今天受教了很多呢，欢迎林哥哥，以后对我随时赐教。于美婵果然是个聪颖的女孩，林天意一点就通。当然了，她还年轻，又是第一次，成长的空间还很大，加强双修很有必要。于师妹，我这还有很多丹药，你要不要？我要，我当然要。那想我一次就给你1粒丹药，我今晚一定会让你破产的。于美婵说完，倒在林天意身上。2个时辰过后，林天意体力透支，7粒丹药已经不少了，做人不能太贪，见好就收吧。不少了，原来你这么小气的一个人。又半个时辰过去，林天意趁于美婵不备，收拾衣物，蹑手蹑脚离去。站住，看你往哪跑！于美婵一把揪住他，你手上劲儿好大，我低估你了，求放过。还有5粒丹药，没做完之前不许离开。于美婵毫不客气，林天意被迫再次制冷起来。1个时辰过后，我身上丹药1粒都没了，再倒1道吗？真没了。出家人从不说假话，撒谎，每次你都这么说，应该还有。
又半个时辰。后来两人一直鼓捣到第二天上午，日上三竿，才依依不舍离开。林天意数了数，一共向系统兑换了足足12粒丹药，要不是这具先天纯阳身体持续供给阳刚之气，恐怕早就成风干了。林天意离开于美禅的宅院，回到自己的小破屋，又睡了2个时辰，他才缓过劲来。一觉醒来，第一件事，成功兑换1粒极品正阳丹，1200积分；成功兑换1粒正品金乌丹，1500积分。林天意嘎嘎连吞2粒丹药，丹田处立即温暖，疲惫身体恢复了活力。在双修中，我是付出的一方，是受损的一方，幸好有丹药回血，怪不得那些女修一直纠缠我，反复加工我，他们是有修为利益可图的。林天意一想到这里，顿时豁然开朗。或许在合欢宗没有真正的感情，大家都是各取所需罢了。只要林天意身上还有利可图，他就不缺双修资源。而一旦他失去双修价值，就会无人问津。我要不断升级，不断突破，让自己变得坚强起来。林天意暗暗下决心。吃过中午之后，他又小憩了一会，这才去炼丹大楼上班。5号炼丹房，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穆招摇正在整理丹药，看到林天意面色不佳，透出一种蜡烛快熬干油的憔悴。哦，晚上睡觉着凉了。林天意搪塞过去，他心里暗暗叫苦，还不是你们这些女人一次又一次完全不懂体恤，把他身上的丹药，把他身上的存货反复榨干，消耗殆尽，几乎每天都见底部，濒临干涸，真是落得落死。这批新的丹药出炉了，你最近工作很认真，看得出你用心了。穆招摇表扬。穆招摇给林天意的印象一向比较严肃，他很少夸奖林天意。今天是破天荒第一次，这些都是弟子应该做的。我发现你身上还有不少特长，你的实力之前被低估了，不敢当，都是一些雕虫小技罢了。林天意心中有一股不祥的预感。穆招摇慢慢走向他，他心眸展露，上围有节奏的起伏，裙摆劈叉处时不时露出白色亮光。林天意血压飙升，该不会是……穆招摇催动灵气，手指一挥，砰一声，炼丹房大门重关闭了。林天意喉结上下动了一下，他已经没有了退路。你现在闭上眼睛。穆房主，什么事？为什么要闭上眼睛？林天意慌了，这件事有关炼丹机密。穆招摇加大呼吸，那好吧，毕竟穆招摇是领导，林天意在他下方做事，他的话就是命令。林天意闭上了眼睛。5号炼丹房里静悄悄的，过了一会，林天意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衣服掉落在地上。穆房主，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掉了？要紧吗？没有我的命令，不许睁开眼睛，唯有这样，你才能没有私心杂念。穆招摇充满神秘，林天意完全懵了，不让他看，这搞什么名堂？万一自己被袭击了，都反应不过来。不，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突然间，林天意被一团棉花海绵质感的物质击中，倒在了地上。半个时辰过后，炼丹房里温度骤升。穆房主，可，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林天意心头一惊，不过他信守承诺，自始至终都没有睁开眼睛。不该看的，不能看的，坚决不看。再等一会。此时，穆招摇已经穿好了衣服，他运转气息，感觉灵气开始汇聚。双修之后，我竟然获得了这么多灵气。穆招摇觉得自己又进步了，暗自震惊。难道他是纯阳圣体？穆招摇以前看过一本没有封面的禁书，说男人有一种体质是纯阳之体，百炼金刚，与之双修之后，另一方会受益匪浅，次数越多越有效果。那时的他才19岁，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女，根本不懂此中的奥义。不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她成长很快，通过不断的反复的实践，一下子领悟了许多，甚至超过了20多年的认知总和。林天意在炼丹房工作3年，我之前白白浪费了3年光景，不然话我肯定能够突破元婴境了。一想到这里，穆招摇心中懊悔不迭，不过他也感到欣慰，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他发现了林天意的特长，看来以后要不断的发掘他的潜力，为自己所用。好了，你可以睁开眼睛了。穆招摇说。林天意打开眼睛，有点眩晕，刚才长时间漆黑一片，连方向都搞不清。穆招摇端庄的站在他面前，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你刚才的表现很好，你很胜任这份炼丹工作，可我这个都没有干啊，你干得好不好？我心里是有感觉的。说到这里，穆招摇呼吸一下，感受新增的灵气。穆招摇言之凿凿，林天意也不便多说什么。那以后我会在炼丹的工作间隙，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不定期的对你进行检查，你要尽快适应这种新的炼丹节奏。穆招摇一本正经说。新的炼丹节奏，他说的玄之又玄，云里雾里。好的，可是林天意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他感受到了穆招摇的强烈管控欲。好了，别说了，第3炉炼丹马上要开始了，不要懈怠。林天意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幸好自己损失的东西很快就能弥补，恢复元气，只是操劳一些罢了。毕竟在炼丹房这块地方，房主穆招摇最大，一切都只能听他的。砰砰砰！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敲门声。穆招摇一挥手，大门大开，门口赫然站着3个陌生人，一脸肃穆。穆招摇，别来无恙。周堂主穆招摇微微躬身，眼神里充满了恭敬之色。为首这人身份不简单，
他是执法堂的堂主，也就是二把手周展鹏。执法堂在合欢宗的地位很高，负责宗门内弟子刑罚，维护宗规，对于违纪之事实施惩戒，相当于古代的刑部加大理寺。所以穆招瑶看到堂主周展鹏也是毕恭毕敬。执法堂每一次出动，一般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这意味着有人在宗门内犯事了。你就是丹阳门外门弟子林天意？周展鹏看了一眼，是的。林天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执法堂堂主，你知道不知道？你犯下了弥天大罪。弥天大罪？林天意和穆招瑶两人闻言都大吃一惊，特别是穆招瑶，林天意不过一个炼气境外门弟子，在合欢宗内无足轻重，就是让他犯事，他也达不到弥天大罪的程度。周堂主，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林天意一直在炼丹房炼丹，他能有什么事？穆招瑶问。堂主周展鹏脸色铁青，5号炼丹房内气氛凝重。前几天他打伤了星宿门执事秦礼月，他现在修为被废，就剩一口气了。周展鹏说。什么？穆招瑶用不可思议目光看着林天意，他认识秦礼月，交情一般。秦礼月外号叫老妖怪，在合欢宗内风评很不好，肆意惩罚弟子，欺上瞒下，口碑极差。不过他是金丹境初期，修为不低。林天意与他相比，就像一只小小萤火虫，搏斗体型硕大的母鸡，根本不可能斗胜。林天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和秦礼月有瓜葛？穆招瑶问。有一次，你不是让我送丹药给他，我去了之后，正好看见他在责罚弟子，不过我没有出手，是他先动手的。林天意解释，他已经保持了相当大的克制，要是他真的动手，恐怕秦礼月早就灰飞烟灭了。你以下犯上插手星宿门的事，而且将人打残，触及了宗门底线。堂主周展鹏正色，现在是秦礼月受伤，如果换作是林天意受伤，估计执法堂不会像这般兴师动众了。林天意是外门弟子，人微言轻，不过是好欺负罢了。周堂主，这件事恐怕有蹊跷，你不能听信一面之词。穆招瑶说，最近这段时间，他多次与林天意心意相通，深入交流，心里肯定是向着他的。当然，我们执法堂也不会不讲武德，所以这次我过来，想让林天意去一次，和有关当事人当面对质。就算执法堂要惩处一个人，也必须要有说法。眼下还只是调查阶段，需要审讯林天意。行，我那就和你们去一次。林天意，你真的没事吧？穆招瑶担忧起来。穆房主放心，我没有做亏心事，我和堂主去执法堂，待会就回来。林天意安慰。面对执法堂的介入，穆招瑶也无能为力，他盼望林天意能早日平安归来。两人再度同时操戈，两名执法堂弟子上前掏出捆仙索，将林天意双手绑住，押回去。堂主周展鹏走在最前面，林天意居中，2位弟子跟在他身后。走吧。4人走出炼丹大楼，蹒跚而上，约5炷香功夫，一行人来到了执法堂。执法堂有个大殿，名叫威正殿，专门用来审讯犯事弟子。此时执法堂里有不少人，大多是星宿门女弟子，包括傅明书也在其中。作为那天的当事人，他们都是人证。林天意还看到一个熟悉的倩影，她就是顾云溪。顾云溪也是星宿门执事，只不过她和秦礼月并不是一派的。事发当日，顾云溪也曾出面干预调停，可惜最后失败了。她的师姐秦礼月受到重创，致使心肺功能异常，至今仍未脱离生命危险。顾云溪也是见证人之一，被执法堂传唤，当作人证。周展鹏高高坐在堂上，俯视林天意。大家肃静，今天我代表执法堂审理秦礼月被打一事。外门弟子林天意以及见证人顾云溪、星宿门相关人员俱已到场。5天前，林天意到星宿门送丹药，在殿前与秦礼月执事爆发激烈口角，并且出言不逊。林天意不仅打坏他的法器，还出手将他击成重伤。合欢宗严令禁止同门弟子在宗门打架闹事，一经查出，严惩不贷。林天意，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堂主周展鹏说。好大架子，一开口就先入为主。林天意一听，他的话明显有失偏颇，话语之中偏袒秦礼月。执法堂一向号称秉公执法，在林天意看来，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我有话说，我和秦礼月是有斗嘴，不过是他先动手，他中的是自己的幽冥神掌，我可不会这种歹毒招数。林天意极力撇清关系，斗嘴骂人，这些都是小事，无关痛痒。如果秦礼月先动手，而且由于失误打伤了自己，那就与林天意无关了，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你空口无凭，我想问下当天在场的星宿门女弟子是否确有其事？堂主周展鹏询问。我能证明林师兄说的没错。关键时刻，傅明书挺身而出，秦礼月先是辱骂他，然后再动手。林师兄站着没动，他没有出手。林天意看了他一眼，心中欣慰，双修家人果然日久生情，自己人总是帮自己的。平时日没白给他丹药，没白疼他。傅明书，我听说秦礼月执事之前责罚过你。堂主周展鹏又问。是的，他之前责罚过你，所以你怀恨在心，污蔑他？不，我没有。傅明书竭力自辩，可是从堂主周展鹏的目光中感到了不信任。你和秦执事之前有过节，所以你的话不予采纳。现场还有谁看到2人谁先出手的？话音刚落，威正殿中10多位女弟子
面面相觑。执法堂的调性很明朗了，周堂主说傅明书的话不可信，分明是借口。女弟子们没人上前说出真相，毕竟秦礼月势头很大，又有庇护，他们明哲保身，根本不敢多说一句。周展堂脸上浮出一抹冷笑，顾执事，事发当日你也在现场，你看到了什么？所有人目光聚焦到顾云溪脸上，顾云溪瞥了林天意一眼，仿佛心事重重。于情，他应该站在师姐秦礼月这一边，两人关系较好，平时多有关照。但是于理，他应该站在林天意一边。那天的事，他屡次规劝师姐，但是秦礼月脾气太过暴躁，他以为能够稳操胜券，谁知阴沟里翻船，反而被林天意打得落花流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其实那天我过去时候已经晚了，秦礼月和这位丹阳门弟子如何发生争吵的，我并不知道。顾云溪不紧不慢，他选择推脱。那么两人打斗时，究竟谁先出手？你有没有看到林天意将秦执事击伤？周展鹏追问。林天意看到顾云溪低着头，显然是在犹豫不决。他的证词很重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将决定林天意的处罚。我当时没有料到两人会打起来，至于谁先动手，我没有看清。顾云溪权衡之下，总算没有昧着良心，他不能得罪秦礼月，也不能冤枉林天意，思来想去，保持中立态度。好吧，既然如此，只能由我们执法堂来判定。周展堂说，在他看来，这件事已经了然于胸。秦礼月执事受了重伤，他是受害者，而林天意毫发无伤，他肯定是施暴者。谁对谁错其实并不重要，况且秦礼月执事在宗门地位比较，这么多对他有情有义的师姐师妹，他又该如何身体力行的照顾？此时他又看了顾云溪一眼，他还没有完全输，顾云溪身上还藏着一个突破口，只要搞定顾云溪，他就还有希望。由于今天执法堂没有确凿证据，所以林天意被释放回去，等明天再定。顾师姐，林天意离开执法堂后，在一条僻静山路上追上顾云溪。是你？你找我干什么？顾云溪迟疑一下，刚才在执法堂，你为什么没有说真话？你知道我是无辜的，有些事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无论如何，秦礼月执事是因你而受伤的，你应该受到责罚。顾云溪悲天怜人之心，天然的倾向于弱者。那天你也看到了，秦执事出手那么重，要是我没有功力的话，早就被他打死了。你觉得我出于正当防卫有错吗？秦礼月心狠手辣在先，不能因为他现在受伤了就能掩盖他的恶毒。林天意并无过分之处，不过是正当防卫，以牙还牙罢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刚才为什么不在周堂主面前说？顾云溪皱眉，因为我说了，周堂主也不会信我。你明白就好，摊上这件事，你只能自认倒霉。顾云溪说。林天意笑了笑，周堂主不信我的话，但是他相信你的话。我的话，我为什么要帮你？顾云溪冷漠看了林天意一眼，自己与他非亲非故，也没什么交往，而且还要得罪执法堂，为什么要帮他？不和你多说了，我要下山了，你自求多福吧。说完，顾云溪转身而去。顾师姐，前几天拍卖会上鹿茸路边这件事你知道吗？什么？顾云溪闻言心中泛起惊骇，他回过头不可思议地看着林天意，你刚才说什么？房氏上家又拍卖行，鹿茸路边的事你不会忘了吧？林天意凑近说。顾云溪心跳加速，他去拍卖行这件事行事低调，就连道侣温书璇也没有告诉他，而且顾云溪戴着面罩遮掩容貌，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你到底是谁？是谁告诉你的？哦，巧了，那天我正好也在方氏。说完，林天意用手掌遮住下半张脸，目光冷峻。你是小道友？顾云溪瞳孔地震，不自觉地用手捂住嘴巴。我花了25万灵石拍下鹿茸路边。林天意不再对顾云溪隐瞒，直接亮明身份，他现在需要顾云溪帮他解围。原来那天是你拍下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万万没想到，那天在嘉佑拍卖行风光无限的人，竟然是林天意。顾云溪心潮起伏，仿佛自己所有的隐私和秘密全部暴露在他面前。我不是说了，以后有缘会在合欢宗相见，说的没错吧？林天意笑了笑。所以你现在的目的是？我的要求很简单，希望你在周堂主面前替我说几句话，然后你要的路边我可以卖给你。顾云溪明白了，这是一场交易，看来这一切都是你事先安排好的。之前顾云溪向林天意提出过购买路边，但是被他婉言谢绝了。现在林天意需要他帮忙，就拿出路边引诱。你想的太多了，我是一个单纯的人，我知道你很需要这个路边，而且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顾云溪之前向穆招摇借灵石，然后不惜高价拍卖，最后又追着林天意购买，种种迹象表明顾云溪心里很急迫。我听不懂你说的话。顾云溪逃避林天意的目光，有些事他羞于启齿。路边可是壮阳之物，更何况9色神鹿的路边，即便是数百岁男人也能回光返照，一柱擎天。温执事正值壮年，莫非你在外面有其他男人？林天意故意用激将法。你胡说，我只是买根路边而已，你想的太多了。虽然顾云溪竭力否认，但是林天意从他慌乱眼神中发现了他的焦虑和不安。我知道你和温执事感情很深，是合欢宗有闻名遐迩的道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算这根路边给温执事，
他也无能为力。你的话很可笑，温执事需要吃一些补品而已。他是个勇猛精进的男人。顾云溪依然护着道侣，往他脸上贴金。恕我直言，顾师姐恐怕还是完璧之身吧。林天意单刀直入，摧毁他的心理防线。顾云溪僵在原地，身体内每根神经末梢都紧绷到了极致，他的底牌已经被林天意全部探知。你胡说什么？我说你和温执事结成道侣30年，从未尝过双修的滋味。又是一道晴天霹雳划过顾云溪心房，他苦心经营这段30年的秘密，竟然被林天意砸得支离破碎。合欢宗弟子为了突破修为，或早或晚都会采用双修模式，这会大大提升修炼速度。但是顾云溪和温书玄结成道侣之后，万万没想到他是一个无能的男人，他根本没办法双修。为此，顾云溪想了很多办法，全都于事无补。他就像没有脊梁骨的蚯蚓。30年了，顾云溪仅仅突破了一个小境界，他的修为还是筑基后期。如果他能到金丹境的话，起码在星宿门的地位会更高。他现在是花开正艳的时候，女人的花期很短，有些事错过了就再也不会有了。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事？顾云溪惊异地看着林天意，他怎么什么都知道，连道侣之间的秘密都了如指掌。他虽然只是一个外门弟子，功力却如此深厚，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秦礼月。突然间，顾云溪觉得林天意强得可怕，强得不知深浅。他的每一句话编织成一张牢不可破的蜘蛛网，洞悉一切，顾云溪无法反抗。温书玄欺骗了你30年，你却一直蒙在鼓里，而我只是和他接触了一下，我就已经知道了他的为人。林天意说。道貌岸然的温书玄霸占了顾云溪30年，荒地不耕，肥料不施，这对顾云溪是不公平的。欺骗？怎么你的话我越来越听不懂？他和温书玄在一起30年，维系道侣表面关系，但是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强硬的纽带维系，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顾云溪不能双修的话，就无法从中提升修为，与同龄女修相比，拉大了距离。不瞒你说，我与温书玄交过手，我发现他有2个秘密。第一个秘密，他的修为是金丹后期，但是凭我的感觉，他至少是元婴境中后期的功力。什么？顾云溪又震惊了。不可能，温书玄无法双修，他的修为不可能这么高。顾云溪无法从双修中提升修为，同样的，温书玄也不能。不过林天意是元婴境初期，加上系统的加持，实力至少是元婴境后期，而温书玄与他不相上下，足见他的功力深厚。既然连顾云溪都不知道他的真实修为，看来温书玄一定在刻意隐瞒。第2个秘密，我发现他的胡子是假的。顾云溪再次感到震惊，他的胡子是假的？这怎么可能？顾云溪疯狂回忆一些细节，在他印象中，道侣温书玄的胡子好像一直是同一个形状，他从没想过，也从未怀疑过这一点。这不可能，你又在胡编乱造。顾云溪摇了摇头，尽管30年来他也有过怀疑，但是都是一闪而过，从没有细想过。根在则阳生，阳在则虚生，你的道侣温书玄很有可能没有根部。林天意的话刺痛顾云溪心扉，难道他与一个没有根的男人生活了30年，自己还为他买路边，让他焕发活力，到头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顾云溪听到这里差点破防了，因为你是他最亲密的人，他一直对你有所提防，所以隐藏很深，而我只是与他接触了一次，他对我的戒心很少。那一次林天意与温书玄对掌，他没有料到林天意的真实修为，不经意间暴露了修为和假胡子。我还是不相信，或许温书玄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吧。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对你欺骗你的感情呢？林天意目光凌厉，单刀直入。他觉得温书玄这人不简单，远远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他隐藏得极深。不仅是道侣顾云溪，可能合欢宗的大部分人都被他温文尔雅的外表骗了。这不可能，温书玄是爱我的，如果他不能双修，当初为什么与我结成道侣？什么爱与不爱，在利益面前永远不堪一击。我怀疑温书玄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和你结为道侣，他在修炼其他功法。林天意的话一次次颠覆了顾云溪的认知，难道自始至终都是一场精心的欺骗？他不能完全确信林天意的话，但是又觉得他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温书玄的确有点神秘，只是他一直比较单纯，没往那种地方去想。所以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么多事？温书玄这人很危险，你在与虎同眠，你离开他越早越好。林天意说，他有一种直觉，合欢宗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温书玄这人绝对不简单，除了欺骗顾云溪，他还与乾元宗的护法沈玉有瓜葛，甚至冰清玉洁的合欢宗第一美女宋楚然也被他欺骗了。他身上的孽债很多，他是合欢宗的毒瘤。林天意想要识破温书玄的阴谋，那么通过顾云溪绝对是一条捷径。你的推理很精彩，但是也有很多破绽，就算我再傻，也不可能被他瞒了30年。顾云溪半信半疑，我理解你的心情，这种事一时之间的确很难理解。如果你做个有心人的话，一定能发现端倪。你是在关心我？顾云溪问。很多事情需要未雨绸缪，以备不测。如果你有什么疑惑，可以来找我。说完，林天意转身离去。顾云溪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今天林天意的话对他内心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温书玄同床共枕30年，他一次觉得他的道侣
如此陌生。炼丹大楼5号炼丹房，你回来了。周堂主没为难你吧？穆招瑶问道。他说我打伤了秦执事，可能的话，明天就要把我赶出宗门。赶出宗门？穆招瑶眉头一皱，他心里有些失落。这才吃上肉没几天，就要断供了，分离的这种滋味不好受。那你有没有打伤他？是他先打我，一招幽冥神掌，后来被我反弹回去，他自己吃瘪。林天意幸灾乐祸，既然你没动手，那应该没事。你以为执法堂会那帮人会秉公执法？他们也是挑人下菜，我一个外门弟子，他们哪会信我说的话？穆招瑶一想，林天意说的也有道理，这件事也和他有点关系。当初要是自己亲自去给秦礼月送丹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穆房主不必担心，是祸躲不过，该来的迟早会来。他的修为提升了，为了维护和抢夺资源，难免介入别人的因果。强者从不避祸。我与执法堂的苏执事倒有一些交情，可惜我的灵石都借给顾云溪了，不然的话可以花钱消灾。穆招瑶若有所思，灵石？我有灵石啊。林天意掏出钱袋，3万灵石够不够？你哪来这么多灵石？穆招瑶惊呆了，一个月薪不足100灵石的外门弟子，竟然有3万灵石，他怎么这么豪横？我以前家里积攒了一些救急用的，麻烦你帮我转交给那个苏执事，他不能把希望全部压在顾云溪这一条线上，用灵石疏通关系也是必要的。好吧，我尽力而过。穆招瑶接过钱袋，名义上他是帮助林天意，当然他也是帮自己，毕竟林天意留在他身边，对他的修为大有裨益。好吧，这炉丹药快要好了，你去添点火候。穆招瑶吩咐。林天意脱下上衣，往炉中加入调好的药引和矿物，进行最后的炼制。半个时辰后，林天意有些昏沉沉的。穆招瑶披了一件薄薄米色外衫，里面真空。我点了灵犀香，好闻吗？灵犀香。林天意心中叫苦不迭，这个香料具有催眠作用，难道穆招瑶又要对他图谋不轨？我还在炼丹，你要公私分明啊。林天意声音小了，在药力催引之下，炼丹时候更能达到一种忘我境界。怎么我以前没听说过？这是我传授给你的心法，你只要闭上眼睛听就行了。林天意后背感觉到一股温热，然后晕倒了。1个时辰后，穆招瑶穿上衣服，开始运转灵气，果然又有收获。金丹境中期，我又突破了。他体内灵气从涓涓细流汇成奔腾之势，前赴后继。提升修为之后，穆招瑶容光焕发，皮肤更紧致了，有种站在瀑布下冲凉的舒爽。双修让我进步，双修让我快乐。穆招瑶嘴中念着口诀，身体倏地悬浮起来，尽情体会灵气带给他的冲刷感，一层一层，无穷无尽。而躺在地上的林天意睁开眼睛，就像一根干旱的树干。双修这事千万不能让女人掌握主动，身体犹如浮萍，重心不稳啊。成功兑换2粒金乌丹，3000积分。林天意连吞2粒金乌丹，身体一下恢复了，加上他是先天纯阳圣体，体质过硬，经久耐操。穆房主，我醒了。林天意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爬起来，跟没事人一样。穆招瑶飞到他身旁，看得出你的战斗力很强悍，一般，世界第3，别太骄傲，骄傲使人疲软，坚韧力也会下降。你好好休息，过几天我再传授你炼丹心法。多谢穆房主赐教。穆招瑶离开了，他的去执法堂一次，给林天意疏通关系。系统检测到穆招瑶的好感度为85，加10点，返还加10000积分。林天意也没有白白付出，穆招瑶好感度提升，他的积分也多。姓名林天意，年龄28岁，修为4品元婴1级，体质先天纯阳圣体，积分98000。功法金刚护体神功，悬空大挪移，气息遮掩术，空间洗髓丹5粒，正阳丹1粒，聚灵丹2粒，玄冰丹1粒。林天意修成元婴近3天了，功力达到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速度方面，无论是飞行还是逃遁，转瞬即逝。成功兑换1粒初级元婴丹，8000积分。成功兑换1粒元神丹，10000积分。元神丹相当于更高阶的聚灵丹，对于稳固元神至关重要，不得不磕。系统中中高阶丹药的兑换积分越来越高。林天意估算了一下，要达成5品化神境，至少需要30多万积分，自己要加把劲了。嗑药之后，他又开始修炼，呼吸吐纳，包藏真元，明镜致远，通达万物。凝神之后，林天意仿佛嗅到了花的幽香，感触到露珠的清凉，真谛往往藏匿于细微之处。苍翠山谷，鸟鸣虫唱，洗涤心灵和污垢，净化灵魂。1个时辰之后，恭喜宿主升到4品元婴2级，心意所至，尽在不言中。林天意微微一笑，耳畔传来沙沙絮语，一切改变都是如期而至。越是领悟高层境界，越是有一种豁达心态。咚咚一阵敲门声，谁啊？是我，楚玉衡。原来是楚师妹，进来吧。林天意练修到一半，又要见缝插针了。他打房门，除了艳丽多姿的楚玉衡外，还有一个比他矮一点的年轻女孩。她是我妹妹楚玉润，这位是乐善好施的林师兄。楚玉衡介绍。见过林师兄。楚玉润小手攥着衣角，不停摩挲，比较害羞。她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连衣裙，身 V 领敞开，箍得紧紧的，特别是一对宝贝，每一次呼吸都尽显实力。相比楚玉衡的身姿绰约，她妹妹楚玉润
称得上是珠圆玉润。姓名楚玉润，年龄19岁，颜值89分，修为一品炼气1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1500倍积分返还。这么年轻，没想到这身材真是逆天。外面冷，小心冻着，快到进来吧。林天意赶紧招呼2位师妹进屋，希望我们没有打搅林师兄。楚玉衡说：“这哪是打搅，这简直就是送福利啊！”楚氏2姐妹闻言低头微笑，甜在心中。2位妹子坐下，林天意精神焕发，张罗着沏茶倒热水。姐姐，你说的这位大善人怎么住得这么寒酸？楚玉润皱眉，人不可貌相，林师兄有很多丹药，这些都是宝贵的修炼资源。待会你只要让他高兴，我帮你修为飞升。楚玉衡在认识林天意之前，修为是炼气3级，多年停滞不前。但是这段时间以来，他对林天意投怀送抱之后，既吃丹药，又有双修，内外兼具，进步神速。他现在快要到炼气境后期了。玉润，你放心，你姐是过来人，我带你来就是让你走捷径。妹妹楚玉润闻言点点头，表示默认。来了，热茶来了。刚才你俩有说有笑，聊什么呢？林天意端着2杯茶走了过来。我在说，我要感谢林师兄这些天来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楚玉衡说：“你这话就太见外了，刚才还说我什么乐善好施，我哪有这么伟大，不过是倾囊相授罢了。”林天意自谦，诚然，楚玉衡从他这里获得了不少优质修炼资源，但是他也获得了他的好感度，获得不少积分。林天意在用积分兑换丹药，获益更多，所以他觉得这些都是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相互作用而已。楚玉衡看了一眼妹妹，林师兄，你觉得我的妹妹长得漂亮吗？漂亮的不像话，特别是一双大眼睛，会说话似的，关键是年轻，这是最大的资本，各个方面都很水嫩。林天意毫不吝啬夸奖，词库都用尽了。看到他很满意，楚玉衡也很高兴。我妹妹玉润今年才19岁，昨天刚来的合欢宗，今天我就把她带到你这儿了。林天意和楚玉润相视一眼，又立即分开。我妹妹胆子小，没见过世面，以后啊，希望林师兄多照顾她一下，多给她一些资源。楚玉衡笑说：“这一点你放心，都是合欢宗的弟子，我肯定会帮她的。”妹妹楚玉润身上有1500的返还倍率，要好好的薅她羊毛。3人喝着茶，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楚玉润刚来时候还有点拘束，放不开，在姐姐楚玉衡不断撮合之下，他已经打开了心结，准备接受林天意给予的宝贵资源。系统检测到楚玉润的好感度为15加15点，返还加22500积分。你看，这说着说着，天色晚了，我也该回去了。楚玉衡说：“是啊，与你们聊天，总觉得时间不够。”3人都心照不宣起来。林师兄，我还有事要先走了，我想把我妹妹留在这里，帮你整理被子，干点活，这要问下她是否愿意了。妹妹楚玉润闻言，摸着自己脸颊，有些事讲究心诚则灵，双方都要自愿。林天意从不强迫别人，我听我姐姐的，我愿意被干活。楚玉润轻声。大事将至，他还有些腼腆。楚玉衡知道了妹妹心意，也替她高兴。她的悟性比较高，开悟越早的人懂得越多，成长自然也越快。那我这个多余的人也该走了。楚玉衡起身离去，林天意送他到门口。林师兄，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未经人事，你不可操之过急，轻轻点拨她，她领悟会很快的。楚玉衡关照，你放心，我自有分寸。说完，林天意从药瓶中掏出一粒晶莹剔透的丹药，这是筑基丹。我知道楚师妹已是炼气后期，再加把劲，筑基可期。今晚楚玉衡给他送了如此一个大礼，林天意当然不能亏待他。谢谢林师兄。楚玉衡拿起丹药，笑意盈盈。丹药资源太珍贵了，他此番前来也有收获。我和你都知根知底了，还客气什么？丹药只是其一，我还想着和林师兄解囊清寿。他为了妹妹楚玉润，忍痛割爱，牺牲了自己的资源。我懂，我不会亏待你的。明天晚上你再来，我给你开小灶，还望林师兄爱护身体，明天多加把劲呢。你放心，我的水库总是盈满的。林天意可以嗑药，又是先天纯阳身体，消耗再多也不怕。2人又聊了几句，楚玉衡这才依依不舍离去。不，林天意关上房门。此时楚玉润端坐在椅子上，就像一朵含苞待放、内外皆熟的花朵。玉润，玉润，冰清玉润，你这名字太好了，是我奶奶起的。你奶奶是个有心人，把你照顾得很好。楚玉润搓了下小手，放在腿上。他姐姐楚玉衡踏入修仙，说起合欢宗的人和事，都给他无限向往。法力无边，长生不死，青春永驻，人生的意义不就是如此？我在合欢宗就认识我姐姐一个人，你是第2个人。玉润妹子，人不在多，而在于精。我能给你别人都给不了你的东西。林天意说，他的丹药系统琳琅满目，只要有足够积分，兑换丹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林天意又给他杯中加了点热水，增进感情，促进日后交流。所以这次我很感谢我姐姐能给我这个进步的机会。你姐姐对你真的很好，她把自己的机会让给了你，你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是的。楚玉润喝了口热茶，心跳如锤。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他既期待又担心。你能加入合欢宗绝对错不了，不光你一个人努力修炼，还能通过双修博采众长，
比起其他宗门，优势非常明显。林天意说，很多人看不穿，说和欢宗是魔教，在林天意看来，这些都是偏见。没有体验过双修的人不会明了。如果修仙有捷径，那么非合欢宗莫属。这些我都懂，姐姐都和我说过了，你能懂我就放心了。我是怕你还小，我哪有小了？我比姐姐的都大。楚玉润嘟嘴，林天意赶紧喝了口茶，压压惊。看来楚玉润已经做好了准备，只差临门一脚。成功兑换1粒洗髓丹，200积分；成功兑换1粒炼气丹，200积分。玉润妹子，我这儿有粒丹药，你试试看。林天意掏出1粒洗髓丹，这是什么丹药啊？洗髓丹你听说过吗？吃了之后洗去体内污垢，神清气爽。你别骗我，给我吃一些不正经的丹药。呵呵，尽管放心，你要是不放心，那我先吃。林天意说完，把洗髓丹往口中送去，被楚玉润拦下，细腻的手如微风吹过，滋润了心田。林哥哥，我信你便是了。楚玉润将洗髓丹吞入口中，咕咚一下，囫囵吞走。不急，你先运气，待洗髓丹在体内开阳之后，你就会有异样感觉。楚玉润闭上眼睛，开始深呼吸。随着洗髓丹化解，他感到真气在逆流，一些沉重污秽在下沉，轻者上升，浊者下沉。这就是修仙的快乐吗？楚玉润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很新鲜，很奇特，很受用。大约半炷香时间过去，此时楚玉润已经渐入佳境。在他闭目洗髓这段时间，林天意也没闲着，他360度仔细观察着楚玉润。在这段过程中，楚玉润秀发时而飘起，脸上经脉时而滚动，脖子上时而有汗珠，而且在某些地方的振幅眼睛可见，超过了平时奔跑时的幅度。可以说，洗髓丹带给他的是一种全方面的由内而外的改变和焕新。林哥哥，我变干净了。楚玉润睁开眼睛，眼眸更加清澈透亮，他感觉自己身轻如燕，皮肤紧致，身上的暗疾也好了。你第一次吃洗髓丹，效果是最好的，以后多吃几粒，你会越来越干净。林天意府长，姐姐一直夸赞你的丹药很神奇，刚才一试，姐姐所言非虚。楚玉润高兴不已，他感觉自己迈出了修仙的第一步。来，我这还有炼气丹，你再吃吃。林天意又递上1粒丹药，虽然还未开始正式操练，但是身子骨先补一补，意气风发。今晚对于楚玉润来说都是第一次，包括第一次吃丹药，第一次洗涤身心，待会还有更重要的第一次，一定会刻骨铭心的。那我吃了。楚玉润将丹药放入口中，没有丝毫犹豫，他信任林天意。林天意将他带入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快吃吧，保你身子骨得劲。他还是一张白纸，炼气丹对他来说总是第一次效果最好。林天意也期待他在修为上的一些变化。不多时，楚玉润呼吸加重，体内灵气开始萌发，他身上温度开始上升，手脚变得温热，这是体内真气和灵气相互对冲，打通了他的灵脉，对他来说有着开天辟地的意义。楚玉润浑身颤抖，坚持住，第一关要挺过去。林天意守护在他身旁，为他打气。楚玉润咬紧牙关，踏上了修炼的第一步。他身上灵气开始溢出，衣服飘起，春光忽隐忽现。不要停，现在他顾不了这么多了，修炼要紧，一旦停下，就有可能导致走火入魔。反正今晚迟早是他的女人，让他看见多2点又何妨？又过了一段时间，风暴渐息，来擦擦汗。林天意关切地递上一条干毛巾。楚玉润擦了擦脸上的汗。我当年踏入炼气一级，花了足足5年有余，你吃了炼气丹，加上天资聪颖，相信很快就能突破了。如果我能够突破，小女子感激不尽，这辈子愿意服侍林哥哥。楚玉润进入合欢宗第2天就遇到天大机缘，他高兴不已。2粒丹药下肚，他的感受很明显，越发相信了姐姐楚玉衡的话。对于林天意，楚玉润也是感慨万千。从刚进门时的犹豫和忐忑，到姐姐离开后的空洞和失落，随着与林天意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温柔的心向他靠近，并且包容他，他越来越有一种说不出的想要与林天意同归于尽感觉。好了，现在丹药不能再吃了，身体扛不住。是的呢，我是有点累了。修炼重要，但是身体是自己的，要爱惜。下面放松一下，要劳逸结合。林天意说。楚玉润低头不语，愿意听从林哥哥的安排。楚玉润说完之后，紧闭嘴巴，再也不说话了。走，我们到内屋详谈。林天意走在前面，楚玉润跟在他身后。不需要你动，你只管休息就行了。你说停就停，对你修为上的提升，这一步不可或缺。1个时辰后，楚玉润醒来，我有变化了。他感觉自己的脸狭长了一下，手指也变长了，小腿也更有力了，丹田处变得深沉。恭喜楚师妹踏入炼气一级。林天意已经感受到他身上的灵气，修为提升，从0变成1。为什么刚才吃丹药我没有突破，现在却突破了？因为我帮你打通了最后1公里。林天意笑说，他为了楚玉润的修为可谓操碎了心。楚玉衡将妹妹托付给他，好好照顾，他也不能敷衍了事，辜负别人的信任。系统检测到楚玉润的好感度为60加45点，返还加67500积分。林哥哥，我觉得还不够，那再来。半个时辰过去，你现在觉得如何？身上灵气很多，我觉得在进步。
楚玉润起身来到桌边，抿了一口茶，在林天意软硬兼施、悉心照顾下，他的修为大有长进。之前对于合欢宗的误解和质疑，在他心中烟消云散。这次多亏了姐姐，还有林哥哥，一个把自己领进门，另一个倾囊而出。楚玉润暗想，现在他已是炼气一级，年纪轻轻，未来可期。在19岁年纪，超越了99%的修士。楚师妹，你要多休息，一旦入了门，不能太心急，欲速则不达。林天意劝说。很多人在修炼时太急于求成，殊不知根基不牢，反而伤了元气。楚玉润进步心切，如果太过频繁，吸收反而不及时，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取长补短。但是我总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也许是吃了丹药的缘故，也或许是楚玉润自身资质比较好，他依旧容光焕发，状态极佳。还有这种事，你过来，我再试试。半个时辰过后，林天一起身，仿佛一瞬间老了10岁，腰酸背痛，眉头拧在一起。你要去哪里？我开个窗户透透气，顺便走2步。你看天都快亮了，咱们抓紧时间。楚玉润毫无半点怜悯之心，不断催促。好，好。林天意已经累如狗。2个时辰后，日出东方，楚玉润穿上衣服，心满意足。他取出一个白色小药瓶，林天意掏出丹药，往里面投入丹药，1粒、2粒、11粒、12粒，还有没有？都空了，1粒不剩了。林天意心想，真是低估了楚玉润，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居然后劲这么大，根本招架不住。自己才28岁，也没这么老态龙钟吧？以后一定要有所控制，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夜夜掏空，夜夜空，迟早有天会引发严重旱灾的。嘻嘻，谢谢林哥哥的丹药，不妨，这是你努力的回报，你是应得的。我扶你起来吧。不用，不用，我是软，但是我的腿可不软。林天意闻言连连摆手，不能再让楚玉润靠近自己了，万一无意间又触发了机关，自己可就又要遭罪受了。望洋兴叹的感觉可不好受。林哥哥，你白天在忙什么呢？修炼吧，还有炼丹上的一些工作，事也不少。林天意叫苦不迭，以前炼丹时真的就是炼丹工作，最近穆招摇给他加了不少额外工作，比炼丹可累多了。那要不你白天炼丹时候，我留在家里帮你干活，打扫屋子。楚玉润说，别，千万别，我知道你很有上进心，尝到了一些修炼上的甜头，欲罢不能，但是万事万物都要遵守细水长流的法则，凡事要留有余地，不可一撸到底，竭泽而渔。林天意当然知道楚玉润留在这里的动机，还不是为了他兜里的丹药，他又不是先天纯阴体质，丹药不能天天吃，吃多了会乏味，甚至味同嚼蜡，适可而止，吃几天歇几天，这样的效果最好。好吧，我懂了，可能我太心急了，我太想进步了。既然我俩有了这层关系，我以后也会充分考虑你的情况。你回去之后要多修炼，冥想静坐，参悟修炼上的道法。林天意耐心解释，之前我不知道，现在觉得林哥哥之才连绵不绝，好汉不提当年勇，不提也罢。他记得第一次和南宫姬，简直可以用大江东去浪淘尽来形容，现在嘛，变成了支流。当然了，林天意毕竟比楚玉润大了这么多岁数，对他照顾多一点也是应该的。此时天色已亮，草长莺飞，万物恢复生机。要不你先回家吧，我想一个人休息一下。楚玉润没有要走的意思，林天意不得已下了逐客令，那就不打搅你休息了，来日方长，下次再来玩。楚玉衡整理好衣裳，把药瓶放入袋中，往门口走去。林哥哥，怎么了？我想再来一次。什么？不可以，不可以！林天一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再这样下去，可就要釜底抽薪了。最后一次，我保证今天不会再烦你了。楚玉润一对楚楚可怜的大眼睛，碧水离离。好吧，真的最后一次了。林天意一手扶着腰，支棱起快散架的身子骨。嘻嘻，又是一个时辰。下午时分，林天意接到执法堂的传唤，上次他打伤秦礼月一事，应该今天就能有结果了。合欢宗、执法堂、正威殿。什么？你要改口供？堂主周展鹏露出诧异神色。大殿之上，周展鹏、苏执事以及顾云溪和林天意正在对峙。秦礼月先使出法器，然后又轰出幽冥神掌。这位林师弟一直都在防御。顾云溪向执法堂2位领导禀告，现场气氛骤然一紧。可是你昨天不是这样说的？我回家一想之后记起来了。顾云溪更改了口供，他在为林天意洗脱罪名。林天意故作镇定，表面波澜不惊。看来昨天一番话起到了作用，心高气傲的顾云溪站在了他这一边。我之前就说了，我没有打伤秦丽月，现在新秀门顾师姐也这么说，周堂主总该信了吧？林天意进一步推波助澜，这下轮到周展堂傻眼了。他本想将林天意逐出合欢宗，为秦礼月出一口恶气，现在他有了人证，而且顾云溪也是新秀门执事，素有道德之名，他的话可信度颇高。苏执事，你怎么看待此事？此时，一位头发半白的长者眨了下眼睛。昨天穆招摇拿着3万灵石去贿赂苏执事，关系应该搞定了。我验过秦礼月的伤，他除了幽冥神掌外，的确没有其他外伤。这幽冥神掌是新秀门独家功法，林天意是丹阳门外门弟子，只会炼丹，不会功法。在下认为，顾云溪师妹的说法
有一定可信之处。苏执事这只老狐狸，他明面上不敢得罪周堂主，私下收了灵石又不能不办事，所以他借着顾云溪的话说是这样也好推脱责任。现在此事有顾云溪作证，加上执法堂的苏执试验商报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天意对秦礼月施加了伤害，那么这件事堂主周展鹏也无法私自干预。经过执法堂调查和取证，林天意打伤秦礼月一事证据不足，不予处置。堂主周展鹏掷地有声：太好了！林天意扬眉吐气。一旁的顾云溪看了他一眼，目光立即躲闪，在堂上要避嫌，掩人耳目。谢谢周堂主。苏执事秉公执法，明察秋毫。林天意致谢，表面功夫要做足。这件事他侥幸逃过一劫，不难保证下一件事又来叨扰执法堂。秦礼月执事的伤虽然与你无关，但这件事也是因你而起，判罚扣停半年薪水，引以为戒，杜绝再犯。从堂主周展鹏角度来说，他要维护合欢宗的团结，一碗水要端平。秦礼月毕竟受了重伤，在不知情的人眼中他是弱者，现在扣除林天意半年薪水，象征性处罚一下，周展堂也好向其弟子交代。好在林天意根本不靠薪资度日，就当给周展鹏一个台阶下。现场除了林天意之外，最高兴的人莫过于苏执事，他那3万灵石可以落袋为安了。天荡山，山妖难灭。顾师姐，请留步。林天意瞅准机会，见四下无人，上前叫住顾云溪。他回过头，睫毛颤抖了一下，就像一只被惊扰的蝴蝶。顾云溪上衣很薄，箍得很紧，致使胸和腰的比例更加突出。很难想象，一个有30年道侣的女人，还能散发出处子味道，纤尘不染，无人来嗅。你的忙我已经帮了，你还想怎么样？哦，你已经帮我解了围，但是你的心结还没解开。林天意说：我的心结？顾云溪抿嘴，你也不想一直和温书玄道侣有名无实吧？顾云溪一听，脸色红了。在合欢宗内，双修是一个可以随便谈论的话题，甚至女修们更热衷于此，并不忌讳。但是顾云溪骨子里还比较保守，总觉得双修之事过于隐私，特别是他与温书玄保持30年的模范道侣，受到道德捆绑，谨言慎行。还有一点，他和道侣无法双修的事被林天意窥破，更让他羞愧难当。我每天有很多事要做，双修对我而言可有可无。你现在这个岁数，还有几年花期？你如果不想双修，当初为何要加入合欢宗？当初又为何要找道侣？林天意单刀直入，他感觉顾云溪表面上装深沉，其实他内心是有些许骚动的。如果说他还没心动，那一定是勾引还不够。顾云溪身上有4000倍积分换返，即使千难万阻，坚如磐石，林天意也必须拿下他。修行之路漫漫，积分很重要。我的事你操什么心？这件事不仅仅是你和温书玄的事，我也被牵连其中。顾云溪更加疑惑了，一个炼气初期外门弟子，能量倒是挺大的，林天意身上的秘密让他揣摩不透，增加了好奇心。难道温书玄与你有过节？那倒没有，那天下山从房市回来，遇上乾元宗的人抢劫。我听说温执事之前和乾元宗长老沈瑜有过节，我也托了一位女掌柜在查乾元宗的事。沈瑜是有这个人，他和温书玄之前是好兄弟，后来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分开了。顾云溪应道：原来如此。之前第一美女宋楚然想让温书玄杀了沈瑜，现在看来应该是所托非人了。乾元宗里一些恩恩怨怨，云里雾里，林天意决心要捋一捋。他现在可不是普通的炼气初期，也不是普通的外门弟子，只要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好吧，温书玄的事我会去查，不光对我，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顾云溪与他是道侣关系，彼此利益捆绑，必须撬开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林天意才能拉顾云溪上他的船。林天意转身离去，请等一下，我给你看2样东西。顾云溪主动叫住了他，说完，他从怀中掏出一小撮毛发。你从哪找到的？林天意问。今天早上，趁他去丹阳门时候，我在他书房抽屉的夹层中找到的。昨天，林天意告诉了他很多有关道侣温书玄的秘密。顾云溪第一次听到后，感到很震惊，也不相信他的话。但是，女人的心总是很敏感的。这30年来，他想尽和用尽了办法，都无法和温书玄双修。而且，他对待双修这件事，忽冷忽热，闪烁其词，并以各种理由推脱。顾云溪心里很急，但是也无可奈何。所以，听了林天意的话之后，他有意识的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这就是他的假胡子。林天意断言，顾云溪有些失落，他曾经最信任的道侣对他欺骗和隐瞒。据我所知，有些男人胡子会很少，因人而异。顾云溪强装镇定，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只有心虚的人才会掩饰。掩饰？顾云溪似有所悟，正常男人胡子少一些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温书玄故意去掩饰这件事，这就叫欲盖弥彰。此地无银300两，我还从他桌脚下方找到一粒丹药。顾云溪说。林天意接过这粒丹药，他看了看，又嗅了嗅。这粒丹药的名字和成分我不清楚，能否给我？我去问一下木房主。炼制丹药少则用几种原料，多则用几十种原料，而且配方和药剂都不相同，仅仅看外观
很难分辨其中成分。你拿去吧。顾云溪刚说完，心里有些后悔，他竟然在林天意面前出卖自己的道侣温书璇，这两个男人应该相信谁？他心中的天平似乎开始倾斜，他的土壤开始松软了。如果有丹药的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顾云溪点了点头，两人就此分别。林天意沿着小路疾步往家里赶。现在天还没黑，师妹们还没蠢蠢欲动，趁这个时候，他要抓紧时间修炼。楚师妹，你怎么来了？林天意还没到家，看见楚玉衡站在门口，大吃一惊。怎么啦？我都想了你一天了。楚玉衡穿着一件宽厚大衣，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天都还没黑，你也太早了吧？林天意面露难色，这蓄水池才只有半仓而已。你看，不如这样，你回去先吃个饭，然后在山上兜一圈，2个时辰过后再来这里。林天意规劝，一个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儿女情长为轻。楚玉衡没有回答，直接走到林天意面前，然后敞开了大衣。林天意看了一眼，立即心跳沸张。大衣里面别有洞天，所有布料加在一起都没他的手掌大。林师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诚意？过了几秒钟，外面风大，站着会着凉的，还是到屋里说话吧。林天意打开门，楚玉衡会心一笑，跟着他进了门。半个时辰过后，屋子里冒出烟雾缭绕的热气，这是双修进行时到达至真时刻的烟火气。林天意躺着，眼睛望着房梁。我想我妹妹了。楚玉衡拨弄着发梢。林天意是疲惫之师，而他是以逸待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都好，你俩哪都好。这是一道送命题，夸了楚玉润就是对不起楚玉衡，夸了楚玉衡就是对不起楚玉润。两姐妹都很好，待人接物方面都很有天赋。林师兄，快说嘛，我和她肯定是有区别的。楚玉衡不依不饶，女人嘛，总有些小心眼，非要比一比，有比较才会有进步。你要说有，的确有差别，说说看，我想听嘛。换了好几个词，一直不通过，不写了。好你个林师兄，敢说我让你完蛋。求轻点。半个时辰过后，成功兑换1粒金乌丹，1500积分。楚妹妹，帮我去对面桌上拿杯茶。幸福来得太快，也遭罪受。林天意节约最后一点力气。楚玉衡笑着起身，倒了一杯茶，端了过去。林师兄，我看出来了，你对我是有保留的，我要不开心了。女人的感觉不一定是对的，不能看数量，要看质量。量你也不敢。楚玉衡递上茶杯，林天意仰坐起来，拿着丹药吞下，一股元气缓缓汇聚，体内感觉到了暖阳，气血上冲。要是自己不是先天纯阳身体，恐怕早已形如枯槁。他暗惊，看着眼前可人的楚玉衡，林天意感到力有不逮。楚玉衡不停地对着他挤眉弄眼，搔首弄姿，变换姿势放电。到底是千幻门弟子，擅长媚术，普通道行低的男人根本抵不住。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林师兄最好了，不仅给我丹药，还和我双修，助我修炼，毫无保留，不惜耗损真元。楚玉衡说，好，你明白就好，我平时没有白疼你。双修名义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各取所需，不过时间一长，难免日久生情，唯有双方心意相通，林天意才能最大程度的毫无保留，有的放矢。楚玉衡比较乖巧，深得他的心。对了，大后天就是内门弟子竞技比赛了，你有没有报名？楚玉衡问。合欢宗每年都有一场外门弟子晋级内门弟子的比赛，选取前15至20名成绩优异者，晋级之后会有正式师傅，只有当了内门弟子才算在合欢宗有归属感。我已经报名了，不过我的修为太差了。林天意自谦，他已经是4品元婴境，与宗内堂主实力相当，比起那些外门弟子不在一个数量级。我看你也嗑了不少药，双修也不少，你应该至少是个筑基了吧？怎么还在练气出气？这一点也让楚玉衡感到惊讶。照理说林天意有这么多丹药，修为应该不差，但是为什么灵气看上去这么少？可能每个人体质不同吧，我吃了不消化，况且我天赋极差，是个废柴，吃再多丹药也于事无补。林天意编了个理由搪塞过去，其实他的修为被遮掩了，应该是系统故意为之。无论他怎么嗑药，无论他怎么双修，无论他怎么修炼，在别人看来他始终是练气出气。我也报名了晋级赛，如果我们能到秘境探险环节的话，我俩可以组队啊，你就不怕我会连累你？外门弟子晋级内门弟子需要经过4轮比试，其中一个环节是秘境探险，由4位外门弟子组队共同完成比试。林师兄对我好，我们一起进步吗？师妹啊，我又有感觉了，那还等什么？抓紧时间啊！林天意闭上眼睛。半个时辰后，这是给你的1粒炼气丹和2粒聚灵丹，赛前补身子肯定有效果。楚玉衡看到丹药后心花怒放，多谢林师兄成全，今天我俩就到此为止吧，记得回去好好练气化精。好的，不打扰师兄了。楚玉衡心想，今天3板斧下去，林天意估计也差不多了，再在这里耗下去白白浪费时间，那我就不送了，回家看着点路。林天意并未起身，楚玉衡穿上大衣，系紧腰带，与林天意道别。现在林天意巴不得他走，自己好安静一下。他刚走到门口，打开门，看见一个熟悉的倩影。南宫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林师弟，向他取经。南宫讥笑说，取经？楚玉衡会心一笑，心中明白了大半。林师兄应该还能起事，但是别抱太大希望。
那我先走了，我回去修炼消化了。你这么狠，林师弟迟早油尽灯枯。两人嘻嘻哈哈，巧笑嫣然。南宫基看着容光焕发的楚玉衡，心里别提多羡慕了。他知道这个师妹一直想进步，得到一点甜头之后，欲罢不能，顿顿想吃肉。其实很多事，目光要长远，双修固然重要，但是一定要细水长流。南宫基推门而入，林天意一看是他来了，心中咯噔一下，这是要把他往火坑里推啊！不过好久不见，南宫师姐好像更漂亮了。她今晚穿着一件吊带丝质长裙，柔软的面料贴着胸前，硕大隆起，极具视觉冲击力。一双修长手臂白得发光，细腻光滑，特别是一双美腿，走起路来一步三摇，风情无限。南宫师姐，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有这么多小师妹陪你，是不是把我忘了？南宫基故作娇嗔，不会，忘了谁都忘不了南宫师姐。你少贫嘴了，新人总比旧人好。南宫基走进内屋，坐在林天意身旁。师姐气色不错，皮肤更有光泽了，还不是吃了你的驻颜丹？你看我的脸，吹弹可破。南宫基本来长得天生丽质，吃了美颜丹之后，就像一个剥了壳的熟鸡蛋，白里透光。看你这么憔悴，恐怕我这次是无功而返了。南宫基蹙眉，别人来的话，我肯定让他打道回府了。南宫师姐的话，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不会倒下。所谓小别胜新婚，南宫基成熟风韵，和他双修，时间过得很快。算了，免得让我空欢喜一场。实打实，包你有。两人对视一眼，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知不觉半时辰过去。南宫基起身整理衣衫，盘起漂亮的长发。今天可真难为你了。他面露愧色，虽然林天意付出了很少，但是他能感受到拼尽全力的诚意，或多或少，结果并不重要。这次双修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成功的，下次再补你多一点，希望日后你能在修为上有一定突破。林天意勉励。对了，我听说你去了执法堂，事情了结了吗？哦，是星宿门秦礼月的事，堂主说没事了，他的伤与我无关。你一个外门弟子，竟然挑战宗门之事，你也太强了吧！林天意的事，南宫基有所耳闻。上一次林天意打跑了骚扰他的周峻岭，这次又是秦礼月，他只是练气初期，身手却如此了得。南宫基啧啧称奇，对他刮目相看。我是一个废柴，虽然吃了不少丹药，但是灵脉时常紊乱，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林天意解释，呵呵，你这种功力我倒是第一次碰见。对了，马上就要内门弟子晋级赛了，你要好好休息，积极备战。南宫基毕竟比楚玉衡、傅明书与美禅等人年长几岁，他比较体恤人，不会一味的索取。还是南宫师姐关心我，不要忘记当初你承诺的奖励哦。什么奖励？南宫基眨着漂亮大眼睛，你说的3天内不限次数。去，好高骛远，你行吗你？林天意掏出聚灵丹和筑基丹，交给南宫基，用于巩固两人感情。林天意打算把它发展成长期的、稳固的双修关系，时不时给他一点丹药，但是一次不能喂得太饱。每当有需要了，南宫基自然会找他。好东西要一点一点给。今天差不多了吧？我看你是强弩之末了，别硬撑，给自己存一点。我知道，我下次一定好好照顾你。林天意点点头，体内真元一旦流失过多，恢复起来会较慢，得不偿失。面对如花似玉、张力满满的南宫基，林天意只能下次金戈铁马了。南宫基识趣的走了，现在他什么事都不想干，只想好好的睡一觉。第二天，炼丹大楼，林天意来到5号炼丹房，除了穆昭瑶之外，温书玄执事也在。温师兄，这批炼好的丹药就有劳你了。穆昭瑶将手中药匣交给温书玄，这2周来炼制的回春丹、明元丹以及复灵丹共计49粒，有劳穆师妹了。温书玄口中念着口诀，指尖闪出一道封印，像是一个罩子套在药匣上。他注意到了林天意，脸色紧绷。两人之前交过手，虽然最后势均力敌，但是温书玄算是惜败。他意识到林天意不简单，看上去只是炼气初期，但是恐怕至少也是金丹后期的实力。林天意的修为和他一样隐藏了，这说明修炼了其他的邪门功法。不过温书玄害怕的不是这个，而是林天意知道他的假胡子。这几十年来，他以顾云溪为结成道侣为掩护，遮人耳目。其实他在合欢宗修炼了不为人知地功法，这个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连顾云溪也一直蒙在鼓里。比起双修互助，温书玄暗中修炼的这套功法更加激进，更加迅猛，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邪修。只是为了这个邪修，他的牺牲也很大。温师兄何时动身？圣女和诸位长老都在催促，我这就动身去沧浪峰。沧浪峰是合欢宗的一个分封，位于大陆东部。最近这1个月以来，那里的合欢宗弟子与乾元宗和天剑宗弟子爆发了多场冲突，多位合欢宗弟子遭受重创。温书玄身为灵医师，此番带着炼制好的丹药为弟子们施以援手。听说乾元宗和天剑宗的人是为了抢夺一座金矿。穆昭瑶问，一晶石等于1万灵石，是一种稀缺资源，有这方面的原因，也有人说和圣子失踪有关。正道和魔道向来是不两立，如果事态再演变下去，难免不会爆发全面大战。温书玄说，合欢宗的掌门已经闭关20年了，宗门具体事务
主要由2位护法以及圣女决断，而圣子作为圣女的炉鼎竟然失踪了，下落不明。合欢宗高层之间的交锋震荡，可见一斑。听到这里，穆招摇心中悸动。他听说上一次的正道和魔道大战发生在1200年前，最后合欢宗的圣子和圣女使用合欢双臂剑，并联合玉灵宗、幽冥宗等魔门，摧枯拉朽，将正道修士们打得屁滚尿流，而从一举奠定合欢宗魔道之首的声誉。合欢宗最厉害的大杀器就是合欢双臂剑，需要圣女和圣子珠联璧合，如果少了一方，威力会大打折扣。温师兄此去也要小心，至于顾云溪那边，如果有什么事，我会照顾他的，有劳了。说完，温书玄执事提着药匣离开5号炼丹房。临走时，他和林天意对视一眼，林天意感觉到一股杀气，还有诡谲气氛，仿佛是他的一颗眼中钉。丹炉里的丹药我已经清空了，你待会刷洗一遍。好的，我刚才听到你和温执事的话，沧浪峰那边出事了。林天意听到什么乾元宗、宗门圣女、合欢双臂剑等，产生了好奇之心。穆招摇并未回答，在他看来，这些事都与林天意无关，就算让他知道了，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你别管别人家的事，你和执法堂的事都处理完了。是的，多谢穆房主，这次苏执事暗中帮忙，不然的话，周堂主不会打消疑虑。穆招摇为了搭救林天意，用灵石贿赂了苏执事，让林天意继续留在合欢宗，留在他身边。上一炉丹药昨日已经出炉，5号炼神离焰炉内一片冷寂。作为炼丹房的杂役，林天意日常做些清洗，准备和炮制药材工作。看来你是吉人天相，你现在去刷洗丹炉，还是先庆祝一下？穆招摇语气加重。庆祝一下？林天意一脸懵逼，揣摩穆招摇的深浅。刷洗丹炉太辛苦了，我想还是庆祝一下吧。这是林天意基于本能的选择。穆招摇背过身去，用手一挥，炼丹房大门随即紧闭。林天意的喉结上下移动了一下，这一次能不能不要闭眼睛？随你。林天意闻言大喜，之前几次穆招摇要求他闭眼睛，他错过了很多绝美的风景，今天他要大开眼界。呼呼呼，穆招摇又一挥手，炼丹房内30盏蜡烛全部熄灭，一片漆黑。怎么能这样？还是看不见啊？林天意发现自己上当了，即使睁开眼睛也什么都看不到。过了一段时间，炼丹房里安静的可怕。穆房主，你在吗？你在哪里？在漆黑炼丹房中，林天意眼前突然看到一团光亮，硕果累累，缓缓走来。半个时辰之后，炼丹房内偃旗息鼓，林天意就像一条上岸的鱼，直挺挺躺在地板上。人美调顺的穆招摇在他眼前一闪已过，他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看见。此时穆招摇穿上衣服，手指一挥，30多盏蜡烛死灰复燃，房内又开始明亮起来。他凝神静气，每当这个时候是他灵气最旺盛时候。双修之后，阴阳调和，炼精化气，灵气的积压能够提升修为，修为升阶之后带给他一种酣畅淋漓感觉，而且每一次双修之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不可遏制，让穆招摇想要下一次。不可以，不能让他以为自己是一个放荡的女人。穆招摇暗想，在合欢宗的双修过程中，女方获益良多，但是主动权往往不在女方手中，所以会出现女方讨好男方，孜孜以求。穆招摇一向传统，他成为炼丹房弟子就是为了抵御欲念，宁缺毋滥，找到一个称心合意的道侣。没想到林天意无意间一次救赎，竟然打开了他内心闸门。原来双修如此有趣，女人的意志是无法抵住的。他30多年信仰崩塌了，在欲念面前，他根本不能控制自己。既然这样，又何不敞开胸怀？他深呼吸一口气，感受黯然销魂的惬意。穆房主，你没事吧？林天意已经醒了，双脚一蹬，站了起来。他与穆招摇一起搭档炼丹，差不多有3年了。他一直以为穆招摇是一个守旧的女人，没想到双修时候竟是如此主动霸道。相比其他女修，林天意有种如履薄冰感觉。看来，无论外表多么坚强的女人，也是有需要的。这也是合欢宗长盛不衰的本质原因，符合人性。世间万事万物都需要阴阳交融，没有这种交融，任何生物都没有下一代。无论是天道、法道还是人道，都离不开阴阳道。没有尝试过的人不会明了。你这么快就恢复了？穆招摇暗暗吃惊，这必然对林天意是一种莫大的消耗。他的体质果然与众不同，我休息一会就没事了，很快就会满的。虽然消耗快，但是补充也快，这也是林天意最大底气。正是有了这种先天纯阳体质，他才能在合欢宗在各个赛道如鱼得水，倾其所有照顾师妹。你在炼丹方面的表现很好，每一次都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很受用。不就是干活吗？这活当然越干越得劲。林天意嬉皮笑脸，他和穆招摇捅破了这层关系，感情更亲密了。系统检测到穆招摇的好感度为90，加5点，返还加5000积分。得到穆招摇之后，他的好感度也在飞速上升。穆招摇看了林天意一眼，俊美的外表，强健的身躯让他沉陷，想不到自己也是颜控。穆房主，我想麻烦你一事。你说什么事？我这有粒丹药，你能不能帮我鉴别一下？说完，林天意将手中丹药递给他。这粒丹药是顾云溪给他的，也就是温书玄的。穆招摇接过丹药，
仔细端详起来。这粒丹药有种淡淡的香气，这是天心草的味道。天心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功效。那你知道这是什么丹药？看不出来，除非把它碾开。可以。于是穆招摇搓开手上丹药，凑近眼前。炼制好的丹药，各种原料混杂其中，根本无法辨认。穆招摇是炼丹师，也只是凭借经验推测其中的药性。金阳枝、龙骨粉、灵竹果、赤金草、鹤藤。穆招摇喃喃自语：“你看出来了？”穆招摇摇了摇头：“我知道有几种成分，或是相似成分。这粒丹药炼制工艺很高，普通炼丹炉根本不行，所以我认为这是丹鼎宫的丹药。丹鼎宫是唯一正统的炼丹门派，丹药品质首屈一指，连穆招摇都看不出来。”林天意有些失望。不过依我之见，我想起有一种神丹，名叫姻缘丹，也有这几种成分。姻缘丹怎么听起来这个名字怪怪的？这是什么丹药？有什么功效？姻缘丹是一种专为处子女人所用丹药，抵御邪气，不仅可以突破修为，还能激发姻缘。据我所知，宗门圣女也有这种姻缘丹。女人吃的还得是处女，那如果男人吃了呢？男人怎么可以吃？男人吃了的话会有很大副作用，会损耗阳气，变得不男不女。穆招摇说。林天意似有所悟，温书玄的丹药果然有问题，他要尽快告诉顾云溪这个真相。对了，这粒丹药你是怎么来的？哦，我山下一个朋友带上来的，他也是捡到的。你也是个炼丹师，这种来历不明的丹药不能乱吃。穆招摇告诫。林天意有点哭笑不得，正常男人谁会吃这种丹药？知道了。2个时辰后，林天意离开炼丹大楼。此时天色已经昏暗，他心里想着顾云溪，于是往新宿门方向走去。不多时，一众新秀门女弟子鱼贯而出。林天意看到了顾云溪的倩影。顾师姐，我在这。林天意躲在一棵大树后。顾云溪听到了声音，为了避人耳目，他绕开人流，然后走了过来。你找我有事？那粒丹药我找穆房主看过了，他说是姻缘丹，是女人吃的丹药。顾云溪眉头一皱，他之前听一位长老说过，宗门圣女是处子也吃这种姻缘丹，女人吃姻缘丹没问题，但是他的道侣温书玄吃姻缘丹就有问题了。他是一个男人，竟然吃这种药。顾云溪有些气愤。姻缘丹是一阳丹药，而双修的话，男人阳气越足越好，女人才能从中受益。如果温书玄真的吃了这种姻缘丹，那么他也损害了顾云溪的利益。他现在后悔不已，当初为什么和温书玄结成道侣？恕我直言，你的道侣有点太自私了。他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顾云溪着想。一个女人跟着他30年，却不能双修。对了，我在他书房还有一个发现，有一面墙似乎是个暗门。顾云溪说。暗门？你进去了？温书玄没有嗑药，也没有双修，修为却突飞猛进，肯定有他不为人知的秘密。我试过了，但是我的力气太小，根本无法打开。顾云溪叹息。打不开？林天意一怔，温书玄一定有所提防。我下午在炼丹房见过他，他好像去沧浪峰送药了。是的，他要去10天，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顾云溪话刚说出口，不禁脸红了。自己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不会让人觉得是在引诱吧？他不在家，这是一个机会，或许打开暗门之后，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林天意说。可是顾云溪欲言又止，红晕上颊。顾云溪家里这道暗门，凭借他的功力根本无法打开。他想借助林天意的力量，但是随便让一个男人去他家里，似乎有些不妥。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危险系数很大，而且要是被温书玄知道的话，他带一个男人回家，温书玄肯定会气急败坏。但是强烈的好奇心又促使他想要了解幕后真相。现在温书玄不在家，这是一个机会，我可以帮你打开家里的暗门。林天意已是元阴境，他的功力比温书玄强，既然他能打开的暗门，林天意当然也可以。我怕有关温书玄的事，现在只有顾云溪和林天意2人知道，他的确是最佳人选。顾云溪顾虑重重，这会不会对道侣温书玄是一种背叛？你还犹豫什么？他欺骗了你，难道你还想过这种没有双修的日子？这句话刺中顾云溪的心扉。自己加入合欢宗，不就是为了双修？他虽然比较传统，但是骨子里也想着风花雪月，也想着被人探索的滋味。随着年龄增长，这种需求越发强烈。我是在帮你，我在帮你就属你自己。林天意斩钉截铁，他不仅仅为了顾云溪，还有幕后的乾元宗，还有宋楚然的仇家，这些都与温书玄有关。还是下次再说吧。顾云溪咬紧嘴唇，带一个男人到家里，太大胆了。好吧，这件事决定全在你。林天意知道顾云溪的担心，他心里很急，但是也不能强求。顾云溪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这种正经人妻值得尊重。那我走了。林天意转身离去，他走了大约10来步，顾云溪叫住了他。还有事吗？顾云溪双手指尖不自觉搓着衣角，耳朵泛起珊瑚色光晕。如果你有空的话，那今晚就来吧。说完，顾云溪迅速转身，一路小跑离开了。他权衡之下，还是选择解开他的心结。如果不这样做，他会寝食难安的。离开顾云溪之后，林天意没有直接回家，他去了西崖。他想起了于美禅师妹，上次一别已经过去多日了。于师妹在家吗？他在门口轻声呼唤。不多时，于美禅出来开门。
他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脖子上还有一些晶莹水渍。林师兄，你怎么来了？我从星宿门回来，经过这里，顺道看看你。于美婵穿着一件淡黄色对开襟衣衫，沟壑若隐若现，下身穿一条碎花短裙，露出一截牛奶白的大腿，散发着青春的气息。于美婵不觉一笑，上一次林天意帮他解了围，两人又有了肌肤之亲，他对林天意很有好感。他没了爸爸，在合欢宗，林天意就是他的靠山。林天意走进屋子，于美婵跟在他身后。吃了丹药之后，有没有修炼？有，我每天修炼2个时辰，感觉进步很大。你还年轻，只要过了筑基这道关，你就能在合欢宗站稳脚跟。对于修士来说，2品筑基境是一道门槛，很多人到了7、80岁依然不能突破筑基，一生郁郁寡欢，悲悲戚戚。而一旦到了筑基境，代表了一定天赋，还有内门弟子身份，可以领取优厚的薪水，合欢宗也会给予资源。像于美婵这种情况，她无依无靠，只能通过快速修炼抬高地位。是的，只是在修炼方面，还希望林师兄多多点拨。在合欢宗快速进步，一个是嗑药，另一个是通过双修。排除极少数天赋很高的修士，大部分人没有机缘，要想靠努力和勤奋，根本不可能在宗门出人头地。在于美婵眼中，林天意堪称完美男人，他既有丹药，又能以纯阳之体双修，给他带来愉悦。成功兑换1粒洗髓丹200积分，成功兑换3粒炼气丹600积分。这些丹药你拿去吧，其实你的天赋并不低，你只是缺乏正确的灌输。只要你相信我，我一定保证你尽快踏入筑基境。林天意说。于美婵听后心花怒放，谢谢林师兄。系统检测到于美婵的好感度为80加10点，返还加25000积分。林天意也很高兴，自己不过随口说了几句话，又到手了不少积分。林师兄，不知你现在是否愿意对我赐交1、2？可以，我来给你疏导一下。林天意一把抱起于美婵，柔弱无骨，一男一女共处一室，郎情妾意，鱼水之欢是水到渠成的事。小鱼在吗？突然间，门外传来一个男人声音，是谁？应该是我姑父。姑父。林天意放下于美婵，在屋内找了个地方暂避一下。来了。于美婵套上一件外衣，然后去门口开门。只见一个老男人手上拿着一条鱼竿，笑着站在门口。小鱼啊，我特意来看看你，给你带点吃的。一双聚光小眼睛不停地在于美婵身上打量。他叫魏子骥，是于美婵的姑父。谢谢姑父。于美婵接过鱼竿，怎么了？不叫我进去坐坐？于美婵有点嫌弃他，但是他也算办了亲戚。那你就进来吧。魏子骥大摇大摆走进门，四下打量，有种反客为主的感觉。哎，你爸走得早，你一个小姑娘多不容易，自家亲戚帮衬一下也是应该的。魏子骥大献殷勤，有劳姑父了。好久不见，小鱼啊，你倒是越来越水灵了。魏子骥眼露金光。于美婵躲避他的目光，你想干什么？我的心思你还看不出来吗？你没了爸爸，我没了你小姑，我们两家正好合一家。说完，姑父魏子骥一个猛虎下山，扑向于美婵。于美婵惊慌失措，裙摆被他撕下一截。你怎么能对我这样？你不是个东西！哈哈，你叫呀，这里除了我还有谁？你叫破喉咙也没人理你。魏子骥张牙舞爪，他早就对于美婵垂涎欲滴，此番前来就想着对他霸王硬上弓。突然间，一股强劲气旋从内屋飞出，魏子骥猝不及防，脑壳被击中，两眼一翻，当场断气毙命。这个老东西一把年纪了，还色心不改。林天意悄然而出，魏子骥直挺挺躺在地上，两个鼻孔流血，没了气息。林天意觉得自己大意了，对方不过是练气境，而他已是元阴境2级，弹指一挥间，对方就嗝屁了。林师兄，你把他打死了，这下怎么办？于美婵有些慌乱，不知所措。是他骚扰你，咎由自取，不过死了也好，免得他再祸害你。这个老色批都60多岁了，还对侄女下手，为老不尊。于美婵躲在林天意怀里，像只受惊的兔子，一切听从林师兄的安排。现在他姑父魏子骥死了，眼下最为棘手的是怎么处理。埋不好埋，扔也扔不了。你家有没有比较粗的原木？有，后房有几根，我爹以前的。林天意来到后房，果然看到有几根原木，长则2丈，短则1丈。他用粗绳将魏子骥牢牢绑在原木上。我来送他一程，这叫空寂。于美婵瞪着疑惑大眼睛。林天意指尖擦火，将火焰注入木心之中。他闭上眼睛，闪现一片空汉无边的神识，右手一挥，整根原木悬浮在空中。这是什么法力？你这么强？于美婵惊呆了。林天意挥动双手，半空中刮起一阵旋风，原木在半空高速旋转，随后一股更强大能量波从他双掌轰出，粗大原木就像离弦之箭，以45度倾斜角迅猛射向天空。于美婵已经看不见了，而林天意还能看见黑夜中残留的光亮。魏子骥与这根原木一起燃烧，最后化作天空中的尘埃，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了，他再也不会骚扰你了。以他现在的元婴实力，可以随意操纵低阶修士的生死。对付魏子骥这种人，就像用手掌拍死一只蚂蚁。外面风这么大，我们还是进屋去吧。于美婵笑了笑，林天意一把抱起他，进了屋子。温香软玉，纸醉金迷，怀抱佳人，怎悟销魂良辰美景。
刚才受惊了，还望林哥哥对我怜香惜玉。我略懂兵法，已经制动，出神入化。半个时辰后，于美婵拨开刘海长发，整理妆容。林哥哥的修为比上一次更深厚了。你别看我吊儿郎当的，我比谁都努力。于美婵已是一品炼气3级，马上到炼气中级了。除了丹药之外，双修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可以说，他的每一步成长都有林天意的托举之力。林天意担心他的处境，自从于美婵的爹死了之后，先是天煞门前来骚扰，今天又有姑父觊觎。要是没有林天意相助，于美婵早就被人羞辱了。他又想到了这处宅地，之前天煞门弟子已经放弃他爹的外债，林天意省下了3万灵石。不知道你爹以前在外还有多少外债，怕你一个小姑娘被坏人侵扰，我每天睡觉都提心吊胆的。上次我和你说过，想和你换个房子，你也好暂避一阵。于美婵听后点点头，如果没有林天意，他的人还有这个宅地，恐怕已经被人霸占。现在他的一切都是林天意庇护他的，他一个弱女子根本无力守护这座大宅，与其这样，还不如交给林天意。我现在都已经是哥哥的人了，房子就随你处置。你这么想太好了，等过了一阵，你可以随时回来住。林天意白得一座大宅，又得一个美人，来，我再帮你进步一下，够你用3天，有劳林哥哥费心了。半个时辰后，林天意离开西雅，草草收场。他回到自己家中，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眼下还没到半夜，去顾云溪家要低调行事，不要被人发现。还有点时间，比如继续嗑药，提升修为。咚咚，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谁啊？林师兄，是我，傅明书。门外响起一个甜美声音。每到了关键时刻，总有女人扰乱到心。进来吧。傅明书进门，他今天穿着一件浅黄色绸缎裙，腰身收得很紧，看上去盈盈不足一握，两个大馒头挤在一起，难舍难分。裙子很窄，布料紧紧裹住圆鼓鼓屁股。林师兄是刚回来，还是准备要出去？我刚回来，不能告诉他真相，一旦泄露就不好了。多日不见，有点想念师兄了。你是想念师兄，还是想念我的丹药啊？外敷内用都想。傅明书低吟。林天意就喜欢这么直接的姑娘，不绕弯子。利益关系可比感情关系牢固多了。在合欢宗，丹药和双修都是一种资源，既然是资源，就可以交易，可以置换。林天意不过是图个乐子，但是对于这些女修来说，无疑是天大的恩赐了。今天你的衣服我很喜欢，把你的优点都显露出来了。你好讨厌，看人不能只看外表，要看内在。傅明书说。好好。两人笑着走向内屋。半个时辰后，那个秦丽月执事被我打伤之后，没人再欺负你了吧？现在可好了，没人管我们，我可帮了你一个大忙，你该如何感谢我？我和师兄日日夜夜在一起，永不分离。林天意笑了笑，给了他2粒炼气丹。他抚摸傅明书的长发，纵享丝滑感觉。你呀，不能老想着双修，在修为上还要多努力一下，争取在星宿门有点建树。我资质不够，除非我能一步登天，踏入筑基。要是顾云溪能当我执事就好了。顾姐，你是说他会坐上秦丽月的位置？有可能吧，我觉得希望渺茫。星宿门下有多位执事，顾云溪虽然也是执事，但是排名末尾，比不上之前秦丽月的传功执事地位。这次秦丽月倒下，他的位置空出来了。顾云溪和一个同门徐执事共同竞争传功执事。哦，我看顾姐挺有人缘的。这和人缘没关系，顾姐修为太低了，只是筑基后期，而那个徐执事他是金丹2级。傅明书说。林天意明白了，顾云溪在修为上吃亏了。这件事要怪的话，就怪他的道侣温书玄。那个无能的道侣拖累了顾云溪。林哥哥，我现在觉得有些冷。哦，没关系，我来帮你加热一下。又半个时辰过去，林天意3下5除2，一顿猛虎下山，终于把傅明书打发了。现在已是子时，合欢宗天荡山上空荡荡的。他今晚要去顾云溪家中揭开温书玄的秘密。东面有一处宅地，曲径通幽，四下一片寂静。顾师姐在吗？林天意不敢敲门，来到南面窗户。过了不久，屋内传来一个声音：是林师弟吗？对，你到后门来。林天意又绕到后门，大门开了一条缝，林天意没有犹豫，直接窜了进去。顾云溪穿着一件粉色无袖 V 领连衣裙，一片雪白，一览无遗。她的神色有些慌张，不敢正眼看林天意。这里毕竟是她的家，她是一个有道侣的女人，让一个陌生男人登堂入室，是她之前想也不敢想的事。道侣温书玄的种种反常表现，以及他对双修需求的与日俱增，他的正常生活被打乱了。30年相濡以沫，到头来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欺骗。顾云溪心有不甘，他不明白温书玄为什么会这么忍心。美好的青春所托非人。顾师姐，你放心，路上没有人看见。林天意说。要不你先喝口茶吧。不用，带我去暗门那边。林天意是来干活的，直奔主题。在顾云溪带领下，两人穿过客厅，进入一个书房。诺，在这里面。书房宽敞整洁，除了一张床榻之外，有不少木柜子，柜子上放着不少卷轴和书籍，还有一些形状各异的小法器。墙上挂着一柄木剑，一处窗边有一个紫色水晶，散发着幽幽黑光。你看，就是在这面墙。顾云溪指了指一幅山水画后面的墙壁。林天意用手指敲了敲，两边声音沉闷，
中间回音明显。中间这面墙的确有问题，后面可能是一个密室，我打不开，你试试。林天一双掌贴在墙面上，运用丹田之气施加力量，他不敢太用力，万一石墙崩碎，反而弄巧成拙，只能沿着石墙周围进行一点点试探。手掌冒出一阵阵白烟，林天一用灵气感知这面石墙的玄机之处。不，石门传出一个转动声音，墙面出现一条细小的裂缝。成了，就是这里。石墙奥秘就是上面轻，下面重，推上面没用，推下面才能四两拨千斤。顾云溪内心是惶恐的，他既想了解真相，又怕知道真相之后自己无法接受。林天一继续推动石门，果然是一个暗门，黑漆漆，下面有不少台阶，通向一个地下室。要下去吗？这一次顾云溪下定决心要找出道侣隐藏的秘密。台阶又窄又陡，仅能一个人通过。林天一走在前面，顾云溪跟在他身后，两人小心翼翼，亦步亦趋。哎呀！突然间，顾云溪脚下一滑，身体失去重心。林天一伸出双手将他拦腰抱住，两人面对面卡在了通道中，纹丝不动。顾云溪玲珑曲线贴合着林天一，几乎没有缝隙。怎么会这样？我动不了。我也是。两人身处狭小黑暗的密室，紧紧卡在了一起。与一个男人如此近距离脸对脸，顾云溪从未感到如此羞涩。林天一每一次试图移动，都让他感到颤栗。别这样，别动，我会受不了的。顾云溪有种异样感觉，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浑身像棉花一样没有力气。行，我不动。但是不动也不是办法。两人撇过头去，不看对方，可是感觉却愈演愈烈。林天一感受到他身上精致衣服面料的柔滑，随着顾云溪每一次呼吸，就像两台电报机，滴滴滴，不停地传递出讯息。他紧抿嘴唇，心跳如肋骨。不，我不能这样。要是被道侣温书璇知道我与其他男人这样亲密，他一定会接受不了的。顾云溪陷入深深自责，不过这些都是不得已，没有突破道德的边界。这不是背叛，我没有背叛，请你原谅我。顾云溪不停遐想，现在可以动了吗？林天一问。林天一刚动了一下，两人贴合越发紧密。顾云溪不由得踮起脚尖。停止！他急忙喊停，不可以这样，他受不了了。那我再退回去。林天一又挪了一下。顾云溪摇了摇头，脸色痛苦，仿佛是一种无声的煎熬。我的领口怎么扯开了？那他岂不是什么都看见了？顾云溪这才注意到这个细节，他后悔了，不应该让林天一到家里来，更不应该让他进入这里。现在两人骑虎难下，顾云溪防守已经失守，春色满园关不住。你看这样，我们两人都不要动，静下来，呼吸平稳，这样就能分开了。林天一觉得是由于呼吸的关系，此起彼伏，周而复始，加上顾云溪身材太过丰腴。行，就按你说的做，我们都不要动。顾云溪不敢看林天一，不再想那些令他心跳的事，平复心绪。过了一小段时间，顾云溪越来越感觉到林天一是一个自强不息的男人，他的领地受到了某一特定方向的干扰。没事的，即使这样，我的心还是属于温书璇的，我和这个男人不可能有进一步的举动。顾云溪不停地安慰自己，试图打消自己疑虑。昔日端庄、高冷、清秀的形象全都毁于一旦，他不会以为自己是个浪妇吧？你准备好了吗？我往左，你往右行吗？林天一问道。一直这样不上不下，按兵不动也不是办法。地下室空气稀薄，再这样下去，两人都会遭殃的。你先向右动。林天一动了一下，顾云溪一脸愁苦，也只能忍一忍。可以吗？你动吧。林天一收紧丹田，憋着气，终于慢慢和顾云溪分开。顾云溪衣衫有些不整，但是万幸的是，重要方面没有泄露。在移开的那一瞬间，他反而有一种失落感。你怎么样？没事吧？不行的话，回去休息吧，下面有我就行了。林天一说。这种暗示本身就比较狭窄，适合一个人，两个人一起的话，难免不是。我没事，我跟你一起下去。顾云溪想知道温书璇的秘密，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他重新整理衣衫，目光看到林天一后，又马上避开。刚才的一段遭遇太尴尬了，他感觉在某一方面释放了女人的天性，这是不对的，也是绝对不可以的。毕竟除了道侣温书璇之外，他还从来没有和一个男人有如此亲密的举动。两人沿着狭小的台阶一步步继续往下。顾师姐，当心脚下，这台阶有点滑。我会小心的。顾云溪小心翼翼贴着石壁，每走一步都是战战兢兢，双峰起伏不停，暗室之中空气稀薄，深呼吸不可避免，急促粗重。在安静密室中，他的鼻息声音显得格外明显。我怎么会这样，在一个男人面前发出这种涩涩的声音？连顾云溪自己都感到面红耳赤。他低头一看，发现裙子一小撮衣料竟然不知不觉夹在腿间，裙子映衬之下有一个阴影状。幸好这里黑暗，应该没有被他看见，但是刚才他的手一直在上面，难道他有第三只手？顾云溪不敢多想，赶紧抽出衣料进行遮掩。我已经到底部了，下面很深，地上有些潮湿。林天一走下台阶，站在地下室一块平地上。潮湿？顾云溪心悸不已，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真的不该和他来这种地方。我的秘密全被他知道了。顾云溪踌躇，那一块地方已经尘封了30年，
一直心如止水。今天是怎么了？嘶嘶，什么声音？在密室之中，一点点声响都会被无限放大，引起高度警惕。林师弟，没什么，我什么也没听到。顾云溪加快步伐，掩盖内心的忐忑。林天一伸出右掌，用神识催化一团橙色光亮，隐隐约约照亮暗室。你还好吗？我很好。在这个阴冷地下室，顾云溪感到一种恐惧和忌惮，而林天一手上那团光，他身上洋溢的阳刚之气，让顾云溪有些痴迷，好想靠近他，温暖他，包裹他。每当他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他就立即打断自己：我是有道理的女人，我不可以那样，胡思乱想也不可以。顾云溪思想挣扎，林天一往前走，手掌光团照射之处，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正前方有一张红色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炉鼎，墙上挂着一张兽皮。你看这张皮上的毛和温书璇的胡子像不像？林天一摸了一把灰色兽皮上的毛，不长不短，触感柔软。顾云溪上前也摸了一把，确实很像。他蹲下身子，看到地上还有一些散落兽皮毛，应该是被挑选后掉落的。顾云溪不敢多想，心中涌出一丝疼痛。与他朝夕相处的到底是个什么人？难道这几年举案齐眉的感情也是假的？他还有多少事对自己隐瞒？顾师姐，你看柜上有东西。林天一看见木柜上随手放着一本书籍《九阴宝典》，他打开第一页，看得心惊肉跳。九阴者，元阴之极，女人欲恋先断月血，男人欲求则残其根。阴血化为阳气，阳血化为阴气，混元合欢，双体合一。混元合欢，好家伙，这是什么邪修？顾云溪接过《九阴宝典》，一看，心中大为惊异。这《九阴宝典》是合欢宗禁忌功法，怎么会在他这里？合欢宗遵循阴阳道法则，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双修可以阴阳互补，符合人性。而《九阴宝典》违背了阴阳道，一人同时兼具阴阳互补，在体内阴阳交汇。相比双修，《九阳宝典》更为激进，效率更高，能够快速达到极高的修为。但是这属于剑走偏锋，不仅对身体损害很大，也更容易走火入魔。合欢宗将此功法列为禁忌，勒令合欢宗弟子不得修炼。如此看来，温书璇一直在偷偷修炼邪门功法。这下顾云溪对道侣温书璇失望透顶，怪不得他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双修，原来他一个人偷偷修炼九阴宝典，一个人嘎嘎升级。温书璇太自私了，顾云溪在他眼中名义上是道侣，其实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罢了。想不到温执事也会误入歧途。林天一轻叹一声，他一旦选择邪修，就意味着踏上一条不归路，不能有正常的生活，不能正常的双修，永远活在虚伪的外表之下。他这些年来一直在骗我，我还四处给他买鹿茸买路边，他自始至终都是在骗我。顾云溪伤心欲绝，女人啊，30年花期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他现在仅仅筑基后期，要是正常双修的话，吸纳阳气起码能到金丹中期，自己精心养护的花瓶得不到半点滋养。顾师姐，你没事吧？林天意见他有些憔悴，一把搀扶他，在微微幽光映衬下，顾云溪格外怜人，一张巧夺天工的鹅蛋脸，肤如凝脂，散乱长发垂在肩上，少妇成熟之美中又带着少女青涩。幸好温书璇修炼了九阴宝典，无法近女色，才让顾云溪如此一个绝美娇娃原汁原味保存完好，此天赐良机。我没事。顾云溪气若游丝，知道温书璇的真相后，他的天塌了。可笑自己蒙在鼓里，加入合欢宗30多载，竟然没有尝过双修。别看他在外人眼中知书达理，仪态万方，给人一种远观而不可亵玩感觉，其实骨子里他也希望被呵护，被镇压，被强制。茫茫星海30多年不曾减少，只会越积越多。没事就好，我再去那边看看。林天一将手抽离，摊开掌心往另一边探去。顾云溪一阵恍惚，刚才林天一的手搭在他身上，他没感觉什么，一旦他的手离开，顾云溪顿时有一种失落感。看着他的背影在眼前晃动，顾云溪突然有了一种想要敞开胸怀贴上去感觉，来自内心深层次的释放，最原始最底层的驱动。不可以，我不能这么做，我是他的师姐，我为人师表，我道德高尚。顾云溪喃喃自语。顾师姐，你过来看，这里有个瓷器。林天一招呼，好的，我过来。顾云溪平复心情走了过去。由于暗室中光线不佳，林天一一直晃来晃去。顾云溪刚想靠近他，林天一没注意，不经意一个后退，两人一个后背一个前胸重重地撞在一起。顾云溪猝不及防，本就柔弱的他人仰马翻，硕果狂震。林天意赶紧回头拖着他丰腴后背，从脖子往下尽收眼底。顾云溪急忙收拢衣领，薄薄衣上下反而更加突兀，这里不适合你，你去那边歇会吧。说完，林天意另一只手托起他小腿，将他一把抱起。由于裙摆倒退，顾云溪感觉一阵凉飕飕，底线差一点暴露。他用手按住裙摆，可是衣领又不解风情的撑开，荡漾不停。我怎么会这样？顾云溪又羞又恼，顾上不能顾下，手下不能手上，一阵手忙脚乱之后，顾云溪最终上下皆失。顾师姐，你怎么了？那边有个椅子，去坐下。林天一把他抱到旁边椅子上。这个暗室阴气太重，晦暗潮湿，莫说顾云溪，就算他
也有一种窒息感觉。墙上兽皮也好，九阴宝典也好，进一步印证了温书玄的虚伪，特别是他修炼合欢宗禁忌的邪术，光这一条就足以让他逐出宗门。修炼九阴宝典，挥刀自残，他自己损失很大。温书玄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则谁会变成不男不女？顾师姐，从今往后你要当心温书玄，我怀疑他很有可能是个野心家。林天意断言，现在这个人已经成了林天意的敌人。顾云溪用手捂住起伏胸口，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并没有像林天意那样想得深远。野心家或是阴谋家，这些都不是重点。顾云溪慨叹，这30年与温书玄结为道侣，蹉跎岁月，到头来一场空。在其他合欢宗弟子眼中，他和温书玄是令人羡慕的恩爱道侣，可是实际上温书玄从未踏进过他的门槛，留给他的只有空洞和懊悔。他隐瞒了我太多事，我对他很失望，我当初看错了人。顾云溪说，现在他幡然悔悟，这不能怪你，他是个处心积虑的人，你这么纯洁和善良，只是被他利用了而已。纯洁和善良，顾云溪突然发现，眼前这个小师弟竟然懂他的心。其实他也不想纯洁，也曾在百无聊赖的深夜，想做一个坏坏的女人。看着合欢宗一对男男女女在夜以继日的双修，短短几年修为水涨船高，将他远远抛在身后。他能不急？他能不愁？顾云溪突然有了一个念头，他想报复温书玄，报复他的欺骗和冷漠。他解开了一粒扣子，释放女人的魅力。反正这个暗室中黑漆漆的，就算给他看，他也不一定看见。你好好休息，我去那边看看还有什么证据。说完，林天意往右边走去。我没事，现在换过气了，我跟着你。顾云溪站了起来，他明显感觉到衣上四处漏风，奇怪，这个陶瓷容器怎么会放在这里？一个圆底青花瓷，显得与周围摆设格格不入，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东西？顾云溪问。林天意小心揭开盖子，这是一种心理平衡。顾云溪故意让林天意大饱眼福，占他的便宜。占他的便宜就是占道侣温书玄的便宜。如果让他知道他的道侣顾云溪让别的男人肆无忌惮地看到他美丽高傲之处，他会不会气到吐血？一想到他暴跳如雷的表情，顾云溪就有一种释放感觉。当然他也知道分寸和尺度，林天意所能涉及的也仅限于此。你看，这里还有些丹药，应该是他平时修炼时吃的。他每天晚上说在书房看书，原来是在修炼。我之前太信任他了。顾云溪从今以后算是彻底看清了温书玄的为人。我们走吧，这里好像空气不多了，再待下去会晕厥的。气乃人生之本，维持生命运转。林天意感到有些胸闷，更不用说顾云溪了。于是两人决定离开这间暗室。刚才两人从上面下来时顺机而下，没感觉到这个台阶很高，现在想要返回，一个台阶差不多到小腿高度，而且这个暗室地方狭小，也无法施展灵力。林天意跃上一个台阶，可身后的顾云溪却掉链子了。待在暗室太久了，他早就有些头昏脑胀，浑身无力。我上不去。他试了几下，歪歪扭扭，连一阶台阶都上不去。把手给我，我拉你。林天意伸出一只手，顾云溪左脚踏上台阶，右手拉住林天意的手，使出吃奶的劲。1、2、3，起！林天意猛地一拽，顾云溪被强行拖了上来。不过由于用力过猛，他重重弹在他的胸膛上，好痛！哪里痛？你还明知故问？顾云溪揉了揉，他不清楚林天意是真傻，还是讨了便宜还卖乖。我不是有意的。算了算了。顾云溪吃了哑巴亏，有时候并不是越大越好。那我背你上去吧。背我？眼下顾云溪四肢无力，他也懒得用力气，就让林天意背吧，自己也会省力一些。林天意蹲下，顾云溪柔软身板，像蜗牛一样吸附在他后背上。其实我的重量不轻的。顾云溪脸色歉意，两个包子瞬间压成大饼。林天意喘着气，暗室狭小，空气稀薄，如今加上一个顾云溪的重量，上阶之路越发艰难。他虽然是元阴境，但毕竟是颗要素通，几个时辰之内强行拔高，底子没有真实修炼者扎实。体内灵气稀薄之后，反而消耗真元去弥补。台阶宽度勉强仅容一人，林天意手臂都无法抬起。早知道如此，就不该让顾云溪下来。女人只会成为累赘和影响速度。如果你不行的话，可以把我放下来，别管我。那可不行，我会对你负责的，我一定要背你出去。林天意说。顾云溪心中涌出一股暖流，在他人生最绝望、最失望时候，万万没想到是林天意一直陪伴自己。趴在他宽阔的后背上，顾云溪浑身惬意，希望一直这样下去，那该有多好。乌黑长发从脸颊垂落，就像一帘幽梦，叩击他女人的柔情似水。特别是他与林天意后背之间的反复旋磨，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美感。他恨那个无能的道侣，无法和他双修，无法让他成为女人。那片土地盼望着松土发芽。道侣温书玄修炼邪门功法，一人混元阴阳道，可他呢，沦为黄粱一梦，到头来一无所有，体内空虚，又与谁述说？一想到这里，顾云溪换了一个侧脸，贴在林天意强健后背。无论如何，现在也算是一种依靠。林天意驮着他迈向往上台阶，每跨一步，顾云溪身体会倾斜，他就会本能地牢牢地圈住林天意脖子。两人贴合处有了层层汗水。
加上顾云溪身上的悠悠香味，就像雨后花朵，吐露着迷人芬芳。不言不语，无声无息之中，顾云溪释放出一些不受他控制的微妙讯息。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不能这么想，我是一个有道侣的女人。顾云溪陷入自责之中，刚才在地下暗示，她怀着报复道侣的心态对林天意暗送秋波，通过让自己被人占便宜方式宣泄内心不满。她想证明自己女人的魅力。经过考验之后，顾云溪发现林天意是一个正人君子，目不斜视，坐怀不乱，不会趁人之危。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他完全可以对我为所欲为，我其实是没有退路的。但是林天意没有这么做，他是个守规矩的男人。顾云溪对他好感度又增添了几分。越是这样的男人，他越是想让林天意见识自己的妩媚以及不为人知另一面。系统检测到顾云溪的好感度为25加15点，返还加60000积分。听到系统提示积分变化后，林天意心中大喜，驮着顾云溪，这都能增加好感度，应该是他被温书璇骗得太惨了，他内心和精神上急需要安慰。林天意打定主意，以后要多多照顾他，让他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顾师姐，你再坚持一下，还有5个台阶就到了。林天意将他往上提了提，突然间他感到有一股急速电流涌过，后背上像是被顾云溪按了一对固定穴位。辛苦你了，这一次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顾云溪脸色酡红，不用，其实我应该感谢你，让我知道了很多温书璇的秘密，我俩以后都要提防他。温书璇绝对是合欢宗危险人物，现在他在顾云溪心中形象一落千丈。林天意觉得应该抓住他这个空档期，提升好感度，刷一波高额返现倍率，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这个人。顾云溪言语决绝，他大彻大悟，梦醒了，将自己未来寄托在这个没有根源的道侣身上，从一开始就是大错特错。一颗桃儿即使长得再好看又有何用？唯有被人采摘吃到嘴里，那才叫真正的甜。谁会是自己的那个摘桃儿人？顾云溪睁开惺忪睡眼，闪烁着那一泓秋水似的盈盈明眸，他内心深处不由得想着林天意对他的好，只要自己身体坚守底线，那么精神上的背叛不能算是背叛。顾云溪安慰自己，他的手臂箍紧了林天意脖子，再靠近一点点，感受他身上磅礴飘逸的阳气。太紧了，我喘不过气了。林天意说，别让我掉下来。顾云溪刚一说出口，心里开始后悔了，我怎么可以对他说那种话？他不会以为我是一个风骚的女人吧？顾云溪把头埋进林天意的后背，把他的后背烫伤了，他的内心其实比脸更灼热。此刻他特别想去一个没人的地方，被人轻轻抱抱举高高，放下所有禁忌与顾虑，撕下那条封锁了30年的封条，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邂逅，让自己从一个成熟女人蜕变成一个青涩单纯的少女。顾云溪越是抑制这种疯狂的想法，心里就越是像野草一样疯长。随着林天意步履摇晃，他就像在船上一样，晃得心儿扑扑乱跳。暗示的门口已经咫尺眼前，林天意看到了一丝光亮。我给你擦擦汗。顾云溪伸出柔软的衣袖，擦拭林天意额头上汗珠。没事，这里挺闷热的，出去就好了。我的手臭不臭？顾云溪脸颊像是染上一抹绯红，眼神眨动间藏着猜不透的小心思。哦，怎么可能？你的手很香的。从顾云溪发髻传来阵阵淡雅的清香，沁人心脾。这是他的一种自然反应，到了某种特殊时刻就会分泌一种香味体质，闻到的人会产生目眩神迷。不多时，林天意踏上最后一块台阶，顺利走出密室。一股新鲜空气袭来，他猛地呼吸，身上灵气一下子重新集结。顾师姐，我们到了。可是我不想下来。什么？不想下来？这下林天意震惊了。你是不是有些害怕？温书璇不在家里，我把他的书房复原就行了，他不会知道有人进去过。刚才都被你看到了，你是不是记在了心里？顾云溪害羞。林天意这才想起，的确见过一片春意盎然。如果有冒犯顾师姐的地方，还请谅解。我现在很生气。生气？林天意想到顾云溪是有道侣的，他又比较传统，刚才此举非常不礼貌。不过这都是无心之举。顾师姐长得太美了，温润如玉，就像雪水一样纯净透亮，美不胜收。既然看了，承认便是了。如果抵赖的话，反而显得林天意很虚伪。好色之徒，你该罚。顾云溪捶击他后背。师姐要怎么罚？罚你背我去浴桶那边，我要洗个澡。顾云溪暗中偷偷一笑。顾云溪发话了，林天意也只好乖乖甘愿受罚。于是林天意背着他走出书房，来到他的卧房。你等一等。顾云溪轻捻指尖，一道灵气一出，旁边一口小井中潺潺流水，逆流到浴桶中。不多时，冒起了蒸腾的袅袅水汽。现在可以放我下来了。林天意瞬间呆若木鸡，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顾云溪缓缓从他后背上滑落，林天意明显感受到在某些不平整的地方摩擦系数很大。顾云溪背对着他走向浴桶。今晚他太过压抑了，需要通过沐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身心。顾师姐，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无妨，待会我会让你走的。顾云溪冷冷说。他解开身上衣裳，片甲不留，就像一个剥了壳的白煮蛋。顾云溪环顾卧室四周，这里每一件家具都如30年前模样。这个屋子就是当年他和道侣温书璇的婚房。温书璇，
你没想到吧？30年后，你的美丽道侣让一个陌生男人进入这个卧房，让他饱览山河。顾云熙想到这里，快意恩仇，他要对道侣实施最无情的反击。他没有觉得羞涩，反而是一种报复的喜悦。越是离经叛道，越是逼近自己的底线，他越是觉得这种报复才够彻底。顾云熙利用林天意获得报复的爽感和情绪，他偏要做一些让道侣温书璇愤怒和抓狂的事。浴桶水面上漂浮着红色花瓣，香气缭绕。顾云熙褪去所有衣裳，跨入浴桶中，泛起调皮的水花，散去又复来。他的身子渐渐沉入桶中，热水漫过胸前，恰到好处的将暗礁隐藏在水面之下，勾勒出摄人心魄的曲线。他舒展双臂，慵懒伸了个懒腰，水花溅起，沿着桶壁湿漉漉滑落。此刻他的心情得到了松弛。林天意的目光就像被磁石吸住，昔日端庄矜持的顾师姐竟然变成了一个千娇百媚的玉女。顾云熙用余光打量着她，看着她不知所措的样子，心里格外高兴。只是让她看一看而已，自己又没失去什么，这不算背叛，而是发现。顾云熙获得满足感，林天意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他身边，成为他报复温书璇的工具。顾师姐，我觉得别说话，你只要看着就行了。顾云熙打断了他的话。林天意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顾云熙怎么想的。咚，浴桶中溅起一个小水花。林师弟，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你说我的发簪不小心掉在桶里了，你能帮我捡一下吗？林天意闻言，眼睛瞬间亮了，心脏直接飙到200跳，脖子上疯狂暴汗。真的要这么做吗？我在洗澡，不方便捡。说完，顾云熙双手抱住后枕，整个人荡漾在水中。那好吧。林天意走了过去，他脸庞长得通红，在深不可测的水桶底部捡拾发簪，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此时他与顾云熙挨得很近，目光寻绎在他身上，刺激着每一根神经。你可以开始了。好的。林天意挽起衣袖，将手伸入桶中，他不能往下看，只能抬头往上看。水中的手像是摸鱼似的划来游去。嘻嘻，顾云熙动了一下，这下应该是了。哥哥。顾云熙又笑了笑，香雾缭绕水面之下，不时暗潮涌动。发簪沉入桶底，它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时刻受到水流冲击，像个淘气的孩子。林天意东摸一下西碰一下，像个散兵游泳。突然间水中冒出气泡。混账，你竟然……顾云熙忽然变色，完了，触雷了，我是无意的，师姐多有得罪了。林天意慌忙致歉。哼。顾云熙催动数条气流，顿时大大小小、长长短短10多条浴巾从天而降，犹如天女散花，一股脑盖在林天意头上。这是怎么了？当林天意扯下这些浴巾后，发现顾云熙早已飞出浴桶，穿好了睡袍。今天已经很晚了，林师弟也该回去了。听我解释，我是有道侣的人，请师弟自重，而且孤男寡欲，共处一室，免得别的弟子说闲话。顾云熙像是变了一张脸，与之前娇媚可人的模样判若两人。林天意还以为有下半场鏖战，有机会一清方泽，看来自己依着不慎，化为了泡影。顾师姐说的对，没什么事的话，那我走了。顾云熙背对着他，一言不发。今天顾师姐的表现太反常了，女人心海底针。林天意心里捉摸不透，他不便多说，离开了屋子。系统检测到顾云熙的好感度为50加25点，返还加1000000积分。确认林天意离开后，顾云熙挑开一小截窗户，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刚才真是太刺激了。顾云熙解开睡袍，心潮澎湃，芳心快要跳出胸膛了。他从没有过这种感觉，有一种深入内心、深入骨髓的电流涌过，打通了压抑30年的天堑，一切豁然开朗。林天意必须离开，否则的话，顾云熙觉得自己可能撑不了多久。他又回到浴桶中，拨弄水中的发簪，再浮再沉，这种迫切感觉既真实又虚幻。此时天色渐渐有了鱼肚白，林天意和顾云熙折腾了一晚，就差临门一脚，功败垂成。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温书璇的底牌已经被他探知，等他从沧浪峰回来，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快走到家门口时，看到门前有一个人影，这是玉润妹妹。林哥哥，你去哪里了？我都等了你一夜了。楚玉润娇嗔道。哦，我出门办点事，我不在家，你就别等了。想不到还有如此痴心的妹子。楚玉润又黑又长睫毛下，一双碱水秋瞳似的美眸滴溜溜婉转，紧身上衣里面玲珑浮凸，胸前一大片晶莹剔透的洁白肌肤。还等什么？赶紧进屋暖暖身子吧。失之冬鱼，收之桑榆，在顾云熙那里未得到的，正好从楚玉润这里弥补。林哥哥，我还想要些丹药，你放心，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有的是货。楚玉润莞尔一笑。林天意趁机将他拦腰抱起，他早已心眸迷离，如待摘的花蕾。半个时辰过后，第一轮战斗结束。楚玉润一脸娇媚之色，起身之后披上一件单衣，他调转体内阳气，发现与日俱增，双修果然比一个人闷头修炼有意思多了。而且林天意也是个有趣的人，每一次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他感同身受。玉润妹妹，这是给你的炼气丹，林哥哥已经给的太多了，那个是那个，这个是这个，两方面并驾齐驱，修炼效果才最好。林天意信誓旦旦，他向来是个豪爽的人，与他双修过的女人都会消耗殆尽，不到强弩之末
是不会鸣金收兵的。楚玉润取过炼气丹，然后吞入口中，体内灵脉迅速滋养扩张，积压的块垒渐渐消融，每一个关节灵活转动，就像涂上了润滑油，舒畅。楚玉润低吟，灵气开始积蓄，丹田也开始充沛。林天意看着他，不住地点头。没想到楚玉润天赋很高，吸纳能力很强，来到合欢宗是他这辈子做出的最明智决定。闭目收心，呼吸均匀，五指分开，手心向下，心神一无所向，空无一事。楚玉润凝神静气，渐渐到达了忘我境界。山峰更加隆起，波涛汹涌。不多时，他鹅蛋脸上泛起汗渍，脸色越发白里透红了。好害羞啊！修炼的时候应该一个人，不应该让林哥哥看到。楚玉润睁开眼睛，看到林天意一眨不眨的盯着自己，有点难为情。我就是看中你很率真，不会矫揉造作。楚玉润还是懵懂初开的少女，获得什么感受就会很明显表露出来，又纯又娇。林天意起身走到他身旁，看着楚玉润玲珑的小鼻，优美细滑的香腮，吹弹可破的脸庞，活脱脱小家碧玉美人，又让林哥哥见笑了。刚才修炼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新的领悟？你的方法我很受用，每一次吃了丹药，我能感觉到自己各个方面都在进步。下面是检验环节。林天意一把抱起楚玉润，温香软玉。半个时辰之后，楚玉润盘腿而坐，林天意拿着梳子帮他梳头，乌黑长发非常柔顺，散发着青春的光泽。系统检测到楚玉润的好感度为70，加10点，返还加15000积分。刚才你的道心有些不稳，某些地方起伏比较大，会不会是我修炼时太急于求成了？总感觉差了最后一口气，收放不够自如。双修时讲究一定火候，在适当时候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请林哥哥多多赐教。这主要是你经验不足导致，多操练几次一定会融会贯通的。没有哪个女人会一蹴而就，都是一步一步实践出来的。楚玉润还小，他未来成长空间会很大。林天意又给他吃了1粒洗髓丹，他一直遵循有一次就给1粒，一次不能给的太多，他们一旦吃饱了就不会来找他了。林哥哥对我太好了，你有这么多丹药，没见你自己吃过。楚玉润忽闪着大眼睛，哦，我也一直嗑药啊，不过我是天生废材，丹药吃了不吸收，吃多少拉多少。林天意被系统隐藏了真实的修为，他只能借口自己是废材搪塞过去。原来是这样，林哥哥把省下的丹药给我，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楚玉润撒娇，放心，只要有我在，就有你吃的。区区一点低阶丹药，林天意根本看不上眼，但是在楚玉润眼中犹如绝世瑰宝。除了你的丹药，其他的我也想要。吸收的差不多了吧？我再给你补充一点。半个时辰过后，天色已经亮了，几只翠色灵鸟在枝头叽喳不停。楚玉润起身抖擞一下，有种如沐春风感觉。要是觉得累了，就早点回家，不要硬撑。不吗？我还要多陪林哥哥一会。楚玉润嬉笑，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地方虽然不大，收拾的还算干净。一个大男人每日每夜操劳，还能做到井井有条，实属不易。特别他独一无二的古道热肠，更是让楚玉润欲罢不能。林哥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想不想以后在生活上有人照顾你，比如给你打扫卫生，给你缝补衣衫，给你暖被窝呀？楚玉润犹豫了好久，终于说了出来。这不就是长期关系？玉润妹妹的心意我领了，我这人喜欢独来独往，不受约束，况且我的屋子这么小，也养不起你。林天意不可能把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他有这么好的丹药和纯阳资源，就该像蜜蜂一样在乱花丛中寻芳采蜜。可是我真的好想为你做点什么，每天都能服侍你呢。楚玉润撅着嘴，一往情深看着林天意，不要吃了点甜食就念念不忘。有句话叫距离产生美，天天腻在一起就没有新鲜感了。可是我不想努力了，我想在你这里躺平了。林天意又好气又好笑，对他摇了摇头。楚玉润不依不饶，求求你嘛，我这人很好养的，不费钱，给我吃点草就行了，你每天草饲我就行了。楚玉润觉得修炼太辛苦了，而吃了林天意的丹药就能速通，他想走捷径，赖在这里不走了。丹药只是一种辅助，你提升修为重要的是持之以恒，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感悟。你要树立起正确的三观，潜心修炼。楚玉润眨着似懂非懂的眼睛，总觉得林天意的话很深奥，很玄学。我知道了，就像刚才你说的，我道心不稳，没有掌握好火候。知道就好，我们再去试试吧。说完，两人会心一笑。一个时辰过后，两人先后从睡梦中醒来。林哥哥，看你这么累，我给你煮点吃的吧。有你在这里，我能不累吗？嘻嘻，能者多劳吗？我也该起身了，下午还要去炼丹房工作。虽然他和穆昭瑶关系已经非常深了，但是炼丹是一项严谨工作，不能吊儿郎当。好吧，那我走了，下次再来。楚玉润穿好衣服，临走时与林天意拥抱了一下，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林天意也没闲着，换了套干净的衣服，直奔炼丹大楼。穆昭瑶还等着他。炼丹大楼5号炼丹房，炼神离焰炉燃起橘色大火，新一炉丹药已经开始炼制了。今天穆昭瑶身着米白镶边宽袍，露出海棠色抹胸，胸怀宽阔，下身一件过膝盖的淡黄色纱裙，那双细腻丝光的美腿
宛如精心雕琢的玉质。她在服饰搭配上总是给人一种独特的端庄优雅感觉，就像炼丹一样，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差错。木房主，我来了。林天意走进炼丹房，走到一旁的工作台，整理桌上的星露花和紫灵果。星露花可以提升感知力，至于紫灵果可以提升灵气吸收速度。这些丹药炼好之后，都是给合欢宗高层长老们享用的。不多时，炼丹房内弥漫着一股仙草味道。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穆昭瑶问，怎么了？我好像没说过请假。明天是内门弟子晋级赛，你应该养精蓄锐，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原来是这件事。对于其他外门弟子来说，明天的晋级赛关乎他们的命运。成功晋级的人无异于鲤鱼跳龙门，不仅仅是身份上，从外到内的转变，地位会抬高，宗门资源会更多。当然，还有一个隐藏的福利，明天晋级赛会有很多漂亮女修浓妆艳抹，花枝招展来到现场观摩，甚至一些合欢宗高层长老、堂主们金枝玉叶的女儿也会犹抱琵琶半遮面。这15至20名晋级的外门弟子，男性会占10个左右名额，他们就算身高1.5米，长的尖嘴猴腮，年过半百，也绝对会有女修投怀送抱。而晋级赛前3名更是翘楚，未来是晋升亲传弟子的热门人选。那些高层长老的千金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暗中物色心仪目标，苟且偷欢。总之呢，赢者通吃，挑肥拣瘦，享尽其人之福，而输者呢，只能左右手互搏。没事，我心态很好，用不着休息。他的修为远远高于一众外门弟子，一点也不担心。你也老大不小了，总不能一直做个外门弟子，在这炼丹有啥不好？还有穆房主照顾我，我还乐在其中呢。你穆昭瑶闻言，脸色长得通红，他心里有些懊悔，愈能伤人心，林天意会不会沉溺于此，一直堕落？林天意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这样会耽误他的前程。你今天不用炼丹了，回去休息吧。你手上的事我会帮你做。真的不用，一场比赛而已。穆昭瑶知道，这段时间以来，林天意的功力提升了不少，可是他的修为为什么一直停留在炼气3级？他体内的阳气朝气蓬勃，力道很大。穆昭瑶有着最直接的感触，通过双修，他已经升了2个小境界，而始作俑者的林天意竟然毫无半点精进。也许是他和我双修之后内耗严重，导致灵气溃散。穆昭瑶暗想，难修的体质千差万别，有的少阳，有的缺阳，而像林天意这种纯阳之体，对女修而言是不可多得的修炼资源。穆昭瑶也懂得养鱼的道理，养鱼先养水，水足才能滋养万物。听我一言，不要贪图一时之快，贻误了大事。好吧，我把这些草料炮制完，今天早点回家。林天意的确想回家修炼，这几天他忙着忙那，到处流芳，把本职工作可要修炼这事给耽搁了。现在灵气上蹿下跳，杂乱无章，今晚无论如何都要闭门谢客，巩固修为之后，争取继续提升修为。炼丹房中，穆昭瑶和林天意两人各司其职，一丝不苟。林天意将一撮迷魂香和闹阳花置入一个罐中，捣烂之后在罐底时以小火，这是制作炼丹的原料。不多时，一股摄人心魄的幽幽香气飘溢出来。糟了，这是迷幻香料。等到穆昭瑶发觉时，有些晚了。他双颊绯红，芳心扑扑跳个不停，身上感到一股火热。这迷魂香是一种炼丹的香料，起到镇静止痛功效，但是它里面有致幻成分，迷惑心智，让人意乱情迷，甚至不能自持。把迷魂香掐了，我受不了。好，林天意没料到这种情况，以前他也炮制过迷魂香，穆房主好像没这么大反应。他熄火后走到穆昭瑶身旁，你别过来。穆昭瑶头重脚轻，心里感到一阵恶心，不好，这株仙草太强劲了，让我目眩神迷。穆昭瑶心中大惊，他微合双眼，产生了一种重影和幻觉。眼前林天意身形更加伟岸，双目深邃，他的脸庞如同雕刻般立体，每一个角度都散发着不可抵御的魅力，帅气的令人窒息。好想和他珠联璧合。穆房主，你没事吧？你是不是头晕？到那边去坐会。林天意上前关切地扶着他的手。穆昭瑶心跳更加张狂，他使劲推开林天意，却绵软无力，眼里一泓春意，热血不断上涌。不可以，我不能这么做。他轻轻解开了衣带，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释放。天意，你想和我一起炼丹吗？可是我刚才说了要早点回家，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回家。炼丹房内30多盏蜡烛同时熄灭，穆昭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靠近他。半个时辰后，穆房主，你没事吧？要不我给你吃点丹药。我没事了，只是有些头晕而已。穆昭瑶站了起来，身体还有些摇晃。此时的他已经神志苏醒，刚才实在是情非得已，事出紧急，他觉得有些对不住林天意，辜负了他的信任。你晋级赛在即，我这么做你不会怪我吧？没关系，只要你觉得开心就好。林天意已是元婴境，根本没把晋级赛放在心上，他倒是很乐意帮穆昭瑶这个忙。以后你在炼丹房炮制迷魂香时，要趁我不在的时候。知道了。穆昭瑶心想，以后一定要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她是一个有底线的女人，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不能一次次倒贴，给林天意造成一种误解。穆房主，怎么了？你看今天还要炼丹吗？后面几天
我要参加晋级赛，恐怕没时间来这里了。那就最后一次。话音刚落，穆招摇毫不犹豫扑了上去。炼丹房内暗香浮动，两人不停地在地上滚雪球。成功兑换一粒初级元婴丹8000积分，成功兑换一粒高级炼骨丹12000积分。修炼先要强壮筋骨，承受灵气汇集。1个时辰过后，林天一体内灵气如潮水般涌入，伴随而来撕裂般痛楚。短暂过后，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充盈感。他的毛孔一个个打开，皮肤表现浮现一道道浅色的纹路，好像日月星辰在旋转。林天一暗暗吃惊，难道这就是元婴境恐怖的实力？一掌之力就可以翻山覆海？不多时，林天一头顶上出现一朵祥云，红橙黄蓝4道霞光向上射出，一道长链冲破寂静浩渺的夜空。天荡山有些弟子在不同位置看到了空中异象，惊叹不已。这是哪位长老又偷偷突破了吧？灵气这么强，是元婴还是化神境？好强大，好羡慕啊！哇，要是能和这样的人双修一次，这辈子也算是吃过一顿好的了。过了一段时间，林天一收敛气息，慢慢踩下刹车。修炼之道并不是一味刚勇猛进，恰恰相反，突破境界往往在于安静之中的顿悟。唯有心静，才能感悟大道，才能体会到天人合一的精髓。恭喜宿主升到元婴3级，又成了。我悟到了，元婴境比起之前的金丹，升级难度增加了何止10倍。每一次小境界突破，都能给林天一带来不一样感受。他擦了擦额头上汗珠，从嗑药开始到完整突破，差不多经历了4个时辰。林天一推开窗户，仰望深邃星空，心中的美好就如一幅画卷，徐徐铺开。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微风拂过脸颊，心情如同荡漾的湖面，一点一滴进步，终将会成星河璀璨。第二天上午，晴空如洗，云来云往。合欢宗天荡山中山广场上，彩旗招展，人头攒动。1年1度的内门弟子晋级选拔赛即将拉开帷幕，数百名来自主峰以及12座分封的俊男靓女同场竞技。经过4天比赛之后，最终会有15至20名出类拔萃的外门弟子正式成为合欢宗内门弟子。无数外门弟子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今天林天一早早起床，精心梳理了长发，还涂了点手乌油。他拿出一件压箱底的蓝色长袍，腰上挂了块陈旧的白玉当做点缀。师姐师妹，我来了。他锁上门，心情舒畅，穿上干净的靴子，仙气飘飘出了门。此时中山广场西南一隅已有200多名外门弟子聚集，除了参赛者之外，有些是来陪同的，有些是观摩的，还有些人趁此机会寻找一些双修资源。无论是贵妇名媛，还是浪荡淑女，亦或是静若处子的淑女，各花入各眼。这里是赛场，也是烈焰场。哎呀，林师弟，今天你来晚了，我都排到第118位了。同门师兄陆文渊看到林天一来了，挥挥手打招呼。不急，我来的正是时候。林天一一路走来，看见不少身材很好的女修，衣着暴露，大放展出挺拔峰峦。这时身旁一位高个子女修经过，神眼高傲，姓名丁书月，年龄26岁，颜值87分，修为一品炼气7级，好感度0，充电7次，倍率10倍积分返还。颜值还可以，可惜返现倍率太低了。林师弟，刚才那个女的不错，屁股大，后挫力强。一般般啦，胭脂俗粉。林天一毫无兴趣。陆文渊一个劲的嘚瑟。我记得你上次不是找个了道侣，今天他没来陪你吗？林天一问。1个月前，陆文渊饥不择食，在婚飞仪式上，最后关头挑了个51岁的3手货。别提了，这女人啊，真的经不起一点诱惑。我那个道侣上周和一个天煞门的内门弟子搭上了，已经好几天都没回家了。那你不是亏大了？前后花了2000多灵石，我还给他搞了1粒极品洗髓丹，那又怎样？还是留不住。合欢宗的女修士的确势利一点，不过这也情有可原，好的双修资源也就那么点，都要靠主动争取。这也造成了合欢宗女弟子人心浮动，见异思迁。算了，这种女人不值得珍惜，下一个会更好。林天一安慰好友。陆文渊闻言反而破涕而笑。其实我也没亏，不瞒你说，我狠狠蹬了20多天，至少把本钱赚回来了。之前陆文渊是炼气5级，现在他升到了炼气6级，短短20天就能升一个小境界。陆文渊绝对是拿命在蹬啊！不知陆兄的最高纪录是？林天一看他说的神采飞扬，料想他非常厉害。陆文渊得意地摊开手掌，说了你也不信，5次。噗，还以为他多勇猛。林天一心里偷笑，这点数量还不及他一半。厉害厉害，你是我心中的猛男。林天一不想打击他，随口恭维几句。你当然不知道了，实践出真知，里面有很多门道，下次教你技巧和方法。陆文渊说的眉飞色舞，俨然一个过来人。这时又有一位女修闪过，她的目光被吸引过去。一位年轻貌美女修，穿着绿色吊带，皮肤白皙，身材丰腴，露出半个球体。陆文渊看的口水差点流了出来。姓名白香怡，年龄31岁，颜值86分，修为一品炼气6级，好感度0，充电12次，倍率5倍积分返还。不行的，这种女人你就别想了。林天意劝道，人家已经阅尽千帆了，操练过各种兵器，眼光肯定高。陆文渊长得还可以，可惜修为太低，
舔狗也不够资格。刚才那种身材是极品，你说不好，好是好，不过轮到你的时候都有那位了。难道你想当接盘侠？你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那你挑一个好的给我看看。陆文渊不服气，林天一往四周看了看，的确，能入他法眼的女人不多。合欢宗里没有贞洁的概念，洁身自好的女人恐怕不足5%，比大熊猫还要少。不远处有一个身材平平无奇的女人，姓名李悠悠，年龄22岁，颜值78分，修为一品炼气4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0倍积分返还。这个女人倒是干干净净，不过她的颜值低于85分，不符合系统反积分标准。其实那个女的不错，好看谈不上，但是也不丑，关键是没有拆封过。我没看错眼吧？就这种身材，正反面我都分不清。陆文渊嗤之以鼻，这也不能怪他，大多数男人的审美浮于表面，喜欢大，喜欢圆。林天意也上过一次当，遇人不淑，但是现在他的目标很明确，不是大，也不是圆，而是又大又圆。这时，大量人群突然往士灵碑涌去。外门弟子的第一道关就是测试修为，修为高的外门弟子在晋级赛中抢占有利优势，还有优先选择权。先不说了，我去排队了的，待会测试灵气。陆文渊说完，疾步回到队伍中。今天共有300多位外门弟子参赛，一眼望不到头。周太贤，灵气红色，筑基1级。一位传功堂执事将红色令牌交给他，在外门弟子中能达到筑基1级修为，算是凤毛麟角。周太贤挥动粗壮双臂，亢奋不已，修为好高哦，小腿好长哦，蹬起来一定给力。这次外门弟子3甲，非他莫属。他鼻子很俊，其他地方肯定也很漂亮。周太贤的修为数据一出来，引发众多女修抛去媚眼，蠢蠢欲动。就这筑基1级就这么吃香？林天意看着周太贤，眼神不屑一顾。赵敏，灵气黄色，炼气5级。沈妍希，灵气橙色，炼气8级。陆文渊，灵气黄色，炼气6级。外门弟子们一个接一个把手掌按在士灵碑上测试修为。士灵碑上有一个刻度条，每当有灵气注入时会引发颜色差异，筑基境以上最高为红色，往下依次为橙色、黄色以及白色。传功堂执事拿着笔记录每一位外门弟子的测试修为。林师兄，我刚才还在找你，没想到你排在这么后面。楚玉恒走了过来，他今天也来参加竞技赛。他梳着2条小辫子，穿了一件浅粉色套裙，一双笔直光洁小腿显得特别亭亭玉立。你测完了？什么令牌？是橙色。楚玉恒很高兴，不错呀，那我先去那边了，待会见。楚玉恒挥手告别。林天一心不在焉，东张西望。突然间，很多男修士纷纷围聚在士灵碑旁边，里3层外3层，长得真漂亮，是我的梦中情人，皮肤嫩得掐得出水来，家里那个黄脸婆瞬间不想登了。美女多少钱？开个临时价。一时间各种污言秽语喧闹不已。林天意定睛一看，这不是合欢宗年轻一代中第一美女宋楚然吗？难怪引发宗门男修为她疯狂。宋楚然一袭乌黑秀发披在肩上，长长卷卷的睫毛，眼神特别灵动，脸颊白里透红，樱桃小嘴。她穿着一件紧身圆领短裙，将大部分实力隐藏在薄薄冰山之下，呼之欲出。窄口裙摆下映衬一双美腿，光滑的平整的，连苍蝇都无立足之地。还有那丝光白腻的脚踝，令人魂不守舍。姓名宋楚然，年龄26岁，颜值98分，修为一品炼气6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3000倍积分返还。林天意眼前豁然一亮，这块不可多得的极品美玉散发着迷人馨香，总有一种想把它狠狠摁在地上，和他一起做早操的冲动。机会稍纵即逝，要先下手为强。宋楚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士灵碑，将玉手放在上面。男修们伸长脖子，眼睛直勾勾的，仿佛要在他身上看出点名堂出来。宋楚然，灵气黄色，炼气6级。传功堂执事播报，他听到结果后有些失望，他以为自己能到炼气7级，这样可以拿一个橙色令牌，跟我双修吧，哥能带你升级。今天风好大，差点把我吹进你的怀里，躺在你的小柔软上亲。明天晚上山顶有流星雨，约一个吗？面对这些充满挑逗的言语，宋楚然充耳不闻。他踏过门槛，跟着前面外门弟子拾阶而上，往第一关比赛场地而去，只留下男修们错愕交叠的目光。半个时辰过后，滞留在士灵碑前的人不多了，很快就要轮到林天意了。咦，这不就是你那个窝囊废钱道侣吗？这时苏青云和谢灵舟一对狗男女走了过来，林天意看都没看他俩，不想搭理。他这么低级的修为也有脸参加竞技赛？谢灵舟讥讽，他去年就已经晋级内门弟子了，今天是来陪苏青云参加比赛。苏青云化着艳丽的浓妆，上身穿着一条围兜，肩膀和锁骨都露在外面，虽然穿着长裙，但是开叉很高，隐约之间露出底色。林天意不禁看了他一眼，姓名苏青云，年龄29岁，颜值85分，修为一品炼气7级，好感度35，充电41次，倍率0.3倍积分返还。相比1个月前，苏青云提升了一个小境界，不过之前的隐私数据是38，这意味着短短1个月，他
他已经给谢灵州戴了3顶绿帽了，谢灵州还一直蒙在鼓里。我看你印堂发黑，耳朵下面还有红疹和斑块，这是外染邪毒之症啊！不如到我丹阳门来找林医师看看。林天一反讽道。苏青云没有底线操守了，这都篡位了，谢灵州竟然还乐在其中，放你 X 的狗屁！我好好的，强壮如牛，你少恶心我！说完，谢灵州将苏青云搂住，故意显摆一番，想让林天一心里难受。林天一也不搭理他，他心里高兴还来不及，这种垃圾货色离自己越远越好。下一个，你上来。林天一走到侍灵碑前，放入手掌，刻度条居然纹丝不动。你再来一次！传功堂执事傻眼了，这位的灵气该有多低，连侍灵碑都检测不到。林天一使出浑身解数，他感到体内犹如浩瀚宇宙，力量延绵不绝，但是在侍灵碑上却是无法显示。终于，刻度条上微微冒了一下头。林天一，灵气白色，炼气3级。传功堂执事对他摇了摇头，将一块白色令牌交给他。你是这届外门弟子中修为最差的，没事，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林天一淡淡一笑，侍灵碑测修为不过是正式比赛前的一个测试环节而已，后面还有4关，那才重要。林天一只是修为被遮掩了，他拥有睥睨一切的元婴境实力，待会比赛时一较高下也不迟。窝囊废到底是窝囊废，连我一根小指头都不及。谢灵州哈哈大笑，他这小身板参加比赛不怕被打3架吧？苏青云笑得前俯后仰，尽管2只蚱蜢在林天一眼前反复横跳，他心情没有受到影响，独善其身，远离渣女。他拾阶而上，去往比赛主场。此时广场上按照颜色分为红、橙、黄、白4个方阵，红色代表灵力测试最高，比赛有优先权，容易得到长老和堂主们的重点关注；白色代表灵力测试最差，从往年来看都是炮灰，无一例外。唯一的作用是为明年晋级赛积累宝贵的经验。我虽然是炼气4级，但是我还年轻，争取明年成色。太不公平了，我是炼气6级，就因为98岁了使不上力，把我安排到白色方阵。我还以为我最差，没想到还有一个炼气3级的，拉低了我们白色方阵的下限。林天一有些哭笑不得，白色方阵已经被人鄙视了，万万没想到这些白色方阵里的人还能再鄙视他，人心中成见真是一座大山。第1轮力量比赛现在开始。传功堂执事在主席台喊道。林天一抬起头，忽然看到一个熟悉倩影，顾云溪，他怎么也来观摩比赛了？今天他上半身穿一件带大花边衬衣，身骨沟壑撑得鼓鼓当当，下身穿着深色一步裙，露出妩媚性感的白皙小腿，丰润却不肉感，有一种自带光环的熟妇韵味。道侣温书璇不在家，他倒是风骚起来了。顾云溪也望见了林天一，两人目光交织在一起，一个眼神冷峻，一个眼神炽热。顾云溪伸出舌尖舔了一下嘴唇，还在不经意间撩了撩裙子，她就像一朵娇艳花蕾，为了迎接蜜蜂采摘，打开了隐藏的大门和通道。合欢宗内门弟子晋级赛一直由传功堂主办，由于事关宗门未来发展，许多长老和堂主纷纷露面，在现场主席台就坐的有传功堂长老崔神威、丹阳门堂主金义山、藏经阁堂主赵斌、执法堂堂主周展鹏、炼气堂堂主何敬光等。除此之外，还有合欢宗4大门派的堂主和执事，分别是千幻门、星宿门、天煞门和暗影门。比赛最后晋级的弟子将由这些门派堂主挑选，招至麾下。所以这300多名外门弟子不仅比拼实力，还将在合欢宗中高层领导面前表现自己。第1轮比赛，先请红色方阵外门弟子。在广场东面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放着4块巨石，重量分别为500斤、1000斤、2000斤以及5000斤。参赛者需用自己灵气将巨石举起。此时，一位身形健硕男弟子站在10丈开外，他的修为是炼气9级。他伸出双臂，射出2团光束。不多时，一块2000斤巨石勉强离开地面，承让。他面带喜悦，对这个成绩很满意。接下来又有20多位红色方阵外门弟子试举巨石，多半在1000斤或2000斤，没人能够举起5000斤巨石。这时轮到周太贤上阵比试，他是夺标大热门。今天场上仅有2名外门弟子，修为测试后达到了筑基境，他是其中之一。他深呼吸一口气，眼神凌厉，握紧拳头，2团蓝色光束急速射向最大一块5000斤巨石。现场所有人为之惊叹，今天还没有哪个外门弟子试举最大一块巨石。起！周太贤咬紧牙关，长得满脸通红。巨石摇摇晃晃，灵气不稳，看上去有些力不从心。周太贤拼尽全力，目眦欲裂，求生欲望强烈，手上肌肉剧烈颤抖。全场弟子见了，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起来了，起来了！终于，这块5000斤巨石缓慢地抬了起来。主席台上的长老和堂主们纷纷点头。在这一届外门弟子中，周太贤无论是修为还是功力都是卓尔不群，也是近5年来不可多得的修炼奇才。不出意外的话，此次晋级赛3甲，他必居其一。侥幸！周太贤对着主席台上长老和堂主们作揖。他回到休息区，看得出刚才他的力量已经逼迫到了极限。不要硬撑，
选那么大石头干什么？刚才真怕你一口气接不上来。这时，旁边有位娇小玲珑的漂亮女子，手上拿着纱巾为她擦拭汗水。林天意在侧面瞄了她一眼，她个子不高，目测也就155左右，不过长相萝莉，7分娇俏，3分灵动，笑起来有一种清甜气息。她的头颈很白，就像剥开的荔枝果肉，晶莹剔透，让人忍不住想轻轻咬上一口。特别是坚挺的曲线，坡度陡峭，一只手根本无法掌握，这种身材称得上逆天。她叫朱雅莹，是周太贤的未婚道侣。两人打算这次比赛结束后正式水乳交融。男人的事你懂什么？我这么卖力表现，就是想让那些长老和堂主看到。周太贤说，我担心你的身体，别忘了，等你一结束，我们就在一起双休。朱雅莹娇羞袅娜，眼里深情款款，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等这次比赛结束，我一定让你饱餐一顿。对于未婚道侣，周太贤也是非常喜欢。为了这次外门弟子晋级赛，他禁欲保存实力，否则的话，像朱雅莹这种细嫩丰满尤物，周太贤早就饥不择食了。林天意走近一步，又看了一眼朱雅莹，姓名朱雅莹，年龄21岁，颜值91分，修为一品炼气3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2500倍积分返还。林天意在中山广场转了大半天，除了宋楚然之外，朱雅莹的返还倍率是最高的。在合欢宗，干净女孩并不多见，颜值还能85分以上就更稀少了，所以每一个都不能错过。周太贤不过是助激进，凭什么能有这么漂亮的道侣跟着他？林天意心中不服气。楚玉衡，2000斤石头成功！传功堂执事喊道。现场响起一阵掌声。不容易啊，真是女中豪杰。林师兄，我刚才举起了2000斤石头，没想到我的修为增长这么快。楚玉衡比赛结束，来到林天意身旁，半嗔半骄。1分耕耘，当然1分回报嘛。这次要多谢林师兄，赛前给我了丹药，而且还对我进行针对性辅导，给的量也比平时多很多。说完，楚玉衡脸色红润，不给你给谁？我自己留着也没用啊。林天意笑了笑，等这次比赛结束，我一定登门道谢，带你游山玩水。好好，你有这份孝心，我就知足了。呵呵，我一定静候佳音。楚玉衡走了，他和几位千唤门师姐往下一个赛场跑去。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姑娘。林天意平日里没白照顾她。宋楚然，1000斤石头成功！传功堂执事话音刚落，宋楚然收敛灵气，揉了揉酸胀胳膊。他已经26岁了，加入合欢宗3年，修为仅仅提升了一个小境界。看到其他姐妹都在进步，他心里也有焦虑。宋楚然天生丽质，楚楚动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男人求欢。在这些追求他的男人中，不乏一些心怀叵测的长老、堂主和执事等，都想要潜规则他。宋楚然刻意保持距离，不给他们创造任何可乘之机，因为他之前发过毒誓，一定要为死去父母还有哥哥报仇雪恨。他要找到一个可以替他杀死乾元宗沈瑜的强者。宋楚然一个弱女子，没有什么可以交换的资源，她只有娇美的容貌、柔软的胸膛以及自己珍贵的处子之身。等到乾元宗沈瑜死了，他会将自己的一切献给那个能替他报仇的强者。目前来说，他把希望寄托在温书璇身上，毕竟温书璇曾是他哥哥的好友。可是温书璇一直在推脱，未来究竟会怎样，宋楚然心里也没底。其实你的灵气实力并不差，但是在运用技巧方面不够娴熟。看到宋楚然从身旁经过，林天意上前搭讪，谢谢。宋楚然瞥了一眼，他心想，又是一个觊觎他的登徒浪子。那些修为差的不能替他完成报仇任务的，宋楚然不会多看一眼。我一定要找一个强大的男人。宋楚然暗想，他翩若惊鸿，随着人群离开了这里。系统检测到宋楚然的好感度为5，负5点，返还0积分。嘿，和他说句话，好感度还降低了？难道他不喜欢我这种风流倜傥型的？他也太高冷了吧。但是宋楚然身上有高达3000倍积分返还，林天意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就算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不一会儿，红色、橙色和黄色方阵的外门弟子第一关力量比试都结束了。主席台上，大部分长老和堂主已经离席，赶往下一个场地。剩下的白队方阵弟子都是滥竽充数的，没人会把他们当回事。此时，白色方阵有30多人，大多是老弱病残，林天意也在其中。苗红500斤失败，任文斌500斤失败，马玲玲500斤失败。传功堂执事看了直摇头，一众外门弟子连最轻的500斤石头都举不起来。这时，苏青云和谢灵洲2人又走了过来。我们走吧，这个废物有什么好看的？呵呵，他来比赛就是个笑话。林天意不理睬这对狗男女，他走到凉亭10丈之外，准备进行第一关力量比试。他不像其他弟子做一些热身运动，反而伸了个大懒腰。小伙年纪轻轻，在合欢宗这几年彻底学废了，还不如回家种田。我去年见过他，没想到了过1年修为还退步了。没背景没钱，唯一办法，不嫌弃味大的话，可以找个老妪补一补。白色方阵弟子还有一些围观弟子纷纷在边上吐槽，瞧他一个大男人整天在干什么活，怎么这么不思进取？林天意心态很好，他伸出右手对着巨石方向漫不经心挥动一下，几秒钟过后，废物果然废到没边了。4块石头，
一块都没动，他的灵力还没外面的风大。谢灵州笑得前俯后仰，走了，还是跟着谢哥哥有肉吃。苏青云挽着谢灵州臂弯，一脸傲娇，他暗自得意，当初幸好没有和林天意双修。看到4块石头纹丝不动，连传公堂执事都憋不住，笑出了鹅叫。白色方阵弟子们哄堂大笑，见过弱的外门弟子，但是没有见过像林天意这么弱的外门弟子。他拉低了合欢宗的下限，不过下一秒，这些人就笑不起来了。4块巨石依然没动，但是凉亭却动了起来。蹭，泥土开始松动，高5丈、宽2丈的庞然大物已经脱离了地面，无数沙石滚落，大地为之颤动。所有人瞪大眼睛，露出震惊表情。太不可思议了，他竟然把凉亭连根拔起了。这4块巨石跟着凉亭一起飞了起来，也就是说，林天意一人之力就把500斤、1000斤、2000斤、5000斤4块巨石，再加一个凉亭，全部抬了。恐怖至极，怎么会这样？光这个凉亭也有好几千斤。白色方阵数位外门弟子看得都吓尿了。凉亭和4块巨石还在以肉眼可见速度继续上升，比风筝飞得还高。林天意没觉得有多厉害，感觉不过使用了2成功力。你们看，凉亭上天了。那些走在半路上的红色、橙色、黄色方阵外门弟子全都抬起头，屏住呼吸，望着这个天空中的壮观。宋楚然也被眼前景象吓呆了，他的睫毛疯狂颤动，眼眸来回缩动，整个人好像被定住一般。好磅礴的灵气，白色方阵中还有这等奇人。宋楚然看到了林天意，更加觉得震恐不已。居然是他！刚才被我看不起那个人，和我搭讪那个人，真是深藏不露。宋楚然对林天意的印象大为改观，他应该不是那种低俗的登徒浪子，而是一个有涵养的翩翩君子。想到这里，宋楚然脸色潮红。系统检测到宋楚然的好感度为5加10点，返还3万积分。此时，周太贤和他的未婚道侣朱雅莹也看到了这一幕。今天的外门弟子中，竟然有人比我还厉害。周太贤眼神慌乱，他内心感到害怕。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强的外门弟子，刚才力量比试中，只有他举起了5000斤巨石，但是万万没想到，一个白色方阵的人不仅举起了5000斤巨石，还有其余3颗巨石也一同举了起来。更要命的是，他把毫不相干的凉亭也举了起来。如此恐怖力量，非元婴境以上实力不可。哇，凉亭还在飞，快要看不见了。朱雅莹按住起伏胸口，惊得差点下巴脱臼。在现场同样感到震惊的还有苏青云和谢灵州。这是林天意吗？他竟然把凉亭搬走了。苏青云猛地退后3步，脸色煞白，嘴唇不停地颤抖。不可能，他不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旁边的传功堂长老呆呆地伫立在原地，前一秒他还在嘲讽林天意，后一秒就被打脸了。他是金丹境中期修为，就算是他也不可能把凉亭送上天。由此可见，林天意的功力是何等恐怖。这时凉亭已经上升了数千米之高，在天空中消失了。好了，不玩了。林天意觉得无聊，顺势收了灵气。天空中的凉亭开始急速下坠，就像一颗天外陨石。轰隆一声巨响，凉亭彻底散了架，4分5裂，地面砸出一个大坑，扬起铺天盖地晨雾。很多外门弟子看到这一幕，又一次深深震惊。这股力量之大，远超千钧之力。他们在一瞬间都对林天意产生了敬畏之心。这时，一个面容清绝老者飞了过来。传功堂长老崔神威本来已经动身去第2关千机崖坐镇，谁知看到凉亭被人拔了，于是他又飞回来查探究竟。谁把凉亭抬起来的？崔神威询问。其余外门弟子皆低头不语。我应该没有瞄准，打歪了，希望没有造成麻烦。林天意耸了耸肩膀。崔神威心底闪过一丝惊诧，一个外门弟子居然能把凉亭抬得这么高，而且还一脸云淡风轻，此人功力恐怕在筑基之上。不过今天是公众场合，后面还有重要的晋级赛，此事先大事化小。这位弟子干扰正常比赛秩序，还打破凉亭，罚款1000灵石。长老崔神威说。什么？还要罚灵石？林天意没想到是这种结果，不过这一次他确实玩大了，他没有保留实力。传功堂长老崔神威德高望重，他的话不敢不从。弟子林天意甘愿受罚。第2关文道比试马上要开始了，你先去比赛吧。崔神威看似惩罚林天意，其实是在保护他。罚款1000灵石不过是靴子高高举起，然后轻轻落下。他也爱惜人才，并非想追究林天意责任。说完，长老崔神威飞走了。下一关比赛我要更加谨慎，不然灵石都不够罚的。林天意告诫自己。他抬头一望，在主席台上，顾云溪并没有离开，他也看着林天意。刚才顾云溪看到他拔起凉亭的全过程，心中只有一个字：震撼。他一个炼气修为竟然这么厉害，那种轻飘飘的眼神太有杀伤力了。怪不得我那天靠近他时候，身体就会不由自主的发软，那种冲击力只要用对地方，杀伤力一定更强。顾云溪想着想着，神魂飘荡起来，他感觉有种无形力量在牵扯着他。他抚摸自己晶莹雪滑脖子，感受阵阵动荡不安。我是一个端庄纯洁的女人，不可以这么胡思乱想。噗一声，胸前一粒紧绷的纽扣被弹飞了，蕉叶晕红，暗香疏影。
顾云溪摘下头上发簪，用2片薄薄嘴唇含住，贝齿轻咬。林天意看着顾云溪，挑逗般把玩手中发簪，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身体求偶信号。合欢宗、天荡山、千机崖，现场300多名外门弟子齐聚广场，准备第2关文道的比试。红色、橙色、黄色以及白色方阵站在各自区域，泾渭分明。合欢宗女弟子们目光大多数飘向红色方阵，第1排最左边那个小师弟不错，炼气8级，好想踩他的阳气。可惜周太贤有未婚道侣了，不然今晚就约他。姐妹们，给我留一口好的。面对优质的男修资源，女弟子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蠢蠢欲动。一阵喧嚣锣鼓声后，传功长老崔神威掏出一张纸，念了起来：尊敬的各位宗门领导、女弟子、男弟子们，今天风和日丽，金风送爽，我是传功长老崔神威，欢迎各封弟子参加今天的竞技赛。传功长老掌管合欢宗所有功法和秘籍，位高权重。崔神威还分管藏经阁。第1轮比赛已经结束，取得佳绩弟子不要沾沾自喜，而成绩落后弟子也不要妄自菲薄。后面还有3轮比赛，胜负未知，乾坤未定。身为修仙者，筋骨之强终有极限，而心神通达则是浩瀚无穷。每一次突破都离不开悟道，心如瞪镜，万里虚空。心越静，神越宁。祝各位弟子早日领悟心静致虚的道义。第2关文道将比试宁静致远，在距离数千米地方，传功堂弟子依据8音即金、石、土、吉、丝、木、刨、竹8种乐器逐一进行演奏。山上的外门弟子需要记住每种乐器的奏鸣次数，看似考验听力，实则考验心智。只有内心通透、心静如水的人，才能清晰听到山下乐器叩击声音。最后，我代表传功堂感谢丹阳门、执法堂、炼气堂以及千幻门、星宿门、天煞门、暗影门等堂主的莅临。长老崔神威话音刚落，场下响起一阵热烈掌声。林天一抬起头，看着主席台上身穿一袭黑袍的丹阳门堂主金一山。平时在炼丹大楼，他见过几次金堂主，这一次他还带来了家眷，身旁有一位气质可人的小美人。小美人脸蛋精致，光润秀雅，小巧红唇总是似笑非笑抿着，乌黑亮泽头发上缀满了各式华丽珠翠，更添一抹柔媚娇色。让人目不转睛的是，她穿着一件紫色刺绣绫罗衣裳，微风轻拂，曼妙的青春酮体若隐若现。特别是那小河尖尖犹如奥利枝头的腊梅，与衣裳上花纹里应外合，连为一体，成为2处点睛之笔。她叫金嘉欣，是金义山堂主的掌上明珠，姓名金嘉欣，年龄20岁，颜值96分，修为1品炼气7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5000倍积分返还。什么？居然5000倍积分返还？林天意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眼，迄今为止他还没见过这么高的返还倍率。金嘉欣是丹阳门一把手的女儿，金枝玉叶，养尊处优，她的眼光一定很高，要想获得她的好感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各个方阵弟子做好准备，第2关文道比赛马上开始了。传功堂执事喊道：300多位外门弟子全部席地而坐，蔚为壮观。他们闭上眼睛，屏气凝神，双手合十或放置腿上，让自己内心短时间安静下来。林天意在白色方阵，双腿交叉，单手撑着下巴。此时在红色方阵中，周太贤和10几名弟子浮悬在半空之中，衣衫飘飘，看上去很有逼格，吸引了一波在场女弟子目光。哇，这几个会飘起来的，好帅哟！这个姿势不错，回家和我道侣试试。右边那3个小师弟我全都要了。林天一撇了下嘴巴，他们不就是装逼吗？身体飘起来和文道比赛有半毛钱关系，无非是想引起在场女人注意罢了。这场比赛比的是心境，那些莺莺燕燕在场，紊乱到心，还能好好比赛吗？林天意不屑与那些出挑的男弟子抢风头。比赛开始了，师兄陆文渊、师妹楚玉衡，还有宋楚然等人都竖起耳朵，亲耳聆听。弟子们在数千米山腰听到山下细微的乐器奏鸣之声，难度可想而知。叮叮当当，叽叽咕咕，各种乐器反复响起，混杂其中，或长或短，或轻或重，毫无规律可言。一炷香过后，不少弟子一脸茫然，内心不通透的人无法听到完整的乐器声音。又一炷香时间过去，比赛结束，传功堂执事下令。传功堂弟子收到传音后，立即停止奏乐，请各位弟子起身，都站到中间来。4个方阵外门弟子闻言，往中心聚集。林师弟，你刚才听到了什么？陆文渊眼神忐忑，他滥竽充数，听了个寂寞。还行，你跟着我就行了。林天意故作神秘，刚才他开启了神识，别说是乐器声音，就算是一只蚂蚁在挠痒，他都听得一清二楚。我信你个鬼！陆文渊根本不相信林天意的话。这时传功堂执事开始出题，刚才声中响了几下，10次以上往左站立，10次以下往右站立。外门弟子引发一阵骚动，许多人抓耳挠腮，大多数人站在左边，有20多人站在右边，请右边弟子离开这里。传功堂执事说，20多位弟子垂头丧气，黯然离场。剩下的外门弟子，有些人暗自庆幸，有些人幸灾乐祸，毕竟自己的对手越少越好。第2题，刚才否气响了几下，
响了12下，往左站立；响了13下，往右站立。这道题出现巨大分歧，许多外门弟子犹豫不决，左右横跳。最终有100多名弟子选择左边，其余200多名弟子选择右边。请左边弟子离开这里。传功堂执事冷漠说。哗啦啦，一大群外门弟子饮恨离场。林兄，你的运气还不错嘛？陆文渊凑了过来，他以为林天意像他一样，每次都是靠猜，浑水摸鱼，彼此。林天意神情恬静，仿佛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我告诉你一个窍门，一是跟着红色方阵的人走，二是跟着多数人走。你要相信集体的智慧。看来陆文渊是个投机取巧分子，多谢陆兄提醒。林天意笑了笑。下面第3题，刚才排箫的长音多还是短音多？长音的站在左边，短音的站在右边。这题引发一片哗然。周太贤想了想，然后毅然站在左边。由于他是红色方阵弟子，又是夺冠大热门，对于那些举棋不定的弟子有很大引导性。一大群弟子看到后，也跟着周太贤选择左边，而林天意大摇大摆站在右边。嗨，站在左边的陆文渊一个劲对林天意挤眉弄眼，示意他站过去。林天意摆了摆手，我善意提醒他，他却不领情。算了，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陆文渊心想。楚玉衡也选择左边，宋楚然深思熟虑了一下，最终和林天意一样站在右边。所有外门弟子都在屏气息声，请左边弟子离开这里。传功堂执事说。什么？话音刚落，站在左边的150多名弟子惊得目瞪口呆。这么多人站在左边，居然是错的。这个周太贤是怎么选的？我瞎了眼会去跟他，害我说了，我是相信他才跟他的。他筑基修为，难道也会错？到了8辈子没了，早知道还不如自己凭感觉。这下周太贤可惨了，被人骂得狗血淋头，头都抬不起来，像个缩头乌龟似的。之前还风光无限，现在成为众矢之的，大家把气都洒在他头上。这一次林天意战队的右边获胜，场上仅剩50多人。这个周太贤刚才还玩什么悬浮花里胡哨的，我说没调用吧？林天意觉得好笑，他装逼过头了，现在被人骂死了。爱出风头的人绝对没有好下场。这时林天意和宋楚然无意间相视一眼，宋楚然看到他在第1关展现的恐怖实力后，对林天意印象大为改观。他心里并不排斥，反而有了一点好奇心。这人吊儿郎当的，心不在焉，但是看上去活干得很好。宋楚然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反差感，还有一点神秘感，心里有点芳心荡漾。陆文渊懊恼离场，他羞愧了，低着头不敢看林天意。我刚才还嘲笑他，说他站错队，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他的随大流法则失效了，他的第2场比赛宣告提前结束。楚玉衡也看了一眼，他万万没想到，刚才这一轮大浪淘沙，林天意居然还在场上，都怪自己刚才太急了，要是和他站在一起该有多好。楚玉衡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不得不懊丧离开。第4题，刚才刨琴拨动了几次弦？选择68次站在左边，选择69次的站在右边。场上剩余50多位弟子全傻眼了。数秒钟之后，人群开始左右站队，前面几个人都选择左边，后面弟子有了从众心理，而林天意坚定地站在右边。这个刨琴声音我费尽心力只听到42次，他应该也没听全吧？不过看他胸有成竹样子，我该信他吗？宋楚然心想。林天意所站的右边又是少数派，只有9个人。宋楚然又看了林天意一眼，没想到他对宋楚然眨了一下眼睛。这是宋楚然心跳骤然加快，脸上发烫。在全场这么多长老堂主，这么多弟子众目睽睽之下，宋楚然和林天意2人传递着专属私密讯息。宋楚然有一种很刺激，被撩拨伴随着妈软的感觉。算了，反正都是猜，不妨信他一次。宋楚然接下了林天意抛给他的橄榄枝，悄然走了过去，站在他身旁。他在心中默默祈祷，请左边弟子离开这里。传功堂执事说。什么？左边弟子离开？这不是意味着右边赢了？宋楚然捂住胸口，芳心剧烈跳动。其他8位外门弟子都是一脸兴奋，有种劫后余生感觉。现场长老和堂主们以及场上300多位外门弟子目光全部聚焦到场上最后10人身上。宋楚然偷瞄了林天意一眼，心里很开心，庆幸自己押对了宝。系统检测到宋楚然的好感度为10，加5点，返还15000积分。第2场比赛进入到关键时刻。第5题，刚才的击鼓声敲的是正面还是反面？选择正面站在左边，选择反面的站在右边。一面鼓正面为主奏，反面为辅奏，在鼓皮调音方面会有略微差异。宋楚然看着林天意，这次该怎么选？左边站了3个，右边站了4个。宋楚然、林天意还有一个大汉，3人站在中间，迟迟未做选择。时间马上到了，请场上弟子尽快站队。传功堂执事催促，场下外门弟子们一脸惊异，他们仨怎么了？是要弃赛吗？肯定是修为不够，不知道选哪一边。一个人光靠运气走不了多远的。时间紧迫，宋楚然迟疑不决，他怎么还没站边？我该站哪一边？传功堂执事举起了手，宋楚然在最后一刻站在了左边。比赛结束，场上左边站了4人，中间站着2人，右边也站着4人，出现了一个怪异的局面。你们2个为什么不做选择？
传公堂执事询问，其实我刚才没有听到击鼓声音。原来林天意迟迟未能做出选择，是他根本没有听到任何鼓声。此话一出，现场群情哗然。林天意的答案颠覆了所有外门弟子的认知，没听到就是听不到，一个炼气3级的能有啥修为？就是还站在那里大言不惭。传公堂题目不会错，分明是他在瞎说。外门弟子们集体嗤之以鼻，没有人相信一个炼气初期修为的人竟敢质疑传公堂的题目，肯定是林天意错了。这位师弟说没有听到鼓声，其实我也没有听到鼓声。与林天意并肩站在中间的大汉镇定地说。场上局势变得混乱，竟然有2个人质疑传公堂的题目。林天意转身看了一眼那个大汉，一下子惊呆了。姓名霍之斐，年龄33岁，颜值86分，修为2品筑基1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3500倍积分返还。身旁这个大汉居然是个娘们。霍之斐身高180，身形魁梧，他一头中短发，穿着和男人一样的长衫。今天场上外门弟子中有2人达到了筑基境，一个是周太贤，另一个就是他霍之斐。林天意站在他旁边，虽然比他高了一点点，但是体型没他健硕。霍之斐脸型轮廓硬朗，眉骨分明，鼻梁挺直，有一股英姿飒爽的独特韵味，这是一种女生男香。她不像一般女人柔美温婉，而是给人一种大气干练感觉。霍之斐的返还倍率也很高，对于大马女，林天意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极品。你也没有听到鼓声，看来我俩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站边。霍之斐无奈吐槽。这时主席台上，传功长老崔神威、金义山、周展鹏等几位堂主都不约而同地笑了。刚才的确没有鼓声，看来真正闻到的人只有林天意和霍之斐2人。长老崔神威夸赞，话音刚落，全场震惊。宋楚然、楚玉衡和陆文渊等人都用不可思议眼神看着林天意。从300多名外门弟子中成功脱颖而出的，竟然会是炼气初期的林天意，居然识破了传功长老设下的骗局，太匪夷所思了。这时主席台后座上的金嘉欣也注意到了林天意，他眉梢轻轻一扬，蓦然睁开了一对水润美目，他嘴角微微上扬，仿佛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这个林天意倒是有点意思，找机会和他玩玩。金嘉欣摸着自己滑溜溜的大腿。最后一题，左右站边的弟子全错，反而是没有做出选择的林天意和霍之斐获胜。现场最后悔的人非宋楚然莫属。要是我刚才没有摇摆，站在林天意身旁，那该多好。宋楚然又看了林天意一眼，双颊如涂了胭脂般羞红，忽然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光芒。他的修为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却让所有外门弟子都黯然失色。宋楚然有点迷上他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魅力，高冷芳心开始融化。我宣布第2场比赛，林天意和霍之斐获胜。传公堂执事高喊，其余8位弟子离场，现场鼓声雷声，奏乐齐鸣。那个废柴竟然赢了！站在一旁观战的谢灵洲流露出震恐之色。他的修为这么废，但是内劲和文道却如此深厚，只有一个可能，他应该是纯阳之体。苏青云一脸震惊望着林天意，拥有纯阳之体的人精力充沛，在需要时候充盈阳气，通过真元转化为延绵灵气。对于双修中受体一方来说，获得阳气越多越盛越持久，比吃了琼浆玉液还要舒坦。这个谢灵洲每次草草了事，囊中空空，根本不能满足我。苏青云瞥了身旁谢灵洲一眼，瞬间产生了厌恶。再看看广场中间的林天意，剑眉星目，挺拔鼻梁，喉结突出，反而越看越欢喜。当初嫌他穷，嫌他修为低，离开了他，早知道他是纯阳之体的话，好歹也要吃上一口。苏青云想到这里，心如刀割。这1年多来，他找了40多个男人双修，虽然数量多，但是质量不高，每一次连半宝都达不到。兜兜转转了一圈，苏青云今天才幡然悔悟，林天意才是最适合自己双修的体质。他现在风光无限，这次比赛他必然晋级内门弟子，到时候我和他的差距就更大了。也许我还可以再试一试。一想到这里，苏青云挺起胸脯，傲人高耸，眼睛里流露出勾惑媚色。哟，你发春了？谢灵洲看到苏青云模样后眼馋不已，殊不知他心里想着林天意，才会搔首弄姿起来。走吧，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最好长点心眼，不要像上几次那样一触即溃。苏青云冷哼一声，远水解不了近渴，苏青云只能先把谢灵洲当作开胃菜。不会的，不会的。谢灵洲屁颠跟在苏青云身后，他还把苏青云当作宝贝，殊不知早已磨损严重。要是谢灵洲知道他一直是后来者居上，估计要气到吐血了。此时太阳开始西沉，天色渐渐暗淡。第1天比赛结束，弟子们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秘境探险比赛。传公堂执事说，主席台上长老和堂主们纷纷离席，300多名外门弟子，有人高兴，有人失落，也无可奈何散去。想不到你修为炼气初期，但是文道竟是如此了得。霍之斐夸道。承认。林天意回应，希望能在后面比赛中有机会向你赐教。不客气。说完，霍之斐就走了。他眼里对林天意有了一种惺惺相惜感觉。林天意抬起头，在座台上寻找一个目标。果不其然，顾云溪也在看着他。
刚才林天意的表现震慑全场，顾云熙看得春潮泛滥，满脑子都是对他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比温书璇年轻有活力，关键他是一个有根的男人。顾云熙芳心摇动，一股玉女气息弥漫全身。顾云熙当着林天意的面遥遥相望，将手伸入衣衫中摸索一番，然后掏出一个发髻。林天意眼前顿时一亮，全身精血上涌。顾云熙起身拉了下裙摆，硕果震颤，抖落一身风韵。他把手中发簪藏在座位底下，又忽闪着欲望大眼睛，这才翩然而去。这一幕被林天意尽收眼底。林兄，在看什么呢？还不走？陆文渊走了过来。我在想明天比赛的事。今天你的发挥太好了，最近怎么这么厉害？是不是吃上好肉了？陆文渊试探。哪有，运气好而已。林天意淡然说。那我先走了，回去睡个好觉，准备明天打个翻身仗。说完，陆文渊自顾自走了。广场上已经没几个人了，空空荡荡。林天意踏上主席台阶，慢慢走到顾云熙那个座位。他俯下身，用手摸索，他的发髻还在。林天意掏出一个精致发髻，他一眼认出，就是那天顾云熙家浴桶中的发髻。奇怪，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个发髻呢？林天意把发髻捏在手中，上面还有顾云熙的温度，以及他的淡淡纯净体香。林天意离开比赛广场，经过休息区，觉得有些口渴，拿着竹瓢舀碗水喝。休息区里有几十间小屋，专供比赛弟子休憩之用，可以在里面换洗衣服、喝水、喝茶、睡卧过夜。这时，林天意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个熟悉声音：“你真不要脸，竟敢偷吃我的聚灵丹！你还是不是人？这粒中品聚灵丹本来就是我送给你的，现在我吃了，以后还给你就是了。”原来周太贤和他的未婚道侣朱雅莹两人正在吵架。周太贤之前为了讨好朱雅莹，在房市花费近4万灵石买了一粒中品聚灵丹送给她。万没想到，就在刚才，周太贤偷偷打开朱雅莹的玉匣，并偷吃了聚灵丹。这下惹恼了朱雅莹。你为什么不事先说一声？我这么信任你，你却在背后算计我。朱雅莹怒斥。今天的比赛你也看到了，外门弟子中有不少高手，后面比赛我不能再输了。在比赛之前，周太贤自诩修为筑基，自视甚高，但是今天他表现差强人意，甚至在第2场文道比赛中中途出局。于是他心慌了，他想通过嗑药迅速提升灵气，争取在明天秘境探险中再搏一搏。周太贤是自私的，他只在乎自己输赢，全然不顾朱雅莹的感受。别生气了，等我晋级内门弟子，我再给你买聚灵丹。周太贤哄道。朱雅莹心里五味杂陈，这粒聚灵丹的确是周太贤送给她的，她一直舍不得吃，没想到最后还是被他偷吃了。中品聚灵丹要4万多灵石，周太贤要攒多少年？朱雅莹还能怎么办？事已至此，他又不能让周太贤把聚灵丹吐出来，只能自己吃哑巴亏。朱雅莹打开门，你去哪啊？要你管，我内急，去解手。朱雅莹心里赌气，摔门而去。她步履匆匆，刚走没几步，她低头一看，有一粒丹药向她滚滚而来。朱雅莹蹲下身子，捡起丹药，上面还裹着不少尘土，是极品聚灵丹。朱雅莹鼻子闻了闻，用不可思议目光看着手上这粒丹药。哎呀，原来在你这里。这时林天意走了过来，目光温柔地看着朱雅莹。聚灵丹是你的？朱雅莹站了起来，用羡慕眼光看着林天意。刚才我放在口袋里，没想到袋子破了，不小心漏了出来。林天意一边说，一边伸出拇指和食指去夹朱雅莹手中的聚灵丹。他提取聚灵丹时候，明显感觉朱雅莹有些夹紧，似乎不大情愿。朱雅莹知道，他之前的中品聚灵丹房市价格4万灵石，而这粒极品聚灵丹起码6万灵石以上。林天意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竟然有这么好的聚灵丹。菊哥哥，林天意吹起了口哨。很快，有一只黄白相间羽毛的翠鸟飞了过来。林天意将手中那粒聚灵丹碾碎，然后摊开手掌给翠鸟喂食。这一幕让朱雅莹惊呆了。极品聚灵丹，你竟然给鸟吃？哦，刚才不是掉地上了吗？弄脏了，扔了的话有点可惜，不如喂鸟。林天意瞄了朱雅莹一眼，他胸口猛地收缩，弹力比弹簧更胜一筹。这么好的娇美尤物，你周太贤不懂得怜惜，那可别怪我林天意出手了。但是聚灵丹掉在地上，擦拭一下不就干净了？朱雅莹百思不得其解。聚灵丹价格不菲，即使脏了，擦一下或是洗一洗不就行了？可是林天意居然给翠鸟吃，这可是极品聚灵丹，吃了之后灵气爆棚，而且价值6万多灵石。林天意没有接朱雅莹的话，悠闲地喂食翠鸟。慢点，慢点，都归你了。翠鸟吃了半粒聚灵丹，然后喙上叼着另半粒，挥动翅膀，呼呼生风，犹如巨鹏凌空而去。他自己吃该多好！朱雅莹替林天意感到惋惜，他心想，世上居然有这么蠢的人，恐怕他不识货吧。刚才那粒聚灵丹，他不嫌弃掉在地上，还不如给他吃。这时林天意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瓶，他取下木塞，摊开手掌，一口气倒出7、8粒丹药。什么？这些都是极品聚灵丹？朱雅莹看到眼前这一幕，彻底震惊了。刚才他看到林天意用聚灵丹喂食翠鸟，以为他是傻瓜，万没想到他是豪横，他竟然有这么多聚灵丹。
朱雅莹又深深看了林天意一眼，目光在他脸上，久久不愿离去。我以为他蠢，原来我自己才蠢。8粒极品聚灵丹意味着什么？价值50万灵石。毫不夸张地说，就算是合欢宗堂主也拿不出这么多的聚灵丹。没事，我肚子饿了，吃点丹药垫饥。这聚灵丹才800积分，在林天意兑换系统中属于最低级的丹药。林天意轻飘飘地取了2粒聚灵丹，一口吞了下去。你一口气吃2粒聚灵丹？朱雅莹再也忍不住了。如果昂贵的聚灵丹换作是他的话，可能先吃一半，然后过几天再吃另一半。可是林天意居然拿极品聚灵丹垫饥，还一次吃2粒。朱雅莹对林天意的震惊犹如翻江倒海，让他抓狂不已。林天意吃完2粒聚灵丹，又往嘴里送了1粒。朱雅莹呆呆伫立，看着他不停地嗑药，口水都快流出来。林天意看到朱雅莹已经有所动心了，铺垫的差不多了，该收网了。朱师妹，你要不要嗑一粒？什么？朱雅莹两眼放光，我可以吗？她的身体一下子亢奋起来，这可是极品聚灵丹，自己要是吃上1粒，那还不欲死欲仙的。聚灵丹而已，我每天饿了就吃几粒，手上有些多余，林师兄若肯给我一定感激不尽。朱雅莹毕恭毕敬，一脸真诚，感谢倒不必了。你有笔吗？笔？朱雅莹大惑不解，我要对你比试，笔试通过的话，我就把聚灵丹给你。什么？朱雅莹脸色一下子红了，就算她再笨，也明白了林天意的言下之意。如此贵重的极品聚灵丹，自己与他非亲非故，他凭什么免费给？这是一个交易，朱雅莹可以理解，心里并不抵触。但是关键问题是，他是周太贤的未婚道侣，两人打算这次晋级赛之后才开始双修。如果他把身子先给了林天意，周太贤那边该如何交代？你自己想一想吧，不着急。林天意一脸淡然，又吃了1粒聚灵丹。朱雅莹有些沉不住气，她想到刚才周太贤偷吃了他的中品聚灵丹，根本没有顾及他的感受。周太贤说要补我聚灵丹，肯定是骗我的。现在林天意能给我更好的现货，这是一个机缘。既然他对不起我，我也可以背叛他。朱雅莹脑海中浮想联翩，她对周太贤偷吃丹药非常失望，同时又觉得林天意财大气粗，格局比周太贤大多了。极品聚灵丹可遇不可求，他要求比试并不过分。他相貌堂堂，比粗犷的周太贤帅多了，与他双修，即使不给聚灵丹，我也有阳气可图。朱雅莹内心犹豫不决，周太贤的未婚道侣和林天意的比试，究竟哪一边更重要？此时林天意一脸松弛，他饶有兴致地守株待兔。他又往嘴里送了1粒聚灵丹，现在手掌中仅剩最后1粒聚灵丹。朱雅莹看见之后，心中天平彻底失衡了。他吃得太香了，吃得太爽了，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奢侈？聚灵丹快被他吃光了，我该怎么办？这种事就算和他做了，只要不说周太贤那个榆木脑袋，也根本看不出来。朱雅莹在做最后决定。林天意拿起最后1粒聚灵丹，刚放在唇上，系统检测到朱雅莹的好感度为15加15点，返还加37500积分，有戏！他的好感度提升了。林天意大喜，他转身直勾勾目光盯着朱雅莹。朱雅莹低着头，脸上一片羞红，从脸颊一直红到耳后根。她胸口小鹿乱撞，既期待又充满不确定的幻想。朱师妹是否愿意与我一起共浴爱河？天色马上就要黑了。朱雅莹用脚尖划着地面，头压得更低了。林天意知道朱雅莹瓜熟蒂落，随时可以采摘了。他环顾四周，这片休息区人来人往，况且周太贤就在这里，万万不行。前面有一片小树林，不远处有一片茂林。我是路盲，请林师兄先走。朱雅莹心里软软的。林天意迈开步伐往小树林走去。朱雅莹看了下四周，确定没人之后，歪歪斜斜的跟在他身后。很快两人来到小树林，毕竟是荒郊野外，石头、枯木、杂草等条件有些艰苦。林天意和朱雅莹找了2处地方，都觉得不够施展空间。这时密林中隐隐约约传来一些莺歌燕语。好哥哥，真给力哦，不要因为我是娇花而对我怜香惜玉，用你的兵器蹂躏我吧。林天意和朱雅莹听到之后都觉得尴尬不已。原来在合欢宗天荡山上，经常有一些弟子在野外天人合一，不必顾忌。今天内门弟子晋级赛来了数百名男女，如此大的社交活动，社交在所难免。合欢宗讲究人与自然的统一，只要不违背天理，遵循男女自愿原则，一切都是允许的。你看这么大一个树林，好地方都被别人占了，我俩来的是不是有点晚了？朱雅莹娇羞。林天意带着她继续寻找合适场合。突然间休息区那边传来一个咆哮声音。朱雅莹，你不是去解手吗？去了这么久，在哪呢？糟糕，原来是周太贤发现他的未婚道侣不见了，开始四处寻找。朱雅莹听到了周太贤声音，躲在一个大树后面，神情慌乱。不行了，我要回去了，我不能被他发现。如果他看到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他会打死我的。他吓得双腿发抖。林天意眼睛死死盯着朱雅莹，机会只有一次，稍纵即逝，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林天意抓住朱雅莹的双肩，你想干什么？对你为所欲为。话音刚落，林天意把身躯娇小的朱雅莹狠狠摁在树上。不可以，他会追过来的。2分38秒后，朱雅莹，
你在哪里？告诉我，你到底在哪里？迟迟找不到未婚道侣，周太贤心急如焚，几乎要发疯了。宝贝，你到底在哪里？他找遍了所有地方，心里凉透了，最后往小树林跑去。他追来了。朱雅莹神色慌乱，赶紧穿上衣服。林天意慢条斯理系上腰带。朱雅莹，你在树林里吗？你在这里吗？周太贤声音沙哑，听上去很沮丧。他心里很矛盾，希望朱雅莹在这里，又希望她不要在这里。你干什么？我俩要被他发现了。朱雅莹刚想要冲出去，被林天意一把拦住。你现在出去的话，他的疑心会更大。周太贤近在咫尺，两人随时可能被他发现。你躲在这里，不要动，我出去引开他。他如果看到我俩在一起，那就惨了。朱雅莹害怕极了，心乱如麻。毕竟周太贤是他的未婚道侣，一旦被他知道，后果可想而知。嗨，周师兄，你的朱雅莹在这里。林天意跳出树丛，对着周太贤挥手。朱雅莹直接看傻眼了，自己躲还来不及，这林天意居然自己跳出去现身，这下全完了。周太贤会杀了他俩的。周太贤看到林天意，先是一怔，然后一脸愤怒，大步流星奔跑过来。朱雅莹的心急速跳动，她脸上充满了羞耻，有一种快要死的感觉。林天意微微一笑，随手摘下了她的耳坠。雅莹，你怎么在这里？周太贤看见朱雅莹靠在树干上，云鬓散乱，后背上有几片绿叶，细看之下，她裙子也有些歪斜。顷刻间，他心如刀割。他又看了林天意一眼，瞬间有种不祥预感，感觉自己的天塌了。你为什么和他在一起？你俩究竟在干什么？周太贤攥紧拳头，目光凶狠。听我解释，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朱雅莹吓得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事情一旦败露，周太贤绝对不会饶了他。周师兄，不要担心，刚才你的道侣丢了一只耳坠，我正好经过这里，帮他一起找一找。找耳坠？周太贤闻言露出不可思议眼神。不过林天意说话表情从容不迫，非常自然，真的好像是在讲述刚才发生的事。这里有些乱草，朱师妹低着头，所以头发有些乱了。她身上有些树叶，也是找耳坠时候粘上去的。林天意又解释一番。周太贤抓住林天意的手，表达谢意，弄得林天意有些不好意思。一旁的朱雅莹会心一笑，她越发觉得周太贤傻得可爱，比猪还蠢。你家后院都被林师兄偷袭了，屋子都被占了，还一个敬谢人家。宝贝，那我们回家吧。周太贤想要拉住朱雅莹臂弯，被他挣脱了。刚才丹药的事怪我不好，我保证下次肯定再给你买聚灵丹。周太贤哄道。事后给的我才不稀罕，当场给的才能让我舒服。朱雅莹对林天意暗送秋波。周太贤听得似懂非懂，怎么你今天说的话我都听不懂？走了，回屋去吧，我这几天打比赛必须禁欲，等比赛结束我一定和你双休。周太贤和朱雅莹两人一前一后离开小树林，往休息区走去。朱雅莹走得很慢，性感屁股不时地扭来扭去。你走快点啦！周太贤当然什么都看不到，还被蒙在鼓里。林天意暗中一笑，尝到了捷足先登的美味。系统检测到朱雅莹的好感度为55加40点，返还加1000000积分。朱雅莹好感度暴涨，足足10万积分。林天意欣喜若狂，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浓缩的都是精华。林天意转身，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成功兑换2粒终极元婴丹，3000积分；成功兑换1粒金刚丹，18000积分。林天意双腿交叉，吞了丹药之后，屏气凝神。元婴境对于一般修士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天花板，而林天意是先天纯阳圣体，还可以继续突破，修为不断提升，让他感到神清气爽。2个时辰过后，他的气息渐渐平稳，是该休息一下了。他走到窗前，准备仰望夜空，突然注意到窗台上的那个发簪，那个发簪是顾云溪放在座椅底下的。他是什么意思呢？夜已深，黑夜就像一块无边无际的黑色绸缎，笼罩了一切。林天意悄悄来到顾云溪家门口。温书玄去沧浪峰已经3天了，还有7天才能回来。顾云溪一个人独守空房，他犹豫再三，还是敲响了大门。咚咚咚，半晌之后，谁啊？里面传来一个柔美的声音：是我，林天意。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我找你谈点事。林天意说：温执事不在家，而且现在这么晚了，有什么事等明天白天再说吧。顾云溪冰霜般语气拒绝：我是来还发簪的。林天意低语。时间1分1秒过去，就像过了1万年，那么漫长。嘎吱一声，大门突然开了一条缝，林天意眼睛倏地射出2道光芒。林天意走到顾云溪家前，蹑手蹑脚推开了大门。屋内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在手心搓了一团光亮，不敢声张，有一种到别人家里做贼心虚感觉。黑暗中不时传来喘息声。顾师姐，你在吗？你的发簪掉了，我帮你送来。林天意不敢擅动，站在原地。不多时，顾云溪走了过来，脸上风情万种，性感身形渐渐清晰。她穿着一件真丝吊带连体睡裙，紧贴大波浪曲线，短裙下2条丰润大腿，即使在黑夜依然耀眼夺目。2人四目相对，空气中弥漫着擦枪走火的火药味。林天意将手中发髻放在她面前，顾云溪含羞一笑，脸庞像雨后荷花般娇媚。她眼睛眯成一条弯弯月牙，缓缓抬起手，捏住了发髻另一端。
你倒是个有心人。世上最开心的事，莫过于不言不语，两个人却能心意相通。顾云熙想拿回发髻，发现拿不动，他又使劲，依然拿不动。任凭他如何使劲，发髻始终在林天意手中，稳如泰山。糟糕，山洪爆发的前兆！顾云熙芳心不由得砰砰直跳，他不敢抬头看那对灼热如火目光。猛然间，林天意拽着他手腕，势大力沉，强行将他往后推。顾云熙不受控制地跌跌撞撞后退，长发散乱飘逸，遮住了半边秀美脸庞。最终，他的后背抵达墙壁。快放开我！你疯了！顾云熙心惊肉跳，他情绪激动，身上最显赫之处欢蹦乱跳，久久无法平静。羞涩和无力的感觉将他笼罩，他把头扭到一旁，躲闪那一对炯炯有神、放肆游走的目光。我能让你做一个真正的女人？顾云熙大惊失色，花枝乱颤。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是一个有道理的女人。可是她无法带给你欢乐。只要顾云熙有一点点屈服，林天意就会一把扯去形同虚设的睡衣，挥师挺进，决战中原。我不能背叛温执事，我做不到。顾云熙摇了摇头，内心剧烈挣扎。你在撒谎！今天你在看台座位上对我挤眉弄眼，撩拨衣裙，还将发髻藏在座位底下，你就是一个荡妇！尖峰时刻一触即发，欲火焚心，毁天灭地，只需一点星光就可以瞬间点燃他内心深处的熊熊大火。此刻，顾云熙的心就像空中羽毛，漂浮不定。他白天时候想到过以前的种种，被传统束约，所以想在林天意面前展现最纯粹自我。但是他浅尝辄止，不敢逾越界限。无论温书璇如何对不起他，自己毕竟是他名义上的道侣，他难以跨过这道门槛。你胡说，是你理解错了。顾云熙抢辩，醒醒吧，你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了他而活。跟我在一起，你就会完全忘了他。顾云熙内心彷徨和背叛交织在一起，他也憧憬着干涸30年的黄土得到眷顾，但是这么做的话，后果无法预料。顾云熙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关在琉璃瓶中的蝴蝶，既期待外面的新世界，又害怕一旦飞出去，就再也回不到瓶中了。不，我不是你想象中的荡妇，我是一个正经女人。你在撒谎，你在口是心非，你嘴上说的和你做的完全两样。世间多少擦肩而过的美好风景，因为没有彼此交集而抱憾终身。我可以骚，但是你不可以嚷。顾云熙吞吞吐吐，浑身颤抖，泪水打湿了长长的睫毛。林天意松开了手，顾云熙的连衣裙睡衣从肚脐眼上方缓缓滑落。在冲动的最后一刻，林天意发乎于情，止乎于理。他不会为难顾云熙，他的女人必须是心甘情愿的。顾云熙挣脱束缚后，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忐忑不安。发髻放在桌上，那我走了。林天意没有多余的语言，放下发髻后拉开了大门。天空中突然下起一阵滂沱大雨，豆大雨滴落在地上，水花四溅。林天意止步屋檐下，要不等雨停了再走。顾云熙整理云鬓，倚靠在门框上，两个人一个在门外，一个在门内，静静地看着下雨。空中雨帘交织成一幅迷蒙画面，凉凉夜色渐渐浸透两具滚烫炽热的身躯。顾云熙等了一会儿，然后一个转身走进内屋，凭一声关上了房门。雨一直下，下得很大。林天意在外站了会，走进屋里，他在屋里晃荡，百无聊赖，不经意瞥见竹篓中有几把雨伞，他想到了，心中期盼着什么。林天意慢慢走向最里面的卧房，他把手搭在门把上，房门微微动了一下，门竟然没有上锁。林天意透过狭小门缝向里面窥视，只见顾云熙坐在梳妆台前，上半身褪去衣衫，片甲不留，露出整块如瓷器般白洁的脊背。他手上拿着一个木梳，一遍遍梳理长发，透露出漫不经心的恬静和优雅气质，令人为之目眩神迷。他一举一动都是一道动人的风景线。林天意只能在脑海中不断拼凑出他那片不可言喻的姹紫嫣红。骚到骨子里了，都已经熟透了，还不让人摘？继续装，不信你能忍得了多久？你跑不了，早晚会是我的女人。此刻，顾云熙内心还在被两股不同的力量相互撕扯着。林天意知道，现在还无法揭开他那层最神秘的面纱。外面的雨小了，我走了。林天意说了一声，然后转身离去。外面的雨小了很多，他走回家也不会浑身湿透，淋湿地。突然，顾云熙着魔似狂奔了出来，紧紧抱住他的腰。林天意后背上一片被两山加持的温软，两人犹如泥塑般站着，紧靠两座山巅，传递着顾云熙蠢蠢欲动的微弱心跳。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你愿意等我吗？顾云熙说。林天意不敢往后看，他只能仰望星空，不要等到你饿了的时候才想到我。林天意决然抽身而去，他头也不回，踏着细雨下的薄明夜色渐行渐远。第二天上午，天荡山中山广场上旌旗招展，锣鼓喧天，300多名外门弟子按照红橙黄白4色方阵整齐划一站立。今天第3场秘境探险，则是比试弟子们团队合作精神。外门弟子5人自由组成一个小队，进入后山玄黄洞天。玄黄洞天地狱中蕴藏着数不尽的灵花仙草、珍稀宝物，还有凶猛妖兽。外门弟子组成战队，抢夺最多宝物，击杀最多妖兽，就能获得比赛胜利。第3关秘境探险历时2天1夜，
提醒诸位弟子，进入探险地狱，战队之间可以合理对抗，但是不得杀戮，如有违者，严惩不贷。传公堂执事告诫众人，在往年比赛中，经常有战队为了抢夺灵宝进行相互拼杀，因此每年都有弟子身负重伤。虽然比赛不允许拼杀，但是在强者为王、强者拥有一切生存法则下，依然暗流涌动。以往最后获胜的战队不仅功力强悍，更要心狠手辣。下面是自由组队时间，全场300多名弟子，按照5人一组，组成60多个战队。这时，橙色、黄色以及白色方阵弟子全都涌向红色方阵。红色方阵弟子的综合实力最强，其他方阵弟子都想加入，谁都希望自己能与强者为伍，搭上顺风车。走吧，到红色方阵去，看看有人愿意收留我吗？师兄陆文渊招呼林天意。那么多人排队，啥时轮得上？是试运气呗。玄黄洞天里的妖兽可厉害了，我得找个好搭子。陆文渊应道，他赶着去红色方阵求收留，如果不行的话，退而求其次，找橙色方阵的人组队。人嘛，总要往高处走。林天意不去凑那个热闹，何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不用依附什么强者，因为他自己就是强者。林师兄，你找到搭伙的没有？楚玉衡走了过来。没有，我们白色方阵的人狗见了都摇头。对了，你找到战队了吗？烦死了，哪有这么容易？橙色方阵的男人不要我，黄色方阵的人也嫌弃我。楚玉衡脸色焦虑，愁眉不展。林天意记得楚玉衡是橙色方队的，属于第2梯队，就算红色方阵的人不要他，怎么可能连橙色和黄色方阵也混不进去？其实，在第3关秘境探险中，女弟子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了。女人的力量和爆发力天生不如男人，在探洞寻宝或是攻打妖兽时候，女人往往还会扯后腿，成为整个团队的累赘。不好了，师妹掉坑里了，师姐被妖兽抓伤了，抬出去。我找不到2个师妹了，她们好像在山上迷路了。总之，女人比男人事多，所有最强战队无一例外都是5个纯爷们组成。那女弟子怎么办？她们一般只能女人之间相互组队。你们这些美女平时趾高气扬，想不到现在也被男人嫌弃了吧？林天意逗笑，林师兄，你别嘲讽我了，我都急死了。要是5个女人组队，铁定会输。要不你来组队，我跟你一队。楚玉衡眼里漂浮着温柔，林天意给他的感觉一直是勇往直前，忍耐力持久，总是在最后一刻出其不意的使出延绵不绝的大招。此外，林天意第1天表现堪称耀眼，他虽然修为低，但是爆发力强。行啊，反正我也是孤寡老人，只要你不嫌弃我，我俩就组一个战队吧。楚玉衡是他的女人，林天意乐意为他提供庇护，这样还能提升他好感度。楚玉衡闻言高兴地跳起来，全身上下活蹦乱跳。耶，谢谢林师兄收留，求保护，哈哈，就属你最古灵精怪。林天意欣然收下俏丽乖巧的楚玉衡。眼下战队初具规模，不过还差3个人。林天意出身最低级的白色方阵，加上又有个女的楚玉衡，根本招不到实力高强的弟子，他只能在白色方阵或是女弟子中招募。2炷香时间过去，有近1半弟子已经加入战队。中山广场上剩下的多半是白色方阵以及没人要的女弟子。女弟子们迫于无奈，只能在女人中组队。红色和橙色方阵的女人过来，加入我的战队，我们不会输给那些男人。霍知斐振臂高呼，正在招募队员。他长得人高马大，身板不输男人，而且他是助激进修为。不过尽管条件这么好，霍知斐吆喝半天也只招募到2个女队员。林天意带着楚玉衡2人穿梭在广场中，物色合适队员。这时，一身白色长裙的宋楚然站在人流中，眼神茫然失措。他还没有找到战队。曾经万人追捧的他，在这个秘境探险中无人问津。男人战团都忌讳女人，像她这种美若天仙的女人，在这一关也不吃香了。宋楚然一向冰冷清高，他不愿低头求人，所以他落单了，心里有些焦急。宋楚然好是好，很养眼，可是团长不让我招募女人，花架子罢了，只能看看。遇到里面妖兽，估计逃还来不及呢。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速度。很多男弟子从宋楚然身旁经过，尽管对他垂涎3尺，但是没人邀请他加入战团。宋姐姐，你还没着落吗？楚玉衡走了过去。哎，我们女人太难了，这第3关对我们女人不公平。宋楚然抱怨，抢夺拼杀对抗妖兽不是女人强项，男人都是势利眼，提到双修，他们跑得比豹子还快，要他们带我们，他们就像缩头乌龟。楚玉衡吐槽。宋楚然扑哧一笑，你呢？你有找到团队吗？有啊，我和林师兄组成战队。林师兄？宋楚然转头看了身旁林天意一眼。林天意面若冠玉，眼眸星辰，风采翩翩，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潇洒和自信。宋楚然不敢多看他，看多了会移不开眼。林师兄，宋师姐好可怜，她现在落单了。楚玉衡说，他动了恻隐之心。林天意看了宋楚然一眼，他高冷的就像一朵冰山雪莲，那父亲冷气场可以冻结周遭物体。一对硕大灯笼将衣服绷得紧紧的，凶险万分。恐怕宋师妹看不上我们。林天意故意对楚玉衡说，如果他邀请宋楚然，则变成了舔狗，显得自己太低位了。而如果宋楚然主动要求加入，那么林天意就能掌握主动权。
宋师姐，你愿意加入林师兄团队吗？想加的话就和他说一声。楚玉衡走过去征询宋楚然意见。宋楚然抿着嘴，他自视清高，从来都是男人跪舔他，他还没有主动求过男人。他想加入林天意战队，但是又开不了口。算了，我们走吧。宋师妹应该有其他选择了吧？林天意转身看都没看宋楚然一眼，比他还要高了。他在前2轮比赛中实力很强，与他组队是个不错选择。可是我又拉不下面子。宋楚然不愿低下高傲的头颈。走吧。林天意招呼楚玉衡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转转。这下宋楚然彻底心慌了。现在林天意是他唯一的机会，是他的救赎者。一旦错过了他，宋楚然就只能加入其他女人团队。等一下，我想。宋楚然思想挣扎过后，追上了林天意。你说什么？刚才太轻了，我没听清楚。林天意回身，我愿意跟你一起。宋楚然说话带着甜丝丝的颤音，脸颊红晕，宛如桃花绽放。宋楚然站在林天意面前，脸色害羞。今天见鬼了，我第一次看到宋楚然竟然主动和一个男人说话。他不是一直冷若冰霜，原来他平时都是装出来的。哇！宋师妹脸红，比花儿还要好看。男弟子们一窝蜂围拢过来，一边惊异地看着宋楚然，一边用艳羡眼光看着林天意。他是一个能让宋楚然主动的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宋楚然脸上羞涩一路蔓延到颈脖后面，像是染上大片绯红云霞。他假装整理鬓发，露出仿佛浸过葡萄酒的嫣红色耳垂。林天意眼神得意，当着众多弟子的面，孤傲宋楚然对他不得不低下头颅。昔日高不可攀女神，也有冰山融化的一刻。林天意要一层一层，一圈一圈褪去宋楚然坚不可摧的冰皮外套。好吧。林天意表情悠然，对着宋楚然友好的伸出了一只手。这是要干什么？宋楚然和全场男弟子们又是一脸震惊。这个男的异想天开，宋楚然是不会和他牵手的。和他主动说话已经是他上辈子修来福分，他还想得寸进尺。女神只能跪舔，不可能倒贴。现场男弟子们都在嘲讽林天意，对他嗤之以鼻。他们觉得林天意想和宋楚然牵手，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宋楚然可是合欢宗年轻一代排名第1的大美女，对所有男人都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傲。而林天意是谁？一个白色方阵的外门弟子而已。高贵圣洁的宋楚然现在只是迫于无奈加入林天意战队。男弟子们都认为他绝对不会和林天意有什么亲密的举动。这时宋楚然心潮澎湃。之前他根本没有留意到林天意，但是昨天2场比赛后，他看到林天意表现出众、技压群雄的一面。他姿容绝世，即便要选男人，当然要选长得最帅、身体最雄壮的，这才能给他安全感。林天意无疑是他心中不二人选，特别是他身上那股生机勃发的阳刚之气，令宋楚然神摇目眩。冰山美女怎么了？宋楚然也有正常少女的青春悸动。思索再三之后，宋楚然也伸出了他的玉手。在场所有男弟子全部瞳孔地震。合欢宗第1美女宋楚然居然要和一个男人牵手，他们内心恐惧、焦虑、暴躁和愤怒。当宋楚然玉手和林天意触碰的刹那，林天意张开5根手指，迅速穿过他纤细指缝，然后牢牢揪住。这突如其来一幕，宋楚然一双美眸瞪得快要裂开。天啊，两人竟然十指紧扣！所有男弟子见状倒吸一口凉气。宋楚然芳心狂跳不已，整张脸瞬间变成熟透的小番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林天意手上一个提拽动作，他娇躯突然前倾，双脚不自觉并拢扭动。他怎么可以这样？宋楚然心头小鹿般乱撞。欢迎你加入我的战队。林天意会心一笑，他松开了手。宋楚然急忙抽回玉手，胆怯地藏在身后。这是加入团队的一个仪式，增强团员之间默契度，你不会介意吗？林天意问。宋楚然轻咬下唇，心乱如麻。什么入团仪式？他不过是巧立名目，趁机吃我的豆腐罢了。宋楚然越想越害羞，不过这种亲密接触过后，他心里如电流涌过，反而暖烘烘的。系统检测到宋楚然的好感度为20加10点，返还3万积分。不，我的高贵女神啊，她竟然和一个修为这么低的男人公然牵手，我倒心碎了。原来她只是对我高冷，对别的男人那么没有底线。哼，宋楚然，老子再也不会幻想着你在被窝里手搓了。男弟子们看到宋楚然和林天意两人十指相扣，嫉妒到癫狂。宋楚然清冷玉女的人设彻底崩塌，很多男弟子悲痛欲绝，甚至拔出身上佩剑要和林天意拼死决斗。但是他们望着林天意如雄狮般震慑目光，都被他的威压吓到惧怕，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眼中纤尘不染的极品女神被林天意肆意亵玩。喂，林师弟，过来说话。站在一旁的师兄陆文渊对他招招手。林天意走了过去。不行的，你团队里面不能收女人。怎么了？比赛规则中可以男女混搭，前几年也有男女一起的团队，晚上在山洞过夜，不可描述啊。第二天早上，女的直接被抬下山，男的双脚发软，剑都举不起来，还怎么夺宝杀妖兽？陆文渊语重心长告诫。这么一说，林天意有点明白他意思了。原来女人会严重消耗男人的战斗力，怪不得男人团队一律不收女人，有前车之鉴。没关系，反正我就参与一下，
没想着获胜。别人的劣势对林天意来说就是他的优势。陆文渊的善意告诫对他而言无异于醍醐灌顶。他的团队只要女的，不要男的。你若是不想获胜，那就随你了。不过你完不了宋楚然，我听说好多男人都吃过闭门羹。师兄陆文渊再次告诫。陆兄你想哪去了？我是看宋楚然可怜，才让他加入我的团队。我可是正人君子。林天意微微一笑，那我走了，我加了一个黄色团队，待会玄黄洞天见。说完，陆文渊急匆匆走了。当林天意回到楚玉衡和宋楚然身旁时，突然间有50多个女弟子围拢过来。帅哥，收留我吧，让我加入你的团队。我吃苦耐操，手法精湛，上天入地，包你满意。收了我吧，除了夺宝杀妖兽不行，要我做其他事都可以。原来刚才林天意收了宋楚然之后，有了一个示范效应，许多没有团队收留的外门女弟子争先恐后涌过来，他们放低身段，百般讨好，只求林天意能可怜可怜他们。面对这么多樱红柳绿、出水芙蓉，林天意根本应接不暇，看得眼睛都花了。我的团队还缺2名队员，大家不要着急。女弟子们闻言更加踊跃了，唯恐落后，祈求收留的欲望强烈。一旦被林天意选上，就能改变命运，在第3关秘境探险中取得较好成绩。林天意抖擞精神，挑选他最中意的队员。姓名董洛金，年龄29岁，颜值88分，修为1品炼气8级，好感度0，充电5次，倍率10倍积分返还。这个长得还可以，但是返还倍率太低了，食之无味。姓名赵思磊，年龄22岁，颜值87分，修为1品炼气6级，好感度0，充电13次，倍率0.8倍积分返还。想不到这个赵思磊年纪轻轻，阅历倒不少。不行不行，换下一个。林天意继续从颜值高、身材俏的女弟子选出心仪女队员。姓名袁慕晴，年龄19岁，颜值85分，修为1品炼气4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1800倍积分返还。梦里寻她千百度，这个又嫩又润，林天意嗅到了她身上一股独具魅力的处子馨香。求求你选我吧，给我一个机会。林师兄大恩大德，好人有好报，我会报答你的。她好有魅力，鼻子好挺拔，就像谪仙人一样。女弟子们就像开口的蚌，疯狂叫喊，嗷嗷待哺。她们睁着渴求眼神，希望得到林天意垂怜。林天意一会儿往右指，一会又往左指，最后指向中间后排。就你了。是我。袁慕晴指了指自己，露出难以置信眼神。她穿着一件大开口圆领长裙，裹紧凹凸有致身子，藏不住一对花好月圆。女弟子们回头用诧异目光看着她，凭什么选她啊？我的也不小啊，是不是她今天修过眉毛？我感觉她的眉毛和我们都不一样。我觉得她穿这件黄色衣服显眼，早知道会这样，我今天就穿抹胸了。大家都不知道林天意为什么突然选中了她。你上来吧。袁慕晴脸上荡漾着笑容，拨开人群，来到林天意面前，沉浸在喜悦中。林师兄好。你好呀，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袁慕晴，今年19岁，目前在星宿门库房干活。你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我愿意，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好好发挥。袁慕晴高兴得像个孩子，余下女弟子对她投去艳羡目光，都想着这种好事啥时能降临到自己头上。袁慕晴和楚玉衡、宋楚然打了声招呼，然后昂首挺胸站在他俩旁边。还差最后一个。林天意话音刚落，现场女弟子掀起一阵围追堵截，狂风浪蝶般涌向他，将他团团围住。别急，我一个个看，大家都有机会。林天意推开一双双紧抓不放的玉手，感觉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这么受欢迎过。姓名徐子柔，年龄31岁，颜值78分，修为1品炼气7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0倍积分返还。可惜了，颜值不达标，没有返还倍率，他身上无利可图。这50多名外门女弟子看似数量多，但是符合要求的估计连5%都不到。毕竟这里是合欢宗，女修们都倾向于采阴补阳，助力突破修为，所以在双修方面，只要男方有一定修为，看着还算顺眼，女修便不会保持矜持，这就导致了高质量纯净女修的稀缺。刚才袁慕晴算一个。林天意发现后，赶紧招致麾下，一定要抢在别人之前，先入为主。林天意怀着迫切心情，继续寻找心仪的目标。姓名孔婉仪，年龄20岁，颜值89分，修为1品炼气4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1900倍积分返还。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林天意快要绝望时候，在最右边发现一个如花似玉佳人。她年轻，颜值中上，身材娇丽，最重要是干净无异味。女人肯定越嫩越好，能选19岁的就不要20岁的，能选20岁的就不要21岁的。最右边梳着2条辫子，穿蓝色披肩的那个。林天意话音刚落，孔婉仪看了下自己的披肩，芳心咚咚咚乱跳。真的是我吗？真的选了我吗？她觉得这一切太意外了。女弟子群中引发一阵骚动，众人大眼瞪小眼。林天意这么神奇一指，又诞生了一位现场幸运儿。你出来吧。孔婉仪闻言，怀着喜出望外的心情走向林天意。她今天穿着一件无袖紧身珍珠白纱衣，
罩着一件蓝色披肩，在他胳膊和前胸交汇处，总有一种随时挣脱出界、狂浪不羁的风情。孔婉仪同样在女弟子们羡慕眼神中，径直走到林天意身旁。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孔婉仪今年20岁，在千幻门1年多了，还望林师兄多多赐教。他眨了下漂亮大眼睛，对着林天意频频放电，魅惑十足，一看就知道是个会来事的小姑娘。我的战队还差最后一个，你愿意加入我们吗？多谢林师兄抬爱。世上的千里马多如牛毛，但是伯乐却是凤毛麟角。林师兄就是我的伯乐，到底在千幻门培训过，懂得媚术。孔婉仪声音软糯，句句深入林天意肺腑，特别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比喻，惟妙惟肖。如果伯乐没有骑过，又怎么知道是千里马呢？恭喜林师兄又得一位爱将，这下我们5个人齐了。楚玉衡说。楚玉衡、宋楚然、袁慕晴还有孔婉仪4人站成一排，看上去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可，我的团队已经集合完毕，请各位师姐师妹抓紧最后时间，都往别处去吧。林天意婉言谢绝其他女弟子，没有被他选上的女弟子难掩一脸失落，有些还心怀怨愤，不知道他什么眼光选的这2个女的，胳膊还没我粗，纯粹就是花瓶。就是那2个女人都是没人要的练气4级，林师兄就是个捡垃圾的。姐妹们，男人都指望不上，我们自己组队吧，一家欢喜几家忧。女弟子们渐渐散去，林天意不去理会，心中黯然一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也。在广场另一边，你用力点，帮我把腰部勒紧。周太贤脸色焦急，他今天穿着一件天龙经文软甲，在阳光映衬下闪闪发光。朱雅莹攥紧2根腰带，给他绑在身上。为了第3关秘境探险，周太贤组建了一支最强天团，誓言要获得比赛胜利。我一定要让宗门长老和堂主看到我的强大。周太贤秀出手上健硕的肱2头肌，朱雅莹费尽9牛2虎给他系好了软甲，帮我把穿云靴拿来。朱雅莹瞥了周太贤一眼，这个男人眼里只有宗门长老堂主，根本不会体贴自己。当初想与他结为道侣，朱雅莹看中他勇猛无比，可谁知他的头脑比猪还蠢100倍。此时林天意目光也看到了周太贤身上闪闪发光的护甲，这软甲不是应该穿在里面，周太贤穿在外面，无非是想显摆自己。林天意觉得好笑，这就像内裤外穿，虽然扎人眼球，但是俗不可耐。诺，你自己穿。朱雅莹把穿云靴扔在地上，你帮我穿一下，我穿了软甲不方便弯腰。去，我可没空伺候你，我要去解手。朱雅莹瞪了周太贤一眼，为他忙活了一上午，累死累活，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宝贝，那你快去快回。朱雅莹一步离开了，她与林天意擦肩而过，2人目光对视一眼，她瞬间放慢了脚步。林天意看着她扭动的背影，往休息区走去。楚师妹，你带他们先去传功堂领取物料，然后在玄黄洞天门口等我，我去干点事，马上回来。林天意说。那好吧，待会大门口集合。于是楚玉衡带着宋楚然、袁慕晴和孔婉仪4人往南广场走去，林天意紧随朱雅莹身后，2人若即若离。朱雅莹走到休息区，由于300多名外门弟子都在中山广场上组队，所以这块休息区正好空无一人。很快林天意也追来了，他如影随形，像影子一样贴在朱雅莹身后。朱雅莹很快感受到身后一股熟悉的阳气味，她回头看了林天意一眼，杏眼迷离，骨头都酥麻了。我来这里，你跟来干什么？朱师妹长得太迷人，昨日一别，已有相思之苦。朱雅莹闻言又羞又娇，她往前走了几步，平复激荡心情。林天意跟在她身后，步步紧逼。你就不怕被人看见？若是此生能与朱师妹再续前缘，我死而无憾。朱雅莹听得心花怒放，身上毛孔全部打开。比起自家那个榆木脑袋周太贤，君子风度的林天意犹如一道强烈阳光，照进他的心坎。说什么死而无憾，他知道这是男人哄骗的谎话。面对与周太贤了无生趣的现实，朱雅莹倒是宁愿浸泡在甜言蜜语之中，即使虚妄又怎样？女人天生爱听花言巧语，朱雅莹也不例外。蠢猪周太贤根本不懂女人风情，直到和林天意接触之后，他才体会到了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林天意和周太贤2人相比，简直比人和狗的差距还要大。我和周太贤马上就要结为道侣了，请望林师兄自重。明白。昨天那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会把它当成我俩永远的回忆。朱雅莹转过脸去，林天意默不作声，用目光注视着她。朱雅莹来回踱了几步，拨弄长发，欲言又止。你知道吗？我昨天第一次接收到一个男人的阳气。朱雅莹鼓起勇气。我知道，我有切肤的感受。林天意点点头，这件事他的确有深入的体会。我昨晚一晚上都没睡着，一直很兴奋。我的身体接纳了你的阳气。女人总是对第一次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朱雅莹昨天回到屋子后，立即感觉体内灵气充盈，丹田处有一股力量萦绕，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之前她一直憧憬着合欢宗的双修功法采阳补阴，万万没想到第一次就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朱雅莹还不知道林天意是先天纯阳圣体，又是元阴境修为，阳气浩瀚无穷，她接受到的仅仅林天意身上1/1000阳气，但是
就是这1/1000，足以让朱雅莹有了非一般的感受。她从昨晚开始辗转反侧，一直到今天早上，才慢慢消耗掉林天意的阳气余韵，身体了永久驻留了她的阳气之味。双修真的很神奇，我的修为突破了，这比修炼简单，而且很惬意呢。朱雅莹情难自禁，她第一次尝到了做女人的幸福，那种感觉很微妙，无法言说，犹如檀香拂过，娇柔芳心。我很荣幸能够帮到你，我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林天意面容坚毅，嘻嘻，你一点也不小气，还很慷慨呢。朱雅莹开心不已，她昨天的收获远远大于期望，现在想想，就算冒着被周太贤发现的危险，也是值得的。虽然如昙花一现，但在她身上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记。你约我来这里，就是谈这个？是的，我对你表示感谢。朱雅莹目光恭敬，昨天她和林天意片刻欢愉之后，有了一种对周太贤的愧疚之意。尽管周太贤自私自利，好高骛远，但是朱雅莹毕竟是他的未婚道侣，在关系还没解除之前，朱雅莹放飞自己，无疑是在刀尖上跳舞。她慨叹命运不公，要是早一点遇到林天意，或许现在这一切都会完全不同。雾会散，梦会醒，她清醒之后，应该回归到原来生活之中去。朱雅莹刻意与林天意保持一定距离，她现在是别人的未婚道侣，没有资格与他发生孽情。我明白，我尊重你的决定。在我眼里，你是一个有理性的女人。世上的事缘起缘灭，来的也快，往往去的也快。谢谢你的理解，我们以后还是可以做普通道友。说完，朱雅莹看着远方中山广场，隐约看到了周太贤的身影。我出来太久了，他还在那边等我，我该走了。朱雅莹眼神寥落，惆怅地看了林天意一眼，意味深长。今天过后，两人分道扬镳，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朱师妹，还有什么事？你刚才说最近在突破，我这里有粒炼气丹，应该能帮到你。林天意一脸诚恳，乌亮剔透的极品炼气丹在朱雅莹眼前划过，她峨眉耸动。你还有炼气丹？我在丹阳门炼丹，手上有些私货。朱雅莹刚想伸手去接，立即犹豫了。她知道，一旦接受了林天意的馈赠，她很清楚自己应该拿什么东西交换。那种事见不得光，如果做多了，早晚会被周太贤发现。林天意看了她一眼，脸色气定神闲。按照朱雅莹的人生轨迹，3天之后晋级赛结束，她将与周太贤正式结为道侣。但是至少从现在起的这3天，朱雅莹依然是林天意心中最纯粹最干净的女人。别人家的道侣，她不仅要捷足先登，还要狠狠地登到登不动为止。这3天，林天意必须分秒必争，不能错过每一次机会。他要尽最大可能增加朱雅莹的好感度，赚取高额积分返还。除了炼气丹，我还有一粒上好的血气丹。林天意加重了手上的砝码。血气丹，这丹药是女人书里灵卖的，还能回血，听说要10万灵石。朱雅莹瞠目结舌，嘴巴半晌合不拢。名贵丹药的诱惑力太大了，只要有了炼气丹和血气丹，她至少缩短10年修炼时间。时间还在流逝，这对朱雅莹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林天意将手上2粒丹药托在手掌上，我不会勉强你，你可以要我的丹药，也可以回到周太贤身边。林天意背对着他，眺望远方广场，微风吹过，朱雅莹鬓角飘起，数缕调皮乱发。不多时，他听到身后有窸窣脚步声。朱雅莹一脸媚色，她把背部靠在墙壁上，缓缓抬起一条大腿。我的选择是刺激。2分26秒之后，两人一前一后分2批走出休息区，比上一次还少了8秒。系统检测到朱雅莹的好感度为65，加10点，返还加25000积分。你到哪去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周太贤千盼万盼看到朱雅莹回来，心中一块大石头才算落地。不是和你说了，我去解手，那也要不了多久啊。我们女人的事，你管那么多干嘛？朱雅莹瞟了他一眼。自从吸纳林天意的阳气之后，朱雅莹对未婚道侣周太贤越来越嫌弃。以前发现他有点蠢，现在呢，真是蠢到家了。宝贝，你这几天忍一忍，再等我2天，我让你过上顿顿吃肉的好日子。周太贤涩涩的看着娇嫩无比的未婚道侣，心里浮想联翩起来。要不是这该死的晋级赛，他为了成绩禁欲，早就和朱雅莹双修了。拉倒吧，你先赢了秘境探险这关再说，别再像上次那关，别人骂死。上次周太贤为了显摆，搞了个漂浮，这次更是离谱，搞了个内假外穿，看着他就像个乌龟王八。我早就吃上林师兄的好肉了，谁还想你那块臭肉？朱雅莹一想到这里，脸上不经意间浮现出一抹羞涩。帮我把另一只靴子穿上，自己穿，老娘要干其他事。周太贤吓了一跳，没想到朱雅莹发对他这么大的火，他也只能灰溜溜的自己穿靴子。中山广场南门，合欢宗外门弟子组成60多支比赛队伍，集合完毕，即将进行秘境探险闯关。林师兄，你刚才去哪儿了？宋楚然问。哦，我去周围战队转转，刺探军情去了。可有什么收获？有啊，被我爽到了。林天意想想就开心，爽到了。宋楚然看着他，一头雾水，不知道林天意刚才遇到了什么事，能有这么高兴。林师兄，我来了。这时，楚玉衡从传功堂物料处领取一些糕点、水壶、罗盘、解毒丹、储物戒指等东西，他手上还拿着一面白颜色的幡。林天意看傻眼了，
还没开始比赛就挂白帆，我去的晚了，就剩白帆了，咱们凑合着用吧。楚玉衡笑嘻嘻，林天意并不怪他，在绝对实力面前，挂什么颜色的帆都无所谓。物料处有免费的法器，我们几个都有了，你要去领吗？楚玉衡佩戴紫薇剑，宋楚然握有碧云剑，袁慕晴使用冠月玉带，孔婉仪耍的是红莲鞭，林天意只有雷念珠一个法器，他怕拿出来杀伤力太大，我就不用法器了，赤手空拳就行。传功堂那些免费法器能有什么好货？袁慕晴和孔婉仪露出惊骇表情，在玄黄洞天中，无论抢夺宝物还是斩杀妖兽，都需要法器配合，单凭他们几个练气境修为，根本无法对抗潜在的危险。呵呵，你们不用害怕，如果遇到危险，只要喊林师兄救我，我就来帮你们。林天意说的云淡风轻，四位美女将信将疑，露出质疑眼神。他们知道林天意功力不俗，但是想要击杀里面的大妖兽，绝非易事。诸位弟子，秘境探险即将开启大门，请各就各位。传功堂执事声如洪钟，所有弟子闻言排起长龙，准备闯关。来，我们给自己加油，暴力给！林天意把四位美女围拢，做一个出战前的誓师仪式。他伸出一只手抓住楚玉衡，并与他牢牢十指相扣。楚玉衡早就对林天意情有独钟，莫说牵个小手，随便牵哪里都可以。接着，楚玉衡另一只手和袁慕晴十指相扣，袁慕晴与孔婉仪，孔婉仪再和宋楚然十指相扣，最后到了宋楚然那里，他傻眼了。想要闭环的话，他只能牵林天意的手，怎么能这样？上次是被他强行十指相扣，这一次自己说什么也不能答应。宋楚然依然高冷，哎呀，你快点呀，做完誓师仪式，我们就要出发了。孔婉仪在旁边催促，袁慕晴和楚玉衡也在催他。在三人怂恿下，宋楚然面子挂不住了，他再清高的话，肯定会被他们骂死。宋楚然迫于无奈，伸出手，慢慢的移向林天意，柔软玉手探进林天意手掌心，让他心跳沸张，脸颊腮红。他的小手迂回婉转，不停的在他掌心摩挲。宋楚然一脸红温，连耳尖都染上了粉色。林师兄，怎么了？宋师妹，你的手。宋楚然顷刻间羞红了脸蛋。林天意闻言，这才撑开手指，迎接宋楚然玉润软香的小手。宋楚然心中一片迷蒙，他与林天意十指相扣，两人只见汗水滑溜溜的，又润又水。我们必胜！楚玉衡振臂高呼。林天意和四位美女相互眼色激励，哈哈，就凭他们几个，去玄黄洞天就是炮灰。这么多娘们婆婆妈妈的，连一只小妖兽都能灭了他们。要不别努力了，里面找个山洞躺下来，陪哥哥们玩几把。周太贤和他团队成员对着林天意的娘子团队冷嘲热讽，其他弟子也对林天意一带四组合说着没羞没臊的风凉话。看看人家战团，要么都是男的，要么都是女的，就算再差也是四男一女。林天意倒好，选了一帮莺莺燕燕，上阵带女人，这是兵家大忌。反观周太贤，穿着一件紧身短袖，肌肉发达，他手执一柄巡天锤，外面罩着天龙经文软甲，在阳光照射下熠熠发光，显得特别威风凛凛。再看他的四个队员，都是来自最强红色方阵，个个180以上，体格强壮，五大三粗，皮糙肉厚。秘境探险大门开启。这时，传功堂执事一声令下，一扇宽约10丈南门缓缓打开，所有外门弟子眼前一亮，群情振奋，勇攀高峰，不畏艰难。周太贤仰起头，举起一面红帆，奔跑冲向南大门，4名队员紧随其后。娘子军所向披靡，霍知斐扬起蓝帆，手执荡月枪，带领身后4位女弟子奔赴玄黄洞天地狱，锐意进取，不忘初心，狼性精神。一支支战队前赴后继，如水银泻地般涌向南大门。楚玉衡举着一面白帆，挥手让身后队员跟上。我们的口号是为梦想窒息，哈哈，感觉不如别人的，管他呢，冲啊！楚玉衡一马当先，身后宋楚然、袁慕晴和孔婉仪3人携手并进，从空中俯瞰南大门。60多路弟子犹如九龙吐水，跨过大门后，朝着四面八方快速分散，各种颜色旗帆迎风招展，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蔚为壮观。在他们前方是一片横亘的无尽山脉，无数茂密森林，无数奇幻洞府，无数险境等待着他们去闯关。小师妹，等等我！等到所有弟子都走得差不多了，林天意这才慢悠悠走进玄黄洞天地狱。中山广场上，滞留人群中，朱雅莹眨着一双美眸，眺望林天意背影，一股活跃阳气还在朱雅莹体内跳动。远处大树参天，水草丰茂，花丛中的那些驻留足够他这2天慢慢吸收。林师兄，你倒是快点啊，磨磨蹭蹭的，好宝贝都被人家抢光了。楚玉衡嘟囔。莫急，来了。半个时辰后，他们5人来到天域峰下，眼前广袤无边原始森林，远远望去，森林中光线幽暗，还有一层薄薄雾气笼罩，非常可怖。我好害怕，要不换个地方吧？袁慕晴打起了退堂鼓。仙珠灵草往往就长在这种诡谲地方。宋楚然自信。4人想法各异，迟疑不决。他们害怕踏入这片迷雾森林，既然来了，那就进去逛逛呗。宋师妹说的没错，要是没难度，里面好宝贝早就被人抢去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于是林天意带着4位小师妹屁颠屁颠走入森林。森林中能见度很低，各种幽花鸣草，老藤缠绕树干，散发出阵阵腐臭，令人不寒而栗。楚玉衡拔出紫薇剑，宋楚然也用剑护身，朦胧之中仿佛有一股看不见肃杀之气。看，树上有个东西闪闪发亮，是金蝉子。眼尖的宋楚然惊叫，众人兴奋不已。宋楚然祭出碧云剑，哐当一声将树上金蝉子击落。楚玉衡用储物戒指一照，将它收入囊中。姐妹快来看，这里有一颗红色人参。袁慕晴在地上有新发现，只见一株通体红色，犹如心脏般鲜艳的人参，主根雄壮，身须如头，纤毫毕现。这是千年龙皇血参，中品灵宝。袁慕晴斩下这株血参，楚玉衡收入储物戒指中。他们是团队合作，每一名成员的收获都计入团队总成绩。哈哈，原来夺宝这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4位美女开心极了，一片欢声笑语。刚开张就收获金蝉子和千年龙皇血参2件宝物。突然间，森林中弥漫着一些星星点点，犹如萤火虫般摇曳鬼魅，像叶子又像花瓣，近看像星屑，在空中轻柔飞舞，闪着荧光，悠悠透着粉色。林天意提高警惕，一种不祥感觉笼罩全身，闪光星屑越来越多，向着他们逼近。那么弱小，那么柔软，就像棉絮一般。孔婉仪尖叫一声，一片星屑划过她玉臂，犹如被毒风蛰中的刺痛，而且大脑出现了短暂迷幻。星屑有毒，远离！林天意告诫。楚玉衡、宋楚然和袁慕晴拿出法器进行防御。林天意掌心轰出几束气旋，大片星屑纷纷坠地，但是星屑太多了，仿佛绵绵无穷尽，遮天蔽日，越来越恐怖啊！楚玉衡奋力击杀，但是依然被漂浮星屑划伤，手腕一阵刺痛。其余3人也有不同程度受伤。我不行了，赶紧撤退！宋楚然头颈和胸口多处被折伤，不仅疼痛，还模糊了视力。这些诡异星屑越来越多，源头在哪里？林天意用神识凝结成一道结界，抵御星屑围攻。无数星屑就像飞蛾扑火，一次比一次更猛烈，撞击结界。4位美女六神无主，吓得瑟瑟发抖。我去就来！林天意纵身起飞，穿过爆泄星辰，斩落层层妖障，这才杀出一条重围，来到森林尽头。银色的树。林天意走出森林，看到一棵通体银色大树，缀满了粉色花瓣。大风一吹，花瓣散落，飘入森林之中。原来罪魁祸首就是这棵银树啊！为什么这些花瓣都是残缺的？难道这是孽情花树？相传孽情花树是一个美少女死后化成的妖树，少女为情所伤，这些花瓣就是她伤心欲绝的眼泪。矫揉造作，自作自受，谁叫你没长眼睛，看上渣男！林天意念动口诀，胸口结成一个火球，以巨大能量轰击这棵不祥之树。滋滋滋，熊熊大火瞬间吞噬了孽情花树，化成席卷天地的灰烟。所有星屑顷刻间烟消云散。林师兄，星屑一下子都没了。袁慕晴说：“我已经摧毁了祸害源头，大家不要怕。”林天意回到森林，林师兄好厉害哦！袁慕晴和孔婉仪眼神钦佩，眼眸星光，打心眼里崇拜林天意。4人之中，除了宋楚然外，其他3人略微小伤。拿膏药来。楚玉衡将宋楚然身体托起，林天意撕开他胸前一截衣衫，露出一片雪白。宋楚然脸一下子羞红了。林天意不由分说，用手浸润药膏，在他锁骨下方冰肌玉骨上涂抹，让他休息一下。现在这里安全了，你们继续去寻宝吧。那我们去挖宝了啦！楚玉衡、袁慕晴和孔婉仪3人高高兴兴的分散寻找灵珠仙草。谢谢。宋楚然拉上衣领，刚才林天意太过直接，他根本猝不及防。但是想到他是为了给自己治疗，就算让他看到了一点红润，姑且也就原谅他了吧。宋楚然盘膝而坐，催动体内灵气，加速愈合伤口。你看，这里有块宝地，我们来撞撞运气。这时，一个团队5人也来到了这片森林。你们来晚了，这里宝物都被我包了。林天意起身，放声告诫：“什么包了？见者有份，凭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挖宝？”其中1人出言挑衅。林天意轻蔑眼神，瞄了他们一眼：“一个白色方阵的人有什么好拽的？这个地盘是我们的，你们都给我滚出去！”有1人嚣张起来，一副盛气凌人的张狂脸色。5个人把林天意的话当耳边风，齐头并进，准备抢夺森林中宝物。轰隆！林天意并拢五指，闪出一道橙色旋转光束，犹如一把砍刀，在地上轰出一道深半丈、宽半丈深壑。5人眼神集体瞳孔一缩，惊骇不已，接连倒退10余步，脚下一整块山地被硬生生切开，恐怖至极。林天意轻轻挥手的威压，就让他们吓破了肝胆。我们刚才好像迷路了，打搅了。5人吓得仓皇而逃。他们见识了林天意恐怖实力，就算他们加在一起，也不如林天意一个小指头厉害。系统检测到宋楚然的好感度为25，加5点，返还15000积分。他好强啊，有他在，我觉得好安全。宋楚然芳心荡漾。林天意化解了一场迫在眉睫危机。我们回来了。一炷香过后，楚玉衡3人嘻嘻哈哈探宝归来，龙皇血参3个，金阳枝2个，续命果5个，龙藤草6株，还抓到一只金蝉子呢。这些宝物都被楚玉衡开心的收入储物戒指中。森林探宝
满载而归。走，下一站，你伤势怎么样？可以走路吗？宋楚然休息了会，感觉好些了，他颤颤巍巍站起来，双脚一软，又倒在地上。哎呀，宋师姐受伤了，林师兄就抱她出去吗？楚玉衡说。宋楚然眼中无限温柔。林天一蹲下身子，一手穿过宋楚然腋下，触及到他约1/4的柔软，另一只手抬起他的大腿，把他身体抱在怀中。由于宋楚然衣衫有褶皱，其余3个人都没看出来，只有宋楚然忍受被抓包的煎熬。我们走吧。林天意抱着宋楚然和楚玉衡、袁慕晴还有孔婉仪离开这片森林，他牢牢控制了宋楚然动荡不安的全球局势。15分钟后，5人顺利走出森林，重见天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放我下来吧。宋楚然落地后急忙转身，背对着林天意，他猛然发现自己竟然大小不一样了，我竟然被他掌握了那么长时间。宋楚然又羞又恼，只怪自己身体不争气，遇到一些触碰就会娇弱无力。不过这种感觉并不让他厌恶，反而还觉得很舒服。宋师姐，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烫，生病了吗？楚玉衡摸了摸他额头，可能刚才中了迷幻所致。迷幻？宋楚然脸色猛地一沉，难道刚才感觉都是自己脑海中幻想出来的？林天意到底有没有对自己做过非分的事？他不能100%确定。算了，反正自己也没损失，就当做了一场春梦吧。宋楚然安慰自己。走了，我俩跟上他们，别掉队了。楚玉衡拉着宋楚然的手追赶其他队友，前方出现是新花谷，5人顺坡而下，越过一条清澈小溪，又翻过一个小山坡，看到一个黑漆漆山洞，看样子这里没人来过，我们第一个发现。楚玉衡检查洞口四周，竖起了白帆。我闻到里面有股瘴气味，我怀疑里面有妖兽。袁慕晴一脸担忧，有林师兄做我们的护花使者，咱们怕什么？楚玉衡努嘴，风险越大，收益也越多。既然大家来都来了，不妨进去搞点宝贝出来。说完，林天意在门口刻下林天意到此一游几个潇洒大字。这个洞窟现在归他了。一行5人排成纵队，小心翼翼走进石窟。洞中蜿蜒曲折，山壁上长满了苔藓，非常潮湿。如此温湿环境提供了妖兽生长的沃土。小心脚下，地上不时有面目可憎的黑色蚂蚁搬着碎物，行色匆匆。所有人都屏气凝神，4位小师妹背靠背，拿出手中法器形成防御。嘶嘶滋滋，洞中传来怪异刺耳声音，大家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里了，眼光时不时瞟向窟顶。啊！楚玉衡突然一声惨叫，脚踝被一根绿色藤蔓牢牢缠住，把他吊起来挂在窟顶。其余3人也猝不及防，被脚下突然冒出的藤蔓来了个倒挂金钩，一个个吊了起来。林天意也始料未及，不过他有金刚护体神功，检测到危险时可以被动防御。藤蔓在他脚上打转，始终无法近身，只得渐渐撤离了。师兄，快救我们！4个小师妹双脚被藤蔓吊着，头朝下倒悬在半空中，脸色苦不堪言。哈哈，你们怎么老是要我救？刚才4人背靠背防御了，8只大眼睛只顾着往上下，却没一个人往下看。这次被藤蔓从地面偷袭，吃了个大亏。怪不得这关秘境探险没人愿意带女人，小师妹们不仅弱爆了，而且麻烦事还特别多。师兄，求求你，快让我们下来，再救我们一次吗？你人最好了，我们都需要你。酥麻声音传遍了整座洞窟。林天意抬头看了一眼，小师妹们就像倒挂在葡萄架上，一串串硕大坚挺的葡萄飘来荡去。天气热了，葡萄果肉都已成熟了，还饱满得很。林天意屈指一弹，击中一条藤蔓，楚玉衡应声而落。谢谢师兄。林天意把怀中娇羞的楚玉衡放了下来，他又如法炮制，其他3位小师妹依次坠入他的怀中，轻抚温香软玉，柔弱无骨。嘻嘻，师兄对我们真好。系统检测到楚玉衡的好感度为85加5点，返还加2000积分。系统检测到宋楚然的好感度为30加5点，返还加15000积分。系统检测到袁慕晴的好感度为10加10点，返还加18000积分。系统检测到孔婉仪的好感度为10加10点，返还加19000积分。厉害，4连爆！系统疯狂爆积分。看来救救小师妹，打打小妖兽，轻松惬意，还挺有收获的。藤蔓被击退，吐出一段污浊液体和一幅画卷，这是混沌灵乳和玄女图，难得一见的宝贝。4个小师妹喜形于色。楚玉衡用储物戒指收入囊中。这次获得宝贝都是林天意功劳，小师妹们觉得这次算是跟对了人，选择比努力重要多了。5人短暂休整过后，继续往洞窟深处进发。越往里面走，阴气越重，眼前一股薄薄毒瘴，有点呛人，有种心神失守的恶心。空中飘来一根绒毛，宋楚然接在手上，有掌心那么长，上面还有倒刺。什么妖兽的绒毛这么长？众人觉得不寒而栗。咣一声，恐怖气息传来，一只长满毛绒的腿，有3个粗壮指节，高度约为2人身高。大妖兽！4个小师妹抱成一团。紧接着又出现一只毛绒大腿，如镰刀般尖锐，3只、4只、5只，这个庞然大物整整8条大腿。一只红狼蜘蛛瞪着一双愤怒的猩红眼睛，丑陋口气中不断滴落绿色毒液，毒液瞬间将地上岩石
腐蚀熏黑，8条峨眉，悚然一惊。姐妹们，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杀了这只妖兽。楚玉衡掷出紫薇剑，宋楚然飞出碧云剑，袁慕秦用冠月玉带缠住猪脚，孔婉仪则挥动红莲鞭，吸引红狼蜘蛛注意力。一时间，刀光剑影，飞上飞下，各种金属碰撞嘶鸣声不绝于耳。不多时，小师妹们香汗淋漓，浸透了衣衫。她们看似攻势很猛，不过折腾半天，连红狼蜘蛛一根绒毛都没斩下，打了个寂寞。师兄，你快出手救我们！小师妹们发出求救信号。林天意在一旁冷眼旁观。这只毒蜘蛛有8条大腿，绒毛坚硬，护甲坚厚，连刀剑都刺不穿。他以逸待劳，4位小师妹上前击杀，不过是给他挠痒痒而已。有了！林天意突然眼前一亮，他搓出一个橘色光球，绕过毒蜘蛛大腿，来到他腹下。腹部是他最柔软地方，没有厚甲防护。去死吧！林天意急速轰出光球，窜入毒蜘蛛心脏，然后从内穿透甲片，整座洞窟都在摇晃。啊呜！红狼蜘蛛痛不欲生，8只脚相互倾轧，轰然倒下，被一击毙命。最可怖的一夜翻了过去，小师妹们松了一口气，脸上松弛下来。但是真正危机并没有解除，死亡毒蜘蛛体内突然闪现一道银色绿光，腹部猛地数倍膨胀起来。小心！林天意大喝一声，轰隆一声巨响，毒蜘蛛开始自爆，体内无数有毒绿色液体犹如泼天大雨，无差别袭来。小师妹们吓得连连后退躲闪。林天意赶紧亡羊补牢，竖起一道结界阻拦，但还是被一小撮毒液清洗，尘埃落定。楚玉衡、袁慕秦和孔婉仪眼疾手快，侥幸躲过一劫，而宋楚然之前受过轻伤，行动迟缓，左后肩部位被毒液腐蚀。宋师妹，你没事吗？林天意急忙赶了过去，将她扶起。宋楚然嘴唇煞白，浑身哆嗦，冷，必须立即给她清除肩上毒液，越快越好。楚师妹，现在毒蜘蛛被我杀死了，你们3个抓紧时间去洞窟寻宝，我留下来照顾宋师妹。师兄的安排非常好，这样2件事都不耽搁。楚玉衡说。袁慕秦和孔婉仪也点头，都表示林天意的主意很好，分头行动。于是他们3人离开了这里，成功兑换1粒淬毒丹，2000积分。宋师妹，你吃下这粒丹药可以解毒，谢谢你对我真好。不过你肩上的毒会伤及筋骨，必须要立即吸出来。林天意一脸真诚看着他，一听林天意要说吸出毒素，宋楚然强忍着疼痛坐了起来。师兄可有专门吸的法器？有，那就有劳了。他接过林天意手中淬毒丹，一口吞咽，瞬间感觉一股热流，真气上升。红狼蜘蛛的毒是血液毒素，如果不及时吸出，恐怕危及性命。淬毒丹固然可以清洗体内残毒，但是镶嵌在皮肤和软组织中的毒，再贵丹药也无济于事。林天意撕开他后肩上1寸衣衫，有一块铜板大小区域，皮肤周围有墨色，并形成一个手指粗的伤口。宋师妹，我的法器比较特殊，见不得光，你待会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回头看。会疼吗？我怕疼。效果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肯定不会疼。林天意保证。宋楚然心想，如果不疼的话，倒是可以试一试。他点了点头。林天意闻言低下了头。宋楚然肩上传来一阵异样感觉，他感觉身上毒素在快速的向外流逝，的确不疼，还很舒服。师兄，这是什么法器？好神奇，吸毒效果很不错。宋楚然觉得诧异，再坚持一下，快好了。林天意调整了一个新姿势。宋楚然对这种感觉充满好奇，他还是忍不住偷偷用余光瞥了一眼。天啊，他竟然是这样！宋楚然瞬时明白了，他又气又恼。如果一开始知道他这样的话，就不会同意他为自己吸出蜘蛛毒素。师兄，请你不要多。林天一把嘴中的绿色毒液一口吐在地上，他的嘴唇上也沾满了绿色。他竟然为了我不顾自己安危，他虽然欺骗了我，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宋楚然看到林天意为自己舍命付出后，心中感动不已。他举棋不定，皮肤内毒素不吸出来的话，轻则后遗症，重则身体瘫痪。宋师妹，你刚才说什么不要？我是说，请你不要停下来。林天意又低下了头，他闭上了晶莹水润的眼睛，各种不同滋味一起袭上芳心，忘却了身心疲惫，忘却了烦恼，忘却了忧愁。好了，你体内毒素差不多了。林天意喘了口气，这是一项慢工细活，宋楚然的体验感很重要。林天意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肩上也没那么重了。宋楚然蓦然睁开眼睛，他已经欲罢不能。我帮你把衣服盖上。楚师妹他们回来了吗？还没有，应该快了吧。林天意朝着洞口望了望，那你就用刚才方式帮我继续。什么？还要？林天意傻眼了，宋楚然肩上毒素已经没有了，竟然还要吸出毒素。他又低下了头。对，就是这种感觉。宋楚然嘴角上扬，系统检测到宋楚然的好感度为35，加5点，返还加15000积分。过了一炷香时间，楚玉衡他们3人寻宝回来了。林天意和宋楚然2人赶紧分开。宋师姐你好些了吗？楚玉衡问。好多了，多亏了林师兄在这里帮我。师兄神通广大，以后你就知道了，他还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呢。楚玉衡夸赞。宋楚然闻言害羞不已。对了，
你们在这里有找到什么宝贝？林天意问。我们在蚁窝找到月华露珠，还有七彩祥云石，还有龙涎香、金灵香炉和玄天晶。袁木秦和孔婉仪争先恐后说，加上之前的混沌灵乳和仕女图画卷，此次勇闯石窟捡到了7件宝物。小师妹们开心极了，她们跟着林天意轻轻松松仙草法宝信手拈来。过了会，林天意从洞窟中出来，天色开始暗沉。宋楚然体内毒素被吸了出来，但是身体还比较虚弱，不适合剧烈打斗。劳累一天了，要不我们找个山洞休息一下？林天意建议。小师妹们都点头同意。一行5人往南而行，终于在玉皇峰下找到一处适宜休憩的山洞。小师妹们分头找些枯枝和花草装扮洞穴。林天意去湖边抓青鱼，搞了2只灵兔和山鸡，拔光了毛放在火架上炙烤。来，烧烤，见者有份。大家围坐在篝火边，吃着香喷喷烤肉，谈着一些合欢宗趣闻轶事。时间过得很快，夜幕悄悄降临。你们继续聊吧，我先回山洞休息了。宋楚然起身，他今天运气不佳，2次受伤，身心憔悴。身体重要，夺宝的事有我们几个呢。楚玉衡说。宋楚然向大家告辞。林天意舀了一碗鱼汤递给身旁楚玉衡，我担心宋师妹晚上睡不着觉，你去陪陪她。你什么时候对她这么贴心了？楚玉衡一脸醋意。林师兄笑了笑，给了他一粒炼气丹。嘻嘻，我就知道师兄不会忘了我的。楚玉衡将炼气丹收入囊中，然后端着一碗热乎乎鱼汤去山洞中找宋楚然。黑夜将至，林天意长吁一口气，终于把楚玉衡打发走了。他回头意味深长地看着袁木秦和孔婉仪，你俩晚上有什么计划？袁木秦和孔婉仪2人闻言低下了头，脸色娇羞。我听师兄安排，晚上闲着也是闲着，想着干点事。林天意扑灭了篝火，明天还要继续闯关，我先回去休息了，养精蓄锐。你们2个该干嘛干嘛，明白？说完，林天意转身回到山洞。今天我们夺宝全靠师兄，那些可恶妖兽都是他打死的。袁木秦说。他不仅功法了得，还常得玉树临风，一路上对我们多有照顾。孔婉仪应道。2姐妹相视一眼，不约而同笑了起来。原来我俩想的都一样，那怎么办？总要分个先后吧。袁木秦和孔婉仪2人卷起衣袖，石头剪刀布，哈哈，我赢了。袁木秦高兴极了。孔婉仪嘟着嘴，表情不悦，心里有些憋屈。那我先去了。哎，等一下，怎么了？袁木秦眼神诧异。好妹妹，别太狠了，给我留一口。孔婉仪拉着他的手，眼神祈求。袁木秦点点头，会心一笑。我知道，有福同享。他转身咬了下红唇，然后昂首挺胸往山洞中走去。林天意在洞中铺上一些软草，向燕子筑巢搭了一张简朴矮榻，在野外将就一宿，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他躺在榻上闭目养神。师兄我来了！一阵欢快银铃声后，一个身材窈窕美女姗姗走进山洞。袁木秦嫣然一笑，双脚并拢站在林天意面前。她才年方19，天生一副美人胚子，拥有青春无瑕脸庞以及少妇般成熟身体，皮肤雪白娇嫩，光滑柔软，就像披上了一层羊脂玉。特别是那玲珑浮凸身材，让人根本挪不开眼睛。这等闭月羞花佳人，如果能拥入怀中，一清芳泽，即使减10年寿元也无怨无悔。袁师妹，你这是干什么？担心师兄的榻不够柔软，这种家务活应该让我们女人来干。袁木秦吹气如兰，向前走了一步，长裙拽地，画出一道优雅曲线。他从墙角抱起一捆枯草，走向榻前。劳烦林师兄起身，师妹为你铺席。袁木秦弯下腰，将手中枯草垫在榻上。林天意站起来，居高临下，通过他衣衫领口，能够一眼望穿秋水，看到迷人的小腹。那是一种长河落日圆的壮美风景，特别是铺设枯草时，像秋千一样飘来荡去，缘起缘灭。有劳师妹帮我把榻尾也加柔软一些。袁木秦闻言，转身俯下，将手中枯草放在榻尾上。他手臂如莲藕一般白皙，透露出一种自然的美丽光泽，皮肤嫩的都能掐得出水来。林天意斜眼从他衣衫短袖口中不时看到满园春色中那玉雕粉琢的青春动体，横看成灵侧成峰，大珠小珠各不同，香汗微沁，如珠帘般光润秀雅。师兄，我给你铺的榻还满意吗？袁木秦眼眸深情，你能在波涛汹涌之中保持身体平衡，并且布置得井井有条，我很满意。袁木秦脖子微颤，师兄能帮我摘一下洞顶上那红花吗？林天意顺着他的手指，果然看到一株娇美红花竟然长在洞顶。他双手托起袁木秦脚底板，让他缓慢上升，再高一点点。袁木秦伸长玉臂触及那片红花。林天意抬起头，透过他衣衫底部，从小腹一路往上，能够看到他的下巴。换个角度看世界，精彩大有不同。相比之前长河落日圆以及横看成岭侧成峰，此时却又有一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窒息感，高不可攀，摇摇欲坠。林天意把袁木秦放下来，他执着这朵红花与红颊相映成趣，更添一抹娇羞之色。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已经懂得如何取悦人心。一个男人主宰世界需要做很多事情，而我们女人
只要做一件事，征服这个男人就行了。林天意凝视着他，刮目相看。你对这个世界运行法则看得很透彻，我相信等日后你必成栋梁之才。袁慕情一脸傲娇，桃腮上脂粉湿润，脸颊越发明媚。他靠近林天意，轻轻牵起他的手，情到浓时，无需多言。师兄，还不快把我的温存释放出来。半个时辰过后，师兄，我好像突破了。袁慕情坐起身，调经运脉，感觉体内灵气更加充盈。他知道双修可以快速突破，毕竟是他的第一次，给他一种心理震撼感觉。万事开头难，只要你肯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林天意鼓励。袁慕情喜形于色，他丹田运气，体会升到炼气5级的畅快。嘻嘻，我倒是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过了一炷香时间，袁慕情平静下来，脸上褪去红润。他披上衣衫，起身下榻。系统检测到袁慕情的好感度为40加30点，返还加54000积分。林天一直起身子，一把扣住他手腕。好妹妹，今晚留下来陪我，油香加到跳枪，让你突破修为，更上一个台阶。师兄，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不能独享。说完，袁慕情看了看洞口。林天一催动神时，立即感应到洞门外另有一股纯净清新味道。他松开了手。袁慕情穿好衣衫，整理好秀发，眼神中流露出依依不舍情意。师兄阅尽千帆之后，可别忘了我。纵然千娇百媚，却是你这边风景独好。林天意将他拦腰抱起，扔在榻上。一炷香时间，师兄不可以，外面的姐姐恐怕等急了。再来一次。又一炷香时间，师兄真的不可以了，你好歹也要爱惜一下身体。袁慕情挣扎着起身，心疼他不已。林天意给的太多了，他身上阳气很充足。袁慕情催化灵气在体内自由穿梭，他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他这些显著变化，毫无疑问来自林天意馈赠。林师兄真是一个好人，恐怕我以后要离不开他了。袁慕情一想起来，心里就甜甜的。系统检测到袁慕情的好感度为45加5点，返还加9000积分，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养分，你好好保存，在修炼时候要学会运用之道。谢谢师兄的金玉良言，我会铭刻在心的。袁慕情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离开了这里，成功兑换一粒高级金乌丹，5000积分。林天意趁着这个间隙补充一些营养。妹妹，你终于出来了。孔婉仪早已在洞门口等得心神不宁，刚才洞里一会儿有动静，一会儿又没动静，弄得她心乱如麻。你放心，我说过有福同享，怕你着急，想着早点出来。袁慕情笑说。仓库如何？袁慕情是出来了。孔婉仪担心的是林天意，让姐姐见笑了，我已有7成，才7成。孔婉仪闻言，眼中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妹妹对我真好，无以回报。孔婉仪送出一块白玉，姐姐客气了，今日我初1你初2，或许明日你初1我初2，大家留点分寸，相互照顾。袁慕情推辞不受。师兄休息的差不多了，该你上场了。说完，袁慕情识趣的走开了。孔婉仪取下发髻，用玉指梳理长发，她将以最饱满、最颠倒众生姿态出现在林天意面前。师兄睡了吗？是孔师妹吧？我还没休息。林天意明知故问。孔婉仪走进山洞那一刻，她惊得差点从她上站起来。此时，她卸下白天穿的蓝色披肩，露出短袖珍珠白纱衣，香肩如玉。中门大开，一分为二，在视觉上有种随时淘气溜出来感觉。孔婉仪最迷人之处是她披散在双肩上那一头天生微卷长发，乌漆光泽透亮，长发飘逸，将女人的放荡不羁拉到爆表。如果袁慕情是青春加熟女，那么孔婉仪无疑是青春加野性。她手执红莲鞭，有一种辽阔天地、天纵豪情的风采。林天意坐在石凳上，取出水壶，抿了一口。孔婉仪身上那种野性呼唤，最能激发最原始的冲动。林天意不置一词，不发一言，让他感到有些慌张。想不到他年纪轻轻，道行这么深。师兄按兵不动，可能是我诱惑还不够。孔婉仪暗想。他走到榻前，松开腰带，卸下身上所有累赘之物。孔婉仪趴在软草上，林天意看了一眼，从头颈曲线到柔滑背脊，再翻过一座圆润大山，蜿蜒到小腿，终点站是脚踝。恐怕世上最精湛画师也画不出这条浑然天成的、巧夺天工的唯美曲线。若是在这具温香郊区披上一条貂毛，它就是一个不可抵御的妖艳贱货。林天意眼光目不转睛，停泊在他洁白大理石般光洁后背上，连每一次眨眼都是不可原谅的罪。盛世美景，好一件流芳百世的绝美艺术珍品。师兄，你在想什么呢？孔婉仪软糯声音。据我推测，明天下雨概率是0%。嘻嘻，明天是太遥远了，我只要今夜欢愉。孔婉仪双眼迷离。林天意又喝了口水。伯乐大人，还不快来试试你的千里马？半个时辰之后，师兄，我好像突破了。孔婉仪醒来之后，感觉体内灵气充裕，身上有了一股崭新力量。之前迟迟无法突破的修炼瓶颈，在与林天意双修之后，神奇的融会贯通。恭喜孔师妹登上新台阶。修为突破是一件人生大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师兄对我恩重如山，日后一定铭记在心。孔婉仪激动不已，生平第一次双修，带给她一种超预期的美妙。特别是师兄，人好活更好，
系统检测到孔婉仪的好感度为40加30点，返还加57000积分。师兄吗？孔婉仪呢喃。咋了？我觉得还不够吗？你出经人世，切忌贪多求快，如果阳气不能及时吸收，反而是一种资源浪费。林天意完全理解孔婉仪的心理，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吃糖之后就会欲罢不能。双修只是一种辅助，林天意会损耗真元，他会审时度势，因人而异，酌情增减。师兄，那我想试炼功法，运化一下。可以啊，每一次突破肯定有新的感悟。林天意鼓励。孔婉仪穿上衣衫，跳下软榻，他拿起红莲鞭，约有1丈多长。孔婉仪右手握住鞭柄，小蛮腰一扭，鞭身在空中画出一条优美弧线。若有人西山之阿，被臂力系带女罗。孔婉仪腰肢扭动，动作轻盈流畅，犹如梨花飘雪。微卷长发与鞭子交相辉映，似水柔情。跳跃、旋转、横扫，她用青春娇美身躯点燃整座山洞最炙热的风情。林天意心无旁骛，咬明明息枪骤会，东风飘兮神灵语。孔婉仪将红莲鞭往空中一掷，双脚离地，凌空飞旋，香汗津津，娇喘吁吁。试炼结束，孔婉仪收拢红莲鞭，向着软榻走去。林天意接过她手中鞭子，瞪着疑惑眼睛。孔婉仪转身走了7、8步，脱下身上衣衫，身子就像鸡蛋剥壳，通体洁白，完美无瑕。她闭上眼睛，一脸沉醉。突然间，一个声音爆响，宛如惊雷：“伯乐大人，请上马挥斥吧。”半个时辰过去，师兄，我醒了，我感觉修为又有增加。孔婉仪高兴不已，这说明刚才双修，阴阳高度契合，你天资聪颖，吸收得很快。对于修炼之人来说，天赋、努力、选择、丹药以及机缘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还有一条隐藏的修炼捷径，就是双修大法。阴阳调和也是因人而施，阳盛阴衰，阴盛阳衰都无法达成极致。不过林天意是先天纯阳圣体，不论是阴盛还是阴衰，他都能对兽体进行必补缺漏。师兄，我以后离不开你了，这可怎么办呀？孔婉仪娇滴滴，不管我在哪里，你永远在我心上。花言巧语，你不给，那我自己掏了。系统检测到孔婉仪的好感度为45加5点，返还加95000积分。半个时辰后，林天意走到山洞门口，伸了一个懒腰。夜色微凉，广袤无垠的玄黄洞天地狱，此刻万籁俱静。他爬上旁边一个小山坡，伸展筋骨。这不是霍师姐吗？你怎么在这？林师弟好。霍知斐收起当日枪，走了过来。你的小师妹呢？他们都在洞里休息，你呢？你好像也形单影只。林天意看到他，有些闷闷不乐。他们4个不提也罢。霍知斐一声叹息：“你们5个人是一个团队，要齐心协力，排除万难。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林天意疑惑不解，他跟在霍知斐身后，往西面走了几10步。从这往下看，你就知道了。林天意纵目俯瞰，只见不远处一个山坡上，在草丛中，在树冠中，不时有弟子们发出窸窸窣窣声音。星夜璀璨，夜凉如水，在合欢宗天荡山脉下，却是一派春意盎然。霍知斐团的4名成员应该就在对面山坡上。林天意眺望远方，仿佛看到了师兄陆文渊的身影。他光着膀子，脸上荡漾着老奸巨猾笑容。想不到这里还有一块风水宝地。林天意大开眼界，山谷间晚风吹着，漫山遍野飘荡着撩动芳心的荷尔蒙气息。哼，不堪入目。霍知斐鼻孔冷哼一声，转过身，提着当日枪，大步流星离去。他来到一棵小树旁，只轻轻一刺，就将树干轰裂，树屑犹如齑粉，纷纷坠落。手臂上见紫肉，突突的蕴藏着非一般力量。霍师姐好身手。林天意夸赞。他觉得霍知斐今晚情绪有些不稳定。我们团队白天只获得3件宝物，我让他们4个晚上不要出去修身养息。万万没想到，他们都被男弟子骗出去双修。明天还有1天，这第3关我还有什么指望？霍知斐将当日枪杵在地上，仰天叹息。他这么一说，林天意就明白了，原来霍知斐担心他的4个队员今晚被动操劳，从而影响明天团队比赛成绩。霍师姐多虑了，合欢宗弟子人人追求双修之道，男欢女爱，甘之如饴，他们贪图一时之乐，影响团队成绩，我一个人独木难支。林天意微微一笑，这是一种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的，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毕生追求的就是繁衍和种族延续。基因？什么是基因？霍知斐一脸茫然。这个东西很复杂，不好说。提线木偶知道吗？基因就像这根线，我们所有行为和思想都被这根提线牵引着，永远无法抗拒。霍知斐坐在草地上，对于林天意的话一知半解。他们依靠双修来提升修为，这是拔苗助长。你看我一个人无欲无求，去年就已经踏入筑基境了。霍知斐天赋不俗，加上身体强健，每日刻苦修炼，实力远超同阶段外门弟子。他有这个底气，对双修嗤之以鼻。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请讲。我们加入合欢宗都是为了探究双修之法，阴阳转化奥秘。既然你排斥双修，当初为什么不加入名门正道呢？林天意觉得霍知斐身上或许有不为人知的隐秘。因为离家近，不瞒你说，我家就在天荡山脚下，父母死得早，我和姐姐相依为命。6年前姐姐也死了，
我想找个近点的宗门，每年方便在他墓前祭扫。霍知斐袒露心迹。林天意调阅他面板信息，姓名霍知斐，年龄33岁，颜值86分，修为2品筑基1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3500倍积分返还。虽然他长得人高马大，女生男相，但是细看之下，霍知斐胖得匀称，一点儿也不显臃肿。他一头干练中短发，大眼睛清澈明亮，鼻子俊朗，脸如峭壁，五官大气，脖子、两臂以及两腿肌肉紧致，没有一丝赘肉。霍知斐不是那种娇滴滴珠圆玉润之感，而是一种女人少有的巾帼须眉内味。好看脸蛋只能惊艳一时，但英姿飒爽气质能让人过目难忘。你体重多少？我身高180，体重180，体重180。林天意又看了他一眼，这肉都长哪里去了？应该都长在了该长的地方。你体质不错，天赋也好，既然加入合欢宗了，有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用双修来提升修为？不，我绝对不会这么做。沉溺双修只会迷失堕落。我相信人定胜天，只要勤学苦练，我一样可以在合欢宗出人头地。霍知斐眼中闪烁着坚定光芒，这具魁梧娇躯之中有着一颗坚如磐石的内核。世上男人女人或早或晚都抵御不了人性，我们应该顺天应地，率性而为。双修是一种桎梏，我独来独往，遨游天地之间，清心寡欲，平生志在仙道长生。霍知斐不为所动，两人意见背道而驰。霍知斐将双修视为禁忌，身体发肤受于父母，倘若没有阴阳交合，便不会有我们生命起源。林天意又说，生命起源。霍知斐眉头一颤，他从未想过这么深奥问题。日为阳，夜为阴，颠为阳，古为阴，万事万物无不相嵌相合，水乳交融。有人悟道早一些，有人悟道晚一些，但是早晚都会，殊路同归于双修。林天意有感而发，霍知斐心弦微微触动。以前他只知道修炼，只知道强身健体，没想到阴阳之道竟如此重要。合欢宗内人人痴迷于双修，这双修到底是什么滋味？你个杀千刀的，费尽心机就是想和我双修，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师妹，我已经想了你3天3夜，今晚不和你双修，我会死的。突然间，山坡下一个女人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夺路狂奔，身后一个男子面目狰狞，穷追不舍。为了双修，竟然逼迫师妹。霍知斐见状大怒，一个飞身冲了过去，轰一声，他眼疾手快，势大力沉，猛地撞向男子。那个男子根本猝不及防，被弹出3丈多远，口吐鲜血，仿佛五脏肺腑都换了位置。这时，先前那个逃跑的师妹反身回来，师妹莫担心，我已经把他打伤，他不会再伤害你了。霍知斐自明的意，谁知那个女人出其不意，出手一拳击在霍知斐胸口。我好心救你，你为何要打我？他是我师兄，我和他之前做过道侣，今晚是旧情复燃，谁让你出手打他？女人瞪着幽怨眼神，可我刚才明明看到他在追你，你在反抗。霍知斐大惑不解，他追我逃，是我和师兄玩的情趣游戏，他若是有3长2短，我绝对饶不了你。说完，女人跑到他师兄身旁，两人抱头痛哭。怎么会这样？霍知斐直接愣在原地，身体石化了。这件事的确是你错了。林天意悄然在他身后，我在救师妹，他为何怨我？你眼里看到的和他心里想的完全是两回事，一个逃，一个追，欲拒还迎，欲擒故纵，此是鱼水之欢，颠鸾倒凤之乐。林天意娓娓道来。霍知斐面有愧色，他一心想帮师妹，却反而弄巧成拙。他懊恼地坐在地上，为自己刚才行为深深自责。不如我俩玩个游戏，姐姐们，今天与师弟一聊，我发现你学识渊博，你说的游戏又是什么？霍知斐疑惑。这个游戏叫真心话大冒险，赢的人提问，输的人必须如实回答。当真如此简单？今夜我心情烦闷，那就和师弟玩这个游戏。霍知斐心中好奇，想着体验一把真心话大冒险游戏。来，我们石头剪刀布。两人撸起袖子比划一下。哈哈，霍师姐输了，还是你反应快。下一步该怎么玩？我提出问题，你诚实回答就行了，请赐教。林天意站起身，思索了一下，很快胸有成竹。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裸睡过？霍知斐眉头一弹，目瞪口呆，眼睛瞬间亮了。师弟，能不能换个问题？霍知斐面红耳赤，表情醋橘不安。那可不行，事先说好的，输了就要有问必答，不许抵赖。真心话大冒险游戏玩的就是一个刺激。霍知斐陷入两难境地，他以为只是一些普通问题，万万没想到林天意的问题如此难为情。这个不许撒谎，天打雷劈。有吧？1个月裸睡几次？天天如此。霍知斐脱口而出后，羞得想在地下打条缝，直接钻进去。这可是自己隐私，今晚居然对林师弟说这种害臊的话。霍知斐芳心扑扑乱跳，血压飙升。你的回答很好，我们继续石头剪刀布。哈哈，霍师姐，你又输了。林天意再拔一成，你问吧。我的问题是，你身上哪个部位最敏感？师弟，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回答，能不能换一个？霍知斐讨饶。那可不行，说好了，输的人有问必答。霍知斐的脸刷一下红了。
可是我不许撒谎，天打雷劈哦。霍之斐思考一番，双手捂住眼睛，是胸部。为什么这么说？我每天清晨起床后都要修炼，修炼前我会用纱布束胸，每当此时，我会感觉身体内有一股电流涌过，又酥又麻。霍之斐虽然30多岁了，但是很少与人接触，性格单纯又老实。林天意让他说真心话，他就老老实实说出真心话，绝无半点虚言。来，继续石头剪刀布。完了，这次我输了。霍之斐赢了第3局，他前2局的羞愧顿时烟消云散。他现在掌握了提问主动权，再也不会觉得尴尬了。霍师姐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吧，如果不问就当你放弃了。我当然有问题。前2次被林天一搅得心神不宁，霍之斐憋着一肚子气，这次好歹也要报复他一下。我问问师弟，你之前可否与人双修过？有。林天一秒回。那我再问你，为什么2人双修之后还不满足，后面还要第2次、第3次？经过林天一前2个问题调教之后，霍之斐胆子明显大了起来。林天一努了努嘴，他看了眼霍之斐，一双渴求答案的眼睛。男女一旦双修之后，茶不思饭不想，朝思暮想，夜不成寐，欲罢不能。林天意压低声音，霍之斐瞳孔缩成针尖大小，脸上一副不可思议表情。他鼻翼沁出晶莹汗粒，呼吸都带着细微颤抖，谈口气息紊乱，双腿软成一滩春水。林天意的话带给他内心深处深深的震撼，连茶饭都不思，看来双修果然是邪修。还玩不玩游戏？玩。霍之斐彻底打开心扉，与林天意在一起让他有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他一把掷出拳头，哈哈，霍师姐又输了，你问便是了，我会如实回答。霍之斐觉得与其提问，还不如回答问题简单，他只要如实说就行了。你心中最恨的人是谁？林天意话音刚落，霍之斐倏地站了起来，他攥紧拳头，心中好似有无限怨恨。我这辈子最恨的人是我姐夫。姐夫，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骗了我姐的身体，最后将她抛弃。我姐积怨成疾，最后抑郁而终。所以世上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满嘴谎言。霍之斐姐姐的一段悲惨往事，让他从小憎恨男人。如果当年姐夫没有抛弃他姐姐，他姐姐就不会死。你说出来，是不是有种宣泄后的快感？霍之斐姐姐那段过往，对他幼小心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刚才话有些过激了，我不是说世上所有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像你林师弟就是一个好人。霍之斐冷静下来，一个真心话大冒险游戏让他突然想起心中最憎恶的那个人，一时激愤不已。你的情绪有些波动，还要继续吗？再来一次。石头剪刀布。霍师姐，你又输了。他点点头，今晚与林天意聊了一些私密话题，心里放松很多，给他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吹进来一缕新鲜空气。我的问题是，假如现在老天爷奖励你一次双修机会，你最想和谁一起双修？师弟，这个问题万万不可，我连男人的手都没碰过，何况这种难以启齿的事。我说了，这是假设，懂不懂？在脑子里想，不是让你想了就去做，真的不可以。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说出真心话，否则天打雷劈。霍之斐他不会依附男人，也不需要男人。合欢宗的双修大法，他一点兴致都没有。林天意知道霍之斐身上有3500倍积分返还，一个抵死不愿双修的女人，该如何增加她好感度？但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动歪脑筋。霍师姐，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合欢宗还有一种非接触式双修？非接触式双修？霍之斐闻言，嘴巴不由得张开成 O 型，面容骤然冻结成雕像。师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所谓双修阴阳交换，一般是宫体和兽体在内部完成，不过其实也可以在外部完成。当2个人无限接近时，体表阳气和阴气会引发链式反应，但是这种非接触式双修效率很差，只有零星一点点。林天意的话在霍之斐心中产生轩然大波，不接触身体，那样的话即使双修，身体依然是纯洁。霍之斐暗想，师弟，你可会这种非接触式双修功法？霍之斐内心充满了期待。这个非接触式双修，简单来说就是用你的嘴。算了，这个尺度可能有点大，你会接受不了。林天意说的遮遮掩掩，玄之又玄，尺度有点大。霍之斐眨了眨单纯大眼睛，一头雾水。师弟能否说得清楚一些？我怕你会受不了。他的后劲很大。这下霍之斐更加好奇了。师弟这是看不起我？我现在已是筑基境，身强体壮，从小到大遭遇了很多挫折，我都没有服过软。他说的斩钉截铁，这一次不是让你服软，而是让你服硬的。服硬的。霍之斐胃口被彻底吊了出来。师弟，别看我是个女人，我可没有矫情，我喜欢吃苦耐劳，只有经历过风雨，才能让我成长更快。你真的做好了心理准备，恐怕会打破你以前的认知。林天意担心。霍之斐知道今天与他在玄黄洞天山坡偶遇是一种机缘，下一次又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非接触式双修，重点在于非接触式，从这一点上看并没有违背霍之斐初衷，所以他很想体验一下。放心吧，我毅力很强的，没有什么事能够打倒我。林天意看了看他，一双充满期待眼睛
决定给他一个机会。他低下头，在地上搜寻。有了。他从地上捡起一块小椴木，大小比较合适。霍之斐看着木块，真要这么做？这是非接触式双修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好吧。林天意双手撸了一下发型，慢慢靠近霍之斐。要想增加他的好感度，只能剑走偏锋。霍之斐像木雕泥塑一样站着，心里早已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林天意撅起嘴唇，两人之间距离不断缩小。霍之斐口不能言，心里紧张到极致。林天意轻轻吹出口中阳气，就像春蚕吐丝，绵绵不绝。这短短1厘米距离，比尖刀顶在他脸上更让他惶恐。林师兄，你在哪里啊？山坡下传来小师妹原木琴和孔婉一空灵声音。林天意收敛气息，后退一步，解除压迫感之后，霍之斐瞬间恢复炽热心跳。我在这里。他跑过去向他俩挥挥手。师兄，还不快回洞里来，人家还等你浇花泥。伯乐大人，千里马也等着你呢。两人一左一右，分别倚在山洞门口，巧笑嫣然。霍师姐，小师妹还在洞里等我，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想不到师兄这么晚了，还要如此操劳。霍之斐露出匪夷所思眼神。哦，乐在其中吗？对了，今天只是一个体外双修的测试，你回家可以多练练，等你悟到了，我以后教你更高端的玩法。师弟的话，我会铭记在心。霍之斐接道。林天意快速跑下山坡，来到山洞门口。不是吧，你俩还要？下半夜的账必须从头开始算。孔婉一上前，迫不及待拉着林天意的手。这一次他力拔头筹。山坡上，霍之斐遥望着林天意身影消失在洞口。阵阵凉风吹进他健硕娇躯。呵呵，林师弟的非接触式双修说得如此玄乎，有点言过其实了，对我根本没有半点效果。夜已深，他也该回自己山洞中休息了。他刚转身，突然间两片嘴唇开始酥麻。为什么会这样？我的脸为什么这么烫？霍之斐脸上像火烧云一样灼热，红色从下巴一路延伸到后颈。他坚硬强壮手臂仿佛没了力气，肌肉都瘪了下去，变得软软的，身上力气正在不断消退。霍之斐腰部开始变得柔软，屁股情不自禁地向后翘起，如岩浆般滚烫的高亢浪潮拍打着体内每一个角落，几乎燥热到爆炸。他单膝跪在地上，双腿已经无法承受体内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曾经那座像城墙一样坚固的郊区，那具铁骨铮铮的郊区，在没有任何外力触碰之下轰然崩塌。霍之斐失去所有力气，像章鱼一样软瘫在地上。百炼钢化成绕指柔，苦苦无味之物却甘之如饴。原来林师弟没有骗我。霍之斐脑海中不断浮现林天意刚才的话：基因、DNA、生命起源、真心话大冒险、非接触式双修、体外双修，让他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深邃夜空下，山坡上，他扯开了衣衫，以地为席，以天为褥，那是他最惬意的裸睡姿势。他脸上浮出一抹笑容。系统检测到霍之斐的好感度为10，加10点，返还加35000积分。第二天清晨，师兄早，小师妹早。林天意来到山洞门口，楚玉衡等几位小师妹已经整装待发，今天继续夺宝打妖兽。宋师妹，你的伤好些了吗？昨晚一觉睡到天亮，多亏了楚师妹一直照顾我。宋楚然脸色白里透红，看起来恢复不错。至于袁木、秦和孔婉仪两位小师妹，更是脸颊粉润，仿佛晨露浸染的花瓣，有一种健康光泽。毋庸置疑，这是获得阳气滋养的外在表现。走了，我们出发。楚玉衡拿起白帆，4位小师妹斗志昂扬，希望今天战绩超过昨天。好，我们今天去更远地方。林天意信心满满。等一下，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宋楚然低着头，眼睛就像闪烁的星星，充满了含蓄。什么事？林天意诧异。宋楚然伸出手，主动与他十指相扣。出发前，我们应该还有个试试仪式。宋楚然眉头微微蹙起，露出羞涩和甜美表情。对，试试仪式，我差点忘了。林天意这才恍然大悟，将宋楚然纤纤玉指牢牢夹紧，严丝合缝。宋楚然如此主动，一小部分理由是为了团队整体凝聚力，绝大部分理由是为了感谢昨天他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呵护。这时楚玉衡见状，也与林天意十指相扣，4个小师妹紧紧团结在林天意身旁。去抢地盘了，走我们的路，让其他弟子无路可走。哈哈！清晨阳光斜照在山谷，勾勒出远方雄壮山岭，白云悠悠，飞鸟掠过高空。楚玉衡扛着白帆，一路蹦蹦跳跳，娇柔小师妹们紧随身后。咦，那个猪队友呢？师兄你倒是快点啊！半个时辰后，一行5人在山脚下找到一处灵珠果林，果林规模很大，上千根果树直耸云天，一眼望去，各种5颜6色、琳琅满目的鲜果仙草。最重要的是，这片果园灵气充盈，里面一定有很多宝贝，我们去挖宝吧。趁别人还没发现这里，赶紧行动。4个小师妹心情激动，仿佛发现了一座宝藏。你们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们。林天意停下脚步。师兄，你帮我们挖了？楚玉衡问。里面没有妖兽，你们去就行了，我要保存实力，对付后面的大妖兽。那好吧。很快，4个小师妹结伴进入这片孕育着灵宝的森林。林天意站了起来，
目光警惕扫视周围。他探知5里之外至少有3个团队正往这片果林赶来。小师妹们嘻嘻哈哈进去挖宝，而林天意像雄狮一样负责巡逻和镇守这片领地。他只做一件事，为他们保驾护航，提供绝对安全。看，这里有片灵气浓郁的果林。不多时，一个团队5人也发现了这里。这片果林我已经占了，请你们到别处去吧。林天意厉声告诫。你也太不讲理了吧，这玄黄洞天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好东西大家分享。一个人跳出来叫嚣。抱歉，我的字典里没有分享这2个字。林天一口气决绝，区区一个人想挑战我们5人，别不知好歹。你们错了，不是我一个人挑战你们5人。对方团队的人听了都笑了起来。怕了吧，你把另外4个队友都叫出来，我们也不怕你。我的话还没说完，不是我挑战你们5人，而是我的一根手指就可以对付你们。什么？一根手指？5个人立即感觉到一股浓浓威压。别管他，我们进去。不听劝令，下场会很惨。林天意二话不说，用小指轰出一道气旋，化作18级台风，将这5人一股脑卷到半空。救命啊！很快他们无影无踪了，仿佛从未曾来过。林天意又听到南面有团队擅闯果林，请诸位道友绕道而行。放你的狗屁，你算老鸡！林天意手掌劈断一根巨树，将这5人像串珍珠项链似的强行送走。短短1炷香时间，林天意又赶跑了3个团队，他确保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扰他们挖宝。又过了半个时辰，果林中传来4个小师妹叽叽喳喳声音。师兄，我们回来了。楚玉衡荡漾笑容，挖到什么宝贝？好多呢，有龙鳞果、通天菊、焰火杏漏、赤血灵果、鸡冠凤凰花、七彩月兰，还有丹灵浆果，有120多株呢。不错，干得漂亮！林天意夸道。这时宋楚然看到果林外有许多刀剑之类法器，还有道袍、首饰、靴子等东西。师兄，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哦，有几个团队也想要进来，被我拦住了。林天意轻描淡写。宋楚然、袁慕晴还有孔婉仪眼里露出惊骇之色，他们明白了，原来他们能在果林中安心采摘挖宝，全仰仗林天意的庇护。你一个人打退了他们几10个人？楚玉衡瞪大美眸，不堪一击的水货而已。宋楚然知道，这些外门弟子看到灵宝肯定会冲进来抢夺，没有超然凌霄的功力，绝对不可能以寡敌众。想不到林天意实力如此强悍，宋楚然芳心暗动，心中对他又添了一份好感。至于袁慕晴和孔婉仪，他俩更是死心塌跟着林天意，巴不得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如漆似胶。我们走吧，又要翻山，好累哟。楚玉衡嘟嘴，玄黄洞天地域太过辽阔，想要找到一块宝地，一个浮洞，谈何容易？2个转场之间，运气再好也要2个时辰。嘶嘶嘶，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只紫薇玄鸟，玄鸟展开紫蓝色渐变羽翼，鸟冠琉璃光彩，尾部漂浮着4根如绸带般柔软尾翼。哇，好美的神鸟！听说看到的人都能好运降临。4个小师妹神情激动，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心中默默祈祷。我想问一下，你们想搭顺风车吗？小师妹们眼睛瞪得溜圆，洁白如玉脸庞透出惶恐神色。林天意对着天空屈指轻轻一弹，射出一道强劲气旋，在遨游中的紫薇玄鸟措手不及，被这道气旋勾住头颈，在一股浩瀚之力拉拽下，庞大紫薇玄鸟失去平衡，以60度角俯冲下来。4个小师妹吓得花容失色，四散奔逃。轰隆一声巨响，紫薇玄鸟重重坠地，它扑棱羽翼，扬起遮天蔽日的沙尘。可可，小师妹们用衣袖遮脸，锋利强劲，连眼睛都睁不开。尘埃落定，你们看我遛鸟的样子，帅不帅？他们惊魂未定之际，看到林天意竟然双腿跨在紫薇玄鸟背上。师兄，这个神鸟是你打下来的？天啊，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第一次这么近看到神鸟，我能摸摸它的羽毛吗？小师妹们惊愕不已，这可是他们心目中高不可攀的神鸟，居然被林天意擒了下来。他们震惊之情溢于言表，心中泛起经久不息的涟漪。我已经驯服神鸟了，不想走路的就上来吧。4个小师妹咧嘴而笑，眼里射出惊喜光芒。还能遛神鸟？他们争先恐后爬上了紫薇玄鸟。抱紧我，要起飞了！紫薇玄鸟展开巨翼，呼呼生风。4个小师妹8只温柔玉手犹如8爪鱼，死死搂住林天意的腰。乌吱，仰天长啸。紫薇玄鸟犹如一支离弦之箭，带着吼鸣声音直插云霄。小师妹们受到急速气流侵袭，衣襟飞扬，就像挂在藤上圆润的葫芦，飘来荡去，乳香四溢。在1万多米高空之上，紫薇玄鸟进入平飞状态。小师妹们从惊魂中醒来，俯瞰整座玄黄洞天地狱，一座座巍峨高山瞬间成了小小竹笋，横亘起伏的山脉尽收眼底。紫薇玄鸟振翅一下，疏忽几10里，在蜿蜒大地上奔跑的各路外门弟子，犹如一只只渺小蝼蚁，慌不择路。林天意雄姿英发，有种凌驾万物之上，俯瞰众生的气魄。师兄，上面好冷，抱抱我们！他展开双臂，将4个小师妹半包围箍住。不行，再紧一点啊！4个小师妹身体颠簸晃荡，东倒西歪。林天意不时触碰到婀娜酥软小腰，丝绸顺滑腹部又被各种饱满高耸
反弹回来。这个大的应该是袁师妹的，这个小的一定是楚妹妹的。师兄好坏哦，我要坐你身上，惩罚你。万米高空之上响起阵阵银铃般笑声，路上无数外门弟子仰起头，露出艳羡眼神。我们跑得累死，靴子都磨破了，他们却在天上嘎嘎飞，这还比个毛线！我都想放弃比赛了。别说神鸟了，现在有只乌龟让我骑下，我也开心。紫薇玄鸟带着林天意和他的小师妹飞过崇山峻岭，飞过缭绕仙境，飞过层林尽染。小师妹们心驰神往，爽到停不下来。须臾之后，好了，该下去挖宝了。师兄，我们还要飞得更高。4个小师妹就像一只只柔软玉兔，紧紧依偎在林天意胸膛，感受那催动芳心的雄浑阳气。紫薇玄鸟降落在一处山谷寒渊，以前我还不知道，做了神鸟之后才发现我晕鸟，我还从它身上偷偷拔了根羽毛，好漂亮。都怪师兄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小师妹们说起话来喋喋不休，林天意说不过他们，躲得远远的。不过呢，他们这次坐上神鸟翻越峻岭，省了不少力气和时间。他们由衷的钦佩林天意，让他们领略了玄黄洞天的壮阔风景。前面好像有很多人，我们过去看看。不远处，绯月湖边一个山洞门口聚集着5个团队。这时，从洞中走出几个人，抱着一堆奇珍异宝，有琥珀鎏金钟、玄冰金莲、月红紫金角等。下面带我们队进去了。谁说的？都被你们挖光了，哪还轮得到我们？众人吵嚷起来。原来刚才多个团队同时发现这块福地，不过山洞比较小，仅能容纳4、5人进出。于是他们君子协定，进去一个团队，限时1炷香时间，出来后再换另一个团队进去。可是当第一个团队出来，众人看到宝物后都变卦了，生怕被人挖光，都抢着先进去。我倒有个建议，林天意上前，既然你们互不信任，担心前面的人把宝都拿了，何不每队派出1名队员，这样就不用争抢了，每个团队各派1人。众人恍然大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大家都有机会进去挖宝。楚师妹，你带着储物戒指，不妨你去吧。好的，你们在洞口等我。楚玉横头脑活络，鬼灵精怪，虽是一介女流，但是挖起宝来一瞅一个准。他走到山洞门口，不料被人拦住。这一批人满了，你等一下批吧。凭什么啊？等你们出来，宝贝都被你们挖光了。楚玉衡不服气，走开，这里轮不到你说话。一众弟子面目狰狞，将他驱赶。林天意闻声过来，看到楚玉衡受了委屈，脸上阴云密布。这个方法是我想出来的，你们现在不让我的队员进去，我们都比你们先到，等我们挖完了，你们再进去。有几个弟子把持住山洞门口，众人看到林天意带着4个弱不禁风女人，认为他们好欺负，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师兄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寻宝吧。宋楚然看见对方人多势众，息事宁人，不想引发冲突，但是林天意却咽不下这口气。好吧，既然你们不让我上餐桌，那么大家都别玩了。林天意撇过脸，众人对他看了一眼，顿时哄堂大笑。好大口气，老子就不让你上餐桌，你能把我怎么样？大言不惭，哪凉快到哪带着去。怎么想对我们掀桌子？这儿也没桌子呀。嘲讽声音一波接一波，他们讥讽林天意是纸老虎，只是嘴上叫得响。林天意手掌凝厉，用手猛地按住草坪，一股磅礴力量四处蔓延，众人感到脚下微微一颤。就这点本事也想吓唬我们？呵呵，我也会啊，我跺个脚都比他厉害。你们走吧，这里不欢迎你们。其他团队的人说着风凉话，眼神冷漠。林天意嘴角一抹不屑，突然间草坪裂开了一条无边无际的缝，众人脚下传来一股剧烈震感，腿都软了。草坪一头竟然卷了起来，沐天席地，整块地皮像卷被子一样急速翻滚，众人目眦呲裂，吓得魂飞魄散。这乃是掀桌子啊，太狠了，直接掀地皮。草坪一圈又一圈，卷成一个瑞士卷模样。刚才那些小梁小丑根本来不及躲闪，纷纷被加入草坪中成了线。饶命啊，太残暴了，求放过我，有眼不识泰山，下次再也不敢了。草坪还在滚动，泥土飞扬，整块地皮被完整掀开，恐怖至极，有一种惨绝人寰的悲壮。扑通一声，草坪滚入绯月湖，惊起数百米高水帘。师兄干得好，太给我们解气了。哼，就该这样教训这帮龟孙子，我们可不是好惹的。4个小师妹心情舒坦，林天意给他们出了一口恶气。林天意又射出一道红色冲击波，嗡一声，整整山洞被炸得粉碎，削为平地，里面奇珍异宝顷刻间全部化为乌有。我得不到的东西也不会让别人得到。林天意搓搓手，表情波澜不惊，他竟然这么厉害，抬手之间就能将一个山洞炸裂。宋楚然用不可思眼神看着他，双瞳盛满惊恐，特别是他脸上这该死的松弛感充满了阳刚魅力，对宋楚然极具杀伤力。想不到外门弟子中有如此出类拔萃的人。宋楚然芳心颤动，情思暗结，一行人离开这片深渊，往最后一个关卡妖兽角斗场走去。在令人窒息的死亡山谷中，合欢宗常年豢养着100多只妖兽，妖兽分为大中小，只要击杀它们就能获得各种等级的灵宝。此时妖兽角斗场中杀喊声震天，妖兽愤怒的嘶吼震彻苍穹，现场有30多个团队正在围攻妖兽。林天意带着小师妹们来到这里，
碰上了周太贤团队。周师兄，我们打大妖兽还是小妖兽？一人问。有我在，你们要有信心，咱们就打这只铁背苍熊，赚一波大的。周太贤当机立断。从往年来看，最优秀团队一般选择合力攻打一只大妖兽或是2只中妖兽，一头大妖兽的灵宝价值是中妖兽10倍以上。不过击杀大妖兽要冒很大风险，如果失败了，那就是满盘皆输。在周太贤力排众议下，他的团队决定冒险击杀铁背苍熊大妖兽。林师兄，你们也来了。此时霍之斐带着他娘子军团也赶到了决斗场。师姐选好妖兽了吗？我们团队实力不济，还是先求稳吧。我们打算击杀双头魔狼中妖兽。霍之斐量力而行，不贪功冒进。林天一听后点点头，表示认同。师兄，我们该怎么选？楚玉衡征求他的意见。你们是怎么想的？我们都害怕妖兽长得太丑了，看了想吐。不过那只红瞳幻雕小妖兽挺可爱的，我们过去和他玩玩吧。袁慕晴说。他的想法获得其他小师妹一致同意。林天一有点胸闷，他们是来击杀妖兽夺宝的，不是来撸雕的。小师妹们真是太天真了，这次击杀妖兽会影响比赛成绩，我们好不容易走到最后一个关卡，不能懈怠。小师妹这才如梦初醒，他们都是为了晋级内门弟子，不是来献爱心的，好吧？但是我们害怕打不过那些妖兽。宋楚然皱眉，别怕，有我在。林天一是隐藏的元婴大佬，在别人眼里凶猛残暴的妖兽，在他看来比小绵羊还要温顺。好，我们跟着师兄走，一定有肉吃。楚玉衡横下一条心。这第3关秘境探险，小师妹们在林天一护佑之下一路高歌猛进，在挖宝闯关过程中对他建立了绝对信任。你们看那个妖兽如何？林天一指了指不远处一个庞大铁笼。4个小师妹看了一眼，皆倒吸凉气。妖兽头上有锋利犄角，一对鲜红大眼中燃烧着嗜血火焰，鼻孔中哼气，发出沙沙声音，仿佛铁笼在瑟瑟发抖。一头强壮大魁牛像凝视深渊一样凝视他们。嘿嘿，我要打爆妖兽的蛋蛋！林天一用掌气劈开乌金铁链，愤怒大魁牛暴躁冲出笼子，嚎嚎咆哮声像是无数冤魂在哀嚎。他身躯堪比大象，4肢肌肉鼓出，连牛蹄都带着金属般光泽。4个小师妹当场吓得面如土色。我们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吗？楚玉衡问。看他饥饿模样，在没有吃饱前应该不会回笼子的。宋楚然脸上闪过绝望惶恐。大魁牛低着头狂吼一声，奋体向他们袭来。4个小师妹纷纷祭出法器，一股脑掷向大魁牛。看招！不过大魁牛皮糙肉厚，法器对他的攻击比蚊子叮咬还弱。更令人恐惧的是，妖兽被彻底激怒了，将牛气上脑，发起毁灭一切的攻击。师兄，快来救我们！小师妹们冷汗浸透玉背，双脚软的就像踩在棉花上。突然，林天一从半空中急速下降，他伸出一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死死擒住牛脖子。大魁牛受到千钧之力，身体倾斜，轰隆一声倒在地上，溅起漫天沙尘。林天一掐断他脖子，刚才嚣张不可一世的大魁牛瞬间一副生无可恋怂样。小师妹，快过来打妖兽！林天一发出邀请。4个小师妹都震惊了，他竟然只用一招就制服了凶猛无比大妖兽。师兄，我们不敢。没事，快过来揍他，他已经永远站不起来了。小师妹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楚玉衡和宋楚然2人执剑狂砍牛背，袁慕晴和孔婉仪则绞断牛腿。大魁牛毫无反抗之力，沦为任人宰割。小师妹们嘎嘎乱杀，轻松极了。而另一边，大妖兽铁背苍熊出笼后，对着周太贤团队一阵狂轰滥炸。周太贤穿着亮晶晶软甲，在阳光下反光，成为铁背苍熊重点关照对象。他慌乱中轰出巡天锤，无法造成妖兽致命伤，反而激发了他的兽性。铁背苍熊抡起一记排山倒海熊掌，利爪将周太贤的软甲撕成背心。放过我吧！周太贤丢盔弃甲，仓皇溃逃，一副狼狈相。看，大魁牛掉落灵宝了！楚玉衡眼疾手快，从他肚子中取出一尊黄金玲珑塔，这是纯金的，可以镇压一切邪物。4个小师妹高兴极了，手舞足蹈。他们没想到竟然这么容易，这么快就击杀了一只可怖大妖兽。师兄，你太厉害了！宋楚然情不自禁夸赞，他内心如春芽萌发，幻想着与他十指相扣，肌肤相亲的甜蜜。走，我们看看还有什么灵宝。大魁牛已死，林天一有了新目标。还没等小师妹们反应过来，一条七彩吞天蟒竖起身子直扑过来。它身体之大，可以容得下2辆马车，并驾齐驱。七彩吞天蟒对着小师妹们张开血盆毒牙，吐出亥木红黑色外形蛇信子。借你剑一用。林天一收起楚玉衡紫薇剑，凌空跃起，挥剑从七彩吞天蟒口中一路贯穿，从蛇头一路劈到蛇尾。七彩吞天蟒上下一分为2，血浆爆溅。在它7寸处有一粒闪闪发光珠子，看，是昊天珍珠。4个小师妹又高兴坏了，欢天喜地。另一边，霍之斐率领娘子军团队正在与中妖兽双头魔狼拉锯鏖战。霍之斐当日枪刺中魔狼右后腿，魔狼并未屈服，2只狼头死死咬住枪杆，与霍之斐死亡翻滚，命悬一线。关键时刻，
霍知斐取下枪头刺入魔狼腹部，最终在3名队员受伤情况下，才勉强击杀这指中等妖兽。林天一刚杀死七彩吞天蟒，又放出一只赤瞳天灵。赤瞳天灵长着龙头马身，红色鬃毛格外刺眼，它还有一对宽大翅膀，高傲地悬浮在半空。林天一也不惯着它，掌心凝结出一道长链，箍住妖兽脖子，不停拽着它，一次次猛烈砸向地面，哐哐哐，直到地上砸出几十个数米深大坑，赤瞳天灵才奄奄一息，只剩下微弱喘气之声。他身上掉落的是玄火镜，楚玉衡乐疯了，赶紧用储物戒指收入空间。整座斗兽场中，外门弟子都在咬紧牙关，与妖兽拼死搏斗，浴血奋战。而4位小师妹们不时发出爽朗笑声，挑动了其他弟子的敏感神经。不会吧，我杀个小妖兽累得半死，他们杀大妖兽却像过家家似的。别说了，咱们队长不行，一将无能，累死3军。看着他们疯狂爆灵宝，我真想大哭一场。越来越多外门弟子用惊叹和羡慕眼神看着林天一团队，心中荡起一抹憋屈和不甘。凭什么他这么牛逼？要是自己能有他一半厉害，也可以让小师妹为之痴狂。狗屁努力在绝对实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许多外门弟子垂头丧气，他们明白，纵然穷尽一生，也达不到林天一1%的高度，只能做他脚底下匍匐的鹅卵石。好啊，师兄好帅啊，劈掌姿势好威猛，看得好有高潮感觉。那些大妖兽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师兄一招秒光光。4个小师妹在一旁看林天一斩杀妖兽，看得欢欣鼓舞。随后林天一又杀了碧琴狂狮，获得凤灵宝盘，杀了独角鸣犀牛，获得混元乾坤袋，又杀了赤焰魔虎，获得火灵圣树。凭借一己之力，几乎把一半大妖兽残杀屠戮，剩下几只大妖兽吓得不敢走出铁笼，趴在地上用祈求眼神表示臣服。林天一团队又一次满载而归，至此结束了第3关秘境探险全部关卡。5个人在南天门出口相互拥抱告别，明天还有最后一轮比赛，师妹好好休息，补充体力，师兄也要养精蓄锐。这2天我们过得很开心，谢谢师兄，明天见。林天一回到家中，在床上盘膝而坐，双手结印。他刚才吃下1粒终极元婴丹和1粒元神丹，体内灵气在丹田炼化，滔滔不绝。他体格在快速暴涨，绵薄力量浩瀚无穷。修炼之事不能松懈，嗑药不能停。成功兑换1粒异神丹，15000积分。林天一嗑了1粒异神丹，加速内心平和。东东，林师兄在家吗？进来吧。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傅明书师妹。她今天穿着一件淡粉色连体短裙，薄薄衣衫下一对坚挺的纺锤形轮廓清晰可见，裙尾很短，露出1/2白皙浑圆大腿，性感气息弥漫全身。听说师兄去参加晋级赛了，我路过这里，没想到你在家。今天刚比完，明天还有最后一轮。傅明书慢慢走近，释放出一种让他心慌的诱惑力。林天一拿起茶杯，刚想喝一口，却被傅明书拦下。傅明书娇躯一颤，顺势一躺，主动投怀送抱。别喝茶了，马上让你喝上更香醇更好喝的。半个时辰后，林师兄，怎么你这次阳气这么旺盛？你把我和谁比？讨厌，和你上一次比啊，从第一次到现在，人家只和你双修过吗？嘿嘿，谅你也不敢。自从林天一嗑药猛推到元婴境，一开始还有些道心不稳，随着进入元婴中期，渐入真境，体内灵气和真元互融互通，他的阳气相比以前更加炙热旺盛。之前小师妹袁木晴和孔婉仪2人炼气初期修为，双修后立即突破，这是身体上最直接反应。包括傅明书这一次，他接受到林天一阳气，前后对比，感觉明显强了许多。看来元婴境是分水岭，修为提高之后，阳气更能必补受体，自己魅力也会越来越强。林天一暗想，他体力充沛了，耳聪目明，战斗力更强了。你是不是在我来之前吃过壮阳丹药了？没有，这种药会透支体力，我既要质量，更要数量，而且2只手都要抓。嘻嘻，就喜欢师兄这么直接。又半个时辰过去，傅明书有些倦意，而林天一精神旺盛，丝毫没有疲惫之意。对了，我想给你介绍一笔生意，你做不做？傅明书问。哦，我吃了你的丹药之后，修为连续突破，有一次被徐执事发现了，向我问起丹药的来历。你怎么说？我没说是你给我的，而是我向你买的。你在炼丹房工作，会自己炼制丹药。徐执事刚刚结丹成功，还不稳固，所以让我问问你，有没有聚灵丹？林天一脸色一沉，这些兑换来的丹药，主要是他自己嗑药，用于提升修为，少量用来维系与师姐师妹之间感情。好丹药是独一无二的资源，他不会轻易售卖丹药赚取零食。当然，他上一次急需用钱，在房氏谢念慈掌柜那里换过一些低级丹药。提起谢念慈掌柜，胸大臀翘，少妇味熟透了，床上功夫更是一流。林天一突然对他有了一点回味咀嚼之情。我给你丹药这件事，仅限于你我，不要对外声张。林天一告诫。傅明书点点头，那我明天回绝徐执事。他最近和顾云溪争夺星宿门掌权执事的位置，他很焦虑，到处找资源。顾云溪，林天一上次打伤秦礼月之后，秦礼月执事的位置就空了出来。秦礼月、徐执事还有顾云溪3人同为星宿门执事，
但是秦礼月是掌权执事，韩权量高，是晋升堂主的台阶。徐执事和顾云熙两人都是排名靠后的执事。林天意想起了之前傅明书和他提过这事，他当时没放在心上。但是今时不同往日，特别是他与顾云熙的关系，就差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了。一个人不能太舒适，没有压力，有了压力之后才会心甘情愿的被动操劳。徐执事是不是平时待你不薄？他蛮看重我的，说我和他小时候很像，在合欢宗能够找到一位对你好的人，你要珍惜。我看在你的面子上，那就帮徐执事一次。真的，你愿意卖丹药给他？傅明书有些吃惊，林天意刚才还对此事很反感，现在竟然同意了。我明天在中山广场还有最后一轮比赛，你让徐执事天黑前在红花亭等我。师兄，你对我实在太好了。傅明书能够帮到徐执事，他很高兴。那你要怎么感谢我？当然是涌泉相报。1个时辰过后，傅明书穿上连衣短裙，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系统检测到傅明书的好感度为96，加1点，返还加800积分。林天意激情燃烧过后，精力依旧旺盛，他抓紧时间修炼。不一会儿，他体内灵气如潮，从百会穴倾泻而下，自涌泉穴灌入4至百骸。体内完成吐故纳新之后，头顶上升起五彩霞光。恭喜宿主升到元婴4级。林天意不躁不急，徐徐体会，丹田处灵气余韵，他酣然而睡，进入梦乡。第二天一早，天荡山中山广场彩旗飘扬，300多名合欢宗外门弟子按照4个颜色方阵站列整齐。接下来开始今天的个人赛，比赛结束后将公布本届合欢宗晋级弟子名单。传功堂执事迎风大喊，上午是扣人心弦的个人比赛，外门弟子2对抗，逐轮淘汰。首先各个颜色方阵内部决出8强，然后外门弟子按照红色方阵与白色方阵、橙色方阵与黄色方阵进行淘汰赛，最后依次决出8强、4强以及冠亚军。很快各个方阵弟子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林师弟，听说你在上一关秘境探险中表现不俗，挖了很多宝贝。师兄陆文渊在人群中看到林天意跑了过来，运气好而已，捡一些没人要的破烂玩意。林天意淡然，不容易啊，关键是你还带着4个婆娘。前天夜晚我遥遥望见陆师兄在山坡上埋头苦干，锄禾翻土。林天意意味深长看了他一眼，当时现场那么多人，这都被你认出来了？陆文渊一脸震惊，陆师兄，你那副老奸巨猾模样，化成灰我都认得。两人不约而同笑了起来。实不相瞒，前晚我也是捡漏，当时一个青木以9师姐刚刚和人分开，他要回去休息，禁不住我死缠烂打，最后答应和我双休。陆文渊一脸春风的一马蹄疾，上个人刚走，这里面的茶你也喝得下去？林天意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喝不错了，哪还顾得上挑肥拣瘦？陆文渊毫不介意，像他这种练气中期、资质平平的外门弟子，能吃到肉就不错了。陆师兄，你口味也太重了吧？我也想吃顿好的，但是可能吗？那些处子弟子哪会看得上我？早被亲传弟子、宗门高层瓜分了。陆文渊一声叹息，他有自知之明，最大优点是有肉就吃，从不挑食。处子弟子是不多，但你也别太悲观，要相信机缘。林天意鼓励，我加入合欢宗6年了，双修过30多个，可惜没有一个是处子。要是我能和处子双修一次，我甘愿禁欲1年。什么？禁欲1年？陆师兄，这么狠毒的事你都发得出来？让他禁欲比死都难受，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林天意一个人吃得满嘴抹油，而师兄陆文渊一直吃瘪。陆文渊脸色歪笑，对着林天意耳朵，肯定不一样了。你想想，那种前无古人开天辟地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不能明了。林天意听得目瞪口呆。不仅如此，不管他以后还有多少人，你都是他家老祖啊，辈分最大。说完，陆文渊仿佛被戳中了笑点，哈哈哈，笑得前俯后仰，摇头晃脑，不能自持。有这么开心吗？可怜的陆文渊看上去语无伦次，已经疯癫了，该吃药了。好了，不多说了，我去打比赛了。陆文渊匆匆而别，林天意也回到白色方阵之中。待会比赛我要量力而行，不然的话医药费都赔不起。林天意担心用力过猛会伤及对手，还是谨慎行事，剩一点点就行了。这位师弟有劳了。白色方阵中，一个80多岁老翁站在林天意对面，两人间隔1丈左右，伸出双掌，遥遥相对，双方灵气对决。林天意稍一用力，老翁就被弹飞了。林天意获胜，这也赢得太轻松了吧？白色方阵除了他，基本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很快，林天意没费什么力气，成功晋级白色方阵8强。下一步将对阵红色方阵优胜者。趁着其他方阵比赛间隙，林天意在广场溜达，他敏锐看到了朱雅莹身影。此刻，朱雅莹站在未婚道侣周太贤身旁，林天意悄无声息走过她身后，放慢了脚步声。朱雅莹闻到一股熟悉味道，心里开始翻江倒海。宝贝，相信我，这一次我一定能赢。周太贤眉头紧锁，握住拳头，脸上有一种悲凉韵调。开局这么好的棋，被你下得这么烂。朱雅莹一脸怒色。周太贤在第一关举起5000斤巨石后，心态有点飘了。第二关闻到摆出身体悬浮，
没想到一败涂地，还被其他外门弟子骂死。而昨天秘境探险中杀大妖兽，他又一意孤行要杀铁背苍熊，结果又失败了，连累团队其他队员。你放心，个人赛是我的强项，我一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周太贤是筑基境修为，就现场而言，只有霍之斐的实力能与他旗鼓相当。第1名或许有点难，但是前3名对他来说稳操胜券。他急需在接下来比赛中扳回一局。好了，你可以上场了。朱雅莹催促，别急，前面红色方阵还有3轮才能到我，叫你去你就去，过去热热身。走啦走啦。朱雅莹一边说一边用力推着周太贤。好吧，那我过去了，你在这里等我好消息。周太贤拗不过他，穿上靴子往红色方阵比赛场地走去。朱雅莹取下头上发钗，重新扎紧长发，盘了一个漂亮发束，然后用钗子牢牢固定住。她抚了抚自己红唇，转过身往旁边休息区走去。由于所有弟子都在广场上，整个休息区空无一人。朱雅莹心情忐忑，既想看见那个人，又不想看见那个人。她走到那片熟悉地方，双脚站在原地，来回挪动着，眼神左顾右盼，心尖上有些失落。或许是自己想多了，朱雅莹有些失望，蓦然转身。突然林天意赫然出现在她面前。朱雅莹猛吸一口气，鼻孔犹如拉风箱，呼呼生风，双颊红色一路烧到耳垂，让朱师妹久等了。朱雅莹低下头，芳心局促不安，暗香浮动。谁说要等你？这里除了我还有谁？林天意气定神闲，他2天没看见林天意，心中神是鬼差，多了一份惦记。这2天你在玄黄洞天过得还好吗？我在里面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对你的想念犹如滔滔江水，永不停歇。朱雅莹听到后如沐春风，心里像吃了蜜糖一般。林天意无论怎么看都好，而那个周太贤越来越蠢，越见越心烦。与他双修之后，朱雅莹这2天夜不成寐，魂萦梦绕，她身体中充盈着林天意的阳气，永远烙上了林天意的印记。可是她是一个有婚约的女人，僭越道德犹如飞蛾扑火，如果泄露，一定会惹怒周太贤，引发一场不可预知的轩然大波。她不敢看林天意那双力透纸背、洞彻芳心的炯炯目光。内门弟子晋级赛今天就要结束了，我想这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了。上午进行比赛，下午是晋级仪式。朱雅莹与周太贤约好，等比赛结束就结为正式道侣双修，所以她今天晚上不出意外的话，就会与周太贤双修，这是她早已定下的归宿。我不会同意的，离开我，你会坠入深渊，万劫不复。林天意坚定说。别这么说，其实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朱雅莹心里烽火连天，她竭尽所能阻止林天意，阻止自己再与他发生进一步的非正常接触。周太贤是他绕不开的门槛。这半年来，周太贤对他百依百顺，呵护备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与林天意多一分快乐，相应的就对周太贤多一分愧疚之心。或许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男人可以拔了就走，潇洒离开，但是女人却是内心无尽的羁绊与煎熬。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林天意说。什么？朱雅莹眨着疑惑眼睛。你心里有了我，却还想做周太贤的道侣，你这么做是对他更大的伤害和欺骗。朱雅莹脑海中一片混乱，她没想到和林天意双修过后，心态变化这么大，带给她深入骨髓的愉悦和快乐。她也明白，与周太贤在一起不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他还在等我，我该回去了。朱雅莹痴迷和上瘾，林天意带给她的极度爽、极限爽的感觉，那是一种凌驾于一切快乐之上的快乐，爽到透彻心扉的爽，而且无法替代。一个未婚道侣的名号对你这么重要吗？林天意又问。名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很可笑，道侣就是道侣，不是道侣就不是道侣，世上哪来什么未婚道侣？朱雅莹眼中闪过一丝惊愕。道侣只有是与不是，未婚道侣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名号。他与周太贤还不是道侣，那么2人关系就是非道侣关系。可是我和他今晚就要做道侣了，至少现在你还可以属于我。林天意用灼热目光看着他。朱雅莹心中轰鸣，他说的没错，现在还没到晚上，他与周太贤还不是道侣，那么他还是自由的，无论与林天意发生什么，他心里不需要愧疚。林天意的提醒仿佛打开了朱雅莹天灵盖，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还有半天时间，他要放荡不羁，欲念火苗已经窜上心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朱雅莹发自内心一笑，她走到一面墙壁，用最惬意姿势靠在上面。现在她只想做那朝生暮死的蜉蝣。生命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像烟花般释放绚烂。远处广场上传来周太贤比赛场上顽强拼搏的声音，而他的道侣已经缴械投降，心甘情愿被林天意俘虏，成为温顺的羔羊。时间1分1秒过去，林天意快步走过去，靠近朱雅莹。突然间，他猛地放下光洁大腿，双手重重推开林天意。事情变得扑朔迷离。林天意将目光从他身上挪开。你后悔了？朱雅莹转了个身，双掌按在墙壁上，预备朝着他扬起如天鹅般优雅后颈。刺激！2分11秒之后，2人一前一后坦然离开休息区。由于后发制人，比上一次
还少了11秒。系统检测到朱雅莹的好感度为75加10点，返还加25000积分。中山广场上，合欢宗外门弟子在淘汰赛中激战正酣，周太贤获胜晋级。传功堂直视高喊，他吁了一口气，抑制不住喜悦之情，疾步走到场外。宝贝，刚才有没有看到我将那个白色方阵的蠢货打到尿裤子？哈哈，哎，手下留情，那可是人家命根子。朱雅莹回应，命根子，她是个女的。周太贤瞪大眼睛，哦，可能我看错了，你到底有没有在看我比赛？你怎么了？今天总是魂不守舍的。周太贤觉得朱雅莹怪怪的，今天是他最重要的比赛，而朱雅莹看上去一副心不在焉样子，是不是很期待今晚的双休？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周太贤眼神涩涩地说，得了吧，你先打完比赛再说。朱雅莹漠不关心，她还在消化林天意的阳气，对周太贤根本没有一丁点胃口。自从和林天意双休后，欲罢不能，她的魂早就被他勾掉了。楚师妹、宋师妹，你们也进入32强了。林天意看到2位小师妹，我抽签打黄色方阵的，我能进16强的话，应该就能晋级了。楚玉横笑说，楚师妹修为比我高，我要进8强才有希望。宋楚然对自己并不乐观，放心吧，站在你们身后的永远是你们的屁股。师兄你找死，看我不揍你！楚玉衡追着林天意一阵暴打。下面林天意炼气3级对阵沈白羽炼气8级，林天意站上台对阵红色方阵的沈白羽，双方相互对掌进行灵力比拼，两人脸色都显得很轻松。林天意实际修为很高，没把他放在眼里，而沈白羽认为林天意修为低，根本不足畏惧，相互蔑视。两人轰出灵气，白色和蓝色气旋相互激荡，没到半炷香功夫，沈白羽脸色长成猪肝色，手臂力量不济，开始摇晃，而林天意仅只用了不到1/1000力量。林天意获胜晋级。沈白羽趴在地上，眼里塞满了哀怨，他一个炼气初期凭什么这么强？刚才我感觉根本撼不动他。沈白羽心中涟漪，久久无法平静，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在擂台另一边，宋楚然与一位橙色方阵女弟子进行对垒，对方一阵猛攻，宋楚然渐渐力不从心。林天意趁人不备，用大拇指轻轻搓了一个气旋，轰向宋楚然对手，对手一下子乱了方寸，瞬间被弹飞数丈。宋楚然获胜晋级。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刚才击倒对手的力量究竟是从哪来的？16强弟子脱颖而出，马上进行下一轮淘汰赛。场上人头攒动，有人欣喜若狂，而更多的人隐恨黯然离场。林天意获胜晋级，他又轻松晋级，感觉与这些外门弟子过招，就像在玩过家家。在另一旁，宋楚然遇上了大麻烦，他脸色惶恐不安。抽签后对阵周太贤，周太贤名声在外，不可一世，他是夺冠大热门。师妹，多有得罪了。周太贤一个跨步4平8稳，宋楚然闪过一丝绝望眼神。这大美女遇上小霸王周太贤，只能自认倒霉了。宋楚然能到16强已经不错了，明年再来吧。周太贤，你温柔点，你敢伤害楚师妹，我一定饶不了你。台下吃瓜弟子们议论纷纷。宋楚然对阵周太贤，超高人气，吸引场上半数弟子观战。周太贤毫不怜香惜玉，他轰出一道黄色气旋，势大力沉。宋楚然刚接上就觉得玉臂发麻，他咬牙苦撑，心中暗暗叫苦不迭，远远不是周太贤对手。这时林天意悄悄绕到他身后，他暗中搓了一个无色透明不易察觉的增强气旋，依附在宋楚然手臂上。宋楚然感到一股猛烈力量磅礴而出，臂力陡然增加100倍。啊！一声惨叫，周太贤猝不及防，瞬间失去平衡，大腿被气旋击中，重重倒地。他脸色煞白，豆大汗珠不停掉落，大腿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痛楚。宋楚然获胜晋级。什么？宋楚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他竟然战胜了周太贤。他回眸看到林天意对他眨了下眼睛，原来那股神秘力量竟然来源于他。他对我真好，他心中黯然销魂。宋楚然再次抬眸，林天意早就走开了。哎，那个周太贤以为他很强，原来都是装出来的，还助激进，牛逼什么？连炼气都打不过，仙女姐姐永远的神，那一掌很帅。宋楚然听到场下夸赞，心里更高兴了。系统检测到宋楚然的好感度为40加5点，返还加15000积分。随着淘汰赛不断进行，4强弟子终于产生了。台上4个人，2个红色方阵的，一个橙色方阵的，居然还有一个白色方阵的。一个炼气初期修为是怎么混到4强的？我关注他很久了，当初测试灵力时候，大家还笑他，偏偏他是最争气的那个。台下外门弟子们都觉得林天意是个异类，看上去普普通通、平平无奇，却能一路通杀，位居4强之列。恭喜林天意晋级决赛！传功堂直视高喊，场下弟子爆发一片惊叹之声。在主席台上，丹阳门、藏经阁、执法堂、炼气堂以及千幻门、星宿门、天煞门、暗影门等一众堂主也是目瞪口呆。一个白色方阵弟子竟然能杀入决赛，出乎所有人意料。霍知斐获胜晋级决赛。他擦了擦额头上汗水，刚才一路拼杀，体力消耗很大，全靠顽强意志力支撑。最激动人心的决赛开始了，由白色方阵林天意
对阵红色方阵霍之斐。一个是天生废柴，天赋极差的吊儿郎当弟子，另一个是筑基境修为，肌肉发达，身壮如牛的女中豪杰。我压霍师姐，瞧她这体格，这身板，不去搬砖太可惜了。女人闯进决赛，太不容易了，掌声鼓励。修为相差太悬殊了，这还用说，肯定霍之斐赢。由于霍之斐体魄强健，以及在外门弟子中恐怖的筑基境修为，被人一致看好。林师弟，没想到我的对手是你。霍之斐感到吃惊。霍师姐，待会可要手下留情哦。两人由于那一晚接触，算是相识了。霍之斐没有把林天意当成对手，反而怀有崇敬之心。林天意渊博的学识，让霍之斐接触到了一个崭新世界。决赛开始，由林天意炼气3级对阵霍之斐筑基1级。传功堂执事喊道：“霍之斐摆好架势。”林天意依然轻轻松松，根本感受不到决赛一触即发的压迫气氛。他不想让霍之斐难堪，待会胜霍之斐一点点，意思意思就行了。林天意伸出双掌，准备承接霍之斐的轰击。不过他看到霍之斐一本正经，神态严肃，双肩平得像一杆秤，他不禁哑然失笑。谁曾想，霍之斐看到后，瞬间血液飙升，心脏砰砰砰加速跳动。他脑海中不断想起那一晚与林天意在山坡上的画面，擒住那一段枯枝。这种痴迷沉醉，让他产生一种无比快乐幻觉。山高水长，余韵不绝。此时霍之斐感到体内力量正在溃散，手臂变得柔软，大腿就像2根面条一样软弱。那一晚曾经熟悉的感觉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一晚的一切都还印在心间。林师弟没有骗我，我身上真的有基因，他在操控着我，我能感觉到基因存在。霍之斐体内涌出一股无法言说的力量，就算他有钢铁般意志，也抵御不了。我认输。霍之斐突然垂下双臂。什么？他弃赛了？这突如其来一幕，主席台上所有合欢宗堂主以及现场所有弟子全部一脸诧异，惊叹声连连。究竟什么强大力量，竟然能让永不服输的霍之斐放弃决赛？所有人脸上都印刻着风卷残云般震惊。霍之斐，你真的要弃赛？传功堂执事露出不可思议眼神。如此万众瞩目的决赛，霍之斐也是赛前大热门，他一路过关斩将，靠着不屈意志力才走到这一步，现在居然打都没打，就要丧失颜面的弃赛。是的，我放弃。霍之斐说的干脆。别看他身形魁梧，现在他一点力量也使不出来。为了避免自己沉沦于遐想之中，霍之斐选择草草收场。霍师姐，你怎么了？来啊，切磋一下。对于霍之斐临场弃赛，林天意也始料未及，他还想在台上好好表现一番，但是居然连出手机会都没有。林天意哪里知道，此时霍之斐外强中干，全身上下绕指柔。传功堂执事无奈摇头。林天意决赛获胜。话音刚落，全场震撼，一片死寂。主席台上，传功堂长老崔神威、丹阳门堂主金义山，他的女儿金嘉欣，执法堂堂主周展鹏，以及4大门堂主，全都浮现出无法言喻的震惊表情。楚玉衡当场目瞪口呆，宋楚然的娇唇久久无法合拢，原木秦和孔婉仪眼睛里蓄满了星光。为什么偏偏是他？现场同样震惊的人，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周太贤、朱雅莹、苏青云、谢灵洲、陆文渊以及顾云熙等。林天意仿佛是台上最耀眼的明珠，最闪亮的星辰。现场外门弟子感觉到一种神话降临的压迫感。这么轻松他就赢了决赛，怎么会这样？他这个第一名含金量不高，老实说花了多少零食买的？我看他没出什么力，要是换做我也能得第一名。许多不少外门弟子不服气，林天意练气初期天赋又差，为什么比他强的人都陨落了？而且决赛是霍之斐弃赛，林天意胜之侥幸。尽管有人吐槽，有人嘲讽，但是结果已经出来了，事实清楚，林天意当之无愧斩获第一名。比赛全部结束，马上宣布新晋内门弟子名单，请大家拭目以待。传功堂执事喊道：300多名外门弟子陆续回到自己的颜色方阵。在人群中，宋楚然与林天意擦肩而过。宋楚然努力撑大眼皮，让自己大眼睛更加明亮迷人。在众人面前，他必须保持一贯的高冷姿态，只能尽最大可能对林天意暗送秋波。许多颇有姿色女弟子有意无意从林天意身旁搔首弄姿经过，胆子大一点的还用翘臀频频触碰他，释放出可以随时双休的信息。一炷香时间过后，场上鼓声隆隆，接下来是万众期待的晋升环节。今天将有10几位外门弟子翘楚，成为魔道合欢宗光荣的内门弟子。内门弟子不仅地位高、薪酬高，学习更高深修炼功法，还有专门师傅提携。此外，隐藏福利可以获得更多双修优质资源。新晋内门弟子名单已经出炉，请崔长老审阅。传功堂执事将一幅画卷毕恭毕敬呈给长老崔神威。长老崔神威摊开画卷看了几眼，频频点头。现场所有目光都汇聚到他身上，最激动人心一刻即将来临。请安静，下面有请传功堂长老崔神威发言。人群亢奋，现场响起欢快的掌声。长老崔神威从衣袖中取出一张发言稿：尊敬的宗门各位堂主、女弟子、男弟子们，大家下午好，
我宣布，合欢宗第39528届内门弟子晋级赛暨授予仪式现在开始。根据赛后传功堂工作弟子的综合评选，本届共有17名外门弟子正式晋升为合欢宗内门弟子。我们对这些入选弟子表示衷心的祝贺。现场响起一阵又一阵如浪潮般掌声，所有外门弟子眼中闪动着兴奋和激动。下面由我来宣布这17名内门弟子姓名：第17名孔婉仪，第16名袁慕晴。传功堂长老崔神威话音刚落，现场一片哗然，竟然是他俩！他俩在个人淘汰赛中没能进入32强，而且练气5级修为，这也能晋级合欢宗内门弟子。袁慕晴和孔婉仪听到宗门长老报出他俩名字时，更是一脸震惊。我入选了，我没听错吧？太匪夷所思了，我成功晋级内门弟子了！两人喜不自胜，眉头上扬，露出春天般明媚笑容。全场一阵骚动，凭什么啊？他俩这么低的修为，竟然也能成为内门弟子，是不是有什么黑幕？他俩能入选内门弟子，我们也都能入选。外门弟子众说纷纭，都不服气。传功堂长老崔神威挥手，示意现场安静。袁慕晴和孔婉仪是2位补录的内门弟子，他俩在比赛中成绩并不亮眼，但是在第3关玄黄洞天中获得大量灵珠仙草和珍奇灵宝。漫漫修仙路上，天赋和努力者犹如过江之鲫，在数百年如一日生命长河中，机缘不可或缺。一个没有机缘的人，注定不会有大修为、大突破。这2位弟子年纪轻轻就占尽机缘，我相信他们在未来修炼路上也一定会机缘相伴。长老崔神威一段话，场上弟子们心中豁然释疑。天赋和努力只能按部就班，而机缘可以越级而上。袁慕晴和孔婉仪这次成功晋升内门弟子，很大程度上就是获得了别人没有的机缘。崔长老说的没错，修仙小成靠天赋和努力，修仙大成要靠机缘。他俩还不是在玄黄洞天加入了一个好团队，直接原地起飞，好羡慕他俩轻轻松松晋级。我也好想有这种机缘，我该找谁双秀快一点？场上女弟子们都对他俩艳羡不已，遇到贵人相助，一朝飞升。请袁慕晴和孔婉仪2位弟子到主席台前来。袁慕晴和孔婉仪2人手拉手，在众人注视目光中走向主席台。他俩明白，这次晋级殊荣都是林天意赐予他俩的，林天意就是他俩的机缘和贵人，这辈子做牛做马也要对他舍身相报。第15名王龙祥，第14名陈静兰，第13名宋楚然。宋楚然听到崔老张念出他的名字，抬起头，眉宇间洋溢着惊喜。我也入选了！幸福来得太突然，宋楚然芳心剧烈跳动。他很清楚，凭自己实力根本入不了内门弟子。宋楚然一眼望向林天意，眼里充满了激动和感谢。曾经与他十指相扣，曾经被他在背上吸取毒素，宋楚然幻想着他就在身边，更进一步抚摸着自己冰清玉洁娇躯。请王龙祥、陈静兰、宋楚然3位弟子到主席台前来。宋楚然高傲地走出黄色方阵。哇，大美女都晋级了，看来她有真材实料，不是花瓶。高贵女神啊，收下我的顶礼膜拜吧！太棒了，今晚至少手搓5次。宋楚然在别人羡慕眼神中昂首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对他痴迷和仰望的弟子，他心里开心极了，获得了极大爽感。第11名张含云，第10名刘俊豪，第9名楚玉衡。楚玉衡听到长老崔神威念出自己名字，尽管在意料之中，但还是很激动。我晋级了！他捂住嘴巴，难掩内心狂喜。楚玉衡整体实力和修为在300多名外门弟子排名中下，这一次他能逆袭晋级内门弟子，毋庸置疑得益于在玄黄洞天地狱挖到了数不尽的灵宝。个人努力在选择面前，在机缘面前，果然不值一提。他心里由衷感谢林天意，在他庇护下，自己晋级了梦寐以求的内门弟子。这个师妹不是和宋美女一个团队的吗？是啊，之前2个袁慕晴和孔婉仪也都是一起的，太过分了，这个团队竟然都晋级了。哎，别人的机缘好，有什么办法？我只有羡慕的份。一众女弟子纷纷艳羡楚玉衡，她修为这么低，还能成为内门弟子，人比人气死人。请张含云、刘俊豪、楚玉衡3位弟子到主席台前来。楚玉衡极不出列，他来到主席台前，与宋楚然以及袁慕晴和孔婉仪挥手打招呼。4个曾经共患难的小师妹又在这里重逢了。传功堂长老崔神威依次报出晋级内门弟子姓名，现场气氛一浪高过一浪。下面公布3甲，第3名何言，第2名霍之斐。霍之斐站在台上，目光冷峻。对于第2名成绩，他欣然接受，没有什么遗憾。下面我公布第1名弟子。全场一片肃静，所有尘嚣褪去，连树叶都停止了摆动，每个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获得本届合欢宗内地弟子晋级赛第1名的是来自白色方阵的林天意。长老崔神威话音刚落，现场响起雷霆般掌声，所有人目光都望向广场最北面最边缘一个角落。我明明很低调了，为什么还能拿第1？林天意比赛前只是想混个名次，当个普通内门弟子就行了，无奈全靠其他外门弟子衬托。他走出队列，一副无所谓表情，在一片惊愕目光中缓缓走向主席台前。天啊，
我和他是一个白色方阵的，我之前还和他交手过。这届比赛是怎么了？怎么有这么多低段位的弟子晋级？难道他是某位宗门高层的亲戚？他连决赛都没打，背景强得可怕。外门弟子七嘴八舌，心里像是吃了火炉旁吃柠檬，既嫉妒又酸酸的。他们认为林天意才练气3级，修为这么低，心里不服气。各种消息，各种黑，各种质疑，反而让林天意变得有了一种神秘感。林天意走上台，与4位小师妹一一打招呼，然后站在霍之斐身旁。这次比赛历经4轮4场，无论赛场内还是赛场外，名利和美女他都收得盆满钵满。恭喜这位林天意弟子荣获晋级赛第1名，在我们合欢宗历史上第一次有白色方阵弟子夺得第1名。长老崔神威夸赞，现场再次响起热烈掌声。林天意目光如炬，所及之处一览众山小。无论是主席台前16位晋级弟子，还是场下300多名外门弟子，他们目光全都看向林天意。他荣耀加身，光芒四射，璀璨如星。祝贺场上17名弟子，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合欢宗的内门弟子。楚玉衡、宋楚然、袁慕晴和孔婉仪4人都露出满足的笑容。他们还年轻，未来在合欢宗的前途一片光明。场下爆发出山呼海啸般掌声。下面开始拜师仪式，新晋3甲弟子可以任选师门。长老崔神威介绍，内门弟子与外门弟子最大不同之处，内门弟子可以拜师傅，有了师傅之后，就不再是单枪匹马，师傅会传授功法，也会倾斜宗门修炼资源。新晋3甲内门弟子有一项特权，可以优先选择师门，而其他内门弟子没有选择权，等待不同门派堂主一轮一轮挑选。这时，千幻门、星宿门、天煞门以及暗影门4位堂主坐在第1排，丹阳门、藏经阁、执法堂、炼气堂、内务堂等堂主坐在第2排。林天意是第1名，他有率先选择权，他想拜哪个堂主为师，该位堂主必须接受。拜师犹如第2次投胎，对于自己以后在合欢宗的发展以及修仙之路有着休戚与共关系。林天意目光扫过各位堂主，该拜哪个堂主为师呢？这时他注意到在丹阳门堂主金逸山背后一个青春俏丽的美少女。林天意上次就对她印象深刻，她是金堂主的女儿，姓名金嘉欣，年龄20岁，颜值96分，修为1品炼气7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5000倍积分返还。金嘉欣颜值极高，长得白嫩精致，附加千金气质。最为关键的是，她身上有着林天意最为渴求的5000倍积分返还。这一次，她必须要挑战一下自己软肋。金嘉欣有着一头乌黑光泽长发，眉眼间仿佛藏着万水千山的柔情，脸颊粉粉的如晨曦初照，洋溢着青春无邪的纯真。她穿着一件高领光华绸缎衫，一对小河尖尖，若隐若现，盈盈一握。林天意闻到一股沁人心脾清香，那是他最喜欢的味道。林天意径直走到第2排，来到堂主金逸山面前，双手抱拳，临宾有礼。我林天意愿拜金堂主为师。此话一出，所有堂主为之一振。丹阳门堂主金逸山也是一脸惊异，在往届新晋3甲内门弟子拜师时，必定首选千幻门、星宿门、天煞门或是暗影门这4大门。千幻门主修幻术与媚术，女弟子较多；星宿门主攻邪术和鬼术，天煞门是合欢宗最强力输出，修炼多种杀伐功法，而暗影门则是以运用法器见长。这4大门派属于合欢宗核心门派，门下弟子发展潜力巨大。至于丹阳门、藏经阁、执法堂、内务堂等属于闲置机构，一般都是4大门派淘汰下来的弟子去这些地方养老，所以3甲第1的林天意直接选择丹阳门堂主金逸山，引发举座四惊。这时金嘉欣站了起来，他眨着波光粼粼大眼睛，用欣赏眸光望着林天意，俏脸一歪，似乎对着他微微而笑。少女的春情萌动，娇俏可爱，顷刻间跃然脸上。你真的选择丹阳门？堂主金逸山喜形于色。在合欢宗新晋3甲弟子拜师仪式上，从未有弟子会主动选择丹阳门，其他门派堂主都一脸震惊看着金逸山，这让他觉得脸上有光彩。其实我一直在炼丹大楼5号炼丹房，跟随穆招摇房主，我是一名炼丹师。穆招摇我知道，原来你在他手下做事。堂主金逸山点点头，之前林天意身份太卑微，两人同在一幢大楼，他对林天意没什么印象，所以我对丹阳门有着很深厚感情。好，既然你诚心拜我丹阳门下，我以后会传授你丹阳门绝学。堂主金逸山笑道，金堂主请受弟子一拜。林天意弓着身子虔诚地做了一个拜师礼节，其他门派堂主见了都羡慕不已。3甲第1名竟然选择丹阳门，4大门派堂主皆有愧色。林天意抬起头，不经意间与堂主金逸山身后的金嘉欣目光相交，一个是全场最耀眼的新晋弟子，另一个是养尊处优的乖乖女。金嘉欣弯起月牙眼睛，小巧粉腮微微泛红，流露出一股难以名状的羞涩。她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冰清玉洁，恬静的，没有经历过风雨洗礼，娇嫩花蕊更需要精心呵护。下面请第2名霍之斐拜师。霍之斐走到4大门派堂主面前，缓步走过，各位堂主都对他投来温和目光。霍之斐体格强壮，意志力顽强，
是新一代内门弟子中比较有天赋和特色的。他的目光停留在暗影门堂主身上。弟子霍之斐，愿拜因堂主为师。暗影门堂主殷帆云，外号紫眼玉面，他喜欢将眼影涂成紫色，给人一种阴煞感觉。他五官柔美，身形肥硕，胸口鼓出半圆形，一袭紫色礼服，缠枝披帛，显得霸气十足。林天意看了他一眼，姓名殷帆云，年龄180岁，颜值78分，修为元婴8级，好感度0，充电2046次，倍率0倍积分返还。林天意看得瞠目结舌，眼睛都差点亮瞎了。180岁，这都破千了。他人生阅历太丰富了，不是在双修，就是在双修的路上。在殷帆云面前，林天意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不过他虽然180岁，但是看上去就像40多岁中年熟女，平时保养不错，很好。你愿意加入我暗影门，我以后会好好栽培你。堂主殷帆云微微颔首，他声音穿透力极强，给人一种强大的威仪之感。霍之斐站在他身后，心里获得极大满足。林天意觉得两人站在一起挺违和的，一个是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另一个则是深耕热闹过的土地。晋级仪式结束后，林天意离开广场。天意，身后有个女人疾步奔了过来。林天意回头一看，脸色猛地一沉，原来是苏青云。恭喜你成为内门弟子。苏青云声音轻柔，不必了。林天意冷冷说，1个月前他本来与苏青云结为道侣，没想到他在新婚夜反悔，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欺骗。你今晚有空吗？我想今晚去你家，咱俩好久没联系了，聊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以前苏青云看不起林天意，还以结为道侣为名骗他的丹药和零食，但是现在林天意一飞冲天，在这次内门弟子晋级赛上更是大放异彩。苏青云开始后悔了，当初他看不起的人，现在却是受人追捧，星光闪耀，他心中懊悔不已。哦，那你的谢灵舟呢？林天意反讽，他呀，他管不了我，其实我根本没喜欢过他，我心里喜欢的一直是你。林天意听得有点作呕，这个淫娃荡妇，水性杨花，这山望着那山高，永无敌止。不必了，你我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井水不犯河水。林天意当即拒绝，他不会把阳气资源浪费在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身上。天意，再给我一个机会吧，上次是我对不起你，我知道错了。苏青云拉住他的手，一脸假惺惺，滚开！林天意一甩手，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只留下苏青云在风中凌乱。这时林天意在广场西侧看到了周太贤和朱雅莹。周太贤坐在石凳上，右大腿上绑着纱布，看上去神情有些哀伤。之前他与宋楚然对决中，在局势一边倒情况下，他心态松懈了，一不留神被宋楚然轰中大腿，造成了大腿骨头和骨头颈粉碎性骨折。他比赛也输了，也没能入选内门弟子，可以说是这一届晋级赛中最失意落魄的人。曾经自恃一代天骄，堂堂入激进，却连内门弟子都当不了，徒成别人笑柄。他哪里知道，其实造成他大腿骨折的并不是宋楚然干，而是林天意暗中相助。周师兄，你的大腿怎么样？还能走路吗？哎，别说走路了，一扯就痛，连站都站不起来。周太贤摸着大腿，神情沮丧。朱雅莹走过来看了林天意一眼，刚才丹阳门林医师给他包扎，说至少3个月，叫他这段时间不要运动。说完，朱雅莹对林天意偷偷一笑，莹莹，本来答应你今晚和你结为道侣，但是我的伤恐怕不行了。周太贤声音惋惜，没事，你安心养伤就行了，甭管3个月还是6个月，养好身体是第一位的。朱雅莹一边安慰着周太贤，一边又对林天意挤眉弄眼。周太贤受伤了，那是他活该，现在他无法和朱雅莹双修。朱雅莹一点也不气恼，反而非常开心。朱雅莹是一个慕强的女人，当初看中周太贤修为高，现在呢，她连内门弟子都不是，一个失败的男人注定是弃子。朱雅莹不愿意和他双修，况且她的身体已经完全接纳了林天意，充盈着她的阳气，带给她非一般快乐。看在周太贤受伤份上，朱雅莹不过是可怜他，离开他只是时间问题。丹阳门有一种续骨膏，专门治疗骨折，我帮你弄一点，效果应该不错。谢谢，我现在这样了，你还这么替我着想。周太贤抿嘴。林天意转身对着朱雅莹，朱师妹，她现在不能动，我帮她把续骨膏配好，你7天来一次丹阳门帮她取药。林天意话中有话，还把关键句子加重了语气。朱雅莹会心一笑，她岂不知林天意意思？他伤得这么重，7天一次太长了吧？依我之见，2、3天来一次丹阳门找你取药。朱师妹这段时间要操劳了。没什么，反正我来一次，速度很快。朱雅莹巧笑嫣然，两人你来我往，暗中骚聊。你们2个对我真好。周太贤蠢不可及，他根本听不懂什么7天一次、3天一次，速度很快。他还以为朱雅莹真的替他着想。莹莹，这次对不起你，我受伤了，也没能入选内门弟子。不过万幸的是，幸好你有在我身边。周太贤一败涂地，他还以为朱雅莹心肠好，对他不离不弃，殊不知他的未婚道侣早就在别人身上吃得饱饱的了。听到周太贤的话，林天意和朱雅莹尴尬一笑。半个时辰之后，
中山广场上，各个门派堂主和外门弟子差不多都走光了。顾云溪一行阑珊走下看台。7天前，道侣温书玄去了沧浪峰，他一个人在家百无聊赖。其次，自从秦礼月重伤之后，星宿门堂主正在物色他的接任者，也就是掌权执事一职。顾云溪和另一位徐执事形成竞争关系，无论是资质还是口碑，顾云溪都要好于徐执事。但是徐执事刚刚结丹成功，而他还只是筑基8级，修为是衡量掌权执事一职最重要的条件，没有之一。所以顾云溪为此事心事郁结。他今天来看内门弟子晋级赛，消遣一下。当看到林天意荣获第1名时，他非常震惊。顾云溪原来认为林天意花言巧语，与其他男人差不多，都是色色胚子，没想到他能在低修为条件下逆风翻盘，这让顾云溪看得很爽。他身上那种松弛感和神秘感，让顾云溪对他越发痴迷，甚至有一种想入非非感觉。顾云溪30年平平无奇的道侣生活，近来却被林天意搅得欲火难平。不，一团纸条向他袭来，顾云溪随手一接，速来红花亭。林，是他，有什么事？顾云溪没多想，径直往红花亭走去。当他来到红花亭时，发现空无一人，他以为是林天意的恶作剧，正准备离开，却看见了他。顾云溪心里兴奋，但是马上惶恐起来，因为林天意身后还有2个人，其中一个人他太熟悉了，就是他星宿门死对手徐瑞英执事。顾云溪避无可避，只好蹲在亭外石壁下，一动不敢动。来，请坐。林天意走入红花亭，招呼徐瑞英和傅明书2人坐下。昨晚傅明书提起徐瑞英执事想买1粒聚灵丹，于是林天意约他到红花亭一叙。姓名徐瑞英，年龄39岁，颜值75分，修为金丹1级，好感度0，充电5次，倍率0倍积分返还。我刚才听傅明书说你获得内门弟子晋级赛第1名，可喜可贺啊！徐瑞英夸道。决赛时候有人弃赛了，我只是侥幸罢了。林天意淡然。而此时躲在亭外的顾云溪心中满腹狐疑，林天意怎么和徐瑞英执事搞上了？他俩谈什么呢？这段时间傅明书修为提升很快，你给了他很大帮助，我也替他高兴。徐瑞英看着傅明书笑了笑，他知道2人一定双修过了。合欢宗一直提倡在双方自愿条件下尽可能双修，徐瑞英是过来人，对此见怪不怪。我听说你想要聚灵丹。的确如此，我刚结丹，感觉灵气还有些不稳，想吃点丹药夯实丹田。我有聚灵丹，不过价格不便宜，灵石不是问题，我只看丹药货色。徐瑞英接道。顾云溪听得一清二楚，震惊不已。原来徐瑞英和林天意在做丹药交易。林天意取出1粒聚灵丹，放在一个碟中。徐瑞英和傅明书看到丹药后，眼睛立即放出奇异光芒。聚灵丹乌褐剔透，散发出自然光泽，有一股淡淡馨香。你这粒聚灵丹比我去年在房市上看到的上品聚灵丹还要好。徐瑞英只是大喜，好的丹药可遇不可求，像这种极品聚灵丹，恐怕丹顶功也练不出来。我是看在傅明书面子上，希望你以后对他多多关照。你能如此割爱，我以后就会像对女儿一样对待傅明书。在林天意眼中普普通通的聚灵丹，但是在徐瑞英眼中却是天大的机缘，对他充满了无法拒绝的诱惑力。有了聚灵丹梳理灵气，他很快就能突破到金丹2级。而傅明书也用感激目光看着林天意，心里想着他对自己的呵护真是无微不至。林天意也是他贵人，他必须献上自己的忠诚。价格就按照房市价6万灵石。可以，不过我做交易要看缘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急着要这粒聚灵丹？林天意问。我刚刚结丹，感觉灵气有些紊乱，需要聚灵丹调理一下。初期灵气紊乱是正常的，不需要聚灵丹。徐执事，我想听到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徐瑞英心中感到莫名震恐。林天意比他小10多岁，但是谈吐老练，目光睿智，仿佛一眼就能洞穿他的心思。这样的男人充满了魅力，怪不得像傅明书这么年轻漂亮女人会心甘情愿和他双修。如果他年轻20岁，也会选择像林天意这样魅力爆棚男人。你看人果然很独到。实不相瞒，最近我在与一位同门师姐竞争掌权执事一职，我想在修为上远远超过他。徐瑞英说。躲着的顾云溪听到这句话，他的心房好像被重锤了一下。顾云溪和徐瑞英2人表面和睦，其实背后早已明争暗斗。毋庸置疑，他购买聚灵丹就是为了快速提升修为，在星宿门堂主面前力压顾云溪。顾云溪心中产生了一丝恨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世上有很多不确定的事，比别人多想一步就多1分，把别人踩在脚底的机会。林天意将石桌上碟子拨到徐瑞英执事面前。徐瑞英心领神会，从袖中掏出一个钱袋，这里是6万灵石，你可以数一下。不必了，那我们还有事，就先告辞了。说完，徐瑞英和傅明书起身离开红花亭。林天意继续在亭中气定神闲地坐了许久。他们已经走了，顾云溪这才慢悠悠从亭后绕了进来。原来你和徐执事做着这么肮脏的交易。顾云溪憋了很久的话发泄出来。两厢情愿的事
他给钱我就卖，正大光明。林天意笑了笑，我和他在竞争掌权执事，你却帮他提升修为，你这不是落井下石？顾云溪异常愤怒，星宿门掌权执事是一个机会，谁能上去，假以时日就是下一任堂主的继任者，一旦错过这个机会，相当于在原地踏步。林天意卖丹药给徐瑞英，无疑给了顾云溪致命一击。你自己技不如人，为什么要怪我？林天意站了起来，他目光灼热。顾云溪心跳加速，徐执事比你年轻9岁，他加入星宿门时修为不过是筑基中期，而你呢，到现在才是筑基8级，你知道差距了吗？顾云溪刺痛心扉，他知道林天意指的是什么。徐瑞英有一个金丹境后期的长期道侣，他双修之后修为突飞猛进，而他婚后30载，花瓶中空空如也，倘若他也能得到双修滋润，现在修为绝对不会比徐瑞英差。他的道侣温书璇偷偷修炼9阴宝典，已经不男不女，无法带给他做女人的快乐。总之，我不想看到你帮他，我想帮谁就帮谁，我想踩谁就踩谁。林天意目光肆无忌惮在顾云溪身上游走，仿佛凝视一件珍贵艺术品，这让他感到羞涩不已。我是有道侣的女人，还比你大20岁，我不知道你看上我哪一点。车子虽然旧了一点，但是里面装修是全新的，动力不会差。顾云溪把脸转过去，林天意强制把他转回来，和我双修一次，我会让你知道我的阳气有多威猛。你下流！顾云溪一把推开他，冲出红花亭，夺路狂奔。姓名林天意，年龄28岁，修为元婴4级，体质先天纯阳圣体，积分268000，功法金刚护体神功，悬空大挪移，气息遮掩术，空间终极元婴丹1粒，金乌丹1粒，聚灵丹3粒，高级炼骨丹1粒。林天意有26万多积分，不过现在元婴期丹药消耗积分也多，这点积分买了几粒高级丹药就所剩无几了。当务之急，既要抓紧时间提升修为，也要狠狠赚取积分，两方面都要抓紧。夜空下，家门口，袁木晴和孔婉仪在清朗月色下结伴而来。林师兄在家吗？进来吧。孔婉仪拉着袁木晴的手，妹妹先去吧，别让林哥哥久等了。姐姐放心，我6、7分便已知足。两姐妹之间长期合作之后，形成了一种互利互惠的默契。很快，袁木晴推门而入，直接走到内屋，亭亭玉立站在林天意面前。她今天穿着一件青色抹胸连衣裙，露出杨枝温润酥胸，围绕着白雪深沟，一条极致弧线将玉体勾勒得美轮美奂。袁木晴转过身，整座玉背一马平川，娇滑光洁，弹性紧致，找不出一丝微瑕。林天意紧绷的神经变得更加紧绷。多谢师兄在晋级赛中对我的照顾，让我晋级了内门弟子。机缘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比其他人懂得把握机缘，等日后你将会有更多别人得不到的机缘。林天意平静，我对师兄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如果没有你的眷顾，我即使费尽全力，恐怕也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世上像她这样漂亮女人多如牛毛，但是大多数遇人不淑，想要飞上青云，差了何止10万8千里。欲望天穹之高，必须要有登天梯，而林天意就是他的登天梯，他的主宰。袁木晴珍惜眼前机会，他深深知道现在的地位和荣誉都是林天意赐给他的。感恩是一种美德，我俩之间通过有形的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存在。林天意有感而发，话音刚落，袁木晴微笑着一步步解开了抹胸，整座屋子都变得光彩照人，该凸的地方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林天意转身过，强压下内心浮起的心神。袁木晴双手圈住他的脖子，全身重量全部压在他的背上。师兄，你的小师妹美不美？你的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能付诸行动。师兄，从此以后，我的心，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全部属于你。半个时辰后，袁木晴蜷缩着身体，像一只乖巧的小兔子。我感觉我的修为又突破了，太好了，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你努力之后应得的。袁木晴坐了起来，气压丹田，他屏气凝神，全身毛孔舒展，气息节节攀升，一种美妙感觉在心田萦绕，心醉神迷，难以自抑。师兄，你的阳气越来越多了，没有最多，只有更多。一炷香过后，袁木晴穿上衣衫，师兄给的太多了，我该走了。林天意搂住他的腰，感受柔软纤细的温存，我不会亏待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再来一次。一炷香过后，袁木晴高兴地离开，还没等林天意休息片刻，孔婉仪又袅娜地走了进来。师兄累了吧？哦，看见你就不累了。孔婉仪笑面如花，就像旭日初升的太阳，红扑扑脸蛋充满了柔媚女人味。她卸下外衫，上身只穿一件灰色毛茸茸皮罩子，兜住坚韧不拔双峰，修长如瀑布般微卷黑发凌乱披散在香肩上，锁骨凹陷处宛如一汪清泉般灵动光泽，柔滑小腹莹润似玉，腰间别着一条暗银色小腰带，腰之纤若杨柳，多一分则妖冶，减一分便寡淡无味。师兄从茫茫人海中给我机缘，认识师兄实乃我三生有幸。孔婉仪对林天意心悦诚服，他第一次参加内门弟子晋级赛，在激烈角逐中成功逾越龙门，这份殊荣背后最大功劳不是自己的努力，而是林天意恩赐的机缘。你我的相识、相知和相交，
并非天降奇缘，一切都有迹可循。你的冰清玉洁是你最宝贵财富。孔婉仪羞红了娇脸，师妹之前不懂事，如果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师兄多多包涵。你是一个心地善良姑娘，好人一定会有好报。我能感受到你的求知欲和紧迫感，师兄对我有知遇之恩，今生今世无以回报，我绝对忠诚于你。丫有反哺之意，扬之贵辱之恩。林天意也很欣慰，他没有白白付出，他的付出换来了孔婉仪的死心塌地。情到深处，孔婉仪扯下毛皮罩子，闭上眼睛，小嘴如鲤鱼般张开。一个时辰过后，孔婉仪睁开眼睛，一脸得偿所愿傲娇感，身上阳气很足。她开始凝气，体内真元在经脉中游走，所过之处穴窍纷纷开启，眉心处也有了一分灼热感。谢谢师兄，我的修为又突破了。孔婉仪很高兴，放心，虽然你在缘木情之后，但是我也不会亏待你的。孔婉仪身上有一种野性释放，这是其他女人身上所没有的。好看的皮囊，狂野的战斗力，果然让人欲罢不能。师兄对我真好，你就是我的伯乐，哈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半个时辰过后，孔婉仪从酣梦中醒来，她心满意足。孔婉仪穿上衣衫，浑身线条流畅，依然吸睛。她离开之后，林天意眯眼小憩了一下，不知过了多久，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他面前。竟然是你！林天意大惊失色，急忙穿上裤子。是我来看你了。苏青云低着头说，这个屋子他很熟悉，以前来过多次。林天意曾把这里当作他俩双修的爱巢。彼时苏青云正在双修空档期，一直吊着林天意，他找到更好的之后就一脚踹了他。但是今时不同往日，林天意以第1名优异成绩晋升内门弟子，相当于在合欢宗有了编制。苏青云方心难耐，他以前从一坑跳到另一个坑，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双修资源，所以今晚他打算使出浑身解数，无论多少也要吃上一口。谁让你来的？谁允许你来的？林天意披上衣衫，一本正色，我想来看看你。来到屋子后，发现门没有锁，就进来了。哎呦，我以前又不是没来过。苏青云精心画了眼线，抹了腮红，涂了唇红，看上去妖艳无比。她穿着一件白色礼服，胸口出蕾丝花纹，彰显强大深厚的实力。林天意毫无胃口，甚至都不想看她一眼。你走吧，还回来干什么？上一次是我不对，我痛改前非还不行吗？这一次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说完，苏青云开始脱衣裳。停下，你别这样。林天意上前把她的手挪开。你以前还在上面躺过，说比枕头还要舒服。住口！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别拿这种东西勾引我。林天意生气不已。在苏青云眼中，男人都差不多，有些男人心急火燎，而有些男人不过是稍微矜持一下而已。只要他想主动双修的男人，没一个不成为他的群下道友。我知道你是一个念旧情的人，我承认我很俗，但是女人慕强难道不对吗？你们男人不也喜欢胸大屁股翘的女人？慕强和泽美都是人的一种天性。强大男人拥有更多双修资源，而软弱男人至死连一根毛都捞不到。赢者通吃，这是双修的残酷法则。现在林天亦是内门弟子，宗门地位高了，有师傅，有编制，与之前落魄穷瘪判若两人。苏青云眼光随时调整，只要是好的双修资源就要为己所用。哼，你当初嫌弃我穷，嫌弃我修为差，现在为什么又想着回来？因为你强大了，你应该感到高兴。以前你得不到的女人，现在她就在你面前。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心思，之前一边说想和我结为道侣，另一边呢却还在脚踏两只船。当时谢灵州条件都比你好，现在你现在强大了，这一次我一定全心全意对你。林天意嘴角冷笑，苏青云已经无可救药，频繁周旋于各类男人之间，趋利避害，左右逢源，根本不知道廉耻，怪自己以前瞎了眼，看上这个烂货。我喜欢纯洁女人，不喜欢混迹风月场上女人。合欢宗哪有纯洁女人？除非是第一次，后面就只有无数次。苏青云抿嘴一笑，他在合欢宗已经彻底放飞自我，毫无底线可言。合欢宗一直提倡双修，他提倡的是一种稳固长期的双修关系，而不是你这种喜新厌旧欲壑难填的墙头草女人。林天意怒斥，看见这个男人好就往这个男人靠，看见那个男人强就对那个男人投怀送抱。苏青云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营建就是营建。林天意怎么知道自己这么多隐私？原本还想装可怜瞒过他，现在看来林天意早就了如指掌。苏青云突然觉得他无所不知，在他面前自己毫无隐私可言。不是我想隐瞒你，而是太多了，我也记不住了。哼，要是让你这个淫妇继续下去，恐怕不出几年，合欢宗上下都是同道中人了。林天意背对着他，气到手都发抖。自始至终，苏青云都在撒谎，他说的话都是假惺惺的。他现在有系统数据，一清二楚，要是像以前一样，绝对会被他的可怜所欺骗。求求你，就一次吧，就当我在赎罪。苏青云苦苦哀求，他想让林天意先体验一下，再抓住他的心。林天意早已不吃他那一套，坚决不上当。你走吧，再不走，别怪我翻脸无情，别这样对我。苏青云上前，神情激动，死死拽住他袖子。
他不相信自己这么美丽容貌，倒贴给林天意，居然都不要。难道他变了？这段日子已经吃饱了。林天意用力一甩，苏青云双脚一歪，倒在地上，像是残花败柳。他心硬如铁，这辈子绝无可能踏上苏青云这条脏兮兮破船。屋子里一片寂静，林天意双手反剪，不看苏青云一眼，而他坐在地上，眼角泛起一点点泪光。你们男人吃肉时候说肉香，说肉好吃，等到洗碗时候就嫌弃碗脏，是别人用过的碗。苏青云眼中闪过一抹不屑，他心里委屈极了。你可以骂我是贱人，但是我想通过双修提升修为，这难道有错？听到苏青云的话，林天意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天下竟然会有像他一样不知廉耻女人。杨花水性，人尽可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男人要多多益善，女人要安分守己，这是大自然游戏规则。你的做法违背天理，终有一天会受到反噬和惩戒。林天意告诫。苏青云心中震撼，回首往昔，自己流连于酒池肉林，不停地换男人双修，到头来一事无成。如果当初没有狠心抛下林天意，或许现在他境遇会大大不同。苏青云深深后悔，林天意晋升为内门弟子，假以时日，必然是炙手可热的亲传弟子。他在合欢宗是一颗冉冉升起明星，未来前途一片金光闪耀。可惜苏青云没有珍惜，错过了，他现在毁的肠子都青了，身子也不干净了。他这辈子只能在低级双修中消耗自己的青春和颜值，已经永无抬头之日。苏青云想到这里，触动心底痛楚，不禁哭哭啼啼起来。他得不到与林天意双修一次机会，也不会有一点温存，就像他1个月前无情抛弃了林天意。苏青云自食苦果，心中屈辱极了。一炷香之后，他只能自己站了起来，泪面自干。他像木雕泥塑般呆呆立在原地。苏青云，你怎么了？这时南宫基从门口走了进来，他来找林天意，不曾想看到了苏青云，两人之间关系不错，做过一段时间闺蜜。后来苏青云的双修生活太混乱了，喜欢干净纯洁的南宫基渐渐疏远了他。南宫基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当初林天意和苏青云的搭桥媒人。姐姐，苏青云擦了擦眼泪，林师弟，你是不是欺负他了？南宫基问。恰恰相反，南宫基又看了眼苏青云，我与他之前有过一段道侣缘分，今晚想找他双修。可是苏青云哽咽，南宫基心中已经猜到几分，这一次他一点也不同情闺蜜苏青云，饥不择食，后果必然是一场虚妄。女人要洁身自爱，摆烂只能得到一时欢愉，留下无尽悔恨。算了，外面男人多的是，你何必吃回头草？以你的姿色，还怕没人和你双修？南宫基安慰。苏青云点点头，世上男人千千万，实在不行天天换。林天意走上前，抓起南宫基的手，与他十指相扣，将他揽入怀中。你们两个难道已经？苏青云看得目瞪口呆，一瞬间她感觉被好闺蜜被刺了。南宫基甜甜眼神看着林天意，充满了爱意。实不相瞒，那天你俩没有洞房花烛，是我和林师弟双修的。南宫基说。什么？苏青云内心崩溃。闺蜜南宫基脸色红润，肌肤透光，她短短1个月不仅突破了筑基境，还又升了1级。原来她修为进步神速，得益于在林天意身上吃饱了。当初明明是她的洞房花烛机缘，一念之差让闺蜜南宫基趁机而上。苏青云心中寥落，可想而知，真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你还不走？不要打搅我和南宫师姐的好事。林天意下了逐客令，苏青云再无任何理由赖在这里，她是多余的，现在能怨谁？只能怨自己有眼无珠。苏青云木讷地走出屋子，关上大门。南宫师姐，好久没见，可想死我了？嘻嘻，你抱得我痒死了，快松开！两人打情骂俏的话传入苏青云耳膜中，扎进心扉，她只有羡慕的份，心中悔恨交加。漫漫长夜，她今晚一无所获。在屋里，此时南宫基坐在林天意腿上，没想到你一鸣惊人，在内门弟子晋级赛上夺得第1名，那是多亏了你的激励，我拼上这条老命也要当个内门弟子。瞎说，我哪有什么激励？南宫基眼神闪烁，佯装不知。你可是说好的，只要我当上内门弟子，你就让我3天之内不限次数。好讨厌！南宫基挣扎着起身，脸上一片娇羞美色，比那姹紫嫣红的百花争艳还要漂亮几分。林天意追上去，再一次紧紧搂住她的柔软腰肢。我可有言在先，想我一次就要给1粒丹药。可以，无论你的禁欲瓶有多大，我都给你装满丹药。南宫基已经熟透了。林天意为他卸去衣衫，刚卸到一半，南宫基眼神迷离，情难自控，他瘫倒在林天意胸膛。快要了我等不及了，好师弟快来吧。半个时辰后，南宫基在甜蜜幸福中醒来。你这个内门弟子好厉害，短短几天功夫提升了不少，给南宫师姐我给的心甘情愿。你阳气好充足，我感觉还没修炼就又要突破了。南宫基咧开嘴，张开柔软娇嫩朱唇，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皓齿，看上去梨花带雨，楚楚动人。师弟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行，咱们有言在先，不限次数。1个时辰后，时间过得很快，天空已经露出鱼肚白。南宫基不断重复着，睡去醒来，醒来睡去。日出东方，日上三竿，
日进斗金。好弟弟，有何贵干？饶了我吧，离半百还远着呢。又一个时辰过去，午后阳光渐渐西斜，微风阵阵，吹去空气中热量。好弟弟，又咋了？锲而不舍。又一个时辰过去，太阳西沉，晚霞映满了天空，美丽极了。好弟弟，啥事啊？持之以恒。又一个时辰过去，夜幕降临，天上鸟儿归巢，万籁俱静。南宫基起身穿好衣服，走路时歪歪扭扭。他喝了2大壶水，然后慵懒倚在窗台边，给一些虎皮兰、山茶花、醋浆草、挽莲、花草撒点水。南宫基浅笑安然，嘴角带着微笑弧度，给人恬静温婉之感。知足的女人，眉宇间藏着万千风情，一颦一笑，如沐10里春风。沉甸甸稻穗从播种到收获，粮仓已经囤满。南宫基脸上荡漾着这丰收的喜悦。南宫师姐，怎么了？我觉得又可以了，这都1天1夜了，师弟也该歇歇了。林天一起身，一把捉住南宫基，像抓小鸡一样把他拎起来。再来一次。1个时辰过后，两人又从睡梦中醒来。白天不知夜的黑，没有时间，不分昼夜，永远紧密联系在一起。2个时辰过后，南宫基起身，披上了衣衫。系统检测到南宫基的好感度为93，加1点，返还加500积分。你要走？我还有丹药，我不会食言的，别撑了，我还不知你的虚实。南宫基俯身亲了他一下。第1次玉净瓶不过3次，第2次净玉瓶需要10次，而第3次净玉瓶这都30次了，8成都没有。林天一闻言，脸上有愧色，日耗夜耗，再怎么威猛也会油尽灯枯。南宫师姐，其实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不怪你，好好休息，来日方长，还有2天的账，我先欠着，好吧？林天意只能无奈的目送南宫基离开。过了半晌，他嗑了1粒金乌丹，运行灵气，半个时辰，已经差不多恢复了9成动力。屋子中弥漫着一股异味，林天意推开窗户，一股清新进来，交换室内空气。咚，一记轻微敲门声，他心中狐疑，走过去打开门，发现空无一人，但是脚下石阶上却多了一个精致黑色小匣子。他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他熟悉的发髻。难道顾云溪刚才过了？他为什么他吱一声呢？林天意拿起发髻放在掌心，仿佛这是一把可以打开顾云溪心门的钥匙。合欢宗天荡山南面一座小屋，月色撩人，木质浴桶内升起氤氲水汽，弥漫了整座屋子，朦胧之间宛如初冬的晨雾。顾云溪身体浸在温水中，水面粉色花瓣透出阵阵香薰。他拿起柔软浴巾擦拭脖子，然后顺流而下，香肩、锁骨以及下面雪白区域，浴桶中水波一遍一遍拍打着，胸口2块硕大礁石，浮力之上载浮载沉，跌宕耸动。顾云溪凝视着自己，那具白玉般洁纯无瑕、肤如凝脂的美丽动体，别说是男人见了惊奇招展，就算是他自己也迷醉于这具父母恩赐的娇躯。妖娆多姿，我见犹怜。30年了，顾云溪从一个稚气未脱青春少女到一个真正成熟少妇，花开正艳，飘香四溢，却无人来嗅。顾云溪把头枕在桶边，只留出锁骨以上部位。他闭上眼睛，思绪就像野草一样疯长。今天是道侣温书玄离开第8天，还有2天他就要回来了。自从他发现温书玄暗示中的秘密后，他瞬间天塌了。顾云溪一直以为道侣无法和他双修，是暂时的，是可以治愈的，万万没想到温书玄是一个残缺男人。他想通过双修提升修为这条路被彻底切断了，所有美妙幻想都成了泡影。顾云溪嘴角冷冷一笑，自己在合欢宗的意义又在哪里？道侣温书玄对他隐瞒了30年，顾云溪成了他不可告人秘密的牺牲品。背叛、欺瞒、屈辱一起涌上心头。其次，星宿门争夺掌权执事一事也让他烦闷不已。如果一旦让比他年轻的徐瑞英执事凌驾于他之上，那么他在星宿门将彻底颜面无存。这些年来，他也私下里听到一些有关自己的风言风语。那个顾云溪双修了30年，修为怎么一点没有长进？别看他长得骚，在那方面可能是个冷淡。温书玄的胡子很俊的，看上去翩翩君子风度，阳气一定很足，肯定是顾云溪不会吸收。这双修配对也要多试几次，我双修到第9个才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面对这些空穴来风的八卦，顾云溪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一旦听多了，他心里也很委屈，明明不是自己的错，为什么都要说他？而且这种事顾云溪又有口难言，只能咽下这种对自己的非议。修为无法突破，成为他最大一块心病。顾云溪思绪如潮，又一次擦拭身体，唤醒灵魂深处的那份只有他知道的绝对孤寂。岁月悠悠，年华易老，无数次在梦境中，他渴望着灵与肉交换，被呵护，被滋润。身体不过是欲望的牢笼。顾云溪时刻感觉到他快要出来了，他已经蠢蠢欲动。他一闭上眼睛就止不住，魂萦梦绕。咚咚咚，他睁开眼睛，芳心悸动，脸上慌张起来。屋外寂静无声，顾云溪知道，他能感觉到，一定是那个人来了。他披上浴袍，扎起松软长发，一步步走向心中那扇欲望之门。顾云溪站在门后，静静的等待，仿佛过了1万年那么漫长。他害怕，他恐惧，他颤抖，
因为不知道迎接他的将会是一个梦魇者还是救赎者。但是这条路他没有退路，欲念已经跳出郊区，战胜了他的理智。他要报仇，他要争胜，他要享受做女人的真正快乐。咯吱，门被推开了。顾云熙美眸凝视，该来的人终于来了，那个阳气方刚的人，那个让他整日整夜魂不守舍的人。当一声，一个发髻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顾云熙拉紧浴袍衣领，转过身，疾步往屋内走去。他感觉到身后一个高大身影犹如鬼魅般紧紧如影随形。这一刻，无论再多的抗拒和挣扎，都是无力的、绵软的、可有可无的。顾云熙面对墙壁，他发现在自己家中，他无路可走。突然间，他的腰肢传来一股猛烈脱力，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身体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四目相对，电光火石，魂游天外。顾云熙双手被高高抓起，死死按在墙壁上。他把脸羞涩地转向一边，不想看到对面那一对宛如饿狼般的目光。顾云熙双手无法动弹，他心里知道，此刻的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管辖权，他所能做的仅仅只剩下享受和迎合。冰冷的嘴唇被2片火热全部包裹，一阵电流涌过，他仿佛被戳中了神经中枢。只能在脖子以上，其他地方不可以。一瞬间，顾云熙脑海中想到了小时候的生活画面。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家里养的3只母鸡在地上扑腾啄着虫子，树上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惊醒了睡梦中的小顾云熙。小顾云熙跑到灶台边，母亲在灶房烧火，脸上被火光映衬着。灶台上铁锅中冒着袅袅香气，里面是好吃的白白的玉米粥。父亲总会走过来抚摸小顾云熙的头，尽管玉米粥只有9分熟，但是他已经等不及了，馋死了。小顾云熙捧着碗咬了一口，玉米粥粘在嘴唇上，满是香香的味道。1碗还不够，他最多可以喝上3碗。呼噜呼噜，小肚子一下子圆滚滚的。那是顾云熙小时候最欢乐时光，他现在想起来，平淡生活却有一股浓浓的家的温馨味道，几10年来一直挥之不去。不可以，不能再往下了。他身上浴袍带子被松开，挺拔双峰以臂力万仞之势冲破一切阻挡，迎接着暴风雨的酣畅淋漓。寻常村口小桥流水人家，小顾云熙总爱在独木桥上回来奔跑，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经常会有一个小男孩，有一双清澈大眼睛，手里拿着家里的馒头或脆饼，调皮看着他。小顾云熙不喜欢吃他的东西，但是为了他能来，也会假装咬上几口。那个小男孩很高兴，还说等长大了要娶她当新娘。小顾云熙还不知道新娘是什么，应该就像父母那样，每天在一起恩恩爱爱，形影不离。2个小朋友还手拉着手捡起地上石块，在河边打水漂，1下2下3、4下，小顾云熙开心极了。此时顾云熙身上仅有的一片遮体掉落在地上，他不敢低头看，只能咬紧嘴唇。小时候的光景在他脑海中不断穿堂而过。每当黄昏之前，小顾云熙常常走到一条小河边，他有一个堂哥带着3、4个小朋友一起钓鱼，有时候他们几个急了也会跳入河中直接抓鱼。每当有鱼被钓上来时候，小顾云熙眼睛里充满了羡慕和快乐，那是一种满足，那是一种丰收的欣喜。小顾云熙不会钓鱼，他只能乖乖待在岸边给堂哥照看小鱼。鱼儿在竹篓中一会蹦跶一下，一会撅一下，充满了生命活力。有时候小顾云熙趁着堂哥不注意，抱起一条小鱼偷偷地放回河里。他知道小鱼在竹篓中不快乐，鱼儿离不开水。这种事被堂哥发现后，小顾云熙没少挨骂，但是他不后悔，鱼和水是不能分开的，鱼水之欢才能快乐。此时顾云熙声音抗拒，脸上舒展，他心里忽上忽下。舅舅扎的燕子风筝在一望无际农田上越飞越高，2段长长尾翼迎风飘摇，威风凛凛。小顾云熙高兴极了，手舞足蹈。舅舅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他能站在风筝之上，就可以去更远的地方。一座大山，一片村庄，就是小顾云熙小时候的全部。山之外到底是怎样的世界？小顾云熙从小就憧憬着，他的小手拉着细细绳子，拽着天上风筝，越飞越远，越飞越高，脸上荡漾着天真无邪的快乐和满足。小顾云熙松开了手，风筝啊，你飞吧，去看看那山外的旖旎风景。此时顾云熙脸上绝望，比蚊子声音还小，上气不接下气。他身上那薄如蝉翼的风条已经风雨飘摇。夜晚的农村一片安静，小顾云熙盖上柔软被子，透过天窗看着夜空中闪烁的星辰。世上真的会有银河吗？那些天上的仙人是怎么飞来飞去的？小顾云熙心思飘渺，仿佛可以洞穿宇宙的奥义。农村生活没有喧嚣，也没有繁华光景，却让他感到最质朴温暖。父母就睡在身旁，一家人相伴日子，就算是苦也很甜。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小顾云熙闭上了眼睛，进入了梦乡。梦中有一片花海，梦中有潮起潮落，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急促传来。美梦被惊醒，顾云熙睁开眼睛，紧张到惊恐万状，他的心脏狂跳不止。这么晚了，谁啊？是我。
顾云溪身上外力如潮水般退去，他深呼吸一口气，披上浴袍，将披散的长发往后拨弄。大门开了，你怎么来了？顾云溪眼神恍惚，他的呼吸还没降到平均水平。我哥不在，怕你一个人寂寞，所以来陪陪你。门口走进一个年轻姑娘，梳着一条长长麻花辫，她五官精致，睫毛又美又长，笑起来弯弯像月牙，尽显俏皮，特别好看。怎么这么久才开门？莫非姐姐屋里面藏了人？哪有，你瞎说什么？顾云溪闪过身，让她进来。她叫温小梅，是温书璇的妹妹，也是顾云溪的小姑子。温小梅穿着一件黑色镂空衣衫，一眼看见里面鼓荡风云的丰满身材，灯光幽暗，她身上依然有一种淑女的书卷气。姓名温小梅，年龄22岁，颜值92分，修为筑基1级，好感度0，充电0次，倍率3500倍积分返还。温小梅熟门熟路走进屋里，我哥临走前叫我这几天来看看你，我啊还把这事忘了，他后天就要回来了，我总要来一次，不然我哥会怪我的。原来温书璇去沧浪峰之前，让他妹妹有空时候关照一下顾云溪。温小梅走到浴桶前，把手伸了进去，水温都凉了，姐姐在干嘛呢？没有，我一个人没事干，我刚才在梳头。顾云溪也是。温小梅看着他骄阳似火的脸颊，嘴角一笑，你瞒不了我，我知道你在干嘛。顾云溪心中忐忑，心间狂跳，西西，你是不是在自我慰藉啊？啥？顾云溪皱起眉头，不过心中却如释重负，这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哥不在，那肯定寂寞，女人嘛，都会有需要的时候。看来温小梅也不知道她哥哥温书璇不男不女这件事，还以为顾云溪这几天在家寂寞，自我消遣。没有这回事。顾云溪连连摇头，好吧，那我今晚就睡这了，和姐姐说说话。睡这？怎么？你不欢迎我吗？顾云溪还有一桩心事没了，他没想到温小梅会突然过来，而且温小梅冰雪聪颖，很多事瞒不过她的眼睛，如果顾云溪拒绝的话，反而引起她的怀疑。你哥不在家，有你陪我，我正求之不得呢。走啦，我们到屋里说说悄悄话。有啥好说的？我已经睡了，早点睡觉吧。顾云溪毫无兴致，温小梅还蒙在鼓里，她不知道这个屋子里还有一个陌生人。她拉着顾云溪的手，两人一同走进内屋。一炷香时间过后，没有一点声音，屋子大门悄无声息的开了又关上，仿佛有人曾经来过，又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楚师妹，你怎么在这？林天意回到家门口，看见楚玉衡坐在旁边石凳上，你到哪去了？人家等了你好久。我一个道友家里房子屋檐漏水，我去补了补。师兄可真是多才多艺啊。说完，楚玉衡眼神魅惑，他一把打开大衣，里面片甲不留。每一次你来都给我惊喜，快让我进去补补吧。楚玉衡勾住林天意胳膊，两人进了屋。林天意倒了2杯茶，让楚玉衡坐下来聊会天。这次内门弟子晋级赛，多亏了师兄相助，我以茶代酒，敬敬师兄。楚玉衡端起茶杯，眨着虔诚的大眼睛。林天意呷了一口，你现在是千幻门弟子了，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肯定不一样了，我可以学习更高级的媚术和幻术功法，还能去藏经阁看书，而且不用干苦力了。楚玉衡得意。之前他以外门弟子身份在千幻门修炼，外门弟子只能学一些基础功法，而且还要充当扫地、打扫、烧饭、洗衣等杂役工作。楚玉衡晋升为内门弟子后，这些杂役都不用干，可以安心的跟着千幻门执事学习修炼大法，相当于从之前的实习生变成了正式工。那你媚术学得怎么样？最近师傅教我行气术，通过呼吸，内气与吸气相得益彰，你看我的脸饱满多了。楚玉衡并了一口气，不多时他两腮微微鼓起，泛起红晕，受到了经脉滋润。还有媚眼流转术，要是练成之后，男人见了我就走不动路了。楚玉衡笑了笑，媚术基础功法分为眼媚、笑媚、魂媚、妖媚、嗔媚、心媚等，可以让男人瞬间丧失战斗力，再结合幻术，就像提线木偶那样肆意操控别人。女人的眼睛最厉害，所以眼媚术是重中之重。楚玉衡微微眯眼，似睁非睁，眸光娇柔流转。他上身慵懒斜靠，一只手托着下巴，凝望着林天意，笑容浅淡，充满了诱惑力。师兄，你有没有被我迷倒？没有，你好坏啊，装都不装，配合我一下吗？楚玉衡嘟起嘴，呵呵，我人没有迷倒，但是我的心被你迷倒了。楚玉衡听后，脸上越发娇羞，含情脉脉。你天生妖媚，学习这个媚术，天赋能发挥到最强。我问你，媚术最厉害的功法是什么？师兄真想知道。我是男人，好奇而已。媚术中最强功法便是房中秘术。房中秘术？林天意扬了扬眉毛。千幻门房中秘术一般只传授亲传弟子，其中包含多种双修功法，可以提升快乐、延长欢愉等，致人沉迷堕落。轻则使男人丧失理智，重则使男人阳气溃散，行销骨力。这种功法可怕之处在于不知不觉中利用男人好色本性，一旦使出，基本上百发百中，没有男人可以幸免，在愉悦中消亡泯灭。纵然男人再强大肉身，也不过是一滩烂泥。我还以为是什么闻所未闻的功法，房中秘术而已。这种功法我都可以教你。
这还用学？多双修几次，实践出真知，次数多了，自然就领悟了。楚玉衡起身，双手轻轻搭在林天意肩上，吹起如兰。师兄也懂此术，何不当场赐教几招？楚玉衡卸下外衣，林天意一把将他公主抱。半个时辰后，两人醒来，又大力亲了几下。师兄的阳气真是令我叹为观止。楚玉衡惊讶不已。林天意已经踏入元婴中期，体内灵气更加稳固，输出力也成倍增加。他是先天纯阳圣体，毫不夸张地说，他要是再升一个大境界，到达五品化神境的话，可以让一个练气境女修瞬间提升一个小境界。喜欢吗？很喜欢，很暖和。楚玉衡抱住了他，他感受到林天意阳气在汩汩流淌。师兄，问你一个事。哦，你是不是和袁木琴和孔婉一小师妹双修过了？为什么问这个？当初第一次与你双修，看你蛮老实的，可是接触下来，发现你是个花花肠子。楚玉衡用指尖戳林天意胳膊肘，你是不是吃醋了？我才不会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我可不管别人，我只在乎我自己锅里有多少。林天意闻言大喜，楚玉衡果然识大体，她是一个容易知足的女人，你越是善解人意，我越是要多给你。嘻嘻，受之不恭。系统检测到楚玉衡的好感度为88，加3点，返还加1200积分。半个时辰后，楚玉衡觉得温暖，就像柴火不停的烧。他看了眼身旁林天意，眉目疏朗，俊俏英俊，心中越发喜欢和迷恋。不过这样优秀的男人，以他现在实力和修为，无法专享。楚玉衡看清现实，宁愿做他身后的小女人。每一次与林天意双修，都是一次恩赐。对了，你最近有见过我妹妹楚玉润吗？比赛之前，她来过一次。我妹妹从小好吃懒做，她从你那提升修为后，总想着不劳而获，不肯好好修炼，还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外门弟子话比较多。我希望你能说说她，她能听你的话。楚玉衡叮嘱。玉润妹妹上次还说住到我这里，我也觉得她吃不起修炼的苦。你的意思我懂了，我遇见她的话会说她的。多谢师兄，我把妹妹交给你，我也放心。我对师兄一片冰心，妹妹玉润肥水不流外人田。林天意笑了笑，楚玉衡羞涩地闭上眼睛。半个时辰后，林天意和楚玉衡两人谈天说地，分享着无限快乐。楚玉衡依偎着他，蜷缩成一个毛绒团。两人又推心置腹3次之后，楚玉衡这才心满意足离开。好师兄，天快亮了，我也该走了。楚师妹，真舍不得你走。西西，我会经常来看你的，你可要记得我的锅哦。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回。楚玉衡对林天意恋恋不舍，两人又亲密抱了会，卿卿我我一番，这才分开。昨晚，道侣温书璇的妹妹温小梅来到顾云熙屋子，两人一夜促膝长谈。温小梅早上睡到很晚，这才离开。顾云熙梳妆打扮后，收拾屋子。道侣温书璇外出沧浪峰送丹药，已经9天了，明天就该回来了。在他离开这段日子，顾云熙知道了他很多秘密。等温书璇回来，怎么对他？还有顾云熙和同门师妹徐瑞英争夺掌权执事一职，温书璇也帮不上什么忙。他觉得自己人生不断走下坡路，而且未来渺茫。顾云熙坐在椅子上，满脑子幻想着昨晚林天意在暗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帅气和霸道带给顾云熙不同的感觉，甚至与道侣温书璇相比，顾云熙更愿意接受林天意。总是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合欢宗恩爱道侣之间的双修，对于顾云熙而言却是求而不得，他只能羡慕别人的快乐。有时候他也在想，别再坚持了，就让林天意得逞一次算了，守着贞洁这块牌子又有什么用？况且是道侣温书璇，有负于他在先。顾云熙也是一个女人，也有正常需求，也有追求双修的权利。他抚摸着自己玉臂，不想这身丰满皮囊落得香消玉殒的遗憾。这时门外传来一个轻微声音，顾云熙警觉起来，他走到门口，芳心砰砰砰直跳，会是他吗？门开了，英俊潇洒的林天意果然赫然眼前。昨夜林天意只差临门一脚，最后紧要关头被温小梅坏了好事。我要和你双修。成年人之间不需要解释。林天意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顾云熙低下头，脸颊红扑扑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转过身，避开目光。两人一直这么站着，时间1分1秒过去。温书璇明天就要回来了，林天意说，又是一个漫长等待。突然，顾云熙发疯似的跑向内屋。林天意走进门，牢牢插上门栓，钉死门板。他推开卧房大门，看见顾云熙站在床榻上，对着他荡漾着微笑。林天意跑过去，伸手去抓，顾云熙果断跳下，机智的转身而逃。西西，你抓不到我。顾云熙笑得更欢了。林天意猛冲过去，撞在梳妆台上，各种胭脂盒、木梳、发钗、步摇、香囊等东西全部洒在地上。顾云熙拼命逃窜，卧房中衣柜和屏风震得地动山摇，柜中衣衫、帽子、靴子纷纷掉落。顾云熙喘着气，东奔西跳，在卧房内不断躲避。桌案、圈椅等家具七零八落，一片狼藉。顾云熙跃上窗台，一个蹬脚绕过林天意。林天意屡次差点得手，揪住顾云熙，都被他成功逃脱。西西，你离抓到我还差得很远。林天意心中激起怒火。卧房中衣橱
木箱横七歪八，凌乱不堪，地上几乎没有落脚地方。顾云溪又一个急闪，奔出卧房。林天意追到客厅，西西，你是不是没吃饱饭？顾云溪嘲讽。林天意朝他猛冲，眼前八仙桌和长凳接二连三弹开，一片空旷。顾云溪无路可逃，跑到门口，发现大门被拴上了，推也推不开。林天意扑了上去，顾云溪急中生智，一个下蹲从他腋下溜过。西西，看来你也不过如此。顾云溪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屋中。林天意又一次转身，顾云溪在客厅中宛如一只狡猾的兔子，每当要被抓住时就摇摆身体，逃过致命一击。顾云溪身上香汗津津，衣衫尽湿，林天意被他耍得团团转。西西，你还是抓不到我。顾云溪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他一个凌空后跟翻，从头顶绕过林天意，跑进温书璇的书房。林天意步步紧逼，顾云溪跑进书房之后步伐慢了下来。这间是道侣温书璇的书房，墙上挂着书画和字帖，矮柜上宝镜、玉瓶、香炉、古琴等摆放整齐，还有2个大书柜，摆满了温书璇的书籍。书房里牵一发而动全身，顾云溪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毫无顾忌的欢蹦乱跳。顾云溪看着他一步步后退，林天意也放慢了脚步。这个书房就是一个天罗地网，顾云溪插翅难飞。他走进这个书房时，就意味着追逐游戏已经结束。顾云溪继续后退，两人距离越来越近。林天意只要伸手就能牢牢抓住他。顾云溪退到一张书案边，彻底没了后路。书房里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你要干什么？顾云溪美眸转动，林天意伸出左手轻轻拖住顾云溪腰肢，他立即全身一软，缓缓地倒在书案上。他右手一挥，扫除一切障碍，案上笔架、笔筒、砚台、黄纸、毛笔、墨匣等文具一股脑叮咚叮咚坠落地上，谁也没有犹豫，谁也没有挣扎。顾云溪倒下了，任由身上衣衫被撕得粉碎，像花瓣一样洒落。他望着天花板，这是温书璇的书房，墙上是温书璇的书画，地上是温书璇的书柜，书架上温书璇的书籍，还有温书璇的玉器、瓷器、乐器，还有温书璇的文房四宝。书房中所有一切都是温书璇的，除了他。一个时辰过后，好弟弟，我的心肝，我的魂儿，我的宝贝，你3番4次戏弄我，每一次都在装，你这是自讨苦吃。半个时辰后，亲爱的，我是你的女人，每天晚上都做你的女人，我找了你几次，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半个时辰后，主人，我忠诚你，永不背叛。这一次，林天意平静下来，缓缓呼出一口气。顾云溪已经酣酣睡去，系统检测到顾云溪的好感度为80加30点，返还加1200000积分。林天意离开。姓名顾云溪，年龄48岁，颜值95分，修为筑基8级，好感度0，充电1次，倍率4000倍积分返还。林天意历经漫长等待，终于换来丰厚回报。顾云溪睁开眼睛，推开身上的林天意，他在地上盘膝而坐，内体灵气沸腾，一种全新的从未有过感觉萦绕心头。万万没想到他的阳气如此厉害。顾云溪不由暗暗吃惊，他觉得自己就像草原上奔跑的小羊羔，永远有使不完的劲。风冻了30年冰块，终于完成了破冰之旅，那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新体验。他的肌肤，他的精气神宛如脱胎换骨，好强，好威猛的阳气。顾云溪不由得又看了一眼躺在岸上的林天意，他尝到了做女人的快乐，以及阳气为我所用的酣畅淋漓感觉。顾云溪身体内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他并拢大腿，不能有一丝一毫泄露。他开始气沉丹田，在意识海中不断传来炸雷惊响。顾云溪血液奔张，毛孔大开，气息升腾，仿佛开辟出一方新天地。这是突破前的意象，他不敢懈怠，继续运力。不多时，头顶之上有一层薄薄雾气，隐隐有光亮闪现。顾云溪咬紧嘴唇，脸上狂喜，突破了，成功了！卡了他5年的筑基8级，竟然在一夕之间成功突破。他现在是筑基9级境。不仅如此，顾云溪还感到丹田内有一个小物质正在慢慢壮大，他离结丹、离金丹境仅仅1步之遥。道侣温书璇不能给他的东西，林天意已经倾囊相授。顾云溪收敛气息，心中欢快不已。他又爬上书案，安详躺在林天意臂弯中。你醒了，我刚才去突破了。顾云溪害羞，林天意一个转身，把他压在身下。此时顾云溪犹如雨后浇花，格外艳丽。阴阳调和之后，脸色红润，她从熟女变成了娇女，特别是一双明媚大眼睛，总有一层淡淡的朦胧之美。我现在好后悔。顾云溪说，你还在意你的道侣？我后悔的是为什么没有早点和你双修。顾云溪甜甜一笑，吻了上去，像个青春萌动少女。天快亮了，我也该走了，温书璇今天会回来。顾云溪一把拉住他的手臂，再给我一次。半个时辰后，顾云溪和林天意交换了位置。想不到阳气这东西这么好。顾云溪如获至宝，说话情意绵绵。不瞒你说，我可是纯阳之体，无时无刻无不在生产和制造阳气，真想把你一直留在我身边，永远不要离开。开什么玩笑，你和道侣还没断呢。顾云溪跨出了第一步，后面的事未可预料。如果他倾心于林天意的话，那么温书璇
就成了他的梦魇。女人往往感情用事，林天意想得更为透彻。他和温书璇之间真正的交锋，从撕下顾云熙身上封条后，算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温书璇背后藏着很多秘密，不仅仅是关宗门，还有宋楚然的事。他是一个复杂的、不可小觑的男人。离天亮还早，温书璇没这么快回的，你快点到他没去过的地方来。半个时辰后，顾云熙从睡梦中笑醒，这一波他赚得盆满钵满。30年等待太过漫长，但是今晚看来，他遇到了林天意，这一切等待都有了意义。或许命中注定，我是属于他的。顾云熙看着英俊挺拔的林天意，小鸟依人般依偎在他怀中。林天意仿佛是他宇宙中心，永远发光发热，带着顾云熙旋转交融，绽放勃勃生机。天色黎明破晓，窗外黑幕已经褪去，不知不觉两人缠绵在一起将近6个时辰。放我走吧，我今天还要去丹阳门拜见金堂主。可我不想让你走，怎么办？顾云熙展现自己柔情似水的一面，30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做女人的骄傲，即使这片刻欢愉，这点滴恩情也让他甘之如饴，欲罢不能。真的要走了，来日方长。那好吧，最后再来3次，这是顾云熙的最低限度，最多2次。石头剪刀布。半个时辰后，林天意终于逃出了顾云熙魔掌，离开屋子。他不愿在顾云熙身上久留，一方面是温书璇，他可能随时会回来；另一方面，林天意打完内门弟子晋级赛后休息了几天，今天是他去丹阳门向金翼山堂主拜师的日子。他的身份从一个炼丹房杂役转向高级别的灵医师身份，也就是说，温书璇是他同门大师兄，两人成了同道中人。也不能这么说，林天意比起温书璇多了一条专用道。刚刚过了清晨，一片山雾笼罩，沿途合欢宗弟子们三三两两往各大门派走去。时间还早，林天意绕了点路，去往北面天煞门而去。天煞门石坛门口陆陆续续有外门和内门弟子走进山门，开始一天的工作和修炼。不少女弟子看到林天意后，忍不住多看2眼，丰神俊逸的脸庞，气质与众不同。他站了会，看到一个熟悉身影。待会我帮你砍柴，下周有空下山吗？我们出去玩玩。楚师妹，我家养了一只灵猫，有空去看看吗？林天意见状，直接走了过去。师兄。楚玉润眼前一亮，他身旁还有2个长得贼眉鼠眼、歪瓜裂枣的外门弟子。他是谁？怎么以前没见过？2个外门弟子诧异。林天意狠狠瞪了他俩一眼，一股强烈威压，他俩惊慌失措起来。他一把抓住楚玉润手腕，往一边走去。师兄，你弄疼我了。那2个外门弟子见状，惧怕林天意，根本不敢上前，只能灰溜溜的看着林天意把楚玉润带走。很快，他俩走到一个没人地方。那2个男人是谁？哦，比我早进宗门2年的外门弟子。刚才那2人看着不像好人。你姐姐楚玉衡要我告诉你，别和一些不怀好意的臭男人在一起。楚玉润嘟着嘴，脸上有些不开心。他加入合欢宗才不到1个月，曾经与林天意有过2次双修，获得机缘，现在是炼气2级。青春少女，生性多动，林天意也没时间一直陪着她，他感到无聊。而且楚玉润从小没吃过苦，不想通过努力和勤奋提升修为。谁叫师兄没时间陪我？他们2个帮我砍柴，我就可以不用干活了。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好？他们肯定对你另有企图，你必须提高警惕。林天意告诫。楚玉润年纪还小，又是刚入合欢宗，花花世界，如果被不良男弟子诱导，很容易误入歧途。师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听刚才2位师兄说，这世上还有一个门派，修炼起来比合欢宗还要快乐，什么都不用做，境界就会自动升级。楚玉润眨着眼睛，说得很神秘。这不可能。林天意摇了摇头。一般人而言，即使再有天赋，再有体质，修炼之路离不开长时间的勤奋和努力。林天意依靠嗑药，又是先天纯阳圣体，才能一路蹿升境界。但是就算是炼丹最强的丹鼎宗，也只能炼到筑基丹，根本无法炼制金丹、元婴丹等顶级丹药。所以除了林天意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跳脱凡俗，快速晋级。楚玉润说的什么都不用干，躺着就能升级了，听上去就是一派胡言。可能是外面一些不正经门派欺骗少男少女，他们说的有模有样的，我还想下山去看看呢。肯定是骗子。你想走修炼捷径，合欢宗的双修功法绝对是不二之选，你千万不要下山，外面世道险恶，离开了合欢宗就没人保护你了。那好吧，在这里我还有你和玉衡姐姐。楚玉润对林天意比较信任，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女人嘛，双修之后心里总会有一种依恋感，更何况林天意是他第一个男人。你若是想要提升修为，可以到我那里，我会倾尽全力指导你的。林天意一本正经，嘻嘻。楚玉润觉得好笑，第一次觉得林天意还这么腼腆。师兄每一次都好偏心。哪有，你给我姐姐都好多，而给我呢都好小气。楚玉润娇羞。这个现在不会了，我会一视同仁的。林天意深呼吸一口气。好吧，那我过几天找你试试水深。林天意闻言点点头。修炼时间快到了，楚玉润也该去天煞门了。师兄，回头见。记住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下山，有什么事找你姐姐和我都可以。哦，
林天意目送他消失在天煞门。楚玉润在合欢宗的路还很长，只要这段时间熬过去，他的心就会安静下来。既然楚玉恒把他妹妹托付给林天意，林天意有义务照顾楚玉润，以后抽点时间多陪陪他。合欢宗丹阳门炼丹大楼，好几天没来了，这里既陌生又熟悉。林天意轻轻推开5号炼丹房大门，穆房主。今天穆昭瑶长发披肩，穿着一身坠花黄色深 V 领长裙，两座大山紧紧挨在一起。穆昭瑶也看到了林天意，两人不约而同慢慢走近，在相距不到1丈距离，穆昭瑶再也忍不住了，快步冲了过去。你终于来了！林天意双手置入他腋下，将他一把高高托起，枕在他柔软胸口。记忆中那朝思暮想的温存，两人腾空而起，在天空旋转飞舞，四目相对，难舍难分。想我吗？穆昭瑶趴在林天意肩上，一番柔情蜜意，一阵摇摆之后，两人徐徐降落。自从林天意参加内门弟子晋级赛之后，两人已经8天没见了。俗话说小别胜新婚，穆昭瑶在孤寂的炼丹房中度日如年，一直想着他。我听说了你的消息，不仅得了第1名，还成为金堂主的弟子。穆昭瑶没想到他喜欢的人是最争气的一个人，证明他的眼光万里挑一。最近这段时间，林天意身上有许多闪光点，深深吸引着穆昭瑶。这段日子我也想念穆房主。林天意动情，也许穆房主是炼丹师的原因，他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仙草馨香，洁净舒爽，没有异味。恭喜你成为内门弟子乔楚。穆昭瑶话未说完，眼眶中徘徊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一举冲破堤防，大力掉落。他转过身，你怎么了？穆昭瑶执拗，不想让他看到自己梨花带雨的模样，一直盼着你有出息，而你有出息之后又会离开这里。3年了，林天意一直以外门弟子身份在炼丹房充当杂役，辅佐穆昭瑶炼丹。现在他身为内门弟子，专心修炼，不需要再干炼丹这种杂役活了。丹阳门分为2块，一块是炼丹，另一块是灵医师。炼丹就是炼制丹药，而灵医师则是医治。这就意味着林天意会离开5号炼丹房，离开穆昭瑶。所以穆昭瑶爱恨两难，既希望他没出息留在身边，又希望他有出息拥有更美好前程。我应该为你高兴。穆昭瑶玉指擦了擦眼角，林天意握住他的手，他心里想的林天意都知道。我也舍不得穆房主，我要和你永不分离。穆昭瑶泪如泉涌，转身搂住他的腰，紧紧贴在他坚实胸膛。久别重逢，真情流露，如亲如注。穆昭瑶放声大哭。过了一会儿，你哭完了吗？穆昭瑶点点头。林天意看着他哭红的眼睛，哭花的脸庞，格外怜惜。好可爱的，好柔情的穆房主，是他心中永远的女神。这辈子林天意谁都可以辜负，唯独穆昭瑶不行。回想这3年炼丹的点点滴滴岁月，历历在目。他和穆昭瑶一起炼丹，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平时两人在一起平平淡淡，但是一旦面对离开，就会变得浓情蜜意。我刚才已经去过金堂主那里拜完师了。他让我好好修炼，传授我开脉和医术。我向金堂主提出，我想每周回到这里和穆房主一起炼丹。穆昭瑶抬起头，用惊异目光看着他，这是真的吗？金堂主同意了。其实丹药和灵医一脉相承，好的灵医师他也要熟知丹药的药性。炼丹和灵医分属2块，但是同在一幢炼丹大楼，上下不同楼层。林天意要是想见穆昭瑶还是很方便的，只是不能像以前一样两人亲密无间的在一起炼丹。他心中放不下炼丹，放不下穆昭瑶，所以向金翼山堂主申请每周过来1次和穆昭瑶炼丹。所以我没有离开，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穆昭瑶听到了，噗呲一声破涕为笑，像个小孩子。她的笑容如花般绽放，仿佛是世上最美丽的风景线。一双诱惑大眼睛，娇柔妩媚，藏着无限柔情。穆房主，怎么了？我想吃了你。穆昭瑶闻言更加娇羞不已，把头埋进林天意怀里。5号炼丹房内一片静谧，两人急促和心跳回应着。林天意抬起手臂，指手凝诀，高高扬起，准备熄灭炼丹房中所有蜡烛，恢复黑暗混沌。别！穆昭瑶伸手阻止，他解开后颈上的扎结，衣衫缓缓退下。今天破例1次，你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山水。穆昭瑶脸颊红润，透着一分女人特有娇柔、多情、丰盈，静如处子，风情万种。林天意笑了笑，搂着穆昭瑶，他手指轻轻一挥，炼丹房中一条黑色飘带从桌上缓缓飞起，在空中飘荡。它像水蛇一样飞舞着，欢腾着，变幻无常。沉寂炼丹房仿佛有了一股新鲜活力。穆昭瑶仰起头，脸上羞羞的一朵红云上夹。黑色飘带来到穆昭瑶眼前，就像张开翅膀，呵呵，遮住了他的眼睛。穆房主，这一次换我强攻。林天意亲了上去。穆昭瑶会心一笑，趁势倒下，一脸如痴如醉。不知过了多久，炼丹房中传来阵阵微风，吹拂穆昭瑶的长发，吹动她的额头，她的脸颊，吹动她的嘴唇，她的下颌。炼神离焰炉中发出麝香、白檀、肉桂等香味，轻柔微风吹啊吹，
吹动她的头颈，她的酥胸，吹动她的小腹，吹动她的肚脐。炼丹炉中噼里啪啦，炽热丹药不停地炼制，忍受着近1000度高温，心中那片火热在身躯中滚烫。那是炼制爱的丹药，多么曼妙声音，仿佛是你和我的心声，永远留存在心中。无论日月变幻，斗转星移，红颜老去，这份深情始终不变，分分合合始终不悔，与你的温存。穆招瑶笑了，微风吹过神秘深潭，吹过一泓春水，他多么希望今晚不要过去，就让自己永远停留在今天。半个时辰过后，系统检测到穆招瑶的好感度为92加2点，返还加2000积分。两人热情相拥，难舍难分。你身上阳气好多，喜欢吗？两人依偎在一起，执子之手，从青丝到白发，从春樱到暮雪。一炷香过后，砰一声惊雷，5号炼丹房大门打开，穆招瑶神色大变，仿佛从噩梦中惊醒。温书璇一脚跨进大门，是他。林天意定睛一看，温书璇一身蓝色道袍，睁着血红凶狠眼睛，宛如死亡般凝视着林天意，心中的怨念可见一斑。温师兄，你回来了，你俩干的好事，闯下弥天大祸。温书璇喝道。弥天大祸？林天意和穆招瑶都疑惑不解，还没等他俩反应过来，执法堂堂主周展鹏带着2名弟子也走进炼丹房，情势变得复杂和不可预测。执法堂堂主周展鹏眼眶中眼球在疯狂震颤，昭示着他心中的愤怒。把他俩给我抓起来！林天意和穆招瑶静静站着，两人被绑上铁链后带离了5号炼丹房。合欢宗、天荡山西崖、执法堂，堂主周展鹏高高坐在案椅上，怒目而视。台阶之下，穆招瑶和林天意分别左右站立。穆房主，你还不快如实招来！冤枉啊！我没有下毒。穆招瑶眼神凌乱，脸上充满了恐惧。林天意稍微好一些，不过脸上也是大面积诧异之色。这件事来得太过突然，根本猝不及防。林天意，既然穆招瑶不说，你也不会装聋作哑吧？堂主周展鹏质问。我只能确认一点，我和穆房主都是清白的。林天意坦然。他和穆招瑶对视一眼，他能看到穆招瑶眼睛中充满惊吓和恐惧。难道沧浪峰8位弟子就这样白白死了？堂主周展鹏大喝一声，整座执法堂大殿都在颤抖。而另一边，温书玄气定神闲站着，仿佛眼前一切都与他无关。原来10天前，他奉丹阳门金翼山堂主之命，带着回春丹和归元丹去合欢宗分封沧浪峰。在早些时候，沧浪峰弟子与正道乾元宗和天剑宗弟子为了一个灵矿爆发数场激战，合欢宗弟子伤亡惨重。温书玄以灵医师身份去给这些弟子治愈疗伤的，谁知他拿出5号炼丹房，也就是穆招瑶炼制的丹药，给分封弟子们吃后，这些弟子都吐血而亡。毫无疑问，丹药中有毒。温书玄本来是去救人的，未曾想带去的丹药反而毒死了沧浪峰8名受伤弟子。万幸的是，还有数位弟子因为抢救及时，暂时脱离生命危险。所以温书玄回到天荡山后，第一时间向执法堂汇报，这才有了堂主周展鹏迅速出动，抓捕穆招瑶和林天意。我切开这批5号炼丹炉丹药，里面有砒霜成分，砒霜与其他原料混合一起，应该是炼丹时候加入的。温书玄说。穆招瑶和林天意听后一脸震惊，炼丹有毒，此事非同小可，而且还造成了分封弟子死亡，事态严重，难怪堂主周展鹏勃然大怒。穆招瑶是5号炼丹房房主，而林天意是辅助干活的杂役，这批丹药有毒，两人难辞其咎。周堂主，这件事肯定是冤枉，我炼丹10多年，对合欢宗忠心耿耿，怎么会炼制毒丹给同门弟子？穆招瑶竭力辩解，他做事一向循规蹈矩，林天意知道他的为人，绝对不会干这种缺心眼的事。但是这批有毒丹药是你5号炼丹房炼制的，你又作何解释？堂主周展鹏质问。怎么会这样？穆招瑶心情沉痛，这不可能。他摇了摇头，在丹阳门炼制丹药有一套严格程序，首先是出入炼丹大楼，非丹阳门弟子原则上是无法进入的。5号炼丹房房主是穆招瑶，林天意是杂役，在炼丹时候，炼丹房内至少留守1人。如果夜晚2人同时离开的话，穆招瑶会用一种特殊封印封住5号炼丹房大门，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外人逃过穆招瑶和林天意眼睛。其次，炼丹原料也是经过层层筛选和甄别，炼丹药剂都是采用藏经阁中的古法，多少剂量、前后顺序、相生相克、药引禁忌以及炮制驱毒等都有一套明确流程。穆招瑶是一个中级炼丹师，深谙此道。即使退1万步讲，某些炼丹原料会有一些不可知副作用，但是绝对不会添加砒霜。问题就在此处，这砒霜是怎么在炼丹时候加进去的？5号炼丹房只有你们2人，你俩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堂主周展鹏催促。事实清楚，这批毒丹药是他俩炼的，现在出了事，肯定找他俩。林天意站在执法堂已经1个时辰，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半知半懵状态。半知是他和穆招瑶是冤枉的，半懵是他也搞不懂是咋回事。将砒霜炼制进入丹药，这不应该啊！而且炼丹房中
他从没见过砒霜。这砒霜无色无味剧毒之物，到底从哪来的？难道有人栽赃嫁祸？可是5号炼丹房有炼丹大楼和炼丹房2道大门，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不能怪堂主执法堂，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他和穆招摇。有没有可能温只是把丹药搞错了？林天意问。温书玄闻言冷哼一声，脸上愠怒。我从穆招摇手中取过丹药后，原封未动封印，我到了沧浪峰才打开，所以我不会搞错，在去沧浪峰路上也不会有人掉包。温书玄说的滴水不漏，听上去可信度极高。温只是做事谨慎，绝不会弄丢和搞错丹药。你俩再不说，我可要用刑了。堂主周展鹏威胁。用刑的话一般都是霹雳电击，用金刚铁棍把人电得晕头转向，这滋味不好受。周堂主请等一下，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如何洗脱，不过请慎重考虑一下，我和穆招摇2人没有炼制毒丹药的动机。林天意说，这件事事发紧急，所有证据都指向他和穆招摇，没有确凿证据的话很难洗罪。林天意只能从动机上拖延一点时间。在丹阳门炼丹是一项相对封闭工作，林天意和穆招摇一门心思炼丹，别说是外面沧浪峰的事，就是合欢宗主峰的事，他们也很少参与。他们与分封弟子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毒害他们？没有这个动机。况且林天意根本不知道沧浪峰在哪里，这砒霜究竟是怎么混进炼丹中的，还是有人陷害？这一切云波诡谲。温执事你怎么看？堂主周展鹏问他。我和穆招摇相识多年，我相信他的为人，他不会残害同门。林天意算是听出温书玄的话了，他在保穆招摇，但是对于林天意却只字未提。看来上次和他对过一掌，打掉他半边胡须后，他对林天意充满了敌意。要是知道他的道侣顾云溪已经被林天意凿穿的话，估计血都吐得出来。穆招摇是清白的，那么就是林天意你的问题。周堂主，我可以保证林天意也是清白的，我俩都不会炼制毒丹药。穆招摇据理力争，他知道这件事非常可怕，后果很严重。如果林天意牵涉其中，轻则被关入大牢，重则修为被废，打成残疾，扔出宗门。此时堂主周展鹏迟疑不决，他知道丹阳门的人一向品行端正，道德高深，而且一直是封闭式炼丹，与外界关联很少。此外，就算穆招摇真的炼制毒丹，这件事发生后必然会查到他头上，他怎么傻到自己暴露自己？那现在最有嫌疑的就是林天意了。他虽然是杂役，但是与穆招摇同气连枝，穆招摇是炼丹第一责任人。假使算林天意偷偷放入砒霜，穆招摇在炼丹前他也会察觉。他俩要么是同时作案，不可能一个做了另一个浑然不觉，这其中云雾，百思不得其解。周堂主，我看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我和穆招摇问心无愧，你最好先调查一下，不要冤枉了好人。林天意建议，毒丹药的确是5号炼丹房出去的，但是穆招摇和林天意2人都矢口否认，缺乏关键证据和动机。这件事在我调查清楚之前，你俩不能回去，先在大牢中待着，听候发落。堂主周展鹏拍案，毕竟牵涉到合欢宗分封8条人命，影响恶劣。这件事合欢宗高层都知道了，恐怕圣女也知道了。堂主周展鹏对上对下都必须要有一个交代，他审讯不出什么结果，只得暂时把林天意和穆招摇先关起来。天荡山执法堂麾下黑风岭大牢，大牢内灯火昏暗，几个外门弟子杂役充当守卫，看守监牢，里面关押了一些触发戒律的合欢宗弟子，大多涉及一些淫欲罪、偷窃罪、伤害罪、间谍罪等。大牢规模不大，也就10几个人。林天意和穆招摇2人被分开，关在2座大牢之中。牢中条件比较艰苦，地上是草席，饭菜是蛋馒头和萝卜咸菜。林天意脚上还绑着脚链。林天意试探过牢门和墙壁，以他现在功力，想要逃出去易如反掌。不过逃得出黑风岭大牢，却逃不出天荡山。要是越狱的话，这起毒丹药事件弄巧成拙，他就更加说不清楚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好好的生活，一夕之间竟然成了一个阶下囚。真是命运多舛，世事难料。丹药中怎么会有砒霜？林天意不会干，穆招摇也不会干，那么究竟是谁干的？他闭上眼睛，回忆2周前炼丹时的点点滴滴。穆招摇做事一向小心慎重，不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到底哪个炼丹环节出了问题？林天意，有人探监。探监。很快，一个外门杂役领着2个女人走了过来。林天意一看，原来是南宫基和楚玉衡。你们怎么来了？林天意喜出望外。南宫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怀中掏出100灵石交给外门杂役。外门杂役拿了灵石之后，识趣的转身离开了。我听说你被关起来了，就过来看看你。南宫基手上拿着一条被褥，楚玉衡手上提着一个竹篮。林天意似乎闻到了香喷喷的红烧牛肉味道，想不到2个红颜知己，南宫基和楚玉衡好感度提升后，对林天意忠心耿耿。谢谢，你们太用心了。林天意从牢门缝中取过被褥，楚玉衡打开饭盒，里面有牛肉和青菜。牢里伙食不好，我给你做点了好吃的，快吃吧。楚玉衡说，等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款待你们。林天意狼吞虎咽起来，师兄，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炼制毒丹药？南宫姬问。我和穆招摇都是被冤枉的，根本不知情。炼丹大楼和炼丹房戒备森严，难道有内鬼？楚玉衡推测，他和南宫姬打死也不相信林天意会炼制毒丹药，陷害合欢宗同门弟子。内鬼？林天意沉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楚玉衡的提醒让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